女大18变什么的，李牧向来是不信的。孙悟空才多少变，18变都1/4个孙悟空了。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李牧打开房门，只看到自家老爹坐在饭桌上边啃包子边刷手机，时不时还能听见吴家老太寿宴、废物赘婿、有眼无珠、恭迎龙王之类的台词。不用想，自家老爹肯定在刷上头短视频了。也不知道吹的什么风，已经被淘汰的龙王爽文又以短视频的形式火起来了，让他老爹挑灯夜战，夜不能寐。有时候半夜起床撒个尿，都能看到老爹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刷龙王剧情的短视频。他老爹就吃这一套，起来了就快吃点东西，一会赶不上高铁了。李长恒见自家儿子出来，默默关掉了手机。怎么不看了？看什么？3年之期已到，今日龙王回归，不再隐忍。李牧拿起一个包子啃了起来，热扑扑的，有些烫嘴。这些短剧他也不是没看过，有的内容甚至可以全文背诵，背地里还学过龙王的歪嘴笑。被儿子揭穿，李长恒也不尴尬。对于你们这些大学生来说可能有点幼稚，但对于我这种大叔来说刚刚好。老妈呢？你妈昨天一直嚷嚷着你要去其他城市读大学，舍不得你，熬到半宿才睡着，现在肯定还在睡，一时半会是起不来的，要不把你妈叫醒送送你。不用了，上个大学而已，让妈多睡会儿吧。吃完包子，李牧起身回房间收拾起衣服，行李昨天就收拾的差不多，整理一些衣物塞进皮箱，一切也就准备就绪了。我生活费呢？李牧拖着行李箱，背着一个大书包，临走之前回头深情地望着自己的老爹。说实话，他还是很不舍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在这里住着，现在要上大学就不可避免地离开舒适圈。我给你找找。李长恒面色一沉，好似早就料到会有这出，虽然不生气，但也要装装样子，让自家好大知道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东翻翻西找找，先是从结婚照的后面翻出了2张红票票，又从空调上拿出一个小信封，里面藏着折叠起来的一张票子，票子上还有些灰尘，看起来像是封印了有一段时间。这李牧傻眼了，寒碜，这也太寒碜了。好歹也是小康家庭，记得前段时间老爹升职加薪，为此全家还出去吃了一顿大餐，那时的老爹是多么容光焕发。才过了多久，全身上下私房钱只有300块钱了。这一刻，李牧突然感觉自家老爹很可怜，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微信，要不给老爹发点。可他的微信也只有200块钱，这个月的稿费也没有发放。稍加思索，李牧还是忍住了转钱的冲动。老爹已经长大了，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扛，就这么多了，你也老大不小了，对女孩子不能太吝啬，一会出去的时候请隔壁老陆家的女孩吃个午餐，喝杯奶茶啥的，懂不？老陆就在他们家的对门，两家是10几年的邻居，彼此之间串门吃个饭是常有的事情。老陆家因为工作的缘故，这些年经常出差，留下女儿一个人在这里上学。李长恒板着腰一脸正经，还真有点霸道总裁那味道。那么多短视频果然没白看，就是手上的3张票票有些好笑。知道了。李牧人称大孝子，欣欣然收下了这300块。300块肯定是不够花的，作为准大学生，要买的东西都是按车来算的，更何况还是走读生，要准备的东西比一般的内宿生要多得多，光是水电煤气就得大几百块，更别说其他生活用品。李牧对着镜子打理了一下头发，还是一如既往的帅，说貌比潘安都是抬举潘安了。稍稍检查确认没有漏带的东西后，拖着行李箱就打开了大门。到了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发个信息，没钱了找我，找你妈要，不要委屈了自己。你以前和陆小西关系就挺不错的，多照顾照顾人家。你们大学4年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不要对人家做什么过分的事情。李长恒语重心长，仿佛手上拿着的是高级咖啡而不是豆浆。那是不是不过分的事情就可以做？过分和不过分的标准又是什么？李牧终究还是没问出口，省得遭自家老爹一顿毒打。下次把你藏私房钱的位置告诉妈。李牧飞速关上大门，砰的一声，好像是拖鞋砸在门上的声音。幸好他关门及时，不然拖鞋指不定就落到他的后脑勺上了。李牧关门的时候，对面门也一同打开，走出一位娇俏少女。少女只有1米6几，穿着米白色过膝裙，修长匀称的小腿被白袜包裹，深色的小夹克与奶白色的皮肤形成强对比，其间墨发散落肩头，眼眸灵动如秋水，精致的五官比艺术品还要完美。这副放到哪里都是人间绝色的面孔，落到李牧眼中也没那么惊艳出尘了。这就是老爹口中老陆家的女孩。陆小西小小一只，纤细白净的胳膊提着大大的行李箱，看上去有些吃力，画面颇为搞笑。但李牧可没有动手帮忙的意思。他们虽然一起长大，但2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切，算半个青梅竹马。第2章，你在偷看我。陆小猪，别人都说女大18变，你怎么一点都没变？你想我怎么变？李牧捏着下巴挑了挑眉，要不你变个猫耳朵给我摸摸？
有病就去治，或者我告诉你妈说你骚扰我。陆小西抿着嘴，不理这个大傻子，拖着大大的行李箱按下了电梯。咱俩的事，动不动就找家长干嘛？李牧摊了摊手，顿感无奈，同样拖着行李箱走进了电梯，站到了陆小西的旁边。他的妈妈很爱他，但要把他和陆小西一起拎出来，他妈妈会更偏向陆小西一些。陆小西和他妈妈苏恩熟得很，陆小西要是感觉被欺负了，只要跟他妈提一句，他妈就会来找他谈天说地。李牧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办电话卡免费送的，这样的拌嘴日常已经见怪不怪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的关系变得那么僵的呢？依稀记得以前，他和他是很要好的青梅竹马，幼儿园和小学整天黏在一块，直到初中的时候，女孩的青春期来得早，有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自觉，隔阂不知不觉就形成了。高中的时候，两人逐渐开始疏远，交流少了，加上两人成绩的差距，矛盾越发突出，平时说话谁也不服谁，逐渐演变成拌嘴。李牧因为沉迷游戏，成绩一降再降，而陆小西依然是名列前茅的存在。往日的关系已然不在，两人是青梅竹马这件事再也没有被提起过。庆幸李牧在高考前厚着脸皮找陆小西要了3年的笔记，日夜奋笔疾书，狠狠来了一波弯道超车，和陆小西考上了同一所大学，甚至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选了同一个专业，分到了同一个班级。如果不是彼此家长比较熟，沟通过，两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李牧家在大学那边有一间小房子，两家一合计就打算让李牧和陆小西一起走读，相互也有个照顾。今天就是两人出发的日子。电梯门有一层浅浅的反光，把两人的镜像压得扁扁的，像个鸭子一样。以往见到陆小西都是穿着朴素的校服，这种青春活力的打扮平日基本见不到，陆小西也不会穿这些，就算是高中的文艺晚会都是常服加身上舞台。或许是第一次出远门，才让陆小西好好打扮了一番。饶是经常刷短视频美女的李牧都不由得在心中感慨，这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美少女。你在偷看我？陆小西敏锐地察觉到了某人的视线，有些不确定地探出个小脑袋，看着李牧的侧脸。自作多情，谁知道你是不是？李牧有些心虚，不知道陆小西是不是学了什么武功秘籍，感知力竟然如此敏锐。正当他打算搪塞过去的时候，电梯门开了，李牧率先走了出去。你干什么？这才3楼。还真是3楼。哪个熊孩子按的电梯让他逮到，肯定要让调皮的熊孩子提前体验社会的险恶，比如告诉熊孩子的父母什么的。李牧又回到了电梯里，这次他站在了陆小西的前面，总不能说他偷看了。他们的家离高铁站并不远，搭2站公交车也就到了。两人买的是邻座的 DF 票，李牧靠近过道，陆小西靠近车窗。陆小西一直是乖乖女，也没出过什么远门，第一次上高铁尤为兴奋，东看看西瞧瞧，趴在窗户上看着疾驰而过的风景，时不时拍2张照片。李牧则是戴上蓝牙耳机，戴上耳机的瞬间，车厢内的嘈杂琐事已经与他无关了，就是没有放行李的地方让他有些难受。正值开学季，高铁很多拖着行李箱的学生，他们进站又比较迟，放上陆小西的行李箱后就没了位置，他的皮箱只能放在腿前，被迫把腿张得很大，右腿都挤进了陆小西那边。陆小西也没说什么，默默地把腿靠向边边，给他腾出了点地方。两人的腿时不时会碰到一起，可惜李牧穿着的长运动裤感受不到少女细嫩的肌肤。目光不经意间看见李牧耳朵上的白色耳机，陆小西有些好奇。对于他这种努力型选手而言，高中几乎都沉浸在学习之中，唯一的耳机是超市12块一副的有线耳机，他听不出音质的好坏，愣是用了3年没换。蓝牙耳机他知道，但他没用过。你在偷看我？李牧察觉到若有若无的视线，猛地转头，杀了个出其不意，有模有样的学着之前的陆小西的语气，露出一口大白牙。自恋狂。陆小西美眸忽闪忽闪，轻哼一声，嘟着嘴转扭过头去。你要不要听听？李牧摘下一只耳机递到他面前。你的音乐品味我欣赏不来。真的？陆小西一把夺过他递过来的一只耳机，没有急着放进耳朵里。竟然没有耳屎，看不出来你还挺卫生的。这个新买的耳机，今天我第一次听，有耳屎问题就大了。你想看耳屎？我这还有一副旧的，上面可能有李牧做事就要掏书包。谁要看你的耳屎？恶心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一本正经的说出这么恶心的话？陆小西戴上耳机，明明没有线连着，小小的耳机里竟然能发出这么清晰又好听的音乐。耳机里传出好听的英文歌曲，陆小西听得出神，还想夸夸李牧这家伙的音乐品味。音乐忽的一变，变成了阴恻恻还诡异瘆人的恐怖调调，仔细听还有女性的惨叫，鸡皮疙瘩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李牧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嘟着嘴想吹口哨，但毕竟是高铁上，只能嘟着嘴唇做做样子。他只是想听恐怖音乐而已，能有什么坏心思？第3章，不对付青梅。李牧，陆小西咬咬牙，在李牧伸出来的腿上打了一巴掌，不响也不疼。哎呀，
你干嘛啊？换哥，你说换就换，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哎呦，别踩别踩，刚洗干净的鞋子。话还没说完，陆小西就在他的鞋子上踩了一脚，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想说的话被一脚踩回了肚子里。李牧赶忙换上了一些动漫歌曲，一言不合就踩人。他果然和陆小西很不对付。李牧和陆小西虽然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也玩得很好，但一直都不怎么对付。这个不对付体现在方方面面。他爱吃清淡的，陆小西喜欢辛辣。他养了一只仓鼠，陆小西养了一只肥猫。高中的时候，他很粗心，什么都做不好，成绩一落千丈后，成为了其他父母不让自家孩子深交的坏同学。陆小西很细心，什么都能做好，是其他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有时候他和陆小西就会成为两个极端，经常被其他人拿来对比，反正就是很不对付。现在能这样平静的聊天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可以的话，李牧也想回到从前关系很好的小时候。小时候的陆小西真的可可爱爱的，跟个粉团子似的当他的跟屁虫。两家串门吃饭的时候也都和他坐在相邻的位置。究竟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李牧也不清楚。也许可以用一句长大了来概括吧。3小时的路程说快也不快，李牧出门前吃了包子，但陆小西就没这么舒坦了。咕噜咕噜，李牧侧头看向陆小西，陆小西侧头看向窗外。你肚子响了？不用你提醒我。陆小西冲李牧投去一个恨恨的眼神，这个人真是的，有让他难看的机会是一点都不放过。陆小西以往1日3餐都是正常吃的，但今天是个例外。昨天晚上收拾完行李，早早就上了床，但一想到第一次出远门，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还是和最不对付的李牧一起去，他就莫名的兴奋，安分的躺在床上许久，也没能睡着。熬着熬着就差不多天亮了，睡眠都不够，更别说做早饭了。本想在路上买2个包子，但李某人的脚步很快，完全没有等他的意思。他打开小包包，从里面拿出了2个蛋黄派。给我1个呗。李牧眨眨眼，笑嘻嘻的朝他伸手。你肚子响了就给你。李牧收回了手，他可是吃了早餐出门的，不可能饿这么快，就是单纯馋陆小西的蛋黄派罢了。对方不给他也没辙。陆小西的小口小口的吃着蛋黄派，嘴巴一动一动，时不时还舔舔嘴唇。坏了，把他看馋了。高铁的速度很快，到站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大城市的站点很宽广。陆小西紧跟在李牧的身后，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李牧知道陆小猪现在肯定很紧张。他知道陆小西没出过远门，又从5线边缘城市一下子来到了1线城市，巨大的落差肯定需要时间去适应，紧张在所难免。如果是高中，看到陆小猪畏畏缩缩的模样，他肯定会指着陆小猪的鼻子大声嘲笑。堂堂班长，堂堂学霸，竟然也有今天啊！虽然他现在也有这种想法。李牧眯眯眼，抬手挡住太阳光线。众所周知，南方只有冬夏2个季节，冬天未至，夏天长存，饶是9月份的秋天，也和6月份的夏天没啥差别。我有伞哦。哗啦，旁边的陆小西打开了一把雨伞，遮住了一小片刺眼的阳光。他和李牧有2个身位的距离，一点帮李牧撑伞的意思都没有。李牧不懂就问，怎样才能让不对付的青梅主动开口同撑一把伞？在线等，挺急的。陆小猪，我请你喝奶茶，你给我撑一半怎么样？李牧厚着脸皮，2人都熟知对方的为人，自个哪里有志对方都知道，没必要端着个绅士的架子。你叫我什么？陆小西，我是那种会叫你绰号陆小猪的人吗？难道不是吗？这个绰号就是你起的。嘿嘿，还真是，你看人真准。李牧摸摸头，大大方方的承认了。陆小猪是贴切事实的。幼儿园时期，懵懂无知的李牧看着来串门的小小，只连吃了3碗大米饭和1碗汤，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陆小猪这个绰号就此诞生。当然，李牧只是私底下叫这个绰号，像日常上课什么的都是以名字来叫唤，他也没傻到把绰号传出去，否则绰号的性质就演变成霸凌了。陆小猪可是他对陆小西的专属绰号哦。话虽如此，陆小西的饭量是一点没减，就算是高中时期，2家因为是对门，10几年的邻里关系非常好，串门吃饭也是常有的事。上次来串门的时候，陆小西还是吃了3大碗米饭。真不知道陆小西的饭量从哪里来的，腰部匀称，小腹平坦，一点长肉的迹象都没有，2团柔软也十分青涩，只有一个很小的幅度。李牧觉得世界10大未解之谜可以多加一条。陆小西狂吃不胖的原因，我要喝最贵的奶茶。陆小西皱着眉，感觉这个家伙在想不好的事情，把伞塞到他的手上，给他撑可以，但拿伞的也必须是他。不仅如此，陆小西还要喝最贵的奶茶，让这个可恶的笨蛋大出血。附近奶茶店，陆小西看着菜单，有些犹豫。大城市的物价，一杯普通的招牌奶茶都要15块钱，最便宜的绿茶也要9块。15块钱已经是他高中2天的零钱了。他是想让李牧大出血没错，
但这个大出血的程度比他想象中的要大。你能喝冰吗？李牧正想点餐，忽然想到什么。陆小西脸蛋红红的，轻轻摇摇头，凑到李牧耳边小声说道：“要不我们不喝了。”李牧神色古怪，这陆小猪多少有些大病，又让他请他喝，现在到了又说不喝。你不喝我喝啊？那你还喝不喝？我要那个绿茶就可以了，正常冰。李牧点点头，朝着店员下了单：2杯芋泥波波奶茶，2杯正常冰。你干嘛呀？陆小西勾了勾李牧的衣角：“是我请你喝，没说要你自己选啊。”第4章，儿子坑爹，爹坑儿子。奶茶的价格超过了陆小西的接受程度，李牧都不用想就知道陆小西肯定点的最便宜的一杯，他才不会如了陆小西的意。买都买了，陆小西肯定不能拒绝了。贵有贵的道理，第一次喝这么贵的奶茶，第一次喝到这么好喝的奶茶。只喝了一口，陆小西的大眼睛就亮了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大热天喝冻饮料还爽的事情了。陆小西斜了一眼，一只手撑伞，另一只手拿行李箱的李牧。怎么回事？这个讨厌的家伙以前有这么帅吗？高高瘦瘦的，忽然感觉这个家伙还挺贴心的，问他喝不喝冰，竟然这么会关心女孩子。陆小西莫名想到了以前他和李牧走一起的时候，李牧就从来不撑伞，大步走在大太阳底下，说什么男子汉不撑太阳伞，撑了就是女孩子之类的话。尽管那时候他还是一只和他差不多的大的小不点，而他就撑着伞跟在李牧的身后，咯咯咯咯的叫着。天气热的时候还同吃一根冰淇淋，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满嘴奶油。他和李牧以前竟然做过这么多羞羞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会面红耳赤。这个大笨蛋肯定已经把这些事情忘记了。撑了一会伞，下个公交站直接上了公交，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是一栋老小区，环境说不上多好，但也没差到哪里去。门口的保安大爷正在抽烟，表明身份后，保安大爷就让2人进入了小区。电梯上，陆小西站在李牧的身后，细细打量了一下李牧的穿搭。宽松的短衬并没有遮掩他的身形，所有人都可以说李牧各个地方不好，但就是不能说李牧长得差。李牧身形修长，1.83米的个子不算特别高，但胜在匀称，肌肉和线条的完美契合，让李牧的魅力拉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李牧的长相也很好，是那种很容易被女孩子要微信的帅。作为李牧的同学，陆小西知道有许多女孩子都找李牧表达过心意。那时的李牧成绩很差，考试只有200多，但单凭一张脸就能屏蔽学渣 debuff 带来的负面印象，他受女孩子喜欢的程度可想而知。打扮的人模狗样，也不知道开学要勾引多少个女孩子。不管多少个，一定要好好监督，一旦发现李牧有滥情的现象，就要告诉苏阿姨，让苏阿姨好好教训这个坏蛋。话说，你为什么选数字传媒啊？2人机缘巧合选了同一个专业，陆小西实在想不到李牧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好奇地问了一句。网上搜10大最适合宅在家里的专业，数字传媒排第1。这种事情你竟然要搜？陆小西不敢置信。选专业当然要选自己喜欢的，这样才有动力学习下去，不然在大学这种大染缸里面很容易玩物丧志的。连选专业都这么粗心，是他认识的李牧了。你呢？数字传媒包括美术、音乐拍摄、电影、广告什么的都涉猎一点，我想做些艺术类的东西。你有艺术细胞吗？怎么没有？你哪怕有那么一丁点艺术细胞，我都不会说刚刚那句话。电梯到了，他们住在8楼，打开门，整个房间弥漫着淡淡的灰尘味。李牧捂着鼻子快步走进去，把门窗全部打开，散去味道，这才好了一点。这间房几乎不住人，每逢过年才回来贴一次门帘，顺带打扫一下，平时就这样空着。有沙发、空调，有冰箱、洗衣机，家具倒是齐全，煤气和水电这些需要重新弄一次。愣着干嘛？进来选房间。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陆小西还杵在门口探头探脑，像个小呆瓜一样。嗷嗷！陆小西选择了离厕所和卫浴间近的一间房子，李牧则是另一间，剩下的一间当做杂物房，各自开始整理行李。楼下有个超商，一会一起下去买生活用品，先打扫一下各自的房间。还没说完，李牧就看见陆小西扎着围裙，拿着湿漉漉的扫把从厕所里出来，脸上还有细腻的汗。你的房间你自己打扫？喂喂喂，这可是我的房子，你可是免费入住的哦，对房东客气点行不？谁说我免费入住的？我爸明明给李叔叔交了租金的。陆小西气鼓鼓，他可是亲眼看着爸爸不顾李叔叔的推脱，强行塞了一叠票票到李叔叔手上的。李牧这家伙竟然仗着自己是房东颠倒黑白，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李牧竟然是这种人，亏他刚刚还觉得李牧帅呢，李牧就是个大混蛋。你爸给我爸发钱了？是呀，我亲眼看见的。你可别说你不知道，李叔叔肯定把一部分钱给你了。陆小西柳眉紧皱，憋得脸蛋红扑扑的，完全不像是骗人的样子。陆小西也不是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的人。如陆小西所说，钱交到了自家老爹手里。
想起自家老爹翻找私房钱那副狼狈样，好家伙，被自家老爹骗了，这是什么坑儿子的爹？出门前他说会把老爹藏私房钱的事情告诉老妈，只是一句玩笑，现在成真了。李牧老家，阿嚏！李长恒打了个大大的喷嚏，搓了搓鼻子，这大热天的怎么会打喷嚏呢？你是不是招惹谁了？苏文端着一碗面从厨房走出来，就是单纯打个喷嚏，哪有这么玄乎？叮咚，收到来自宝贝儿子的微信消息。看到儿子发的内容，苏文拳头硬了，面也不吃，先给孩子他爹来了一记重锤。哎呦，你干啥？我干啥？你为什么不给儿子发生活费？隔壁老陆家给的房租是给儿子的，不是给你的。嘿嘿嘿，给儿子给我有啥差别？我先帮他保管。你拿一点，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儿子说你就给了他100块钱，你要儿子饿死在外面吗？可惜苏文没有胡子，不然现在肯定是一副吹胡子瞪眼的模样。李长恒慌了，感情自家大孝子不止告状了，还谎报军情。他明明给了300块钱的，到了苏文这里就变成100块钱了，画风有点不对。儿子还说你藏私房钱，好，当时追我的时候说绝对不藏私房钱，忘记了？你是不是还想把这笔钱藏起来花啊？一会你全给我交代出来，不然今晚别上老娘的床。第5章定情信物。收到来自最爱的老妈的微信消息，李牧笑了笑，老妈给他发了这个月的生活费2000块钱，还备注了一小段话：多照顾照顾小西，不够了跟妈要。2000块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这2000块钱里包含了自家父母对自己的爱和对陆小西的关心，两家之间彼此关系非常好，又因为陆小西从小就爱串门，李牧的父母对陆小西的感官非常好，巴不得陆小西是自己的女儿，反正就是把陆小西当自家女儿养了。当然，李牧也没少受陆小西的父亲照顾，每逢新年都能收到陆叔叔厚厚的红包。正开心时，收到来自暴金毕老爸的微信消息，同样是转账，但金额达到了6000元。李牧知道这是陆小西说的房租，6000元在这个城市里，这个小区最多能住个2-3个月。陆小西家庭虽然没那么多钱，但陆叔叔绝对不会借着熟人的名义去占便宜，少给钱，8成是自己老爹吞了一点，或者分期发给他。不过他更倾向于前者。李长恒还附上了一句备注：臭小子，坑爹呢。李牧回了个狗头，紧接着对方发了2条60秒的语音消息，表达了李长恒对李牧浓浓的爱子之情，生动形象，直抒胸臆。李牧才不会听呢，直接选择删除聊天记录。和老妈在微信聊了一下，李牧发现陆小西已经帮他把房间都拖干净了。不是说让我自己拖吗？你这么懒，我不帮你拖，你肯定不会拖。李牧汗颜，这小妮子第6感什么时候这么准了？他还真没打算拖地，最多拿扫把扫扫，只要看不见明显的垃圾灰尘，那就是干净的。我说的没错吧？你从小就很粗心随意。陆小西好像打开了什么开关，逐渐挺起稍有起伏的胸膛，莫名的骄傲起来。你对我很了解，又不是我想了结你，那么随意的人全天下独你一份了。要不你顺便帮我把床单也铺了。得寸进尺。陆小西洗干净扫把，哼哼，别过脸去，不理他了。那一起去买东西吧。好。楼下不远就有超商，收银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李牧推出一个小推车，陆小西也有模有样的学着，跟在他的后面。李牧停下脚步，后面的小车就撞了上来。啊，你怎么突然停下了？我走过了，食品区在那边。两人又退了回去。来到食品区，李牧干净利落的拿了2大袋泡面，2大包火腿肠。你买那么多泡面要吃到什么时候啊？当宵夜吃，怕饿。我还以为你当正餐呢。对啊，我当正餐吃的。李牧淡淡道，他的厨艺只能说比5星级大厨弱。在家里他下过一次厨，然后就被老妈赶了出来，并下令让他以后不准下厨房。煮饭的时候，爸爸1碗米，妈妈1碗米，他吃2碗米。他来到这里也没想着做饭，平日里吃外卖，偶尔吃一下泡面，吃喝不愁。但陆小姑娘不乐意了，你该不会是不会做饭吧？陆小西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应该会，家里不让我进厨房。我就知道你把泡面放回去，以后我做饭你也别吃泡面了，不健康的。说着，陆小西暗暗打量了一下李牧的上下身材，好像很健康的样子。你会做饭吗？别整出一顿黑暗料理哦。你看不起谁呢？我不会做饭，怎么活到现在啊？说的也是。李牧点点头。陆小西父母经常不在，做饭这种技能肯定已经到达了大师级了，但天天让别人做饭给自己吃也不太好。要不以后你负责做菜，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这些我来负责。看着2个人亲密的样子，收银小姐姐面露苦涩，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逛了一圈，李牧的小车上已经堆满了东西，除了做饭要用到的东西，其余大多都是小零食。倒是陆小西的车空空的，有一些毛巾和洗发水之类的，吃的几乎没有，只有一点干脆面。我自己逛逛去，你不要跟过来。陆小西左右看了看，脸上有些红红，推着小车一溜烟就钻进了货架里，给李牧整不会了，又不是买奥特曼变身器，神神秘秘的。回来的时候，陆小西的小车就多了些东西。李牧虽然没注意看，但从包装上也能猜出是什么。付款的时候，李牧痛失300块钱大洋，因为要点货，收银员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台面上。一包包粉色蓝色的东西被收银员拿出来，还是在李牧的面前，陆小西尴尬的手足无措，心中不断祈求李牧没看到，干脆的付了款。陆小西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令人难看的超商。这么私密的东西全让李牧看见了。喂，你走那么快干啥？你吃不吃西瓜？陆小西又跑了回来。你请我就吃，那你下次得请回来。和陆小西走在一起，李牧总感觉能闻到什么，香香的，很好闻。他和陆小西已经3年没走这么近过了，以前陆小西的身上是没有这种味道的，淡淡的清香，有些上头是怎么回事？回到大厅，李牧把西瓜放进冷冻层，西瓜就得冰过才好吃。一切都处理完后，李牧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躺在床上，不断回想着刚刚闻到的味道。陆小西肯定是喷香水了，他才不相信什么体香。李牧，你睡着了吗？陆小西轻轻叩响房门，压低了声音。睡着了，睡着了就好，那我开门了。房门打开，陆小西走到床边，悄咪咪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镶嵌好的狗牙。定情信物第6章，定你个头，定你个大头鬼，别自恋了。陆小西已经不知道今天是第几次脸红了，以前根本不会这样，一和李牧这个混蛋沾上关系，脸就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一样。他有理由怀疑李牧是不是掌握了他的器官控制方法，还说什么定情信物，真想一巴掌把这家伙拍飞。那这是什么？我自己做的狗牙手链，可以逢凶化吉的哦。李牧愣了愣，仔细一想，陆小西好像从小就带着一串狗牙项链，据说是家里老人为他做的。陆小西家里的老人信这些，串门的时候还能看见他们家里的一些风俗装饰。现在还能看见陆小西脖颈上的一条项链，项链末端藏进了衣服内的柔软里，也是一枚狗牙。李牧以前没少把他的狗牙拿出来把玩，潜意识的认为陆小西就是迷信，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但他向来科学生活，对这种民俗风水不感冒不排斥，当然也不会去接触。你知道我不信这些的。到现在李牧从来没戴过什么装饰品，幼儿时期老妈给他买过一条银阳项链，他一直没戴过，因为这件事他没少被老妈唠叨。陆小西的眼神无比期盼，给李牧一种他不戴狗牙就要哭出来的错觉。那你给我吧，事先说好，如果戴得不舒服我就不戴了。狗牙有3条，一长2短，尖端似乎被磨平了，末端钻了个孔，用一根黑红的线串联起来，闻起来有些香香的，上面还点缀着一些闪闪的塑料珍珠。陆小西的狗牙项链并没有塑料珍珠，应该是陆小西在制作手链的时候特地加上的，花里胡哨挺好看，不知道用的什么线条，戴在手上一点不适感都没有。晃一下手腕，狗牙相互碰撞，发出小小的声音，还挺好玩。这手链能不能逢凶化吉暂且不谈，但作为装饰品绝对是优秀的。怎么样，不错吧？这可是我第一次动手做手链，做了1个月呢。陆小西挺了挺略有起伏的胸脯，骄傲极了。你竟然为了我花了1个月做这个手链，我哭死。李牧同学请不要这么自恋，这就是我随便乱做的，我也是看在和你相识的份上才送你，你谢谢我就算了，还乱说些有的没的。我去做饭了，做好了叫你。他敢肯定这样做工的手链绝对不是随便就能做出来的，姑且算一个礼物吧。自从初中开始，他们就很少互送东西了，高中那会生日礼物都懒得送了，一张贺卡就是生日礼物，碰上了就说一句生日快乐。看着陆小西把门带上，李牧总感觉画面有些温馨，是怎么回事？甩掉不该有的想法，李牧从书包里拿出电脑。别看他吊儿郎当的，高中毕业后可没闲着，在夺命流水线当过暑假工，在奶茶店做过兼职，但都没坚持下来。有一次外出，大雨磅礴，不小心摔倒，被电动车压到腿，最后无奈回家。但他没有因此躺平，而是踏上了网络写手这条前路，现在每月也有3000多收入，不多但够用。开学肯定很忙，他打算在开学之后这几天尽早完结，等有空了另开新坑。很快，淡淡的菜香透过门缝飘进了他的房间。李牧，吃饭。嘿嘿，来啦。陆小西煮了3个简单的菜，对于李牧来说就是国宴，毕竟自家老妈那厨艺勉强能吃就是胜利，他算是完美继承了自家老妈的厨艺，甚至更胜一筹。家里有人做饭，只要不难吃，
那就远胜于外卖和泡面。真别说，陆小西的手艺挺不错，2、3下就吃了一碗米饭。只见陆小西从包里翻出一瓶红红的辣椒酱，小心扭开，挖了一大勺放进碗里，搅拌均匀，一碗红红的大米饭就诞生了。李牧喉结上下滚动，他能闻到那边传出浓烈的辣椒香味。他和陆小西的不对付是方方面面的，口味上的不对付，他喜欢清淡，而陆小西无辣不欢。看得出来，陆小西在有意的照顾他的口味，3个菜完全没有一点辣味。吃辣椒酱很容易上火，以陆小西吃辣椒的量来说，正常人已经满脸痘了，但陆小西的脸光滑光滑的，仿佛捏一下还能回弹。当他吃完1碗的时候，对面的陆小西已经吃完2碗了。当他吃第2碗的时候，陆小西已经干完3大碗，摸着肚子靠在椅子上，满脸享受了，时不时还用筷子夹一点小菜放进嘴里。这小小一只，从小到大都这么能吃。陆小西的小嘴油腻腻，小脸蛋鼓鼓的有点婴儿肥，一丝丝细发粘在脸上不自知，如果可以掐一下，手感肯定很好，如果能亲一口。李牧一愣，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对方是谁？是从初中的关系断裂，是高中的形同陌路，是从小一起长大但只是对门的邻居和好朋友的陆小猪啊。某只小猪满足的拍拍鼓鼓的肚子，打了个饱嗝，想问问李牧自己的厨艺怎么样，却看见李牧正目不斜视的盯着自己发呆，盯得他面红耳赤，忽然意识到什么，赶紧找了些纸巾擦掉了嘴上的油渍。吃得太满足，他一时间都没注意这些小细节，让李牧看了笑话。李牧肯定又要用这件事情去嘲笑他了。你做的饭很好吃，下次多做点，好吃爱吃。意料之中的嘲笑并没有出现。陆小西眨了眨好看的眼睛，感觉现在的李牧有些陌生。你被夺舍了？陆小猪，你要是闲得没事就去烧水。听到李牧对自己的称呼，陆小西安心了下来，还是那个熟悉的李牧。既然不拿满嘴油的事情说他，那么原因就只有一个了，肯定是被自己的厨艺折服了，心服口服那种。一想到这，陆小西就莫名的开心，脸上的笑容都收不回去了，乐呵呵的跑去卫浴间打开烧水器。李牧吃完东西，顺手把碗洗了。你先洗澡还是我先洗？我先。水温来到了60度，陆小西抱着衣服遮遮掩掩走出房间。卫浴间的门是磨砂玻璃质感，这种门很常见，倒是让陆小西犯了难。一个人还好，可李牧也在这里，自己洗澡的时候，万一李牧有小心思怎么办？李牧虽然正正经经，但有时也会吊儿郎当。小女孩总是很警惕。你不进去，是等我跟你一起？李牧面露古怪之色，这小只已经站在卫浴间门前1分钟了。李牧同学，请你不要这么变态。陆小西神色羞赧，钻进了卫浴间里，锁上门，这才感觉安全了些。洗澡的时候还时不时看一下门口，看看有没有一个黑影站在那。哼，反正李牧要是敢偷看，就告诉苏阿姨，让李牧这个笨蛋跟苏阿姨解释去。第7章，老奸巨猾。小女孩洗澡很慢，前前后后的程序很多，差不多用了20分钟，卫浴间的门打开了，厚厚的水雾伴随着香香的味道涌出，沁人心扉。衣服是放洗衣机洗还是自己洗？陆小西提着一个小桶，里面是湿哒哒的衣服。她穿着白色的睡衣，头顶一片小毛巾，头发湿漉漉，水滴凝聚到发间，落到肩膀上，在睡衣上留下一点湿润。肯定洗衣机，你自己洗内衣。我知道。那到我洗澡了。李牧找了衣服进入卫浴间。卫浴间的小框上摆满大大小小的罐子，都是沐浴用品，就连墙上都挂了3条毛巾。光是洗头发的就有洗发水、洗发露、护发素3种，更别说沐浴露这些。对于只有1条毛巾、1块肥皂和1瓶洗发露的李牧来说，未免有些夸张了。女孩子就是麻烦。李牧洗澡花了10分钟，他感觉自己有点拖男生后腿了。很多男生洗澡都是5分钟解决的，你怎么这么快啊？陆小西在洗衣机这边摸索着洗衣机的正确用法。慢了，你在干嘛呢？这个洗衣机是不是太老了？和我查到的不一样哎。李牧站到陆小西的身边看了看，这洗衣机确实有点老，但用法是一样的，把自己有些汗味的衣服丢进去。李牧给陆小西演示了一遍洗衣机的正确用法。你是不是用我东西了？陆小西穷鼻耸动，柳眉立刻皱了起来。你属狗的呀，这你也闻得出来？我用的是玫瑰花香的沐浴露，太明显了。李牧厚脸皮的摸了摸头，在自己的身上嗅嗅，还真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和陆小西身上的味道有些相似。咱俩一个味道，你怎么知道你闻到的是我身上的还是你身上的？鬼才和你一个味道。陆小西翻了个好看的白眼，不再理会李牧。李牧顿感无趣，在外面刷了会视频，洗衣机就停止了工作。衣服你自己晒还是我顺手帮你晒？自己晒自己的。陆小西从房间里出来，快速的拿出了自己的衣服晒到阳台上，紧接着李牧也把自己的衣服晒了上去。红色的大裤衩在阳台上随风飘动，格外显眼。你干嘛呀？我全看见了。
陆小西羞赧的捂住脸，指缝露出一双大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眼睛里倒映着一条红灿灿的裤衩子。真不知羞，竟然把内衣晒在公共的地方。他可都是把内衣挂到房间的窗台上的，既能照到阳光，也不会被李牧看见。陆小西的大眼睛眨眨，尽管他内心抵触，但视线还是不由得落到了红裤衩上。李牧这个人背地里是不是很闷骚呀？不然怎么会穿红色呢？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凸起的形状，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呀？明明和李牧的关系一点都不好。越想越不对劲，陆小西踩着拖鞋啪嗒啪嗒跑回房间里，重重地关上门，留下李牧在阳台风中凌乱。夜色渐深，李牧在床上转了个身，虽然感觉到明显的困意，但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去。自己什么时候认床了？他举起左手，细细打量起手腕上下滑的狗牙手链，思绪不明。今夜他失眠了。次日醒来已经是下午2点，可谓是睡了个超级大满足的觉。出房间的时候，李牧整个人都是呆呆傻傻的，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陆小西的房间，房门紧闭，也不知道陆小西在里面干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算不算和陆小西睡一起了？毕竟两人就隔着一道墙，四舍五入就是2张床挨在一起，再四舍五入就是一张双人大床。昨天失眠，心底总是有一股兴奋劲，该不会就是这个吧？就因为隔壁睡了个陆小西，他就失眠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刷牙洗脸，整个人精神起来。桌子上没有吃的，陆小西也没起床吗？好像是在回应他的疑惑，啪嗒一声，陆小西的房门打开了。小女孩头发乱糟糟，一丛呆毛岿然矗立，稚嫩的脸上尽是茫然之色。睡衣宽松，领口滑落，露出雪白的肩膀，白色吊带也松松散散，老肩巨滑，这是李牧的第一印象。陆小西好似才反应过来，表情逐渐慌张，又关上房间门，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一套居家常服。你不会是刚起来吧？陆小西轻轻颔首，他昨晚梦到了小时候，他和李牧关系还好的时候，成天黏在一起，他就喜欢咯咯咯的拉着李牧的衣摆跟在身后，两个可爱的小小只形影不离，干什么都要一起，一起上学，一起午休，一起看电视，一起玩石头，一起吃同一根冰淇淋，一起喝同一瓶饮料。过年的时候，憨憨的李牧拿烟花去炸泥巴，两个小小只呼了一身，看着李牧被苏阿姨教训的样子，他就觉得好笑。他喜欢和李牧一起缩在被窝里，看李牧偷偷拿着苏阿姨的手机玩贪吃蛇，直到被子被掀开，灯光打在他的脸上。实际上他并没有失眠，只是睡得舒服，赖了很久的床。瞥了一眼精气神十足的李牧，哼，这个臭家伙肯定睡得很舒服。李牧可是出了名的睡觉大神，是被老师罚站还能睡着的离谱存在。陆小西给自己扎了一个小马尾，正想走进厨房。下午了，不用做饭了，点外卖吧。也行，我看看你吃什么。陆小西踮脚，脑袋凑了过来。李牧感觉香风扑鼻，因为两人近在咫尺。第8章投喂大笨猪。这个猪脚饭里有猪脚吗？陆小西挨在李牧旁边，因为有些近视的缘故，头要凑到手机面前才能看得清。用你核桃般大小的脑子想想，猪脚饭为什么叫猪脚饭？我这不是没吃过吗？要不就试试这个。行，我再点一个炸鸡吧。李牧利落地下了单。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期间，陆小西的肚子一直咕咕咕叫，没什么事情干，只能尴尬地玩弄自己的脚趾。在家他没有穿袜子，10个小巧可爱的小脚趾上下摆动，大脚趾向上，4个小脚趾就向下。有时候用力过猛，有点抽筋的迹象，立马慌张的用手指把僵硬的脚趾反方向掰，玩得不亦乐乎。他的体质是这样，吃得多，吃不胖，很让人羡慕，但一顿不吃就感觉肚子空空的。陆小西，你会拉屎吗？那你会拉屎吗？我在网上看到的，好看的女生都不拉屎。李牧，你不觉得你很尬吗？而且你好恶心。陆小西感觉一阵恶寒，如果可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核弹发射按钮，发射全世界的核弹，轰炸李牧这个无耻又恶心的家伙。不过他好像说自己好看哎，那就放过这个可恶的家伙一次，不用核弹了，改用导弹吧。一场围绕李牧的世界大战在陆小西的幻想中如火如荼地展开。正当李牧被他的无限火力轰炸成李牧泥的时候，你的猪脚饭。外卖不知何时到了，李牧把属于他的那份猪脚饭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谢谢。洗了洗手，陆小西打开盖子，油腻腻的猪脚裹挟着香香的汤汁，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味蕾。一口下去，整个小嘴都油了。他还觉得不过瘾，从厨房拿出一瓶辣椒酱，匀了好几勺，直到把整碗饭都染红为止。你辣到我了。一向喜欢清淡口味的李牧闻到辣椒味，皱了皱眉。辣死你也算为社会除害了。信不信我抢你猪脚？我才不给。陆小西把饭护在胸前，像知护食的小仓鼠。抢菜吃这种事情，
以李牧厚如城墙的脸皮，没准还真能干出来。毕竟李牧以前就经常抢他的5毛小辣条吃。那算了，我有炸鸡。李牧打开一个包装，完整的炸鸡摆在桌面上，淋上番茄酱和胡椒粉，更馋人了。要不要尝尝？可以吗？我是那种小气的人吗？李牧反手掰下一块鸡屁股，沾了点番茄汁，送到陆小西嘴边。陆小西嘴巴张大，把炸鸡吃进嘴里，小嘴吧唧吧唧，就算是鸡屁股也嚼得很香很香。第一次吃炸鸡，每一口都是香的。吃完了，又猛地吃2口猪脚饭。鸡屁股你也吃？李牧摩挲指尖，刚刚碰到了陆小西的嘴唇，软软湿湿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女孩子浑身都是软软的吗？感觉像个老父亲投喂自家可爱的女儿一样，心里痒痒的。如果对方能撒个娇就更好了，有点上瘾，要不再来一次？干净的就能吃。陆小西似是想到什么，小声问道：“你总不能上厕所不洗手吧？听说很多男生都是这样，从厕所出来手都是干干的。更何况李牧是个粗心大懒虫，上厕所不洗手这种事似乎很有可能的样子。怕了？有点。”陆小西也只是说说，毕竟李牧自己都吃了，肯定是没事的。我不想吃这个鸡皮，你要不要吃？李牧扯下一张脆皮，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捏在手里，在陆小西的眼前晃晃。炸鸡就是鸡皮最好吃，你吃炸鸡竟然不吃鸡皮，是不是有别的心思？猪脚饭已经够油了，吃太多油容易犯恶心。那你不吃给我吃。陆小西这次学精明了，直接把碗递过去。鸡皮和饭粘一起就不好吃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没安好心，就是想像喂猪一样喂我，然后再嘲笑我是猪对不对？陆小西得意地抬抬下巴，好似把李牧困在掌心，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李牧差点吓死，还好陆小西是个大笨蛋，猜错了方向。他打的什么心思可不能被陆小西知道，不然又要被告状了。那你还吃不吃？放我碗里我就吃。那不给你吃了。陆小西不说话了，现在的他很纠结。炸鸡想吃，但要吃炸鸡就要接受李牧的投喂，搞不好还要被李牧嘲笑是猪呢。陆小西纠结的小表情把李牧逗乐了，也不想捉弄他，就把鸡皮都放进了他的碗里。刚才喂鸡屁股的时候，李牧并没有戴手套，现在没了投喂的心思，才擦干净手把手套戴上。得到炸鸡皮，陆小西整个人又开心起来，3两下就把饭吃了干净，舔了舔嘴唇，意犹未尽，又把视线望向李牧的炸鸡上。被这么炽烈的视线盯着，李牧吃的饭都不香了，不情不愿地掰下一块鸡腿放到陆小西的嘴边。一整个饭下来，他吃的也挺饱的，只不过炸鸡大半都投喂给了陆小西，有点亏了，以后必须吃陆小西的零食弥补一下。看在你让我吃炸鸡的份上，我也给你吃点水果好了。陆小西昨晚还买了点青提，看上去已经洗干净了。他摘下一颗，有模有样的学着伸到李牧的嘴前。乖乖少女也有一颗腹黑的心，她也要投喂李牧，然后狠狠地嘲笑李牧是一只大笨猪。不吃，我刚洗好的。陆小西柳眉弯弯，他本打算留着晚上偷偷吃，现在可是特地为了李牧才拿出来洗干净的。李牧不吃，那不就白洗了吗？不想吃，很好吃的，我又不像你这么能吃，早就吃饱了的。哎呀，你就吃一颗嘛。说到最后，陆小西的语气甚至带着一丝祈求。看着向自己靠近，如意算盘都写在脸上的小小只，李牧竟然觉得有些好笑。以前怎么没发现陆小西这么可爱呢？不管从动作还是语言还是外貌，可爱的很自然，没有一丝矫揉造作。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吃一颗。李牧摘了一颗提子抛到空中，耍杂技一般精准吃下，他才不会傻到去吃陆小西手上那颗呢。陆小西急了，他把盘子放到身后，小手向前探了探，再吃一颗。第9章，口水臭臭的，这可是你喂我的。李牧不要脸的含住了陆小西的手指，小小一只手指含在嘴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很奇妙。陆小西呆呆的处在原地，看着自己的手指，手指上面还有李牧留下的湿润润的唾液。好看的大眼睛眨了眨，陆小西后知后觉，脸像个熟透的苹果，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他被猪啃了，手指上还有李牧的口水。他后知后觉，这种投喂的行为或许太过亲密了。他和他明明是不对付的青梅竹马，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流氓，变态，色情狂，不和你玩了，我要告诉苏阿姨。陆小西红着脸，眼睛好似蒙上一层水雾，灰溜溜地跑进房间里，锁上门，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缩回被子里，脸上热热的，好难受。陆小西露出小半的脑袋和一根食指，心跳得飞快，被李牧这个流氓啃了，但这好像是自己要喂他吃青提才导致的。那就不告诉苏阿姨了，不然让苏阿姨误会就不好了。只是脑海中一直回想着自己手指被含住的那个画面。陆小西神差鬼使的将手指放到鼻尖嗅了嗅，这是李牧口水的味道，有些臭臭的，真恶心。
有些嫌弃的把手藏进被子里，缩成一团。大厅中的李牧则是没那么讲究，本来就是厚脸皮，看见陆小西吃瘪，他开心还来不及呢。更何况他已经明确拒绝过了，是陆小西一而再的给他投喂，这可不能怪他，就是平白无故被骂了流氓而已。他哪能不知道陆小西打的什么心思？就凭陆小西那蠢蠢的样子，怎么可能从他这里占到便宜？他可是把陆小西拿捏得死死的，料准了陆小西不敢告诉自己的老妈。陆小西那腼腆的性格，在这种看起来很亲密的事情上，总是被动的一方。不过陆小猪还真是可爱，如果他们的关系没有变得糟糕的话，他们会不会发展成某种特殊的关系？恋人以上，夫妻未满。不可否认，李牧以前确实有这种想法，他曾也说过要娶陆小西这种戏言。但现在嘛，想想就好了，能当普通朋友已经很知足。好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又是对门，两家关系又好，如果两人绝交的话，平时碰面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别看陆小西对他很正常，没准心底讨厌死他了，恨不得启动洲际导弹轰炸他。陆小西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他也无事可做，干脆回到房间里开始码字。小说即将完结，他的动力更高了，一码就码到了晚上。房间里的陆小西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他捂着额头，今晚估计睡不着了。来到这里才2天，他的生物钟已经彻底的打乱了。现在是晚上9点，窗户外飘进烧烤的香味。他走出房间，大厅没开灯，昏昏暗暗的，李牧的房门也没有光透出来。但站在李牧的房门外，隐约可听见里面键盘敲打的声音。李牧，你在玩游戏吗？键盘声停了下来，脚步逐渐靠近，听上去像是光着脚。打开门，李牧确实没穿鞋子。现在多少点了？码字一下子太专注，忘记了时间，这才注意到天已经暗了。陆小西往李牧的房间望去，窗帘都是拉上的，只有电脑和键盘的微弱光线。只要不是上课，他就没有戴眼镜的习惯，因为近视，他看不清李牧电脑上的内容。你这样玩电脑很容易近视的。不会，我高1高2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还不是好好的。李牧笑笑，这是在关心自己吗？我才不想管你。你饿了吗？如果你饿了，我可以给你煮点面条。你不吃？我不饿。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的，陆小猪竟然不吃晚饭。你才是猪呢，今天午餐吃得太晚，现在还不想吃。那我也不吃，等饿的时候下去买宵夜。你要吃啥跟我说一声，请你。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竟然主动请我吃东西，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陆小西学着李牧刚才的口吻，尤其是那句太阳打西边出来，简直一模一样。李牧在模仿李牧说话的节目上仅获得第2名，第1名非陆小西莫属。你能不能不要学我说话？李牧靠得近了些，1米8几的身高，能看见陆小西的头顶，几根头发混成一撮呆毛，随着陆小西的动作一晃一晃的。如果把这撮呆毛拔了，陆小猪会不会黑化成陆大猪呢？你要干嘛？你可不要动手动脚，不然我可要告诉苏阿姨了。陆小西后退一步，有些紧张。孤男寡女，他还是有些怕怕的。李牧身上有些痞里痞气，都是高1高2学坏的。这么一靠近，李牧要是换上那种坏坏的笑，那就是一只帅混混了。两人的身高差距让陆小西说话的气势都弱了些，绵绵的。我好心请你吃宵夜，你还要告诉我妈，做个人吧。谁让你靠得那么近，气都吹我脸上了。李牧故意吸了一口气，全部呼在陆小西的脸上。得寸进尺，陆小西穿着小拖鞋，恶狠狠地在李牧光秃秃的脚背踩上一脚。虽然没感觉到痛，但李牧还是捂住脚，一副受到致命伤害的样子，面色狰狞，嘴里嚷嚷着赔钱2字。陆小西就这样静静地站在门口看李牧表演。他想，李牧应该去报名表演系，练习个2年半出道当演员，肯定能大火。眼看陆小西没反应，李牧尴尬地咳嗽2声。那你还吃不吃宵夜？吃，你请我吃。既然想吃，一开始就说不就好了。李牧无言，感觉女孩子什么的，尤其是不对付的陆小猪尤为麻烦。以后谁娶了陆小猪当老婆，肯定是要被麻烦死的。而且养不养得起还另说，毕竟陆小西1天吃3顿，1顿吃3碗这种量级，可没那么轻易养活。当然了，像他这种19岁就能靠写小说满足自己生活开销的高手除外。也不知道以后哪个倒霉蛋以后把陆小西娶回家。第10章，喜欢养成系，恶心。你是在打游戏吗？陆小西探头探脑，想看看李牧的电脑上是些什么东西。没，码字呢。写小说？你还知道这些？当然知道，我又不像某人那么笨。对，你说的某人用了2个月就考上和你一样的大学。陆小西的小拳头硬了，忍住揍李牧一顿的冲动，冷哼一声，他想反驳，又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反驳。李牧就是这样的天赋型选手，他的12年寒窗苦读才考上了苍南一所顶尖大学。李牧只借了他的笔记2个月就实现了弯道超车，打脸了所有同学，甚至是老师和领导。
这样的爽文男主剧情就发生在李牧的身上。不管，他气不过，必须找个理由打一下李牧，不然他今晚就睡不着了。他又轻轻地在李牧的小腹打上一拳，硬硬的，手感怪好的。你有暴力倾向？不是踩就是打。哈，谁让你不好好说话，再阴阳怪气，我就锤爆你的头。陆小西挥了挥小粉拳，有些心虚，赶紧换了个话题。你写的什么小说？我可以看看吗？这个不太行。你写的该不会是那种小说吧？听说很多男生喜欢那样的剧情的，李牧这个穿红色裤衩的闷骚男肯定也不例外。去，哥可是正经人。那你能不能给我看看？我给你看，你就要给我刷礼物。陆小西犹豫一下，点点头，反正又没规定刷多少，1块钱也是礼物，他才不会让李牧赚钱呢。看李牧赚钱比他亏钱还难受。据说小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三观和爱好，他是真的好奇李牧这个家伙能写出什么样子的小说。那你进来看看。李牧让开了一个身位，房间里黑乎乎的，大晚上进一个男生的房间，陆小西有点小小的紧张，就像个小白兔进了大狗熊的洞穴里面，只要大狗熊堵住洞口，小白兔就没有退路，只能被残忍的吃掉。赶紧开了房间灯，这才安心不少，好像有了光，大狗熊就不敢对小白兔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先说好，你不能跟我爸妈说，还有开学之后也不能跟同学说我写小说这件事。如果是变态小说，那我就告诉苏阿姨。行，你记得给我刷礼物，别想瞒过去，我后台可以看见礼物记录的。李牧打开了自己的小说后台，第一次让认识的人知道自己的小说，就像是把自己的 YY 内容公之于众一般，羞耻又尴尬，还有一点小爽。不对，这爽感是怎么来的？还是说自己其实有什么隐藏属性？李牧不敢多想，他可是正经人。你这个我很难评。怎么了？我写的不错呀，你看评论都在催更呢。李牧退到了评论界面，指了指上面的评论，清一色的催更内容。我是说你的内容。李牧写的书叫做《我的原始人老婆》，内容讲述一个富家公子家中突然多出一个从荒野穿越而来的女孩子，故事就围绕着富家公子和原始女孩之间的日常展开。简而言之，这是一本甜甜的日常文。你喜欢养成系？好恶心！陆小西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养成系多多少少带点萝莉的，懂得都懂。你什么意思？小说而已，关我什么事？小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作者的三观和兴趣的。你说的对，但我只是随便写写的，信不信由你。李牧合上电脑，有些被看穿心思的小心虚，故意加重了语气，感觉李牧好像生气了。少女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了，生怕李牧关上房门就把他痛扁一顿。小小的他怎么经得住李牧大大的拳头，怕3两下就得散架了。不过他记下了这本书的名字，都是为了对应打赏的承诺，才不是他想看哦。好了，不准再看了，记得给我打赏礼物。肚子饿了，我下去买东西吃。我跟你一起去。随你。电梯里，两人都在玩着自己的手机。等会换个手机膜吧。李牧侧眼扫到了陆小西的手机，是老旧的款式，手机膜也碎了一点。他从来都是手机膜一碎就换，屏幕有瑕疵，玩的也不舒服。我都习惯了，你不说我都不注意，都怪你。好，什么都怪我行吧。以后你吃辣椒吃的满脸痘痘，是不是也要说是我干的呀？你才满脸痘痘呢，我每天都有护肤的好不好？争执之余，电梯到了。保安厅的大爷翘着2郎腿，好不快哉。张叔吃饭了没？李牧自来熟的和保安大爷打了声招呼。张叔愣了愣，这才注意到原来是昨天搬过来的那小子。现在都多少点了，还吃什么？你们现在是出去玩？他这份保安的工作虽然轻松，但也很无聊，经常在保安亭里一坐就是一天，人又老了，玩不懂智能手机，平时就听听小曲，有人来找自个搭话也能聊上几句。有这么一个年轻小伙陪自己说话也是挺好的。出去买点东西。哈哈，去吧，晚上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那我们走了，张叔注意休息。你什么时候和保安大爷认识的？陆小西好奇道。刚刚。啊，给陆小西整不会了。楼下不远就是小吃街，晚上是属于年轻人的，在小吃街这种地方往往都是灯火通明，夜晚的人流比白天还多。许多小贩都推着小推车出来卖东西，路过一些小摊，那些老板就大声吆喝。陆小西紧紧跟在李牧身后，这里人这么多，要是走丢了可就不好找回去的路了，而且还要被李牧奚落一番。李牧一回头就看见这个小只女孩瑟缩着身体，尽力地躲过人群，一个不注意就撞上了她的身体。不走了。陆小西揉揉自己的额头，不知道李牧突然停下来干啥。第11章，跟猪一样优雅。你要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请我的，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吃烧烤呗，要不？好。其实陆小西很少能吃烧烤，这是南方，烧烤的量是比较少的，7、8块的玉米串，
加起来还没有半根玉米棒多。要知道，在市场上2块钱都能买一根玉米棒了。陆小西只在晚自习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偷偷买过一串韭菜，虽然好吃，但不能多吃。这点李牧也知道，两人的家就在对门，回家的时候难免会走到一起。每次看到陆小西只买一串烧烤，李牧就会去买好多串，然后当着陆小西的面吃光光。和陆小西作对，让陆小西吃扁，就感觉很爽哎。陆小西没敢点太多，随意点了一些听上去比较便宜的，又觉得不能让李牧那么舒服，狠心点了一串10块钱的鸡全翅。李牧则不管这么多，有了老爹给的6000块钱，想怎么花怎么花，他的稿费完全够他潇洒的，甚至还能帮父母省下一笔生活费。买完烧烤，又买了些南方专属的酸叶、辣椒配酸水果，走一路吃一路，签子拿在手上。小吃街嘛，最不缺少的就是打情骂俏的情侣，一路上都是男男女女互相牵着手，有些大胆的挽着对方的手腕撒娇，看得陆小西面红耳赤，小脑袋瓜里总有些乱糟糟的想法。在其他人眼中，他和李牧是不是也是一对小情侣呢？不能吧，毕竟他和李牧连手都没牵呢。李牧怎么一副完全不关心的样子呢？小女孩的眼睛到处乱瞟，偶尔才装作不经意的看一眼李牧，见李牧没啥反应，她也不管这么多，反正她和李牧啥也没有，问心无愧。发什么呆？你不吃我就吃完了。李牧忽然说话，让陆小西猛地回神，刚刚还满满当当的烧烤已经不剩多少了。幸运的是那根鸡全翅还在，其他的无所谓，但这根鸡全翅他必须吃。回到小区，陆小西才把鸡全翅的最后一点肉给吃完，舔完上面味道，方才舍得丢掉竹签。啪嗒一声，陆小西从房间里出来，手上还抱着一团睡衣，里面可是包有他的小内衣，才不让李牧看见。浴室门前，他看了看李牧，把手上的睡衣裹紧几分。我想先洗澡。洗呗。李牧答道。谁先洗后洗并无所谓，陆小西先洗，他还能闻闻那股香味，虽然很变态，但他确实有这种想法。李牧打开了自己的作者后台，在他宣布小说即将完结之后，许多读者纷纷留言，更有甚者决定在他完结的那天来一次巨额打赏，姑且还能赚个2-3个月的生活费，这本书也就失去了价值。那也足够了，毕竟他才写了2个月多点，新手写作不扑街就算赢，他能赚够自己的生活费已经很满足了。和读者互动一段时间，一股热浪袭来，陆小西已经换上了套宽松短衬和短裤。你好多衣服。李牧淡淡道。2天2夜，陆小西就换了4套衣服，从出门的米色小裙到第1套睡衣，然后是今天的常服，还有现在的第2套睡衣，从颜色到款式每天都不同样。他就不一样了，3件衣服轮流更换，只要穿不坏就往死里穿，如果不是房间里有个人，他在家连衣服都不想穿，一条大裤衩子足以应付。衣服多点才正常吧，谁像你一样一天到晚就是这几件衣服，穿破洞了都不舍得换。好吧，的确是这样，对我来说够穿就行。李牧说着，目光不经意地往下一瞥，又匆匆收回视线，一脸震惊。陆小西穿的短裤够到了大腿下面，其余的嫩肉没有一丝遮挡，在灯光的映衬下更加白皙透亮。李牧同学，请收回你那下流的目光。陆小西连忙坐在沙发上，用一个小枕头遮住大腿。什么下流？李牧使用了装傻充愣战术，他不过看了半秒钟，这都能被发现。装，继续装。我装什么了？你个流氓，我跟你拼了！陆小西拿起枕头就往李牧身上招呼，打死这个臭流氓。理论就是看谁的嘴皮子功夫厉害，他脸皮薄薄，和李牧争吵永远都是吃亏的一方，这种情况下打李牧一顿就是最好的处理方法。李牧洗澡的时候都会带手机进去外放音乐，对于很多男生而言，卫浴间就相当于一个自带混响效果的演唱会舞台，李牧也不例外，音乐一开，演唱会就停不下来。鬼哭狼嚎，沙发上的陆小西面露痛苦，趁着李牧洗澡，快速的洗完了内衣内裤，再把常服丢洗衣机里。李牧洗完澡，他又闻到了自己沐浴露洗发水的味道，这个可恶的家伙肯定又偷偷用他的东西了。不对，是光明正大的用，他明天洗澡也要用李牧的。你还有果子不？有。陆小西光着小脚丫，踮着脚回到房间，拿出一个水果盘，上面有几个圣女果。感情陆小西把水果藏起来，自己偷偷吃了。李牧黑脸，也不管果子洗没洗，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你的吃相和猪栏里的猪一样优雅大方。陆小西吐槽道。明天多买点水果，补充补充维生素。被骂了，李牧也不生气，他俩就没少对骂，一天不骂对方2句就浑身难受。你想吃什么水果？有杨梅不？李牧笑道。杨梅不是这个季节的。那吃西瓜。好，我去晒衣服。洗衣机运作的声音停下，陆小西起身拿起3个衣架，帮我晒晒。李牧挠挠头咧着嘴，只有这一次。
陆小西不情不愿地帮李牧把衣服都挂了上去。我回房间了。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11点半了。李牧起身往房间走去，手贱地关了灯。还在找拖鞋的陆小西气得咬牙切齿，一脚踩空。刚刚还好心地帮这个家伙晒衣服，反手就关灯整自己。这口气不能就这样咽下去，有机会一定要找李牧报仇，美女报仇，10年不晚。他也回到了房间里，开了26度空调，小被子盖住大腿，没有什么是比开空调盖小被子更舒服的事情了。因为今天起得晚，他现在是完全不困的。想到今天答应过的事情，陆小西拿出了手机，打开李牧写的小说，悄悄给他打赏了一个1块钱的小礼物。哼哼，不能让李牧尝到甜头。很快，他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未读消息，是李牧设定的礼物打赏通知，只要打赏任何礼物都能收到。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第12章30多次打赏。与此同时，房间里的李牧看着作家后台的礼物打赏记录，码字的速度更快了些。虽然只是1块钱的礼物，被平台抽成后他只能拿到几毛钱的收益，但他仍然乐此不疲。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打赏人，他就知道是陆小西在给他打赏。毕竟除了陆小西，不会有人起小西吞大海这种蠢萌的名字了吧。他点开小西吞大海的主页，发现是一个新号，这也更加肯定了他的猜想。电话响起，是自家老爹打来的。儿子在哪呢？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立刻传出了自家老爹熟悉的声音。在房间，有什么事？那个，你在谁的房间啊？李牧愣住，自家老爹脑子秀逗了，这个点他还能在谁房间？哎呀，你会不会说话？让我来。电话那头传出老妈苏文的声音。儿子啊，准备睡了没？准备了，妈，你们明天不用上班吗？都快12点了还不睡？这不是关心你吗？你和小西相处的还好吧？苏文刻意压低了声音。还好。你没有欺负小西吧？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李牧眼睛一瞪，他虽然不是圣贤，但也不可能对陆小西有那种不该有的心思。陆小西是谁？那可是他10分甚至9分不对付的人，就算送上门，他都不会起一点奇怪的心思。自家父母为什么会问这种事情？李牧细思极恐。中式家长嘛，高中不准谈恋爱，高中毕业马上开始催婚，李牧也不例外。难道他们希望我和陆小西多点朋友之外的关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女朋友是谁都可以，但绝对不能是陆小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抵触，只是一想到他和陆小西可能会发展成那种关系，他就感觉浑身有蚂蚁在爬。哈哈，没有欺负小西就好。小西一个人孤零零的，你得懂得照顾人家。我也是孤零零的，你们怎么不让陆小西来照顾我？李牧啧啧2声，骨节分明的手指在键盘的字母上有节奏的敲击着，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打电话的时候不找点事情打发无处安放的手，他就打不下去。你一个男孩子，自力更生懂不？妈，你告诉我是充多少话费送的？去，反正我话就搁这了。如果小西找我告状说你欺负他，你就等着背金条吧。听听，这是一个母亲能说出来的话，这是对自己一点信任都没有了。又寒暄了几句，方才挂掉电话。电脑上已经打出了一页乱码，又码了一张。李牧这才关上电脑，他要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不久就要开学了，他听说大学要早上8点就到教室准备上课，像现在这样睡到自然醒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果然，李牧还是很讨厌上学。他躺在床上吹着空调，晃了晃手上的狗牙手链。其实和陆小西一起生活也没想象中的那般不自在，起码他不用整天与电脑手机为伍。很快，均匀的呼噜声就回荡在整个房间。可隔壁的陆小西就没那么舒服了。房间里只有手机的光亮，陆小西侧躺着，盖着小被子，不断滑动着手机。虽然很不情愿，但李牧写的小说确实挺好看的。看了第1章就忍不住看第2章，看了第2章就忍不住看第3章。陆小西很少看小说，所以看得比较慢。他每看1章都会给李牧刷一个1块钱的礼物，然后退出去看看李牧的打赏通知。小只女孩就这样看着，时不时被小说内容逗笑，时不时蜷缩一下身体，转一个方向，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窗外透进一束光，照到他的被子上，方才清醒过来。他竟然看了一宿，现在已经是早上7点了。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要不继续看下去吧。小女孩内心纠结呢。陆小西，你不睡觉？李牧的声音忽然传来，虽然声音很轻，但他还是听见了。陆小西吓了一跳，迅速关掉手机，闭眼躺好，假装自己在睡觉，就是那一直颤动的睫毛暴露了他还清醒着的事实。李牧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来找他啊？不对，他为什么要在李牧面前假装自己睡着呢？李牧又不是他的父母，又不会因为熬夜而教训他。他想不明白，感觉会被李牧骂。虽然他不知道李牧有什么本事，以什么身份去骂他，但他就是怕的。
就像是小孩第一次熬夜被大人抓包一样，生怕被发现，不管怎样都要装睡下去。门外的李牧冒出一个问号，不确定地看了一下手机，手机上是作家后台打赏记录，往下一滑，一长串都是小溪吞大海的打赏，10几分钟打赏一次，每次打赏1块钱，最近的一次打赏是在3分钟之前。他今天难得早起，也是想看看陆小西打赏了多少。以陆小西的小金库来说，超过20块钱的打赏都算倾家荡产了。可从昨晚到现在，小西吞大海前后打赏了30多次。平台没有定时送礼的功能，这小妮子肯定是熬了一晚上。李牧扶额。实际上，在两人出发之前，陆小西的爸妈就给他发过微信，让他帮忙关照陆小西。熬夜伤身体，制止陆小西的熬夜行为，也算是照顾的一种吧。刚刚说话，他是压低了声音了。如果陆小西没睡着，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就算陆小西真的睡着了，也不会吵醒陆小西。不过他敢断定，陆小西肯定没睡，打赏记录不会作假，估摸着现在躺在床上装睡呢。对方熬夜看他的小说，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肯定。心情大好，李牧决定外出买几个肉包子，全当是感谢陆小西的30多个打赏。第13章0487。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呜，陆小西伸了个懒腰，声音娇软无力，像猫一般嘤咛，揉了揉眼睛，窗外的光线尤为刺眼。他昨晚为了不被李牧发现，就假装睡觉，装着装着就真的睡着了，一觉睡到下午，太阳晒屁股。打开房门，李牧果然坐在沙发上，横着手机看剧呢，桌子上还有一袋包子、油条和豆浆。你昨晚是不是通宵看我的小说去了？李牧明知故问，调侃道。谁看了？你写的东西只有和你一样变态的人才喜欢看。陆小西翻了个好看的白眼，眼屎都快掉出来了。要你管！陆小西羞恼冲进厕所刷牙洗脸。我今早买的包子，趁热吃。李牧抬了抬下巴，指着桌子上的几个包子，都凉了。我刚才那句话是对早上的陆小西说的，不是对下午的陆小西说的。切，你买的哪家店的，一点都不好吃。说是这样说，但陆小西还是大口大口地吃着包子。你的吃相跟猪一样优雅，能不能别学我说话啊，李牧同学？陆小西很懊恼，才刚刚起床就要和这个讨厌的家伙拌嘴。他上辈子一定是毁灭了银河系，让他这辈子和李牧这个家伙成了对门。这个包子油条都是2块钱一份，豆浆1块5，记得转我。不用找了，剩下的就当做是你跑腿的小费。陆小西找到备注为李笨蛋的微信用户，赚了10块钱，一顿早餐就少了10块钱，太亏了。早知道就不给李牧打赏了。决定了，一会就给李牧的小说刷一个5星分期好评。不够啊，应该是11块5才对啊，这下总够了吧？陆小西又给李笨蛋赚了5块钱，一个5星分期好评不够，他要刷10个。虽然睡到了下午，但还是有点困。很快就要开学了，陆小西也意识到不能接着熬这么晚了。今晚11点就要准时睡觉，谁也拦不住他。陆小西，我们买个投影仪吧。李牧悠悠说道。这里没有电视机，总感觉空空的。以前他也不看电视，但只要有人在家，电视就必须开着。这么大个家，没点声音，感觉怪冷清的。电视机太贵，退而求其次，买投影仪就好了。是电影院那种吗？陆小西没去过电影院，他对投影仪的概念仅限于高中上课白板上的小机器，能把老师的课件投影到白布上。那个投影仪一点也不清晰，阳光大一点，连字都看不到，拉上窗帘都无济于事。电影院那种都是上万块钱的，我们买的便宜一点，300块出头，我们一人一半。买回来以后放哪里看？我房间有一面空墙。陆小西一脸嫌弃，那我岂不是得去你的房间才能看？或者在这里整理出一面空墙出来？在哪看？李牧并无所谓。在房间的话，他可以随时随地的躺床上，肯定是比大厅的沙发要来的舒服。但考虑到陆小西的意见嘛，在大厅放投影仪才是最好的选择。房间是私密的空间，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不想自己的房间经常被来访，关系好的除外。以他和陆小西这种熟人和陌生人之间摇摆不定的关系，房间还是各管各的好，就像在老家一样，偶尔串串门，维持一下彼此那微薄的关系就足够了。可以整理吗？陆小西抬眼看着墙上挂着的家和万事兴十字绣，不确定道。这种象征着家庭和睦的十字绣，一旦摘下就不灵了。他一向信这些，整理呗，不会有问题的。我以前还用玩具枪打老家那边的十字绣呢，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好了好了，知道你小时候调皮了，你过来帮我一下。陆小西抽来一张凳子、拖鞋，一双嫩足小心翼翼地踩了上去。李牧就在旁边用脚踩着凳子，防止凳子侧移。摘下十字绣，陆小西把十字绣放进房间里，墙壁很干净，当投影仪屏幕是绰绰有余的。那我下单了，就在这里看电视。多少钱？
我发你，发我150吧，零头我出了。装什么大尾巴狼，要付就付一半。陆小西气鼓鼓，那你发我180，发过去了，多的就当本小姐大发慈悲。李牧手机连连震动，收到陆小猪的微信转账，收到陆小猪的微信转账，收到陆小猪的微信转账。陆小西一共发了7次转账，前6个每个30块钱，前面6个刚好凑够180块钱。李牧汗颜，陆小西是不是闲得蛋疼？明明能一个转账解决的事情，非得分6个发，诚心想气他是吧？还有最后一个转账，只有可怜的4块8毛7。秉承着不懂就问的传统美德，你发的最后一个4块8毛7是什么意思？就是0487的意思，你自己猜吧。我要下去买菜了，你有没有想吃的？你会做酸甜口的排骨没？会，你煮饭，一会我做好菜就可以吃了，注意水不要放多，不然就成粥了。陆小西梳理了一下头发，确认没有调皮的呆毛后，飞快地出了门。李牧起身，大步进入厨房。这是他被老妈明令禁止进入厨房的2年来第一次进入厨房。虽然只是煮个饭，但他也要拿出十足的认真劲。这次他学精明了，为了不重蹈覆辙，直接照着网上的做饭教学，好一阵琢磨才明白怎么做饭。请允许他骄傲10秒钟。煮完饭，他又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继续思索陆小西说的0487是什么意思。苦思冥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他决定询问无所不知的互联网。搜索过后才知道0487其实是一个数字谐音，换算过来就是你是白痴的意思。第14章偷拍李牧蠢样子。好，陆小西竟然妄图通过这种方式骂他，真是越来越聪明了。李牧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挺好玩的。他也给陆小西发了一个4块2毛7的转账，这是他刚刚搜索的时候看到的。0427就是你是神经的意思，这叫学以致用。半个小时后，陆小西提着2斤排骨和几个番茄回来了。我饭都煮好了，我看看。2人都没有提0487和0427这件事，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刚刚才吃了几个包子，如果不是怕李牧饿着，他才不会煮晚餐这么快呢。陆小西虽然是短发，但他依然用一条小皮筋绑了个小马尾，随着洗菜的动作一晃一晃的，煞是可爱。陆小西用纤纤玉指把碎发撩到耳后，没维持多久，不听话的碎发又落了下来。陆小西在围裙上擦擦手，继续撩头发，不厌其烦。家里有个看不顺眼的小厨娘，为自己做饭是种什么体验？李牧说不清楚，但他不反感，甚至还有点享受。昨天的猪脚饭论味道还不如陆小西做的家常菜好吃。吃过陆小西的饭，他潜意识的就不想吃外卖了。李牧，想快点吃排骨的话，就来帮我一下。怎么了？李牧走进厨房，看着陆小西忙碌的身影，帮我烧个热水淋在番茄上，然后把番茄的皮给剥下来。好。李牧意外的听话，就算他脸皮再厚，让女孩子做饭给他吃，自己什么都不做什么的，总感觉不太好。在家的时候，他都会帮忙洗碗。砰！陆小西呼出一口浊气，用力的把菜刀剁在砧板上。他图新鲜，没有选老板已经剁好的排骨，早知道让老板帮忙剁好了。她一个女孩子，手臂没多少力气，才挥了几下，手都开始酸了。要把排骨剁成一块一块，还真不容易。忽的，他侧头看向正在烧水的李牧，自己旁边不就有一个可以使唤的手下吗？李牧，你帮我切一下排骨。不是吧，陆小西，你不会切不动吧？那为什么不让老板帮忙处理好呢？难道说你没想起来吗？那还真是太笨。李牧渐渐地接上了陆小西手上的工作。就你聪明，你别吃了，我怕笨笨传染到你。别，陆小猪最聪明。李牧脸色一板，一本正经，变脸速度堪比翻书，手上的动作都快了不少，3两下就把一条排骨剁成一块一块的。噗哈哈！陆小西被李牧这副蠢样逗笑了。李牧这副蠢样可是很少见的。他快速拿出手机，把李牧剁排骨的画面偷偷给拍下来。哼哼，以后李牧要是敢气他，他就把这张图片散播给苏阿姨，让苏阿姨看看自家蠢儿子的样子。你拍我，是不是打算晚上偷偷看我帅气无比的侧脸啊？陆小西的一举一动，李牧自然是知道的。而且这个陆小猪偷拍就算了，还不把闪光灯给关了。闪光灯闪了那么多次，李牧就算是眼瞎也都知道是被偷拍了。陆小猪好笨，切，谁眼瞎了才想看你？看我把你这张照片发给苏阿姨。某只小猪得意洋洋地欣赏刚才拍下的丑照，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笨蛋。手指在李牧因为切肉有些绷紧的脸上戳戳，好像真的能戳到李牧一样。戳死这个不对付的家伙。喂，别真发呀！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我就不发了。如果你以后敢惹我生气，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好，陆大小姐快点煮菜行不行？
我的腹肌都快饿没了，以后没油了就用你的脸煎油，那么厚的脸皮肯定有很多猪油。切完了，李牧擦了擦额头的汗，厨房不透气，又烧了热水，热气膨胀覆盖整个厨房，闷得他脸都红了。你剥一下番茄皮就可以走了，记得剥干净点。知道了。陆小西开始着手做饭，烧红锅，放热油，蒜末，打开辣椒酱，想了想又盖了回去。李牧不喜欢吃辣椒，就不放了，反正煮熟了，自己蘸着吃也不错。对于无辣不欢的女孩来讲，辣椒可是人间美味。放入排骨，油烟四起。李牧，番茄呢？炸的排骨金黄金黄，正是放入番茄的好时机。陆小西回头看去，这时的李牧已经把剥好的番茄切好了。他看着一小团番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他明明买了3个番茄，怎么可能就这点分量？我猜你想说我偷吃了。李牧心虚，熟读360部兵法的他决定先发制人。难道不是？陆小西眯了眯眼，嘿嘿，番茄挺好吃的，用热水浇一下，口感更好了。你滚出去，碍事的家伙！那我就等你的大餐了。李牧脚底装了滑轮，溜得飞快，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等待陆大厨的出餐。陆小西憋红了脸，是被李牧气的。本来计算的好好的，3个番茄搭配2斤排骨就是最美味的搭配，李牧直接吃了差不多1个，这下怎么办吗？番茄就是酸酸甜甜的，陆小西决定曲线救国，放更多的醋和糖。排骨被番茄染成了鲜红色，色泽艳丽，2斤排骨的量也不少，满满一盘，散发出来的香味填满了整个大厅。对李牧而言，今晚只有1个菜；对陆小西而言，今晚有2个菜，一个是酸甜排骨，一个是辣椒酱。酸甜排骨的卖相很好，勾人食欲。好吃吧？陆小西腿夹着手，他现在没多饿，并不着急动筷。等李牧吃了1块排骨，方才悠悠开口。排骨他其实并没有煮过，只有父母回来的时候他才会吃排骨，但爸妈在家就轮不到他下厨。这份酸甜排骨完全是靠着记忆学着母亲的做法做出来的，好不好吃他也没个准信。我如果说不好吃，你是不是会打死我？李牧尝了一口，因为排骨油炸过，口感和鲜香都保存得很好，酸甜冲击着他的味蕾。会。陆大厨，你的厨艺媲美米其林5星厨师，是米其林5星厨师才对吧？而且米其林最多才3星，快告诉我好不好吃？比我妈做的好吃。李牧不是食品品鉴家，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人间美味，但陆小西做的菜就很合他胃口，发自内心的好吃。好吃就多吃点，撑不死你。陆小西心情大好，他在这里担当着厨师的身份，对于厨师而言，最开心的莫过于自己做的菜被客人喜欢了。和李牧写小说一样，被读者、被客人喜欢，那都是被认可的象征，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陆小西被李牧夸夸，嘴角微不可察的向上弯了弯，眉宇间都透露着欣喜。第15章，李牧你偷拍我。今天是愉悦的一天。吃完晚餐，陆小西先进入了卫浴间，慢吞吞的洗了个香香澡。明天就是开学报到的日子，他下定决心要早睡，势必调整好自己的生物钟。卫浴间里依旧是李牧的鬼哭狼嚎，陆小西丝毫不怀疑明天会不会有人找上门指责他们扰民，毕竟谁家大晚上做法呀？陆小西，我用你的洗面奶了。好不容易消停一会，李牧又开始作妖了。浴室里的瓶瓶罐罐，李牧还没用多少呢。他现在算不算薅陆小西的羊毛？什么火山泥、氨基酸、无泡沫的，李牧又不是经常用洗面奶的人，压根不知道这些有什么用。苏文就经常给他买洗面奶，一开始他确实在用，但也就持续了3、4天，再往后就没怎么用了。一是太麻烦，他懒得弄；二是没啥效果。他的皮肤虽然不像陆小西那样玉树琼枝，但也绝对不差，基本没什么痘痘和疙瘩。可以说他哪都差，唯独不能说他长得不帅。这点倒不是他自恋，相反的，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从小到大，他真的没少收情书，本来就足够好看了，用洗面奶，明天怕不是得迷倒一大片学姐啊？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你没有自己的洗面奶吗？我放家里了。切，只此一次，再用我可要收钱了。陆小西愤愤道。李牧这个家伙，霍自己的洗头水、沐浴露之类的还不够，竟然得寸进尺的把魔爪伸向了他的洗面奶。前几天都不见李牧用洗面奶，肯定是因为明天开学会有很多好看的学姐。他可是听说现在有很多男生都喜欢找年上学姐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姐弟恋的。一想到李牧可能会找女朋友，他就感觉心里堵堵的。苍茫的天涯是我低爱，别唱了，难听死了。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李牧的声音更大声了。陆小西捂住耳朵，现在肯定扰民了，明天就算有人来投诉，他也不帮李牧说话，谁让李牧故意气他。芜湖神清气爽，洗完澡的李牧就像换了个人，精神焕发，洗澡就是能疏散困意和疲倦。我困了，
你一会帮我晒衣服吧。陆小西感觉眼皮好重，今天早上才睡的觉，因为睡眠习惯作祟，她睡得并不舒坦。李牧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才9点半。现在这个社会，能在这个时间段就睡觉的学生，毫无疑问是个狠人。像他，都是12点往后才有睡觉的打算，在此之前，就算躺在床上，他也要刷手机刷到12点，尽管这没有任何意义。陆小西昏昏欲睡，小脑袋一点一点像个钓鱼翁。抬头的时候，李牧看见了他的熊猫眼，不由得轻笑2声，神差鬼使的掏出手机，对准陆小西蒙蒙的睡颜，咔咔就是2张。只不过他好像也没关闪光灯。李牧被自己蠢到了，下午还在笑陆小西偷拍不关闪光灯。所谓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自己了。李牧，你偷拍我！陆小西懵懵懂懂，悠悠转醒，大脑开机，瞧见李牧手上的手机，小脑袋一歪，愣了愣神，才逐渐明白一切。李牧要偷拍他睡觉的样子，顿时清醒了。这无疑是被李牧抓住了把柄，以后的生活他都不敢想，丢死人了。你拍我就可以，我拍你就不行，要不要这么双标啊？李牧乐呵呵的把手机插进裤腰带，双手举起表示投降。我不管，你快删了！陆小西冲过去，完全不顾及形象，扒拉他不让他乱跑，小手掐着他腰间的软肉，但可能很困的缘故，举手投足之间都若里若气的。与其说是掐，不如说是在挠李牧的痒痒肉。删掉可以，你得把我的照片也删了。不删！陆小西坚决不已。那我也不删。那你不能传出去，也不能偷偷打开看，不然我就告诉苏阿姨你欺负我。陆小西好像真的很困，眼皮子半遮半掩，语气软绵绵，像小猫挠人，听得李牧心底酥酥麻麻，喉结无意识的上下滚动，也不再继续折腾，不然陆小西怕是要在这里睡着了。好好，你去睡觉吧，明天还要去学校呢。陆小西打开房门，用仅剩的精神开了27度的空调，钻进小被子里，沉沉睡去，很快就传出小小声的均匀呼吸声。房门也没关，李牧轻手轻脚的帮他把房门带上。陆小西困困的样子怪可爱的，拿上几个衣架，李牧晒了2个人的衣服。他晒衣服从来都是挂上去就好，不掉下来就是胜利。李牧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接着码字，或许是即将完结带来的兴奋，他的手速提升了一个台阶，原本1个小时只能写2000字，现在就能写4000字。直到12点，他大伸了个懒腰。小说的故事接近了尾声，他给所有的章节设定定时发布，等剩余的章节发完，这本小说也该告一段落了。人生中的第1本小说完结，还是蛮有成就感的。现在的他，姑且也算半个作家吧。不出意外的话，他的小说完结后会有一波完结推，老观众也会给他打赏一点，预计会比平时多1倍的收益。等稿费一发，他的手上就有万把块钱了，到时候想买什么，根本不需要顾虑太多，花自己的钱买东西，心安理得。关灯，睡觉。第16章，绅士。早上8点，李牧定有闹钟的，很准时的起了床。今天是开学报到的日子，他没有赖床的打算。因为房子的布局，他和陆小西的床仅隔着一面墙，他的房间还能听到隔壁传来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老小区了，隔音什么的将就将就。他还以为要去叫醒陆小西的，倒是他瞎操心了。陆小西这个人比他细心自律的多，他是前几天就定好今天的闹钟了。陆小西也在同一时间打开了房门，双目对视，也没能从陆小西的口中听到一个早字。和男生不一样，女孩子出门是要打扮的，陆小西虽然不化妆，但明显在穿着身上动了心思。白色内衬搭配茶色小外套，领口系一个深红色的蝴蝶结，背着一个小挎包，茶色小裙盖住膝盖上面，白色小袜子把白净的小腿包裹，搭配小巧黑鞋，尽显青春活力。女孩的身高只有1.65米，身材窈窕，在女孩子里不算矮的了，怪好看的。今天走可爱风？李牧毫不避讳，直勾勾地盯着陆小西那水眸。你才走可爱风呢，我本来就可爱。陆小西一开始还好，以为李牧只是看他一下，没想到李牧这么不害臊，饶是和李牧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禁不住被一直看着呀。李牧就站在他的旁边，他不敢和李牧对视，只能用眼角去打量李牧，身形匀称，线条流畅，1.83米的刚好，多出1分就会打破这完美的比例，不用刻意去打扮，就能把很帅的一面展露出来。不管是生活中还是电视上，陆小西都没见过比李牧好看的男生。那你觉得你像御姐吗？李牧同学，请你不要这么龌龊。陆小西气笑了，一天的好心情从和李牧聊天开始消失。小拳头硬了，想往李牧身上招呼。不知道网上有没有沙包定制的商家，他要定制一个沙包，在上面贴李牧的照片。生气的时候，委屈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想要打李牧牌沙包。谁让李牧这么龌龊？去学校吧，早点报到早点回来。
李牧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小女孩在脑海中一顿胖揍。刷牙洗脸，整理了一下书包，什么录取通知书、毕业证这些全部带上。出门之前还不忘照照镜子，确认自己还是这么帅后，就走到门口。等等我。小区附近就是公交站，去学校只要20分钟的路程。现在是上班高峰期，公交站不少穿着正装、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公车来的时候，这些人就一拥而上。李牧不急，等其他人都上去，才紧随其后。很多上班族都不坐座位，李牧上去的时候，刚好还剩一个空位置。我是绅士，给你让座。李牧冲身后的陆小西露出一个贱贱的笑。我看你是下人给主子让座，还差不多。陆小西开心心，嘴上却是不饶人。陆小西哪都好，可惜长了一张嘴。绝大多数人搭公交都会看手机，李牧则是例外，他就盯着车上的广告看，就这样看一路。当然，这肯定和他以前因为看手机坐过好几站，最后上学迟到被老师罚站这件事没关系。开学报到要带的东西，一个小挎包就能装下，也不知道李牧背着个大黑书包做什么。我帮你背拿书包吧。不用，没啥东西的。李牧笑道。随你。公交车人挤人，李牧和他挨得很近，他只要往右边靠，就能靠到李牧的小腹上。男生就像暖炉一样，就算有空调，陆小西还是红了小脸。他极力告诉自己是被闷才红脸，才不是和李牧靠得很近呢。李牧就站在他旁边，把他堵得严严实实的，偶尔还能闻到从李牧身上传过来的玫瑰花沐浴露的香味。他十分确定李牧又用他的沐浴露了。真是讨厌的家伙，洗这么香干嘛？好像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也一起坐过公交车，那时候他和他喜欢坐在最后面的4排座上，挤在侧边趴着窗户，一起看外面的小车子，有时候看到卖小吃的小摊就嘻嘻哈哈的嚷嚷要去买来吃。陆小西不知道自己想这些干嘛，难道是对过去抱有幻想吗？开什么玩笑，他最讨厌李牧了。公交车忽然急刹车，分心的他因为惯性控制不住的往前靠，额头撞到了什么热热的东西，他好像猜到了是什么，是李牧的手掌挡住了他的额头，才没让他撞到前面的靠背上。暖暖的，热热的，李牧的手骨节分明。直到公交车重新开动，陆小西才紧张地抬起头。还好我反应快，这你不得请我吃一顿。李牧看了看手背上因为压力而出现的红印子，甩了甩，用力撑起手上的青筋，那红印子就消失了。昨天的排骨你还没发钱给我？那抵消了。李牧挠挠头，差点忘了这件事。公交车离学校越来越近，人流明显多了起来。听说校门口都是很多小推车商贩的，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大学能人异士很多，好看的男男女女更是不少。驻足校门10分钟，进进出出的帅哥美女就比以前1年见到的还要多。这会儿肯定人多，先吃早餐去。李牧戳了戳陆小西的后背，又反手指了指旁边卖肠粉的小摊。一顿不吃饿得慌的陆小西也是这么想的。老板，2份蛋肉肠粉，还有2瓶可乐。好嘞。老板忙碌着探出个头，招呼着两人落座。今天我们店办活动，买2送1，给你们送了1碗一样的。肠粉很快就端了上来。谢谢老板。李牧看了看，起身跑到隔壁桌拿了1瓶辣椒过来。我知道你没辣椒吃不下，饱餐一顿。李牧意犹未尽地摸着肚子，灌了一口可乐，看陆小西还剩一大半，不可思议。你在家吃这么快，在外面就这么淑女？李牧着实是开眼了。你还说你是绅士？陆小西脸色一红，快速扒拉剩下的肠粉。女生在外要矜持一点。等会，又怎么了？你说话一股蒜味。李牧指着台上的蒜蓉辣椒酱，非常夸张地捂住鼻子。第17章，帮我闻闻还臭不臭？陆小西用手掩住嘴，轻轻哈气，闻了闻，确实有股蒜味，很难闻。一般来说，自己是闻不到自己的口臭的，如果自己能闻到口臭，那证明已经臭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了。他能清晰地闻到自己口中的蒜味。都怪你，平白无故拿辣椒过来干嘛？陆小西在李牧的白鞋上踩了一脚，加上高铁那次，同一只鞋子已经有了2个浅浅的脚印，两边鞋子已经有了轻微的色差，稍微留意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也怪我，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李牧咕哝着。怎么办呀？我都不敢去报道了。陆小西的手攥在一起，柳眉向内上挑，一副纠结无比的样子。还能怎么办？去买口香糖漱口呗。你也不想臭到别人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某人可没想这么多。臭死你！陆小西气急，朝李牧吐了一口长长的气。越想越委屈。臭李牧，坏李牧，笨蛋李牧，反正都怪李牧就对了。陆小西是没有口臭的，平时吃的辣椒也没什么味道，几口水就能漱干净。但蒜蓉辣椒不一样，蒜的味道又明显又难消除。他已经不敢去报道了，生怕一说话，对面的老师就皱着眉头捂着鼻子，用那种嫌弃的眼神看着他，然后他的名字就从陆小西变成了那个蒜臭味的同学。
哎，你真哭啊！李牧有些手足无措，他真没想整蛊陆小西，他拿辣椒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是蒜蓉，也不知道吃蒜蓉嘴巴会这么臭。陆小西委屈极了，一副渲然欲泣的样子，感觉下一秒就要掉金豆子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对人家女孩子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这要是在老家被老妈看见，自己不得挨老妈一顿毒打。连李牧都开始慌了，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错做了啥。你别整我呀，一会别人以为我欺负你，把我擒住了，我找谁说理去？李牧从兜里掏出一包小纸巾，摘开一张递给陆小西。陆小西好像被李牧慌张又蠢蠢的样子给逗到了，噗呲一声笑了出来。你才哭呢，我可没这么软弱。陆小西眨了好几次眼睛，眼里的水雾就消失不见了。他并没有想哭，委屈倒是真的，但他就是这样，一委屈眼里就气气的。去买口香糖，我请得不？买2根，不，买3根。小商店里，李牧大气的帮陆小西付了3块钱巨款。口香糖1块钱1小盒，一小盒有5张，陆小西一次嚼2张，最后剩的1张给李牧吃。每次吐掉，他就要捂着嘴吹气，看看还有没有味道。也不知道是现在的口香糖太次了，还是肠粉店的蒜蓉辣椒太猛了，那股味道一直去不掉。嚼了好几块，腮帮子都酸了，陆小西才闻不到自己的味道。但他不确定味道是不是真的去了，毕竟自己的口臭自己是闻不到的。还有味道不？他眼眸一转，朝手上吹了一口气，快速的推到李牧的面前。李牧没躲，认真的嗅了嗅，没啥味道了。真的吗？我连口香糖的味道都闻不到，你能闻到我的口香糖味道不？李牧朝他吹了口气。闻到了，你吃的是香蕉味的。没错，但我闻不到你的口香糖味道。那就是没闻到。陆小西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怎么样？李牧摇了摇头。怎么会这样呢？按理说他吃了这么多口香糖，肯定会有香味的呀。就算没有香味，也不可能什么味道都没有。总不可能是蒜味和口香糖的水果味发生什么奇奇怪怪化学反应，相互抵消了吧？你凑过来点。李牧好奇地凑了过去。一阵暖风吹在脸上。陆小西同学，朝人吹气可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哦。那你刚刚还朝我吹气，快说还有臭味没有？陆小西不想和这个讨厌的家伙耍嘴皮子，当务之急是快点清除异味，然后去学校里报道。我闻不到啊。那陆小西左顾右盼，这里是步行街，人很多，形形色色的，更多的是学生低头玩着手机，还有男女情侣一起牵手走路，有说有笑，喝着同一杯奶茶，不会有人注意他们。你再凑近些。陆小西温声细语，双手攀着李牧的肩膀，将两人之间不足1寸的距离再缩减一些，直到两人近在咫尺，能透过衣服感觉到对方的温度。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陆小西踮着脚，尽可能的近了些，轻轻哈气。哈气比吹气更轻、更热、更温柔。行人匆匆，车水马龙，此刻仿佛静止一般，蒙上一层白纱，变得虚幻起来。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世界只属于他们。迎接上李牧那震惊的目光，他的心跳得很快，俏脸漫上一抹红霞，红到了耳根。李牧喉结上下滚动，呼气都加重了几分。陆小西的脸贴得很近，他能看见陆小西皮肤上的绒毛，唇上的纹路，微颤的长睫毛，以及略微慌乱的美眸。他感觉得到，陆小西把一部分重量放到了他这里。热热的吐息弥漫到脸上，鼻尖传来香香的味道，有少许哈密瓜味，还有那淡淡的说不出的味道。好香！你说什么？凑这么近都听不到？有哈密瓜的味道。你刚刚吃的是哈密瓜的口香糖？对，没有蒜味了吧？那我就放心了。陆小西欢快的点点头，碎发一蹦一跳的，整个人都欢愉了起来，像是得到糖果的小姑娘。有点热，请我吃根榴莲冰淇淋吧。李牧不知道怎么回事，摸了一下脸，烫烫的，浑身有点燥热，瞅着领子扇风。陆小西小声应道，低着头用头发挡住了眼睛。两人谁也没有多说，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第18章，除非陆小西先喜欢他。小商铺老板娘拿着筷子的手举在半空，上面的饭菜已经落回了碗里，浑然不知。刚开始两个学生模样的人进来的时候，他就在想两人会不会是情侣，男生痞帅，女生清春可爱，怎么看怎么般配。但这两人就买了3块口香糖，直接在店门口吃了起来。两人直接还说什么臭不臭香不香的，整一个迷惑行为。除了外貌比较般配，也没看出情侣的样子。他还以为自己看走眼了，如果他年轻个10岁，估计都要对这个女生动心了。暗叹男生不识好歹，未知可惜之时，女生就这样搂住了男生的肩膀，差点就要亲上去了。我的妈呀！眼睛一下子就瞪大了，这是他一个30岁阿姨能看的。忽然感觉看了10几年的青春偶像剧都是垃圾，眼前这一幕胜过所有演绎出来的爱情啊！
女生并没有亲上去，男生也呆得跟个木头一样，两人但凡再靠近个1厘米就能亲到了。他看傻了，他下定了决心，这两个人他磕定了，死磕到底。老板，这个多少钱？陆小西拿着榴莲雪糕在老板娘面前晃了晃，哪有做生意还发呆的，真不怕有人零元购啊。啊，你这个5块钱，扫过去了。陆小西把支付成功的界面给老板娘看了看，转身离开。你不吃？李牧接过榴莲雪糕，发现只有1根，有点疑惑。陆小西这个人，他最清楚了。小小一张嘴，平平的肚子，不知道能吃多少东西，妥妥的超级大吃货呀。不吃，榴莲也有味，我怕臭，有心理阴影了。以后出门绝对不吃蒜蓉了，只在家吃是吧？对，专门臭死你。我晕了。李牧做出干呕的动作。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经历一件事情后，总是想要去回味，去再来一次。就像做梦一样，睡了个美梦，醒来的时候总想回想起做梦的内容，再细细品味一番。如果人生是游戏，可以选择存档点的话就好了，那样面对某个情景的时候就能存档，重来，再存档，以此反复重复去体验某一个场景。李牧细细回想了刚才的感觉，陆小西嘛，和他贴得很近，近到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温度，近到可以感受到对方身体的柔软，近到能感受到对方越来越快的心跳。明明是一张从小看到大的脸，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陆小西真的好好看，还有那股令人沉沦的香味，真的好香好香。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明明和陆小西很不对付的，他和陆小西可是老家那边家喻户晓的见面3秒开始拌嘴啊。他想到了高中时期看过的一个帖子，能闻到女生的体香，其实是躁动不安的心在作祟。和喜欢的女生在一起，内心就会对大脑发出各种暗示，让你感觉喜欢的女生很香。那时的他感觉很荒唐，现在的他也感觉很荒唐，但刚才闻到的味道和家里那些瓶瓶罐罐的沐浴露味道完全对不上。公交车上他也没闻到陆小西有这种味道，根本就不是什么香水。李牧愣了愣，难道自己喜欢陆小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刚才的感觉该怎么解释呢？他的心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与其说是小鹿乱撞，不如说是大象猛冲。你怎么了？陆小西发现身旁的某人越走越慢，都被他拉开几米了，好奇回头。没什么。李牧甩了甩脑袋，用手捋捋头发。刚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好了。反正他不可能去喜欢陆小西，除非陆小西先喜欢他。大礼堂，人山人海，都是大学新生。他们所在的数字传媒班级已经排上了长队，好歹也是个重本，连空调都不舍得开。李牧喃，人挤人都快热死他了，额头、脖子全是汗。我们这个专业好热门哎。陆小西没感觉热，探头看了一下长队，前面还有几十个人才轮到他们，这会身后又多了几个排队的人。这些人肯定跟我一样，都是搜宅家专业才来报名的。得了吧，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无所谓啊？陆小西翻翻白眼，这位同学能不能加个微信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学生路过这边，忽然一个急转，来到了李牧的旁边，手机上赫然是微信的好友码。好啊，李牧没犹豫，给那位女学生扫了2维码，成功添加了好友。同学常联系哦。女学生离开后，李牧深吸一口气，不由得感慨，大学女生好开放。你就这样加别人微信了？陆小西皱着眉，在李牧的腰间掐了一把。自从上次掐了一次后，他就对这种感觉有点上瘾了。小浩，你看。李牧的微信小号刻意用的动漫男神黑白头像，名字就叫做万物不及他红心，这是他初中闷骚的时候就有的账号，一直没有改名字。原本只是用来打游戏和传播资源网站的小号，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你真恶劣。陆小西皮笑肉不笑。我总不能用大号加吧，大号都是我熟悉的人，被不认识的人污染就不好了。我连初高中的同学都没加，除了你。懒得管你，反正苏阿姨让我监督你，如果你滥情了，我就告诉苏阿姨。还有，你不要被坏女人骗了，我听说城里很多坏女人骗男生的钱去玩的。陆小西双手抱胸，哼哼唧唧。苏阿姨真是太好用了，只要提及苏阿姨，很多不能说的话就变得能说了。有些小开心是怎么回事？他确信自己加的是李牧的微信大号，刚才李牧说没加其他同学的微信哎，那是不是说明李牧的微信里只有他和他的父母还有他自己呢？原来他在李牧这里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一想到这，陆小西的嘴角就以一个微不可察的角度翘起。第19章，你不准传出去。开学报到无非就是一套流程，交资料、交学费、搬行李，和新舍友打交道，认识导员和同学，融入新的生活里。因为李牧和陆小西是走读的，省去了很多麻烦，顺利的走完报道的流程，时间还剩，还是很充裕的。报道时间持续到下午，早知道不起这么早了。
李牧无奈道：“早点也不错，现在还有很多时间，我想去看看其他地方。”两人循着导航进入食堂。大学食堂和高中食堂比起来就是云泥之别。李牧上的公立高中只能吃固定的几个菜，都是大锅出来的，说不上好吃也不算很难吃，中规中矩的味道。大学这里的选择很多，包含了各个地方的特色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很多没吃过的卖相特别好的菜品，勾起了陆小西肚子里的小馋虫，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图书馆。重本毕竟是重本，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勤奋学习的料子，即便是上午，图书馆也是挤满了人。两人也只是在外面张望张望，逛了一圈下来，见过不少帅哥美女。李牧更是被要了3次微信，就连大3的学姐都和李牧成为了微信好友。小号，我们专业的美女挺多呀。李牧笑道。数字传媒作为当下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报名的人数居多，不像某些工程专业，一个班找不到一个不带把的。陆小西走在前面闷闷不乐，李牧被要微信，他没来由的很不爽，脚步加快了几分，整个人都郁闷了。没人找你要微信，你生气了？李牧快步追了上去。没人才好，省得我还要想办法拒绝。好像也是，不知道刚才的小姐姐看到我朋友圈会不会把我删了？你不是不发朋友圈的吗？陆小西大眼睛里写满了疑惑。他一直以为李牧从来不发朋友圈的，至少他在他的朋友圈里没见过，偶尔能看见李牧在苏阿姨的朋友圈里评论。难道被李牧屏蔽了？一想到有这个可能性，陆小西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大号没发过，小号发。李牧调出了自己小号的朋友圈，清一色的拼夕夕砍一刀活动，底下还有10几个点赞。陆小西，好吧，他不该把李牧往坏处想的。一个艾特全体成员的消息弹了出来，导员说晚上要开会，刚才加了班级群，班级群何其活跃，有几位社牛带动话题，99+不费吹灰之力。当然新生里也不乏显眼包的存在，什么的不要叫我少爷，用美元支付，只喝冰美式都是小儿科了。李牧拿出手机看消息的时候，正好有个用着黑白动漫男神头像的学生发了一串网址，网址前面还有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还没等李牧保存下来，消息就被撤回了。紧接着就是连连道歉，一开始说自己被盗号了，又说刚才是自己弟弟在玩手机，逗得全班新生连连叫好，不少人调侃让那人发他一份，1分钟消息冲上99+。至于是不是真的被盗号或者被弟弟玩手机，李牧自然是不信的。男生嘛，都懂的。李牧选择消息免打扰，不然他的破烂手机就要被炸掉了。那现在我们要回去吗？陆小西嘀咕道。看你，如果不回去，我们就去附近的广场逛逛。我们去广场吧，我想去2元店。听到广场，陆小西可就来劲了。他在5线小城市读了12年书，像什么广场、公园、游乐场压根没去过。听说广场很多好玩的东西的，白天有表演，晚上有人摆摊，里面还有很大的超商，什么都有卖。他书包里的小镜子就是妈妈在哪个广场附近的2元店买的，他可喜欢了，从初中到现在一直保护的好好的。成，我看看怎么走，地铁直达，很方便。李牧领着陆小西往附近的地铁站走，一路上陆小西就像个小屁孩一样紧紧跟在李牧身后。李牧一双大长腿走得快，跟不上了，就3步并作2步小跑一段，累了就勾勾李牧的衣服，让李牧不要走这么快。虽然是9月入秋，但天气还是相当热的。这一小段距离，李牧的额头就出汗了，浑身黏黏的。我有吸油纸哦。陆小西从万能的小包包里拿出一叠粉色吸油纸，用力按在李牧的脸上，很快就湿了一大片。留着，今晚拿回去炒菜。李牧同学，请不要这么恶心。陆小西用纸巾包好，丢进了附近的垃圾桶。广场的人数比大学少一点，晚上才是广场最热闹的时候。广场中央有一个海豚喷泉，水流从海豚的嘴中射出，再度落回水池里。水池里有几个小黄鸭，应该是故意放上去的。很多带着小孩的家庭在这里拍照。陆小西蹲在水池旁边，伸手捏捏小黄鸭，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得不亦乐乎。一会把衣服玩湿了，我看你怎么回去。李牧找了个凉快的地方坐下，不忘好心提醒。他觉得有些幼稚，但陆小西和这群小孩子玩的真的很开心。陆小西灿烂的笑容赏心悦目，拿出手机，打开相机。他不会摄影，不知道找角度，不知道挑时机，不知道调参数，只是生硬的放大，让整个手机只有陆小西一个人，最后按下按钮。一会把照片发我，你不准传出去，朋友圈什么的都不能发。大白天的被闪光灯闪了一下，陆小西还是察觉到了。而且李牧就在面前坐着，当看到李牧横着举起手机，他便知道李牧要做什么了。李牧也是个厚脸皮，光明正大的拍他，闪光灯也不关一下，有够笨的。少女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拍某人时也是开着闪光灯的，她并不喜欢出现在亲人以外的镜头里。
高中文艺晚会，如果不是班主任强制要求上场，他根本不会唱什么歌。运动会的时候，他也是找个偏僻的角落坐着玩手机，尽可能的不让自己出现在任何人的手机里。毕业照都不想拍，但如果是李牧的话，他那股反感劲就荡然无存了。第20章，不喜欢拍照，但喜欢拍照。在陆小西说话的时候，李牧已经拍好了。我看看。陆小西立马坐到了他的旁边，凑近了看他的手机。你拍的好丑，有没有可能是人的问题？你的意思是我很丑是吧？我可没说，你自己说的。去死吧，臭李牧！陆小西握紧小拳拳往李牧身上招呼，咬牙切齿。来来来，咱们重新拍一张。你把这几张删掉，用我的手机拍，我手机比较清晰。成。陆小西解锁手机，打开相机交给李牧，然后回到水池边，捧起一点水，掌心小湖上还飘着一只小黄鸭。李牧愣了愣神，女大18变李牧向来是不信的，但现在陆小西已经从以前那个只知道闷头读书的呆子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拍好了，我看看。陆小西又凑到李牧旁边，凭空比划了一下手指。李牧秒懂，打开相册，一张一张的划过去。陆小西的手机清晰度的确比李牧的手机要高一些，更多的细节都被拍了下来。温泉落下溅起的水花晶莹剔透，是少女独有的背景板。或许是刻意做了动作的缘故，这几张照片的观感非常好，是那种放网上会被人当头像的那种，总之就是非常好看。后面还有2、3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再往后就是李牧的3张自拍，每张表情都不一样，一会鬼脸，一会露出有小虎牙的大白牙，一会又换成哭哭脸。感情李牧后半段换了好几个角度，就是为了用他的手机自拍是吧？李牧同学，我觉得你应该给我解释一下这几张照片。陆小西被李牧蠢萌的表情逗乐了，努力憋着笑，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柳眉一会皱一会舒展，像个画了表情的鸡蛋，滑稽而不自知。手机还我，丑死了，全删了。别啊，我觉得你还是不太丑，要不留着吧。我说的是你的照片丑。陆小猪同学，做人不能睁眼说瞎话，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都是大帅哥好吗？李牧同学，自恋也要有个度，有几个女生找你要微信，你就飘飘然了，总比你没有男生要微信好吧？陆小西从小到大都说不过李牧，一和李牧拌嘴，他总是吃亏的一方。用力掐了一下李牧腰间软肉，哼哼唧唧的别过头去，不理李牧了。他手上湿湿的，在李牧的衣服上留下水印，喷泉水不干净，干了就会留下一个带点浅黄色的印子。但李牧没管这么多，这个印子和鞋上的一样，不用心去留意，根本看不出来。总有一天，他也能在陆小西的鞋子和衣服上留下印子。两人在广场附近游玩，期间 AA 吃了3碗面，李牧吃了1碗，陆小西吃了2碗，好似有了心理阴影。即便确认了不是蒜蓉，陆小西也没敢吃店里的辣椒。傍晚，天空被染成了金黄色，暮色沧桑，像是橘色的海，弥漫千里。诗人总爱用晚秋黄昏歌泣悲哀，可黄昏明明很温柔啊。陆小西眼神柔柔，一阵凉风吹过，吹散了夏季的酷暑，吹散了白日的炎热，吹散了少女的鬓发。文青病犯了。李牧挠挠脸，他不懂什么黄昏什么悲哀，他只看到傍晚的柔光照在了少女的脸上、头发上、身体上，好美好美。不得不承认，陆小西是他19年的人生以来见过最好看的女孩子。你别说话行不？破坏气氛。陆小西又羞又恼，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感觉，李牧一句话就扬了。他和李牧果然很不对付。大白痴，大笨蛋李牧。好好，我不说话成了吧？李牧摊手表示无奈。这还差不多，你要拍照吗？陆小西眼眸一转，眯成了小月牙。你不是说我拍照丑吗？你傻呀，这天空还能怎么拍？猪来了都拍得好看。陆小西伸出手指环了一圈，周围很多人都驻足拍照，他们没有专业的设备，用手机留下美好的事物。那我也拍一张。李牧掏出手机，往后靠了靠，拍了一张陆小西高举手机拍照的背景，才拍了4张天空的图案。你看我拍的。陆小西也拍完了，自己欣赏了一下，连连点头，又给李牧看看。没我的好看。那给我看看你的。猪拍的都比你拍的好看。我拍的确实没你拍的好看。回学校的途中，两人谁也没有说话，默默地玩着手机。回到学校，学校的路灯已经亮起。现在已经是秋天了，白天的时间越来越少。李牧气得想骂人，按照这导航绕了2圈，才找到开会教室的位置。阶梯教室前排坐了很多人，有说有笑，完全不像是刚认识的新同学。大学生在社交方面放得比较开。班会的流程很简短，辅导员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轮到学生自我介绍，再说一些注意事项，也就结束了。他认识了几个一起玩游戏的同学，陆小西也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女生。两人的晚饭是外卖解决的。今天玩了一天，陆小西早就想泡澡了，抱着换洗的衣服，一溜烟就跑进了卫浴间洗香香。热水没了，
你等水热了再洗吧。陆小西今天洗澡比平时慢了点，你是不是用我的洗发露了？李牧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是他拼夕夕10块钱2瓶还包邮的法国进口皇室专用洗发露。自从用了陆小西的东西，他就再也没碰过自己的东西了。只准你用我的，我不能用你的。陆小西反问。他确实偷偷光明正大的用了李牧的洗发露，谁让李牧自己有还一直用他的，他也要用回来。不过真的好难用，下次不会再用了。李牧的洗发露就是普通的味道，比起陆小西那香香的洗发露，简直不要太难闻。可以啊，不嫌弃的话，把肥皂也用了，免得浪费了。那可是硫磺的肥皂，去螨虫的。我很嫌弃。谁要用你的肥皂啊？上面肯定很多细菌，恶心死了。忽然有一种想锤爆李牧的冲动，是怎么回事？第21章，陆小猪撤回了一条消息。用别人的东西洗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很爽。小说完结了，他没有码字的必要，晚上的时间相对来说非常空余，这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玩游戏。游戏是男生最大的话题之一，开班会的时候就有几个男生找李牧聊天，玩的游戏一致，很自然就能聊到一起，一直玩到12点，李牧便以早睡为由先行下线。大厅的灯已经关了，陆小西房门透出些许光亮。明天要上课，陆小西这个点还没睡。李牧没管他，看了一眼阳台，衣服已经被陆小西晒好了。陆小西晒得比较细心，衣服的褶皱全部捋平，整整齐齐的晾晒着。以往他晒的衣服很随意，找个衣架挂上去，不掉下来就是成功，褶皱什么的根本不管，反正穿一会褶皱就消失了。找出2个垃圾袋，套上垃圾桶，再度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几滴小雨打在窗户上，秋天下雨都是小雨居多，凉凉的，很舒服。李牧走到窗台，能看清小区下面还有车子经过，保安亭的张叔还在值班。楼层高，基本没什么蚊子，他可以任由外面的空气进入房间。再过不久，估计就要盖小被子了。不知道陆小猪有被子没？他没进过陆小西的房间，也没看过陆小西的行李，但陆小西进过他房间，想想有些亏了，以后必须要光明正大进一次陆小西的房间才行。李牧躺在床上，莫名想到了陆小西因为没有被子瑟瑟发抖的样子。哈哈，陆小西肯定冷死了，等明天感冒就笑他身子弱。隔壁的陆小西盖着小被子玩着手机呢，他一直在看今天和李牧在广场玩的照片。他不喜欢拍照的，但难得出远门，就算是他也按捺不住想要记录美好生活的小情绪。不知道李笨蛋删没删那些丑丑的照片，肯定是没删，他最懂李牧了。他看着相册里的3张李牧大头自拍，用力的在手机屏幕上戳，好像真的能戳到李牧一样，一个人也能玩得很开心。天气开始转凉了，李牧有没有被子呢？陆小西侧躺在床上，脑海中浮现出李牧因为没有被子缩在床角打战的画面。神差鬼使的，陆小西打开了李牧的微信，点开他的头像。李牧的头像是只白色仓鼠，是初中时期在花鸟市场花了10块钱巨款买下的，踏踏实实的养了2年多。然而仓鼠的寿命也只有2年上下。小仓鼠虽然上了只星，但李牧没舍得换。以前他也很喜欢那只小仓鼠，虽然他和李牧的关系僵化，但偶尔也会串门李牧的家里逗逗小仓鼠。陆小西灵机一动，用手机自带的照片编辑功能，在李牧的3张自拍上画了猪鼻子和猪耳朵，犹豫着要不要发给李牧。毕竟他们已经很久没发过微信了，久到连以前的聊天记录都刷不出来。犹豫再三，他选择放弃，莫名的叹了口气。放下手机的时候，大拇指触碰到了发送按钮。误触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有时候手机放裤袋里，莫名会打开各种应用。应该没看见吧？陆小西赶紧点了撤回，心虚的很，抱着被子缩成一团。李笨蛋，李笨蛋，我看见了。李笨蛋，流汗黄豆，被看见了。既然都被看见了，躲躲藏藏像什么话？陆小西感觉自己的胆子忽然吃胖了，直接把3张猪头李牧全发了出去。李笨蛋，李笨蛋，这么完事吧？我要告你侵犯我肖像权。李笨蛋，图片。李牧这家伙果然没删他那些丑丑的照片，而且还把他的头 P 成大西瓜。陆小西咬牙切齿，和李牧只有1墙之隔，他气得在墙上捶了一下。李牧感觉到动静，也在墙上捶了一下。陆小西又捶，他又捶，直到听到楼上有脚步和打开窗的声音，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消停下来。再不休战，就要被邻居找上门了。本想12点就睡觉，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说到底还不是陆小西害的。他把手机充上电，放到一边，闭上眼睛，安详睡觉。手机忽然亮了一下，陆小猪的微信消息，他没看见。次日到学校，第一天正式上课。大学是没有固定教室的，作为新人，李牧仅用了30分钟就找到了上课的教室，超越全球 0.1% 的大学生。如果不是陆小西闹钟定的早把他叫醒了，他今天估摸着就迟到了。
上课第一天迟到，放在整个大学生群里也是重量级的存在。你坐那么后面干嘛？陆小西看前排正好有2个空位置，想跟李牧一起坐的，但李牧头也不回的跑到了最后一排。他把书本放好，又跟了上去。坐前面不好意思当着老师的面摸鱼呀？你是来读书的，不是来玩混日子的。陆小西柳眉微皱，这家伙老是这样，上课不听课，考试才知道找他借笔记，临时抱佛脚。虽然每次都抱到了佛的心坎里，但也不应该养成这种不好的习惯的。作为李牧的亲朋友以及苏阿姨钦点的名将，他有必要纠正李牧这种懒散的学习态度。说话的声音有些大，周围的同学都向这边投来目光。看到有个可爱的女生，一些男生蠢蠢欲动，可看到被凶的是个超级大帅哥，那躁动的心顿时就凉了。颜值都被甩10条街了，还拿什么比？你是我老妈吗？苏阿姨让我督促你学习。陆小西理直气壮，苏阿姨的鸡毛就是令箭。我放学补回来行吧？还不是你昨晚吵人，我睡眠时间都不够。这节课不是专业课，补觉没问题的。李牧还真有些黑眼圈。老师也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教室。就1节课哦。陆小西小声说了句，回到了自己的前排座位。李牧松了口气，准备跟老妈好好说道。他儿子是那种需要人监督才会学习的人吗？好像还真是，老妈看人真准。李牧把手机闹钟调成震动，忽然看到微信有一条陆小猪的未读消息。陆小猪撤回了一条消息。陆小猪第22章午休。消息是在凌晨1点20分发的。那个点他正在梦里和杨戬大战300回合呢。陆小西这么晚不睡，发了什么？又撤回了什么？还有最后那个句号又是什么？李牧给他扣了个。他坐在后面，很方便就能看到陆小西的背影。陆小西原本认认真真的听课，忽然低头看了下手机，他又双收到了陆小猪的一个句号。李牧又给他扣了个问号，他又双若收到了陆小猪的一个句号。李牧感觉他在发问号，得到的会是更多句号，便放下了手机，不打扰认真听课的陆小西了。反正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有的是时间，只要他一问，陆小西能躲到哪里去？牧哥，你和刚才的女生认识？李牧旁边有个男生小声问道。这个人叫林生，就是昨天主动找李牧聊游戏的人。林生当晚就和李牧一起组牌，光速被李牧高超的游戏技术折服，成为李牧的小迷弟，算是李牧在这个班级认识的第一个人，陆小西除外。我和他是老乡，青梅竹马。林生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老乡还认识，还上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同一班。这不是青梅竹马，他林生倒立洗头好吧？不是，就是单纯的认识而已。好吧，当我没说。你刚才说了什么？没什么。林生在心底撤回了一条消息，倒立洗头什么的绝对不可能。没事，我就睡觉了。李牧打了个哈欠。老师真不好意思，第1节课就要睡觉，请老师无视我，继续上课。李牧低着头，用手撑着脸，这是他高中为了不被老师发现所研究出来的究极睡觉大法，至今没被老师发现。林生人傻了，他坐在李牧旁边，只是单纯的不想坐前面，还是打算认真听课的。谁知道李牧是真睡觉啊？李牧在林生心中的声望值+1。大学有些课都是几个班一起上的，人多管不过来，很多老师对睡觉或者玩手机这种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刚好下课，李牧的手机闹钟刚好响了，在口袋里震，一下就把李牧震精神了。下课了，他抬头就看到陆小西抱胸站在面前，周围的人都散得差不多了。睡得很香吗，李牧同学？还好，这桌子要是高一点就更好了。你好像很骄傲，下次不睡了行吧？李牧嘴角抽抽，觉得陆小西太像老妈了。想到自家老爸被老妈管得死死的样子，李牧就打了个哆嗦。如果陆小西嫁过来，他肯定要把握家庭主动权，妻管严什么的不存在的。不过不会有这个可能。对了，你昨晚给我发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什么叫见不得人的东西？你该不会给我表白了吧？不然撤回干嘛？谁喜欢你谁的脑子就是被驴踢了。陆小猪同学，请你重新组织语言，不然你将受到银河正义法案的制裁。陆小西捂住脸，感觉好丢人。李牧这蠢样子，他都不敢和别人说他认识李牧。去食堂吃饭。等会，我腿麻了。李牧有点尴尬，身体往桌子凑近了点。腿麻是真的，但他不起来不是因为这个。男生趴桌子睡觉和早上起床一样，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反应，比如说只能弯腰走路什么的，懂得都懂。好一阵沉默，李牧才恢复正常，整个人都精神了，大踏步朝着食堂走去。食堂的选择很多，但分量中规中矩，填不满陆小西的小肚子。但这是在学校，他不好意思吃那么多。你还没说你昨晚给我发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信息呢？李牧嘴里塞着饭，说话含糊不清。都说了，不是见不得人的信息。那是什么？你自拍做成的表情包行了吧？
陆小西气鼓鼓，就这，你 P 成啥样了，还不敢给我看？不关你事，反正我不发出去，我想怎么 P 就怎么 P。他昨晚熬得比较晚，一直在看昨天拍的照片，还看了一下李牧的朋友圈。但李牧这个人几乎不发朋友圈，可谓是无功而返。睡觉之前，他给李牧发了一句晚安，又感觉不妥，马上撤回了。以两人的关系而言，晚安二字还是太过亲密了些，最后的句号则是用来缓解心虚的。才不让李牧知道呢。李牧这个厚脸皮，要是知道了，肯定说自己喜欢他。他最懂李牧了。陆小西高中有午睡的习惯，不午睡，下午就很难集中精神去听课。以前的他都是趴桌子上睡觉，但大学是没有固定教室的，趴桌子什么的自然是不被允许的，图书馆什么的更不可能。幸运的是，校内有几个小亭子，可以用来当午休的地方，就算不睡觉，也可以坐在这里吹吹风什么的。你要在这休息？李牧感觉十分不可思议。男生总有各种离谱的想法，他以前就想在公园搭个帐篷睡觉，就是单纯觉得刺激，想看看睡公园没有诡异的事情发生。这虽然不是公园，但和公园差不多。你说这里会不会有人啊？应该不会吧，你看这都这么脏了。李牧用手指擦了下亭里的桌子，手指头直接蒙上一层灰。那我就放心了。陆小西掏出纸巾，简单擦去了灰尘，确认不会脏之后才坐上去，用手枕着脸，挺舒服的。你不怕有人来啊？你不是说没人会来吗？要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还在这里读书干嘛？早跑去当预言家了。李牧一顿补充道，不过就算有人也没什么大问题，反正这里是在学校。这句话无疑是一剂强心剂，让陆小西更放心的午休了。陆小西此刻宣布，这里就是他的午休圣地。这就睡着了。李牧看了下四周，这里比较偏，他们也是到处逛才找到这里，说是人迹罕见也不为过，很难想象大学里会有这种地方。或许是环境太安逸，又或者是陆小西真的困了，才趴了几分钟，陆小西的呼吸就变得轻微均匀，传出小小的鼾声。李牧坐在了陆小西的对面，上课已经睡过了，他就拿出手机打游戏，等时间一到就叫醒陆小西。游戏进入加载动画，李牧抬眼看了看陆小西安静的睡颜，手痒痒。陆小西的脸蛋有些婴儿肥，白白嫩嫩的，手感肯定很好，用手指戳一下，手指肯定会陷进去。第23章，偷偷摸脸不会被发现吧？李牧想用指背轻轻刮一下女孩的小脸，软软的，滑滑的，手被寄生了。我手指什么时候跑陆小西脸上去了？当李牧反应过来的时候，他食指背已经在陆小西的脸上轻轻摩擦，软乎乎的触感让李牧想到了以前的小仓鼠。爱不释手。陆小西的眉毛动了动，吓得李牧快速的收回了手，指尖仿佛还残存着刚才少女脸蛋的触感。李牧颇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嗡嗡嗡，一只大黑蚊子停在了陆小西洁白的脖颈，李牧直接一个无敌蹦把大黑蚊子弹飞。我还没得摸呢。他没打扰陆小西睡觉，就连打游戏的声音都很小，指甲敲击屏幕的声音只有他听得到。简单的午休，两人找到教室，选了个中间的位置坐下，这是李牧和陆小西两人折中下来的最佳位置。你没偷拍我睡觉吧？陆小西神色古怪的斜看李牧，他睡觉的时候感觉脸痒痒的。你觉得我是正人君子还是偷拍小人？李牧苦恼，自己什么时候给陆小西留下这么个印象了？他明明就是正人君子好吧？没拍就好，不然哼哼。陆小西难得选择了相信李牧。下午的课程是专业课，很多内宿生都羡慕走读生，生活自由，时间充裕，也不会有和舍友相处不愉快的情况。但走读生也有许多不方便的事情，就比如现在的李牧和陆小西。数字传媒这个专业是需要电脑的，内宿生可以很方便的携带电脑，但走读生不行。专业课的教室是有电脑室的，但配置不咋地，只能用来进行简单的文件处理。数字传媒这个专业又偏偏需要高配置的电脑，想要长时间的依赖学校电脑是行不通的。李牧自己有电脑，配置也挺高，但是陆小西没有。上课的时候，陆小西就一直愁眉苦脸的，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就在下面讲悄悄话。这个电脑好卡，还真是玩个小游戏都费劲。李牧鼓捣着电脑，艰难地打开了小游戏网站，专门找小时候玩的游戏，但这电脑的性能太离谱，玩小游戏都一卡一卡的。好歹也是省内重本，连电脑配置都不舍得更新一下。陆小西家里没电脑，小时候想玩电脑，只能去李牧家里跟着李牧一起玩，只有考试100分，苏文才会让他们玩久一点，所以他和李牧3个科目都是满分。那时候他就和李牧玩双人小游戏，森林水火人、造梦东游、火柴人羽毛球，这些他都很喜欢和李牧一起玩。看着李牧打开小游戏，他忽然也想玩了。你这个是什么游戏？陆小西凑到李牧旁边，大眼睛里写满了好奇，看得不太清楚，只能用手撑在李牧的腿上。
植物大战丧尸就是种植物打丧尸那个游戏，是不是有西瓜、玉米那个？女孩的头发都落到李牧脖梗里去了，挠得她痒痒的。因为昨天用的她的洗发露，所以并没有很香的味道，只有淡淡的清香。她不动声色地挪了挪凳子，离远了一些。你不听课？电脑好卡，我录视频回去看。陆小西指指台面上正在录像的手机，你懂电脑吗？懂一点。怎么？我也想买一台电脑，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可以啊，你晚点把预算发我，我帮你挑性价比最高的。李牧从小就玩电脑，哪怕没有去学过相关知识，但玩得多自然就懂了，像挑选电脑这种简单的事情还是没问题的。你现在要玩游戏吗？你要玩吗？那个火柴人打羽毛球的游戏还有吗？陆小西以前就喜欢和李牧玩火柴人羽毛球，他现实中不会打羽毛球，但玩小游戏可不输李牧。我找找，有了。教室里，老师在台上讲课，学生在台下摸鱼。因为是双人小游戏，只能用同一个键盘。李牧和陆小西坐得很近，甚至能感觉到对方的温度。键盘就这么大，两双手放在键盘上，难免会碰到一起。陆小西的手腕很细，李牧一握还能剩余一截手指。吃那么多东西，该大的地方不大，也没见长肉，是完全不吸收营养，吃多少拉多少是吧？李牧心里存疑，手臂偶尔和陆小西的手摩擦，奇异的触感让他感觉怪怪的。陆小西好像全身都是软的，连手臂都是软软凉凉的，而陆小西也没好到哪里去，耳根红了一半，但被头发遮住了。李牧的胳膊好暖好暖，两人就这样玩了一节课。即将下课时，班级群传来了一件不幸的消息，学校将在后天进行为期15天的军训，下课后还要去规定的地方领取迷彩服。教室顿时哀嚎遍野，更有甚者化身风水术士当场求雨，这样的奇葩场景在军训当天会变得十分常见。对于闲散了3个月的大一新生来说，军训无疑就是一场噩梦。无聊且不说，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军训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培育出什么服从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非常容易生病，轻则感冒发烧，重则中暑崴脚，身心俱疲。放学，今天晚上没有课，陆小西便想自己动手下厨。于他来说，吃外卖还是过于奢侈了，而且外卖的东西不见得比他做的要好吃，无非就是不用动手。而陆小西刚好是喜欢动手的人，不像李牧，煮个饭都费劲，不吃外卖他就直接饿死了。在心里嘲笑一下李牧，陆小西开口：你今天想吃什么？你煮什么我就吃什么。李牧手上拿着未拆开的迷彩服，他本想让和陆小西的迷彩服一起塞进陆小西的挎包里的，但挎包就这么大，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可以吃火锅吗？大热天吃火锅真有你的，不怕上火？我很少长痘痘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哦。确实，李牧想到中午用纸被擦过陆小西小脸的触感，同意的点点头。陆小西向他投来一个古怪的视线，那就吃火锅吧。李牧汗毛直立，自己不小心偷偷摸了一下他的脸，这件事不会被发现了吧？第24章，除非李牧先喜欢他。你跟我一起去菜市场，火锅太多东西，我提不动。陆小西没再看他。成。李牧心中叹气，自己这是怎么了？高中时收到那么多情书，依然风轻云淡的李牧去哪了？都怪陆小西，险些让他破功了。下班高峰期，哪都是人，人多而且临近饭点，是菜市场的黄金时间。菜商贩卖力吆喝。李牧很少来这种地方，他不会做饭，更不会买菜。买菜都是要看菜的品质的，他不懂这些，每次被老妈临危受命来菜市场买菜时，总是会搞砸。卖菜的商贩专挑那种眼神中透露着清澈且愚蠢的年轻人下手，这种人什么都不懂，最好骗。他有几次在菜市场被坑的经历，买2个土豆，他就让卖菜的帮他挑，要么被虫啃了好几个坑，要么就是发芽的，坐地起价，鬼称这些没少见。李牧忽然感觉自己好废。老板，这个娃娃菜怎么卖？陆小西蹲在一个摊贩前，拿起一个看起来不错的菜打量。我这娃娃菜新鲜的很，收你3块1斤好了。那我去其他地方看看，别的摊1块7一斤呢。等会小姑娘，我这也准备收摊了，1块7一斤，便宜卖你好了。摆摊大叔招呼手，别的摊1块5一斤。陆小西起身，做事就要走。老板差点没吐血，他等会1块5卖，是不是又要说别的摊位1块2一斤了？再然后是不是别的摊1块1斤？最后是不是别的摊免费送？哎，小姑娘，1块5就1块5。老板摇摇头，快速帮陆小西打包好了那颗娃娃菜。这年头的菜不好卖，连一个小姑娘都这么精了，讲价也就算了，这价格从3块1斤到1块5一斤，他找谁说理去？李牧人傻了，讲价？对半砍，拿着。陆小西把白菜递给李牧，这回轮到李牧跟在陆小西后面了。菜市场是陆小西的主场作战，猪肉、毛肚、毛血旺、金针菇，最后再买1包火锅底料，
食材就准备好了。这么多，吃得完？李牧看着手上的大袋小袋，嘴角抽抽。他知道陆小西能吃，但也不可能吃这么多啊，除非陆小西的胃是异次元胃，吃不完放冰箱，第二天吃不行吗？挺好。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小区前。张叔晚饭吃了没？李牧朝张叔招招手。早吃了，上学回来。张叔抽了口烟，笑呵呵道：昨天开学了。哈哈，学习好啊，不然就像我一样当保安。当保安怎么了？我还想当呢，少走弯路。李牧想起了网上看的段子，还是你小子会说话。你女朋友？张叔望了望李牧身后低头的陆小西。陆小西慌忙解释，不是女朋友，是朋友。呵呵，朋友好啊，你们先上去吧，我还要上晚班呢。张叔明天见了。张叔明天见。陆小西尾音咬得很重，小声的打了声招呼，低着头跑了进去。张叔掐灭手上的烟头，有人陪着他说话，保安生涯也有了少许乐趣。陆小西一直偷偷看着李牧，女朋友什么的太令人羞耻了，越想越害羞，脸红到了脖颈，大口呼吸几口气，躁动的心情才平复下来。如果是李牧的话，那也坚决不行。开什么玩笑，就算吃10个毒蘑菇，他也不会喜欢李牧的，除非李牧先喜欢他。电梯上，一个30来岁的阿姨好奇地看着两人，阿姨的身后还跟着一个扎着2个小丸子的女孩。阿姨想按电梯，结果发现电梯已经按了8楼，好奇问道：咦，你们是8层新搬来的吗？李牧点点头，对方没按电梯，应该和他们是同一层的，都是邻居，即便没什么交往，相互打招呼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哈，我就说怎么没见过你们呢？你们是学生吧？阿姨很热情。对，我们是山大的大一新生。李牧说道。山大就是他和陆小西大学的简称，省内最好的一所重本。闻言，阿姨喜笑颜开，跟中了彩票似的，语气都有些激动。你们是山大的？那你们有没有想做个家教什么的？你们叫我夏姐就好。是这样的，我因为工作比较多，很少有空辅导圆圆的学习。我家圆圆上3年级了，数学语文还可以，就是那英语成绩有点。夏姐支支吾吾，摸摸小女孩夏圆圆的头。圆圆，能不能把英语试卷给哥哥姐姐看看？夏圆圆的脸就和她名字一样圆圆的，点点头，笨手笨脚的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张30分的英语试卷。李牧，陆小西，怎么说呢，挺厉害的。3年级的英语能考30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夏圆圆的英语天赋还是蛮高的。李牧高中号称英语天才，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任何难度的英语卷子。写班级姓名准考证号1分钟，选择题2分钟，完形填空1分钟，最后1分钟写一行老师要求背的万能语句。运气差点10几分，运气好的直接50分。李牧有次考试从15分变成55分，还被英语老师公开表扬了，说什么进步了、努力了之类的励志名言，说的李牧自己都觉得自己努力了，然后下次考试打回原形，把英语老师气得急火攻心，必须保温杯里抛枸杞。虽然也是那么低，但李牧那可是高中英语，小学3年级是英语刚开始的阶段，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算是英语天才的李牧，考3年级的英语也能拿个80、90分。英语好难 QAQ， 夏圆圆小嘴一扁，2根手指戳戳，反倒还委屈起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英语试卷把他教训了。小女孩可怜兮兮的模样，把陆小西的心都化了。电梯到了，4人出了电梯都没有回各自的房子，所以我一直想给圆圆找个大学生当家教。你们又是山大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当然，家教的一切报酬全部正常算，每周1节。夏姐没有什么长辈的架子，和蔼可亲的。李牧和陆小西对视一眼，李牧肯定是没想法的，数学他还能教，但英语他自己都是临时抱佛脚的临时记忆，又玩了3个月，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而陆小西的英语是常年稳定120加的存在，在一次摸底考试中更是拿到了140加的超级高分。这个家教只有陆小西能当。夏姐，平时我可以辅导圆圆学习的。陆小西笑道。夏圆圆很可爱。不行，怎么能麻烦你们？你们教圆圆学习就是家教，那我就要出你们的报酬。夏姐语气坚定。在夏姐的要求下，陆小西从可以免费辅导功课变成了夏圆圆的家教。两人在走廊聊得正欢，李牧说了声拿上菜，先回到了房里，主动淘米煮饭。谈得怎样了？10几分钟后，陆小西方才回来。李牧没听见外面的交谈。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圆圆的家教了，每周上2天课，1天2个小时，1个小时100块钱。陆小西换了拖鞋，欢快地坐在沙发上。这么贵？夏姐在一家国企上班，收入还是很可观的，而且是单亲，又忙于工作，没时间给圆圆教。你为什么想当家教？圆圆好可爱啊，不要钱也可以偶尔辅导一下。最主要的是我要买电脑，不想找家里要太多钱，加上我的小金库，很快就能买电脑了。
第25章，有我的口水。李牧把电磁炉端出来放到桌子上，心里却在想别的东西。对于陆小西买电脑这件事，电脑毕竟是高端电子产品，肯定是要花钱的。陆小西高考结束也没去打暑假工，哪怕是天天存钱，肯定也不够买一台配置不错的电脑。但他的小金库可以，他没大气到把钱送给陆小西，但只要陆小西开口，小金库借给陆小西用用还是可以的。两人同住屋檐下，父母又是老相识，不怕他不还钱。其实他还是蛮希望陆小西找他借钱的，然后他就可以以这件事去让陆小西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譬如让陆小西戴个猫耳朵发饰什么的。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吧？可惜他的期盼还是落空了。陆小西比想象中的要独立呢。如果陆小西依赖他一点，他估计也不会介意的吧。自己这病真是越来越严重了。呼呼呼，好烫好烫！煮火锅没什么步骤，一股脑的下料就可以。火锅煮开后，陆小西火急火燎地捞出毛肚，沾上酱料放进嘴巴里。因为太烫，说话的时候都能吐出烟来了，真不怕吃坏嘴巴。李牧则是优雅得多，拿一张抽纸塞进领口，夹起一个菜放进清水里去掉辣味。谁说火锅不能吃清淡的？你这样和水煮菜有什么差别？爱吃辣的陆小西看不下去了。吃火锅没有辣味，就像是火鸡面不要酱，饺子没有饺子皮，吃了但没完全吃。陆小西同学，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辣。李牧的筷子在火锅里捞捞，夹出一堆毛肚放到自己碗里。毛肚呢，全给你吃完了。陆小西也喜欢吃毛肚，用筷子捞捞，只有零零散散的毛肚碎了。他气呼呼的在桌子底下踢了踢，踢到了李牧的小腿，力气不大，还蛮舒服。反正衣服也没洗，李牧干脆不去管他的小动作，继续吃着碗里的毛肚。这里哪个毛肚上写有你的名字？这可是我买的，但现在是我的了。你怎么证明这毛肚是你的？陆小西以迅雷不及之势上演了一出虎口夺食的戏码，支着筷子从李牧的碗里捞起一大半毛肚，嗷呜一大口吃进嘴里，看向李牧的眼神颇有些得意和挑衅。整个过程持续了1秒。他之前就怀疑过陆小西修炼过武功秘籍，现在是修炼圆满了是吧？我吃过了，上面有我的口水。我才不信，都没看见你吃。我有嗦筷子的习惯，刚刚我把筷子插里面了，里面肯定有我的口水。李牧语气平淡。陆小西抬眼回忆了一下，李牧吃饭好像真的有嗦筷子，每扒拉一次饭就嗦一次筷子，毛肚里真有口水。陆小西神情一怔，忽然有点犯恶心了，强忍着吐出来的冲动，陆小西憋红了脸，艰难地把大口毛肚咽了下去。口水又怎样？又不是没吃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过年的时候，他还缠着李牧让李牧把吃不完的春卷给他吃呢。好恶心，都让你别吃了，明知有口水还吃。李牧无所谓道，还不都是你一次捞这么多。某人又开始踢李牧的小腿。饭后，陆小西就先进入了卫浴间。李牧像只无骨怪人一样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吃饱喝足就躺平的日子，多少人都羡慕不来。要是有个电视看就舒服了。卫浴间的门打开，一阵香香扑鼻。你怎么又换回去了？你的洗发露太难用了，知道我为什么用你的了吧？你好像还很骄傲啊。我那瓶都快被你用完了，下次我买一瓶一样的，咱俩用。李牧见笑着拿着衣服进了卫浴间。晚上10点，李牧在房间里是穿迷彩服，军训服不合身的可以明天换，错过了就没了。虽然李牧对自己的身材有自信，但还是要试穿一下。对着镜子臭美了一番，果然以他的颜值，任何衣服都是可以完美驾驭的。军训的迷彩服都是粗布麻衣，和真正的迷彩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穿起来活动都不自在，动作稍微大点就不行了。他出了房门，在陆小西诧异的目光中立正稍息，掷地有声，报告陆小西教官，特种兵王李牧已到，请指示。陆小西本想陪着李牧这个戏精演戏，但李牧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和以前的形象反差太大，让他一秒破功，笑出声来。你干嘛哈哈，蠢死了，哈哈，还特种兵王，特种兵虫还差不多。陆小西笑得前仰后合，捂着肚子，既痛苦又想笑，笑得肚子都疼了。至于吗？非常至于，你发什么神经啊，哈哈。其实我感觉我穿迷彩服还挺帅的。帅吗？还真帅。陆小西缓解了笑意，从头到尾细细打量了一番，宽大的迷彩服在腰带的束缚下将李牧的身段展现出来。他忽然有些脸红，好像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女孩子找李牧要微信了。李牧的帅不是装的，也没有什么油腻的行为。别人都说喜欢帅而不自知的男生，虽然李牧有点自恋，但他对自己有十分清晰的认知，自知帅气且不造作和夸大，比帅而不自知更吸引女生。如果陆小西是其他女生，胆子大些，估计也会禁不住找李牧要微信吧。他以前感觉不到李牧有多帅，完全是因为经常见面看习惯罢了。挺合身的。陆小西别过脸，
小声咕哝了一句：“什么？”李牧没听清，凑近了些。李牧刚洗完澡，身上香香的。陆小西的脸更红了。我说你是大猪头，怎么还骂人呢？李牧困惑极了，当场脱下了外套。你干嘛呀？陆小西慌忙捂住脸，指缝里露出2只水灵灵的大眼睛，眼睛都不眨一下。你以为我里面没穿吗？你这大眼睛都暴露了。李牧穿着一件打底短袖，用腰带勒住，衣服上的肌肉轮廓隐约可见。谁想看你啊？我才不会看你个自恋狂呢。话是这般说，但陆小西时不时就会往李牧的身上看一眼。我也是穿一下。陆小西光着脚跑回自己的房间，换上今天发的迷彩服。怎么样？打开房门，陆小西拉了拉衣摆，眼神飘忽不定，小声问道。被李牧这么直勾勾的盯着，还是很让人羞耻的。还行，没我的帅。一顶帽子，一件外套，一条裤子，一双鞋子。同样的配置，有的人穿着丑，有的人却能穿出不一样的效果。所谓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别，而陆小西属于是卖家秀的一方，随便拍一张照片就是最好的卖家秀。这点李牧是承认的。我果然还是不喜欢军训。李牧张开4肢霸占了整个沙发，仰天长叹。学校军训又累又无聊。初中到高中，学校的军训基本都是站军姿。在网上还能看到某些地区军训能实弹射击，战术演练的，如果是那种的话倒还差不多。你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我申请了军训免休。陆小西浅笑着回房间拿出了一张病历单。你生病了？小毛病而已，腰间盘突出，长时间站立或者运动腿就麻痛的，要想快点好就要避免军训这种运动。辅导员帮我写了免训证明，军训的时候我只要去病号连坐着就可以了。陆小西说话的时候没有多少情绪。挺好，至少不用训了。那你就给我送奶茶吧。要点脸吧，快点把这衣服洗了，我要准备睡觉了。陆小西说着解下了自己的外套、皮带还有裤子。你长裤里面穿条短裤不难受吗？你在期待什么？你困了就先睡觉吧，我在打会游戏，一会帮你晒了。李牧咳嗽2声掩饰尴尬。那就拜托你了捏，李牧同学。陆小西顺带把李牧的迷彩服也放进了洗衣机，就回到了卧室。他打开小说软件，想看一下李牧的小说，忽然发现李牧的小说完结了。他依然有着看一章打赏1块钱的习惯，当然他只看过李牧这么一本书，不然再多的钱也不够打赏的。他还是蛮喜欢李牧这本《我的原始人老婆》的，书里的男女主感情十分细腻，不谈个几次恋爱根本写不出这么甜的故事。李牧难道偷偷谈过恋爱了？而且还是好几次。陆小西莫名感觉心慌慌的，又打开相册里李牧的3张自拍，戳死李牧这个大猪头。他忽然想到什么，找了个店家定制了这3张自拍的相框。他要把相框挂在墙上，这样就能天天看到某只大猪头的蠢样了。盖上小被子，又给李牧发了个句号，这才安心睡觉。大厅外，李牧看着微信上陆小猪发来的，若有所思。这个句号是不是有什么隐藏意思？就像上次的数字一样，是骂人的。名侦探李牧打开了他的浏览器，搜索关于句号的意思，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句号就是句号，没别的意思。感情这句号是用来烦他的是吧？发句号而已，谁不会啊？李牧发了10个句号过去，这才心满意足。第26章，午休圣地一起睡。9月是由夏转秋，由热转凉的黄金月，校园小道多了许多枯黄的叶子，保洁阿姨扫过一遍，很快又落下一点。在这个时间段军训，比要在炎炎夏日军训要好得多，起码不会这么热，中暑的事件大幅度减少。病号连在一个阴凉的教学楼下，陆小西抱着膝盖坐在地上，无精打采的。他总算有点理解李牧为什么不喜欢军训了，真的如李牧所说，枯燥且无趣。他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乱写乱画，水泥地板上划不出痕迹，只有他知道自己画了一只猪头，上面写着某人的名字。你在干什么？陆小西忽然一慌，手上的树枝都丢了出去，以为是路过的教官要批评他，但又感觉这个声音很熟悉，缓缓抬头，才发现李牧正一脸戏谑地看着他。你别吓我！陆小西没好气地在李牧的膝盖上来了一拳。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被选上护旗队了，护旗队的训练比较轻松，教官人好说话，现在让我们解散了，一会再接着训。李牧坐到陆小西旁边，擦擦头上的汗。虽然太阳不毒，但军训难免会出汗。你不是一直坐在这里了，脸怎么这么红？你又热又臭汗，都是被你熏的。如果有热像仪，你肯定是一块红色的。陆小西用衣服捂住半边脸，李牧就像个大火炉一样散发热气，坐在他旁边都能感觉到。他不知道自己的脸有多红，是羞是恼，还是二者皆具，反正不想让李牧看见。有点渴，你有水喝不？李牧还在大喘气，忽地看见了少女旁边的水瓶，明知故问。没有，有也不给你，我的水凭啥给你喝？我都看见了，
李牧偷偷伸手把水瓶拿了过来，他今早才看见陆小西带着这个水瓶出门，还说没有呢。谁让你军训不买水啊？滚一边去！陆小西做事就要抢，你难道就这么看着我脱水？流了很多汗，李牧的嘴唇看上去都干巴巴的。你不能对嘴喝，不然下次就不给你喝了。少女的水壶也很少女，整个就一兔子形状，掰开兔头就能看见一根吸管，吸管的顶部扁扁的，仔细看还有些牙印子。陆小西平时喝水肯定咬着吸管，李牧当然不可能用吸管喝水，直接扭开盖子，仰头对着瓶口张嘴倒水，3-2下就喝了半壶，像极了以前一瓶饮料好几个朋友一起分。给你剩了点，你还很骄傲？骄傲使人进步。刚喝完水，李牧就听到一声哨响，一溜烟的跑开。教官吹哨了，我得走了，下次还来喝。厚脸皮。半天的军训下来，李牧感觉身体都要散架了，不是站军姿就是踢正步的，一双大长腿都快断了。午餐是在食堂解决的，陆小西和几个女生有说有笑，李牧也和林生一起吃饭。午休的时候，李牧和陆小西回到了那个偏僻的午休圣地。你个病号连的，该不会也要睡吧？我有午睡的习惯的。陆小西很不服气，一副虽然今天什么都没做，但还是辛苦自己了的模样，莫名感觉很像某个猫猫表情包。那就一起睡。李牧调好闹钟，也趴了下来。李牧就在陆小西的对面，桌面不大，两人趴着，头都快挨到一起了。李牧睡觉不安分，一直动来动去的，头发挠得陆小西头痒痒。睡了1个小时，陆小西醒了。午休圣地宁静淡雅，周围都是绿植，哪哪都好，就是蚊子多。陆小西的手上都被咬了一个小小的蚊子包，白皙的手臂上一个红点，很显眼的，下次来必须带点花露水、风油精什么的。闹钟还没响，李牧还趴着睡觉呢，可能是身上有汗味，蚊子特喜欢。李牧的脖子和手都被咬了好几个包包。看着呼吸均匀的李牧，陆小西好奇地盯着李牧的眼睛。李牧的睫毛好长呀，眉毛也很工整，这就是小说里写的剑眉星目吗？他忽然发现李牧的脸可以带入许多人设，不管是霸道总裁，还是清冷师尊，亦或者是小奶狗、小狼狗和青梅竹马的大哥哥。如果嫁给李牧，是不是可以体验很多别人体验不到的事情？呸呸呸，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陆小西拍拍脸，又盯着李牧看。很久很久以前，他也和李牧一起睡午觉的，只不过那时候是在床上盖同一张小被子，就算他把脚搭在李牧的身上也没有关系，两个人都是小小只，外人看见只会觉得可可爱爱的，毕竟小孩都是单纯的，两人那时还是青梅竹马的关系，再亲密都不过分。也就是那个时候，陆小西真的觉得自己好喜欢李牧，想天天抱着这个大暖炉一起睡觉。如果是现在一起在床上睡觉，他肯定会把李牧从床上踹下去，怎么可能让某个大流氓上他的床？他脸上浮现一抹浅笑，用手指轻轻戳戳李牧的脸，之前只能在手机上戳，现在戳到真的了，有种异常兴奋的感觉，就像日思夜想的东西出现在面前，怎么可能忍得住啊？嗡嗡嗡，李牧的手机震动了。李牧悠悠转醒，第一眼就看见了脸蛋红红的陆小西，他感觉脸上痒痒的，脖子和手也是痒痒的，低头一看手上大片蚊子包，又看看陆小西的手，好家伙，蚊子全逮着他吸了，怎么看都是陆小西更美味好吧？痒死了，这的蚊子也太毒了，又红又痒，连脸都不放过。李牧挠挠脸，啧啧2声。陆小西不敢说话，因为那个位置就是他戳戳的位置，是没有蚊子包的，莫名心虚起来，祈祷李牧不会发现什么端倪。李牧心大，没往其他方面想，脑子里正在构建宏大的蚊子灭绝计划，首先要怎样，最后要怎样，灭绝蚊子后，全国就会把他奉为英雄。返回操场的途中，李牧在洗手池边洗了把脸，顿时清醒不少，直接用衣服把脸擦干。我有湿巾。迟了，反正今晚也要洗衣服，无所谓。我和你一起洗的，我怕你把我的衣服弄脏了。路过超市的时候，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给你买奶茶。陆小西哪能不知道李牧是在玩梗，当即没好气的在李牧的腰间捏了一把。李牧带出了2瓶奶茶，这瓶是请你的，这瓶帮我倒进你的杯子里去。干嘛？教官不让带饮料，放你杯子里别人看不见，一会我去喝。李牧挑挑眉毛，学精明了。第27章，水壶装奶茶。一想到无聊的日子还要过半个月，陆小西就唉声叹气的，比生病了还难受。病号连有些认识的人还能互相聊天，而他只能坐在最角落发呆。偶尔听到班级的发号施令，其他人的笑声，就会抬头去看看。他看向身边的水壶，他把自己那杯奶茶也倒了进去，水壶装满了奶茶。这是他的水壶，凭什么给李牧喝啊？想着，他就拿起水壶，含着吸管开始喝奶茶。他要往里面吐口水，李牧过来抢水喝的时候，恶心死他，哼哼。但他没敢这么做，他自己都有点嫌弃。而且，李牧那厚脸皮，万一真的喝了怎么办？
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李牧肯定干得出来，而且还会拿这件事情说事。譬如你这口水是特地吐的吧？肯定是想让我喝你的口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之类的？他最懂李牧了，他猛吸了一大口奶茶，才盖回水壶。看在李牧军训辛苦的份上，这些就留给他好了。操场上，护旗队的先休息一会，我回来接着训练。教官说完，转身离开，整个队伍瞬间松散起来。军训就是这样，教官一走就打回原形了。牧哥，上午休息的时候你跑哪去了？还想和你聊游戏呢。林生用肩膀靠了靠李牧，去找地方睡觉了。干嘛不去我那睡？我和你舍友都不认识。李牧嘴角抽抽，他在午休圣地睡得好好的。陆小西不训练不出汗，身上香香的，睡着的时候一直能闻到。有香香的女孩子一起趴着睡，谁想和大老爷们躺同一张床上啊？牧哥，你有对象没？干嘛？我没特殊癖好啊。李牧嫌弃的坐远了些，总感觉林生这家伙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劲的。我不是那意思，就是班上那几个女生小团体问的，他们看我和你聊得开，派我来打听一下。你直接把我微信推给他们。哥，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微信头像吧，你那动漫男神头太纯了。林生真的很想吐槽李牧的微信头像还有名字，不失恋个10几次取不出万物不及他红心这种深情的名字，太纯了。和李牧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他都不敢和别人说这是他朋友。他要是有李牧这颜值，女朋友都2位数了。换个毛，这头像名字可是我精心挑选的。李牧嘿嘿笑道，小号吗？怎样都无所谓，就算有人给他发消息，他也不见得回的。小号消息经常一夜红，有初中许久未见的同学找他借钱的，有高中毕业就开同学聚会的，他连点都没点进去，高中班级群都屏蔽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回消息，他就说没有看微信的习惯。行吧行吧，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好看的我都喜欢。李牧想了想，这个问题还是值得他深思的。我看你就是好色，难道你不好色？李牧反问。嗨，我林生可是正人君子，你这话你自己信吗？李牧没再搭理林生。教官很快就回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接让护旗队解散了。李牧一喜，直接润到了病号连。他还惦记着陆小西的奶茶呢。教学楼下，因为过于无聊，地上也找不到小树枝画画，陆小西已经开始打起瞌睡，像只小鸟一般，小脑袋一点一点的，煞是可爱。李牧轻轻坐到了陆小西的旁边，侧头看着他打瞌睡的样子。陆小西好似感应到了什么，缓缓抬起眼皮，发出小猫一般的嘤鸣。睡得舒服吗？哇，你什么时候过来的？陆小西显然被吓了一跳，惊呼一声，又立刻压低声音，自己刚才打瞌睡，岂不是让李牧看见了？羞死人了！刚刚，你没拍我吧？忘记了，你怎么不早点说？李牧感觉错失1个亿。我睡着了怎么说啊？而且你不准拍。陆小西刚醒来，说话还有些慵懒和懵懂，尾音挠挠绵绵的，这种可爱的声音是夹不出来的。一丝头发含在嘴角不自知。你干什么？陆小西慌忙闭上眼睛。你吃到头发了。李牧帮他把头发撩回耳朵里。你什么时候放学？陆小西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李牧伸手要摸他的脸，小心肝都要吓出来了。还有半个小时才下课，要不我先回去。你不用训练了。对啊，护旗队训练内容没这么多的，踢好正步就行，教官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不乱就可以，提前给我们解散了，现在可以直接回去。你等我，很快就下课了。陆小西可怜兮兮地抓住李牧的袖子，他都够无聊了，李牧一走，没人带着他一起搭车，他就更难受了。好，李牧盘起腿，双手搭在膝盖上，腰背挺直，像武打片电视里修炼武功秘籍一样。你在修炼葵花宝典吗？不是，我怕和你一样腰间盘突出。去死！李牧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副蓝牙耳机，戴上其中一边，另一边递给陆小西，没有耳屎的。我晕了，你怎么还戴着耳机？跟手机放一块的，现在出门不戴耳机的年轻人可不多呀。仔细想想，好像公交车上都有许多人戴着蓝牙耳机的。不准再放恐怖音乐。好，你得小心点戴，别被路过的教官发现了，像我一样用手遮住，这样，对，军训是不让玩手机的，即便是病号连也只能干坐着等放学。陆小西现在害怕极了，心里祈祷着不要有教官路过这里，看不见他。李牧放的是纯音乐，这是他码字的歌单，静心去浮躁。陆小西的心跳缓缓恢复平静，也没这么紧张了。忽然感觉军训好像也不错，前提是李牧每天都能抽出时间来病号连陪他，不用做贼似的听音乐，只要坐在他旁边就好。第28章，你的就是我的。李牧拿过水壶在手里晃了晃，里面奶茶的重量令人安心。你不喝？喝过了，我把2杯都倒进去了。那我喝完了。
随便你，一会吃饭你肯定吃不下了。李牧扭开水壶，瓶口猛灌。其实他想用吸管对嘴喝的，奶茶大口喝反而会尝不出味道。可如果他真这么做，估计陆小西肯定会发飙的，不仅会掐他软肉，还会告诉他老妈说李牧吃我口水，看看你养的好大儿。到时候他就跳进黄河也不洗不清了。以自家老妈对陆小西的宠爱程度来看，他多半会被男女混合双打。吃完晚餐，陆小西去超市买了一瓶花露水。就算不去午休圣地，晚上操场也是会有蚊子的。即便穿着长裤长袖安静坐着，蚊子也能找到空隙给你吻2个大包。李牧这个猪头肯定注意不到这些小细节，等会一定不能给李牧喷花露水，让李牧喂蚊子去。少女恶狠狠地想着，你买了什么饮料？你要喝吗？我瞅瞅。笨蛋，花露水你也喝？那还是算了，给我涂点吧。超市就这么近，你自己买一瓶不行吗？陆小西双手抱胸，目光瞥向别处。李牧这样拜托他的样子好好玩。花露水这种东西后面就不用了的，这么大一瓶你肯定用不完，还不如给我用。李牧笑嘻嘻的用2根手指夹出陆小西手上的花露水，毫无阻碍。能把给我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人还是第一次见。李牧把花露水涂满脸、脖子、手臂、脚腕，全部涂上。这还能被咬的话，蚊子肯定是变异了。你身上这么臭，蚊子肯定咬你。臭吗？我闻不到，你闻闻。李牧抬手嗅嗅腋下，今天出汗，有味道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个臭味不能他一个人闻。一身臭汗，我闻到我都要吐了。陆小西干呕。晚上的军训基本没什么内容，象征性的训练半个钟，接下来就都是才艺表演或者聊天之类的。一些健谈的教官会跟学生聊部队里的事情，有才艺的学生就会上去表演自己，争取优先择偶权。晚上是不用分队的，因此李牧就回到了班级的队伍里，并号连除外。他对这种表演性质的活动不感兴趣，又不能玩手机，便干坐着发呆，有时候会跟着一起鼓掌，尖叫惊呼的时候也会随便喊2句。轻叹一声，无法融入欢快气氛的他面无表情，强对比之下，竟然凭空多了一丝忧郁和高冷。不少女同学窃窃投来意味不明的目光。平心而论，李牧的长相已经是超级上等的了。有的同班女生甚至主动加了李牧的微信，李牧也同意了，但也仅仅是同意了，向他打招呼也不回，就连对方正在输入消息字样都看不到。实际上，李牧并非真的不理他们，而是不想耗费太多时间在微信上。他其实并不排斥与人线下交流的，就算有女生找他聊天，以他健谈的性格也能聊上几句。但这些个女生全都跑去加微信了，现实中没一个鸟他。和男生恰好相反，男生有游戏作为媒介就很聊得来，除了铃声外，他和很多男生都玩得不错的。上课的时候，陆小西和其他女生坐一起，他就和其他男生坐在后排玩。牧哥，你这手链是从小戴着的？多少钱啊？挺好看的。铃声的身高和李牧差不多，不管是护旗队还是班级队都是相邻的位置。你说这个？朋友送的。李牧拉拉衣袖，露出左手上黑红线段缠绕在一起的狗牙手链。女朋友？我都说没女朋友了，那就是女性朋友了。你学过算命？李牧大小眼，这都给猜出来了，他可从没告诉过任何人。铃声诧异，不是，你不知道女生送男生首饰是什么意思吗？送个手链还能有这么多事？铃声，老杨，你手给我。被称为老杨的男生远离了些。我不是那啥，有点事。老杨这才伸手过去。老杨也是和铃声一样的游戏爱好者，算是李牧在这个班级认识最早的人之一。你看，老杨这不是有一圈发绳吗？就是老杨女朋友送的。你再看看其他男生，是不是很多人手上都有个发绳啊？李牧看向别的男生，有那么几个男生确实带着发绳。你懂了吧？一般男生戴发绳就代表名草有主了。还有这种意思？李牧看着左手腕上的狗牙项链，心绪莫名。可我这是一个关系一般般的朋友送的，关系一般般的女生怎么可能会送你东西呢？怎么不会？李牧觉得自己有权发言。虽然他和陆小西关系不咋地，但双方生日的时候可都有送贺卡和礼物，这就像一道设定好的程序一样进行着。就算两人一天说不上一句话，见不上一次面，生日的时候也会去对方家里吃蛋糕，说一句生日快乐，送上生日礼物。哎呀，我还不懂，反正我觉得那女生对你肯定有意思。对于铃声说的话，李牧不太敢苟同。他和陆小西的关系有些特殊，对门邻居，家长认识，双方和对方家长关系挺好，小时候是青梅竹马，长大后是朋友同居10几年的同学，种种关系的叠加下，让他和陆小西的关系不能以寻常关系去下定论。送你发绳就是对你有意思，这种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定论，在寻常男女那或许适用，但在他和他这里就不太可能了。显然，这个手链
就是单纯的礼物罢了。硬要说有其他意思的话，也只能是陆小西希望他逢凶化吉。而且，他真的喜欢陆小西吗？或许真的有一点，但不多，而且更偏向友情之类的。两人之间的关系，谈及情爱还是太早了。但凡双方产生了对方喜欢自己的错觉，付诸了行动，那这仅存的关系也将荡然无存了。最坏的结果就是连朋友都做不了，见面只剩下尴尬和沉默。这种距离感甚至会影响到两家的关系，两家人都不知道怎么见面谈话，庆祝生日的时候也只有3张椅子了。这是李牧无论如何都不想发生的事情。第29章，句号是什么意思？李牧捏捏下巴，林生你谈过恋爱吗？林生摊摊手，没有，母胎单身19年。说了半天，原来你是理论党，他就不该和林生聊这些的。我要是有你的颜值，我现在已经左拥右抱了。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渣男。闲聊过后，几人都逐渐安静了下来。很多人都被蚊子咬得破了防，连声骂了蚊子祖宗18代。哀声遍野中，唯有一人得以幸免于难，那就是涂了花露水的李牧。晚上的军训相比上下午会短很多。放学的时候，陆小西已经在校门口等他了。怎么这么早？病号连可以先走。不公平，你也可以腰间盘突出或者崴个脚什么的，加入病号连啊。陆小西翻了个好看的白眼。我忽然觉得还是挺公平的。夜晚的公交车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时间段只有少数几台车在运行，刚好有直达他们小区的车子。习惯性的跟张叔打了招呼。李牧让陆小西先上楼，自己去快递站拿了上次买的快递。回到大厅却没看见陆小西，隐约能在走廊听到熟悉的笑声，隔壁就是夏姐的家。就在这个时候，隔壁也打开房门，陆小西抓着夏圆圆的手，张牙舞爪的扮演着小怪兽，好可爱。李牧心中所想脱口而出，是对夏圆圆的，也是对某小猪的，对吧？圆圆摸啊一口。陆小西在夏圆圆圆圆的脸蛋上啄了一口，夏圆圆的脸跟果冻似的弹了一下，留下一个浅浅的红印子。别把圆圆的脸吸肿了。怎么会呢？我能带圆圆回去玩一会吗？夏姐今晚加班要晚一点才能回来，圆圆一个人在那边不好。随你。李牧留下这么一句，烧水洗澡去了。洗去了一身的臭汗，李牧整个人都舒服了。脱下的衣服他自己都不敢闻，用水泡了一下才放进洗衣机里。今天他特地用洗面奶洗脸，比以往更久。训练的时候出汗，脸上比较脏，还有一些护肤品对皮肤的保养有很大功效。风吹日晒之下，军训的皮肤损伤是不可避免的，这类护肤品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下。军个训回来比去非洲挖煤还要黑，回去不得被老爸指着鼻子笑。他穿的短袖短裤，坐在沙发上拆快递，忽然感觉小腿一疼，才发现是夏圆圆这家伙拔了一根他的腿毛。别调皮。李牧揉揉夏圆圆的头发，小女孩可可爱爱的，怪好玩的。牧哥哥，这是什么？夏圆圆完全不认生，指着李牧手上的投影仪，大大的眼睛里写着大大的疑惑，头上好似冒出一个问号。投影仪？看电视的，就你学校上课用的那个。我们教室用的是电脑屏幕。李牧一愣，感受到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当今社会虽然教育资源丰富，但在某些边缘城市，学校还用着老一套的教学工具，他们高中都还在用着不清晰的投影仪上课呢。快试试好不好用。陆小西换上一身兔子睡衣，坐到了夏圆圆的另一边，和夏圆圆一样好奇地打量着投影仪。对于没看过电影的少女来说，投影仪可是个新鲜东西，和蓝牙耳机一样，只听说过却没用过，学校的破烂不算。调整好参数，李牧连接电脑，再把影像投影到早就清空的墙壁上，关上灯，影像瞬间清晰起来了。陆小西和夏圆圆都发出一声惊叹。想看什么？我各大平台的 VIP 都有。李牧颇有些自豪。我来找。陆小西找了一部当下很火，同时他也在看的古装剧，洗好了一盘水果，边吃边看。昏暗的房间中只有投影仪的光亮。期间陆小西一直喂夏圆圆吃水果，时不时就抱着夏圆圆捏捏脸摸摸头。李牧几乎不看电视剧，最多也就是无聊的时候跟老妈在家看霸道总裁，所以他很识趣的坐到旁边玩手机去了。电视可以不看，但不能没有。投影仪的出现让这个房间多了一些熟悉的感觉。晚上11点的时候，夏姐把夏圆圆接回了隔壁。临走前，夏圆圆还跟他们挥挥手。你的家教什么时候开始？李牧坐回了原先的座位，和陆小西也靠得很近。军训之后吧，军训只有晚上才能回来，再想教圆圆已经很晚了。你还看吗？我困了。我也困了，等会晒一下衣服就回卧室了。晒完衣服，两人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间。他登录了作家后台，几天没看，看看读者有没有给他整幺蛾子。小说完结后，如他所料，收到了一波完结推流量，作品的曝光度再度上涨。虽然成绩就那样，但小说的完结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收益。除去小说基本的收入，最大的收益就是读者的打赏了，2天整整打赏了3000多礼物。
他一页一页的往下滑，果然看到了小溪吞大海这个名字。小溪吞大海还是每隔10几分钟就打赏1块钱，按这个打赏时间差，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来是一张打赏1块钱。李牧的小说200多章节，别说陆小西，对于他都是一笔巨款了。加上这波完结稿费，他的小金库差不多有17000多的存款了。下个月生活费一发就能到达2万，实现财富自由，超越全国99%的大学生。他打算等军训结束就开始筹备新书，准备新的一轮写作生涯。收到陆小猪的微信消息，陆小猪，李牧就很想吐槽这个句号。陆小西每天晚上给他发，到底是个啥意思？越看句号越不顺眼，李牧干脆给他回了一个流汗黄豆的表情。临睡之际，又给陆小猪发了一个，对方同样给他回了一个，但隔壁的某人注定得不到回复。房间内缓缓传出呼噜声，陆小西也放下了手机，盖着小被子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和李牧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然后成为合法夫妻，结婚生子。梦到一半他醒了，没来得及细细回味，赶紧闭上眼续上这场梦。第30章，看你的手。9月的太阳不算毒辣，几天的军训下来，李牧还是不可避免的黑了一圈，脸、脖子、手，凡是露在外面的地方都黑了不少，成了一只浅色大熊猫。趁着护旗队解散休息的时候，李牧又溜到病号连，病号连的位置似乎是固定的，每次陆小西都坐在最边边。陆小西的手很好看，手背能隐约看见青筋，十指如笋，万似白藕。对比一下，李牧忽然感觉自己的手像个卤鸭脚一样。自己被晒黑是很难注意到的，如果不是这次对比，他都不知道自己黑了这么多。看来他有必要找陆小西要一点防晒双涂涂了。你在看什么？陆小西察觉到某人炽热的视线，把手藏到了胸前。李牧这家伙刚刚是在看他的手吗？好变态，看你的手，变态。陆小西没想到他真敢说出来，红了脸，低着头，白玉般的指头摩挲衣服，不敢说话了，任由李牧拿着他的水瓶喝着。李牧这个人就是这样，上一秒贱兮兮的，下一秒就一本正经的打直球，对女孩子说这种话真不知羞。就算他和李牧认识的早，也不能这样子的，他和他可是很不对付的。忽然看到李牧的手有明显的颜色分层，又一下子破功了。你的手怎么回事？哈哈哈，有什么好笑的？没见过晒黑吗？你这也太明显了，之前一直都没发现。别笑，你能不能把耳机借我？干嘛？我想听歌。李牧倍感诧异，你不怕被抓？我观察过了，这里不会有教官过来的。不嫌弃我耳屎了？哎呀，你快点借我嘛。他每天都有和李牧一起听歌，根本就没嫌弃过他的耳机好不好？李牧从没见过陆小西这副萌萌的样子，就像是撒娇，但又不全是，反正他有点顶不住。答应后，李牧就跑回护旗队继续训练了。午休的时候，天空开始乌云密布，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成了，成了，我与神祈福终于成了，下雨了。不知道哪个班级的人这么喊了一句，所有连同教官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当然，那个说话的同学也被拉出来做俯卧撑。也许雨真的是他求的，被拉出来训，雨下得更大了。教官不得不提前解散了队伍，病号连的人也都走得差不多了。陆小西站起来，往操场的方向看去，那里已经没有多少队伍，大多数人都冒着大雨冲向了食堂。这么淋雨肯定会感冒的。女孩子心细，小雨伞始终放在挎包里。李牧这个笨蛋不会也跑去淋雨了吧？陆小西小声嘀咕。李牧如果真去食堂了，那他等会就只能自己去食堂吃了。你说什么？一双大手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吓得陆小西险些叫出声来。看清是李牧后，他的柳眉直接皱起，眉宇间都拧成一个川字，气呼呼的在李牧的迷彩鞋上踩了一脚，还嫌不够，又用小挎包往李牧身上甩。大坏蛋竟然吓自己，早知道不等他了。这么大雨你怎么过来的？从教学楼下面过来的。话说你带伞了吗？我看天气预报，这雨估计要下到晚上。少女狡黠一笑，从包里拿出了伞。我有伞哦。那就好，快点去吃饭，我都饿死了。哗啦，陆小西打开雨伞，两个人都沉默了。陆小西的伞是一把粉红色的单人伞，伞上还印着一只吃蜂蜜的狗熊，真的小小一把。你这确定能撑2个人？我带错了。陆小西哭唧唧。他有2把伞，2把都是单人伞，但有一把比较大。上次和李牧在高铁站撑的那把就是，2把伞的袋子是一样的。他带伞的时候一般不会主动去看，拿到什么全凭运气。李牧扶额，要不你去食堂打包回来？我去。要去你去，这可是我的伞。那你把伞给我，你要吃什么？都可以。一个1.8米的高个男生用这么少女的伞，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怪异感。回头率倒是拉满了。两人的菜是一样的，一份红烧叉烧，
一份玉米炒肉，再来点绿豆芽，标准的2肉1素。李牧怀疑入职饭堂阿姨的第一条件就是精通抖手术，一勺满满的肉抖2抖就只剩肥的了。李牧特地让阿姨多给了饭，贴心的跑到小料区浇了1大勺辣椒，回去的路上还买了2瓶可乐。明明是一样的饭，拿到手上却是一份红一份白的，怎么这么久？跑小料区给你加辣椒了，这一顿就当你请我的好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用什么吃？用帽子。李牧把饭放进帽子里，一个简易的碗就形成了。你的帽子洗过没？没，臭死了。你还有脸说？我在这都闻到了。陆小西扇了扇鼻子，学着李牧用帽子吃饭，他没出汗，帽子一点都不臭，甚至还有一点香香的。那你快点吃完，吃完了你的帽子给我用。不要，万一漏了我帽子就臭了。李牧盘腿坐在地板上，也不嫌脏，饭大口大口的吃，可乐大口大口的喝，那小滋味可太舒服了。陆小西没他这么大胆，靠着墙壁小口小口的吃，辣椒很多油，吃的嘴上都是油腻腻的，一边吃一边擦嘴。女孩子在外面就是要矜持，若是放开了吃，被别人看到估计都要吓跑了。等他吃到一半的时候，李牧都已经吃完了，抬头大口的灌可乐。雨越下越大，连去午休圣地的机会都没有了。连着几天太阳，谁也没想到今天会突然下雨。诺，耳机，这个怎么连上手机？这样，然后那样，懂了没？好像连上了，放首歌听听。陆小西把另一边耳机递给李牧，悠扬婉转的音乐响起，是带点忧伤的曲子，音乐品味不错。李牧连连称赞。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是个宅宅啊？歌单里一堆萌系歌曲，我就玩游戏玩多点，怎么就宅了？高中毕业都没见你出过门，不是宅宅是什么？第31章，小西姐姐喜欢木哥哥。李牧一时间哑口无言。高中毕业本想出去打工，工没打成还伤到脚，最后才选择当小说写手。那段时间里确实没怎么出门，动漫这些也没少看，顶多算半个宅宅。当宅宅也没什么不好，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社交，自己的时间充分利用，李牧还是挺喜欢的。你在家还不是天天追剧？你难道不是宅宅吗？你怎么知道我天天追剧？我天天出去玩，我怎么没看见？你天天在家，你怎么看得见？那你怎么知道我天天在家？李牧和他较上劲了。两人的不对付不是1天2天了，以前就没少在老家吵起来，周围的邻居总是喜闻乐见的看着。我出门经常碰见苏阿姨，苏阿姨都忍不住跟我吐槽了，说你天天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干什么，她怀疑你网恋被甩了，还让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呢。陆小西理直气壮，他说的可都是真的。这雨什么时候停啊？别想岔开话题。下午的时候，雨依旧没有停下的迹象，两人哪也去不了，军训也没再继续。一直到放学时间，班级群才传来今日军训取消的消息。想回去了，我也是。两人坐了3、4个小时，屁股都疼了。咱俩撑伞回去吧，公交站就在外面而已，到了那里就安全了。李牧提议。不要，淋雨很容易感冒的，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了，还不如回去赶紧洗澡呢。陆小西虽然没说话，但已经站起身，拿出了小雨伞。你撑伞。于是大雨磅礴之下，一把小粉伞在风中前行。小粉伞实在太小了，李牧一个人都难撑，更别说现在还多了个陆小西。为了不淋到雨，陆小西只能站李牧前面，这样也就导致了李牧走路踉踉跄跄的，一个不小心就把陆小西的鞋踩脱了，露出小白袜。以此反复，小白袜都被染成小黄袜了。我也没办法呀，反正都要洗。陆小西干脆不管他了，就是站在这个笨蛋前面，感觉好怪好怪，走得慢了，后面的暖炉就会贴到他的后背。闻着前面小小只的秀发，李牧心里挠挠的，后背被雨水打湿也浑不在意。长途跋涉，终于回到小区。李牧全身湿得差不多了，但陆小西还是干干净净的，除了鞋子有些湿，并无大碍。陆小西的白袜两边有一个小蝴蝶印花，袜子小小一双，挂在阳台上，还有点可爱。和自己的袜子对比一下，感觉陆小西的脚还没他手掌大呢。要不我送你一双？陆小西叉着腰，脸色很不好看。白袜子本来就不耐脏，又被李牧踩成黄袜子，洗干净要费好大一阵功夫，手都泡出褶皱了。李牧还盯着他的袜子看，那眼神色眯眯的，真不知羞。有脚气吗？你想死啊？陆小西手指沾水弹。别，飞眼睛里了，跟个小孩子似的。女孩子本来就爱干净，李牧洗完澡后，他也洗了一次。看了一眼时间，穿着拖鞋啪嗒啪的出了门，带着夏圆圆回来。夏圆圆也是刚放学，可爱的丸子头有些歪了，陆小西就帮她扎好。陆小西好像一直都是散着头发，只有下厨房的时候会绑一个简单的马尾。你什么时候会绑这种头发的？一直都会啊，小学时候的头发都是我自己绑的。李牧捏着下巴，
回忆起小学时期的陆小西，那个喜欢扎小马尾，整天黏在自己身边的小女孩，跑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她就喜欢抓住陆小西的头发当把手玩。每次把陆小西的头发弄乱了，陆小西就又哭又闹。当他帮陆小西扎好头发的时候，陆小西就又笑嘻嘻的，哪怕扎的头发乱糟糟的。女人真是多变的生物。你怎么现在不绑了？比起散落的短发，李牧还是觉得厨房里的陆小西更可爱一点。懒得绑了，反正我头发才到肩膀，绑不绑没什么影响。影响到我眼睛了，那请你闭上眼吧，李牧同学。有发绳吗？我给你秀一手。你还会扎头发？陆小西心里猛地一沉，这个家伙怎么会扎头发？是帮其他女生绑过吗？以前帮你扎过的，你懂的。鸡窝头也算扎头发。听到这话，陆小西反倒是松了一口气。怎么不算呢？你最好真的会绑。陆小西拿出了一个黑色发绳抛给李牧，他倒要看看李牧要整什么幺蛾子。要是弄出个鸡窝头，他肯定要打死这个家伙。李牧接过，拍拍旁边的位置，示意他坐下，盘起陆小西的头发，清香扑鼻，是洗头水的味道。他的手法有些生疏，只能按着以前的记忆去下手，尽管小心翼翼，但还是不小心扯到女孩的头发。陆小西背对着他，脸都红了。他和李牧的关系已经好到能帮忙扎头发了吗？少女整个人都凌乱了，身体绷紧，微微发颤。李牧的手热热的，偶尔会碰到她的后颈，酥酥麻麻的感觉让少女有些上头。小时候那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好像现在帮她绑头发的不是现在的笨蛋李牧，而是小时候那个单纯可爱带着她四处晃悠的李牧哥哥。思维开始发散，如果李牧变成了小时候那可爱憨憨的样子，他估计会觉醒某种姐姐属性，抱着小小李牧一顿亲亲抱抱吧。毕竟小李牧是非常可爱的。夏圆圆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疑惑的看着他的小西姐。恍惚间，他好像明白了什么。脸红等于害羞，害羞等于喜欢。根据他和妈妈一起看恋爱电视剧多年的经验来看，小西姐喜欢牧哥哥。夏圆圆正在进行一场脑瓜风暴。第32章梳头发。少女头发很柔顺，但在李牧的神之一手操控下，也没那么柔顺了。绑这个小马尾用了2分钟，李牧得意的看着自己的史诗巨作，满意的点点头，请叫他李艺术家牧。夏圆圆拿着镜子到陆小西面前，刚吹干的秀发在李牧的一顿操作下乱七八糟的，马尾绑好了，但也只有一小撮，周围很多发丝，很多翘起来的毛毛也没有处理。这一刻，陆小西的小拳头硬了。怎么样，还不错吧？不错你个头，头发都弄乱了。陆小西摘下发绳，乱作一团的头发散落下来，还有许多交织在一起的头发，看着乱糟糟的，真的成鸡窝了。我感觉挺可爱的，乱乱的像刚睡醒一样。刚睡醒就是懵懵懂懂的样子，很可爱。陆小西扁着嘴，脸上的红晕更显几分。李牧这是说自己可爱吗？可恶的李牧，就知道说这种让人害羞的话，恶心恶心。我放桌上的梳子呢？我上次拿来挠身体了，我找找啊。你不要拿我的梳子做奇怪的事情啊。可是梳子挠身体真的很舒服。李牧在沙发的夹缝中找到了一把粉色塑料梳子，拍了拍上面的灰尘，我帮你梳。梳头发也是一门手艺，别以为就是从上往下梳直了就行，相信我好吧。李牧把玩着秀发，从发根到发尾梳下来。陆小西的头发很柔顺，乱糟糟的一梳子下去就直了。梳头发不可避免的就要上手，他的手经常从少女雪白的脖梗划过，那种从未体验过的触感让他有点上头。少女的脖子肌肤白皙细腻，如同白玉雕刻，线条柔滑，还有许多小绒毛，让人不禁想要吻上去。如果他真的亲了一口的话，估计陆小西就要打死他了。从他的视角能看见少女头顶，有时候能看见一小片头皮，他就抓起来拿到陆小西的面前。你看，好大一块头皮。那又怎样？没事，就是想让你看看你的头皮。头发被大手顺来顺去，颇为舒服。少女慵懒地发出一声小猫似的嘤鸣。李牧的手都有头发的香味了，放到鼻子前嗅一下，心旷神怡。你好恶心！大口吸气的声音让陆小西猛地挺直了腰板，鸡皮疙瘩起来了。他以为某人在闻他的头发，闻他的脖子。李牧怎么这么大胆啊？今天敢闻头发，明天就敢闻衣服，后天就敢闻身体，大后天怎样他都不敢想。陆小西气呼呼地转身，双手挠李牧的痒痒肉，让这个大变态乱闻。可能是李牧的皮太厚了，挠痒痒肉的效果并不好。当李牧反击的时候，陆小西就败下阵来，捂着腰间狼狈地躺在沙发上大喘气，脸上的红晕更盛。这样的嬉闹难免会有些肢体接触，少女的香味萦绕在鼻尖，挠她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少女腰间的娇软。李牧是个纯粹的阳光开朗大男孩，可耻的有了某种反应。李牧手肘撑着膝盖，双手合起来遮住嘴巴，脸色淡漠，身体前倾，是那种霸道总裁的坐姿。陆小西气笑了，刚刚还挠他呢，这回开始装正经了。少女察觉不到某人的异常，没好气地踹了一脚某人，纹丝不动，
又踹了一脚。但这次没这么好运了，李牧直接抓住了他白皙的脚踝，捏了一把又快速松手。好臭！你的脚才臭！你有脚气，灰指甲，甲沟炎，脚趾发黄，指甲里全是泥，反正你的脚最臭。陆小西羞恼极了，想踹死这个家伙，又怕再被抓住小脚，怯怯地收了回来。沉默片刻，又闻闻自己的脚，少女都是香香的，根本没有味道好吧。就这样躺了几分钟，陆小西的心跳已经恢复平静，脸上的红晕也褪去大半。陆小西冷哼一声，起身去洗水果了。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刚才那一幕，脸蛋又红了，现在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些动作有多亲密，明明两人都不是小孩子了，但他好像并不排斥呢。少女用气气的手拍拍脸，缓解了脸上的滚烫，再烫下去就要成傻瓜少女了。这会的某人已经在打游戏了，而夏圆圆就在旁边探头看他玩游戏。李牧这家伙以后肯定不会带孩子。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危险的时候爸爸最安全，安全的时候爸爸最危险。他招呼夏圆圆坐到自己身边，喂一颗圣女果，就捏捏脸。夏圆圆成了他的专属捏脸娃娃，夏圆圆也不反抗，任由陆小西捏着，大眼睛咕噜咕噜的转，仔细看看旁边的姐姐，又看看那边的哥哥，最后把视线停留在了作业本上。本来想过来写作业的，现在倒好一个字都没动。给我也吃一颗，自己下去买。李牧人傻了，区别对待不要太明显。话虽如此，李牧还是厚着脸皮去拿了好几个果子，一口塞进嘴里，大口大口的吃。军训完放假你回去吗？肯定回啊，今年中秋和国庆一起放假呢。今年的假期比较特殊，中秋国庆连着放8天，大学不像高中那样会调休霸占假期，有多少天放多少天，如果放假前一天没有课的话，那就多了1天假期。李牧侧躺在沙发上，用着一种奇怪的姿势玩手机。那你的家教怎么办？电脑什么时候买？我会跟夏姐说明的啦，电脑不急，等家教开始拿到工资再说。要不我借点给你？你有很多钱吗？陆小西用余光瞥他一眼，教夏圆圆计算数学公式。还好吧，加上没发的稿费，15000肯定有了。多少？15000。李牧语气平淡，还是算了，反正电脑也不急。李牧也没再说什么，并没有为让陆小西带猫耳朵计划的泡汤而感到难过。他知道陆小西本来就很要强，自己能办到的事情很少会麻烦别人，更何况还是借钱这种相当于欠人情的事情。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没抱太大希望。时间来到8点，雨依旧没有停下，陆小西不得不去做饭了，拜托李牧帮忙看着夏圆圆。看小孩这种事情，李牧不说最擅长，但也绝对不差。他打开了电脑的小游戏网站，找了一些双人游戏，夏圆圆也是个贪玩鬼，很自然的就凑了过来。现在的时代，小孩都是玩手机游戏的多，什么王者荣耀和兔精英。第一次玩到小游戏的夏圆圆兴奋极了，和李牧一人一半键盘乐呵呵的玩了起来。厨房里的陆小西系着一个小马尾，比李牧绑得好看多了，围裙并不能展示出她的身材，锅里的菜也没留住她的视线，她总是不动声色往大厅看，也不知道是看夏圆圆还是看李牧。不知道夏姐什么时候回来，陆小西煮多了些饭，反正夏圆圆一个小孩子也吃不了多少米。晚餐就是普通的家常菜，吃完后陆小西便开始辅导夏圆圆写作业。夏圆圆的数学和语文还可以，就是英语太差劲了些。书的单词怎么拼？ BOK。 尺子呢？ RULER。 铅笔 PE。 夏圆圆支支吾吾，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不得已向李牧投去求救的目光。李牧对了对口型，这些简单的单词他还是知道的。 PNCIL。 1次2次还好，很快陆小西就发现了端倪，每当背不出来的时候，夏圆圆就会看看旁边的李牧，他质疑的眼神在两人之间来回转换。看向李牧的时候，李牧就转头吹起口哨，看向夏圆圆的时候，夏圆圆也想吹口哨，但小女孩哪会这些东西，只能嘟着嘴吹风。陆小西一阵好笑，这个房间里有2个幼稚鬼，他不说是谁。第33章，你今天怎么不穿袜子？9月末，军训的最后一天必然是军训汇演，届时不管是老师还是校长，亦或者是部队的总教官都会到齐。山大的军训也就那样，除了军姿还是军姿，唯一能看的也就全是帅哥的护旗队了。军训汇演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学姐来看看。一些学姐看到护旗队出来的时候，忍不住拿手机出来拍照。很快表白墙就多出了许许多多表白护旗队第几行第几列男生的帖子。汇演结束后，林生一直跟在李牧身后唠叨：你看你看，你上表白墙了，牧哥能不能传授一点变帅的技巧给我？牧哥你等会。李牧啧啧2声，不胜其烦：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当然这都是胡编乱造的，以上的4点他只能做到最后一点，但这并不妨碍他帅啊，谁让自家老爸老妈基因好呢？老杨呢？老杨不和你一起？老杨军训结束陪女朋友去了。话说牧哥，你放假回家不？
不回陪我去网吧玩游戏吧。中秋你都不回去？回去一趟要换乘高铁、地铁、公交车、出租车，来回一趟900多块钱，还不如不回呢。那挺可惜，我已经买好票了。汇演结束后就是2天周末，其次是中秋国庆大长假，可谓是大满堂了。这种长假的车票最难寻，李牧和陆小西也是挂了很久的候补才选上。只要买票的时候勾选多个乘车人，很大概率会分配到连坐票。李牧就是运用了这个小技巧，加上一点点好运，才能在一票难求的假期高铁票中买到 DF 连坐。李牧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浑身清爽多了。李牧同学是刚从非洲留学回来吗？陆小西正在打扫大厅，两人站一块，基本是2个肤色。李牧的皮肤变成了偏黑的小麦色，陆小西还是白白净净的。我建议你买好一点的防晒霜，再好的防晒霜也顶不住军训一直晒啊。你帮我扫一下房间呗。懒鬼，自己扫。陆小西嘟嘟囔囔打开了李牧的房门，心跳开始加速，生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这是他第3次进李牧的房间，上一次还是半个月前看李牧小说的时候。房间和他想象中的一样乱糟糟的，台上有些糖果包装和空瓶子，衣服随意的丢在床上，床下还有放袜子的小箱。我忧了，李牧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卫生啊？最起码别乱丢袜子行不行？什么乱丢？洗过的。李牧在大厅回了一句。你的房间好脏啊。奶呢？不就是糖的袋子没及时丢吗？那也够脏了。李牧的房间客观来说并不脏，没有异味，也没有污垢，只是一些垃圾袋没放到该放的位置，但在陆小西这个爱整理的少女眼中就显得十分脏乱差了。陆小西帮他简单的扫了一下地板，把垃圾全部丢掉，把床头的抽纸放到桌子上，又看到了床上的衣服，轻叹一口气，帮他把衣服叠好，放在枕头的旁边。好在内裤什么的没有放在床上，不然他肯定要说李牧是大变态了。你烧水干嘛？泡枸杞？这么快就开始养生了？陆小西鄙夷，听说某养生大师才活到了40岁，与其吃补品，不如少熬夜多睡觉呢。李牧看上去这么健康，竟然要枸杞水。听说枸杞对男性那方面还有一定的好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李牧是不是要交女朋友了？开始注意调整身体。一想到李牧有可能和其他女孩子搂搂抱抱，陆小西就感觉心里闷了一口气，堵堵的。枸杞美白啊，你刚才不还说我黑来着，总不能一直黑下去吧？那就好。好什么？没什么。两人的车票时间定在下午。你就带这么点东西吗？陆小西提了一个小行李箱，还背着一个小挎包，而李牧只有一个大黑书包，扁扁的。这么一对比，他带的东西好像有点多的样子。就带了台电脑，衣服什么的，穿家里那些旧的就好了。李牧掂量掂量了书包的重量，对他来说还是太轻了。一杯芋泥波波，我帮你拿行李箱。好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请我喝？陆小西同学，你什么时候变傻的？李牧仔细斟酌了一下刚才说的话，没啥问题。陆小西究竟是怎么理解成自己要请他喝奶茶，还要帮他拿行李的？不用了，都是些衣服，不重的。好吧，那你请我喝杨枝甘露就好了。拿着，陆小西把行李箱推给这个讨厌的家伙，确认好煤气、空调什么的都关了。李牧又把电闸给拉上，锁上门窗，这才出门。少女穿着米色内衬搭配茶色7分裤，外边是一件蓝色的小外套。李牧跟在后面就盯着少女的脚看。你今天怎么不穿袜子？你能不能别乱看啊？小心我告诉阿姨说你偷看我。我什么时候偷看你？刚才我明明是光明正大的看。李牧理不直气也壮。那我告诉阿姨，你用涩涩的眼神盯着我的脚看。嗨嗨，那我不看了还不行吗？从8楼下到1楼，跟张叔打了招呼，出了小区。李牧又开始盯着陆小西的脚看。陆小西的脚很小巧，就连5个指头都是粉嫩嫩的，之前他还抓过来着。他还是有点在意。你今天怎么不穿袜子？小心我告诉阿姨，你用涩涩的眼神盯着我的脚看。陆小西直接跳过扯皮的流程，终结了对话。明明身后有一个人，但一直不说话，感觉怪怪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陌生人呢。我不是没穿袜子，穿的短袜，外面看不出来的。身后的某人还是没说话。陆小西有些郁闷的回头，这个可恶的家伙竟然戴耳机了。你也要？李牧抬头摘下一个耳机，缓缓道：要。两人在附近买了2杯奶茶。陆小西还是给李牧买了芋泥波波，而自己买了金桔柠檬。无关价格，比起奶茶类，少女还是喜欢这种水果类的饮品。第34章，你们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好呢。长途跋涉后，两人终于来到火车站。每逢假日，车站到处都是人挤人。好不容易过了安检，挤进了车站内，找到相邻的空位置坐下，静候他们的列车检票。坏了！李牧冷不丁地叫了一声。怎么了？我的枸杞水忘记喝了。不喝就不喝呗，早喝早白啊。回去我把美白霜借你用用。陆小西侧头看他，李牧的皮肤呈现出小麦色，与黑沾不上，
但相比之前确实深了点。和别人不一样，同样的肤色在别人的身上就会显得很老，而李牧却恰恰相反，反而显得更有活力了，平添一股野性美。以前的李牧笑起来是俊逸，现在的李牧笑起来就是阳光开朗，这一切都得归咎于李牧的颜值实在是太能打了。李牧今天就穿了普通的短袖和长裤，说不上什么打扮，但还是帅帅的。陆小西有点颜控，李牧属于是长在了他的审美上，从小到大都是。长这么好看干嘛？不知道以后要霍霍多少女孩子。少女收回视线，不敢再看他。我们是不是还要等半个小时呀？提早15分钟检票，排队估计会更早，再等10来分钟就行了。李牧笑道，为了防止迟到，早点出门是很必要的，迟到了，想买到一起的票就难了。哦，陆小西还不太熟动车检票之类的规矩，在这种事情上只能跟在李牧后边。你怎么突然细心起来了？如果迟到了，别说一起坐了，连票都难买。你知道我能买连坐票牺牲了多少运气吗？为什么一定要买连坐票啊？还不是为了照顾你，要是你旁边坐了个大汉或者黑人，我看你怎么办。他就是想和陆小西坐一起，这点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3个小时的车程，可以和陆小西小声聊天，一起听歌，把脚放到他那边，就算陆小西掐他软肉也无所谓。陆小西微低着头，小声哦了一声，头发刚好遮住脸，看不清他的表情，隐约能见其嘴角微扬。李牧是不是想坐在我旁边呀？嘻嘻，这样的李牧暖暖的。少女心里甜滋滋的，一个视频电话打断了她乱飞的思绪。她和李牧对视一眼，摘下耳机。妈，小西啊，我们到家了，你们准备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的车？一会爸爸妈妈去接你。手机的女人和陆小西有几分相似，看上去不过34、5，实则已经40岁了，风韵犹存，脸上的笑容温文尔雅。陆小西这样的美人胚子继承了她母亲的优良基因，两人走在一起不似母女，更似姐妹。下午7点钟这样子，你们不来接也可以啊，我会搭公交车回去，反正也很近。现在你是和李牧在一起吗？少女点点头，戳戳身旁某人的肩膀，我妈叫你。阿姨好。李牧突然正经起来，忽然有种见岳母的感觉。电话那头的女人见到李牧也是愣了愣。李牧被掳了？哎，你们这几天相处的怎么样？阿姨，陆小西天天欺负我。李牧恶人先告状。少女一惊，立马反驳，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要不要脸啊，李牧同学。气不过，他又掐了一下李牧的手，但李牧的手是有肌肉的，即使用力也掐不疼他。阿姨你看，死疼疼疼。哈哈，看来你们关系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呢，这几年我还以为你们绝交了，关系一点都不好。两人异口同声，得，洗不白了。电话那头的女人掩嘴偷笑，乐开了花。明明是两个关系很要好的青梅竹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之间的联系就变少了。高中的时候几乎连交流都没有，两家一起吃饭也都是快快吃完，留下一句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就飞速离场。两家的家长都不是傻子，早就发现了端倪，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小孩子的事情交给小孩子处理。提出一起住一起走读的时候，还怕两人不同意呢，没想到双方都同意了。作为父母，他自然乐意看到两个小孩和睦相处的样子。好，到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一会爸妈开车去接你们，就先这样了啊。妈妈拜拜。拜拜。对面女人笑着挂了电话。妈妈拜拜。李牧学着刚才陆小西的语气，鹦鹉学舌，你想死啊？等会我就跟阿姨说你欺负我。你滚滚滚。以前都是陆小西拿他妈妈做盾牌，一言不合就要告状，把他吃得死死的。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他告状了。这种有靠山的感觉还是很奇妙的。他忽然懂为什么陆小西喜欢把告诉苏阿姨挂嘴边了。候车检票进站，两人的座位是相邻的 DF 座，陆小西坐在靠窗边，李牧坐在过道边。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有行李，陆小西的行李也只有一个小箱。箱子放我这吧。你这么好心。陆小西鄙夷地把小箱子移过去。绅士是这样的。李牧露出大白牙，把小箱子夹在两脚中间，然后一只脚伸到陆小西那边，有理有据地霸占他的生存空间。陆小西没管他，要了一边耳机戴上，矜持地并拢双腿。他穿的7分裤，也不怕李牧蹭他，任由李牧伸过来。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旁边传来了零食袋打开的声音。李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巧克力，吃得津津有味。陆小西没搭理他，但巧克力那股甜腻腻的味道还是让他的唾液加快了分泌速度。他依然看着车窗，悄悄用鞋尖蹭蹭李牧的鞋子。见李牧没反应，他又蹭了蹭。5块钱一片。李牧轻声说道。这么小一片5块钱，你趁火打劫呀？陆小西冷笑，小巧的手向李牧伸过去。没了。那这个是什么？陆小西指着李牧裤带上凸起的一小块。5块钱一片的已经没了，这个是3块钱一片的。你说的对，但现在它是免费的了。别掏。
第35章，可以买电脑了。3个小时车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下了车站，李牧直接伸了个大懒腰。上午方才进行军训汇演，中午洗澡又没来得及休息，饶是睡了7个小时的他也不由得犯困。刚才在车上他小睡了会，也不知道打没打呼噜。他脸皮再厚，在这么多人的车厢里打呼噜这种事，想想还是感觉很社死。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和认识的人连坐的诸多好处了。打呼噜的话，肯定会被连坐的朋友叫醒的，对吧，陆小西？对什么？陆小西大眼睛里充满了疑惑。这个家伙在车上张着嘴睡着了，一下车站就莫名其妙的来了这么一句：没什么，你爸的车呢？好像还没到，我们先去前面的公交站等着吧。好。小县城还保留着摩托车、3轮车载人的生意。短短100米的距离，就有不下20个摩托车大叔和3轮车大婶问他们搭不搭车。李牧以前搭过之类的摩托车，10块钱一次，估计还算便宜。但现在出租车盛行，这些生意很快就没落了。很多小贩会在游客居多的地方摆摊，现在才7点钟，还不是商贩最活跃的时候，只有一些卖糖水的小车在招揽客人。很快就有一辆黑色小车来接他们。陆小西的爸妈都来了，他和陆小西只能坐在后座，4人一路畅聊。小木要不要来陆叔叔家吃饭？下次吧，今晚我家也准备了大餐呢。那好吧，有空常找小西玩啊。妈，快进去了。秦阿姨被陆小西推搡着进了房门，关门之前，陆小西还冲李牧做了个恶狠狠的表情。一回到家，自家老妈就热情地拉着他坐到了饭桌上。菜的卖相很好，但味道李牧可不敢恭维，自家老妈的厨艺怎么样他还是知道的。但老妈无比期盼的眼神让他不得不吃了2大碗，然后飞快的洗澡，缩回房间窝着。怀念陆小西手艺的第一天，明天就厚着脸皮去陆小西家蹭饭好了。不过陆小西爸妈在家，必须得想个完美的蹭饭理由才行，总不能说自家老妈做饭太难吃了吧。要真这么说，陆叔叔秦阿姨只会相视一笑，但陆小西这妮子肯定会告诉自家老妈，然后迎接她的就是一顿毒打，搞不好自家老爸还会趁机踹她2脚。陆小西他最懂了，等会他的脑子里怎么全是陆小西？在学校那边2人住一块，经常想到对方也就算了，可现在在家里，这可是他的地盘，怎么还想着陆小西呢？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李牧赶紧摇摇头，甩掉了脑海中的青涩少女。他的手机忽然亮了，收到陆小猪的微信消息。陆小猪，李笨蛋，你要睡觉了？陆小猪，没，我刚跟我爸妈说买电脑的事情了，他们说直接帮我出钱，不用我干家教了。李笨蛋，那你的家教不干了？陆小猪，干啊，兼职嘛不影响的，一会教我选电脑。李笨蛋，你不是说买电脑不急吗？疑惑。陆小猪，中秋好多电脑品牌打折降价699，还送键鼠和电脑包哎。呲牙笑。李笨蛋，上次让你发预算给我，你还没发呢，流汗。想了想，李牧又把这条消息撤回了。陆小猪，我看见了。李笨蛋，那我去你家找你，还是你来我家找我？陆小猪，想得美，晚点下去聊。李牧还想借着这个机会去陆小西家里玩玩来着。他有多久没进过陆小西的家了？已经不记得了，今年没怎么进过，倒是陆小西3个月前还来他家吃饭。晚点的时候，陆小西敲了敲门，李牧踩着拖鞋啪嗒啪嗒的走到门边，趴在猫眼上看。少女应该是刚洗完澡，穿着粉色短袖和短裤，短裤是底边毛茸茸的类型，纤细的恰到好处的双腿露出大片雪白。少女踩着一双机械猫拖鞋，鞋尖向内，娇憨可掬，静静站着等某人开门。来者何方妖孽？者何方妖孽？何方妖孽？孽！李牧故意夹着嗓子说话，刻意模仿了《西游记》里那些神仙大佛的粗犷音。快点出来！陆小西被逗乐了，这个家伙是长不大的吗？小时候经常这样，现在还这样，真是幼稚鬼。我数3个数，3、2、1。陆小西嘴角抽抽，张嘴就要数0.9的时候，门打开了。李牧也是一身休闲装，对于男生来说，常服就是睡衣。急什么？上个厕所都不给。李牧虽然嘴上抱怨，但脸上却是笑嘻嘻的，一天不让陆小西气一气，他浑身不舒坦。都说笑一笑可以多活5秒钟，陆小西一生气他就想笑，岂不是陆小西一直生气，他就可以实现长生不老了？你3秒钟就上完厕所了？没，现在去上。你这家伙！1分钟后，李牧神清气爽地从厕所出来，顺带从冰箱里拿了2瓶饮料。诺，洗手了没？洗了，你瞅瞅，还是湿的呢。恶心。2人乘坐电梯下去。老小区的好处就是邻里之间都是相互认识的。小区下面很多大爷大妈坐着聊天，组成一支强大的情报军队。小区哪里多了棵草都知道。下电梯的时候，2人就要跟一群大爷大妈打招呼。
有些老人说话就是直说他们两个人很般配，李牧陆小西又得费口舌去反驳，把从小到大的事情都搬出来证明两人的不对付，引得几个老人哈哈大笑。球场是一直开着灯的，很多中年妇女喜欢在这里跳广场舞。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些大娘并没有霸占球场的位置，找了块有光的地方，成群结队的跳舞。除了声音有点大，倒也没什么。他们就在球场不远处的一个小亭子里坐下，离得这么远，还能听到大妈们的广场乐。那不是你爸妈吗？他们吃完饭就下来打羽毛球了。陆小西虽然有点近视，但并没有戴眼镜的习惯，只能眯眼去看球场。好一阵才看到两个熟悉的人在打羽毛球。不是买电脑吗？为什么不在上面说，还得跑到这种地方，蚊子多得要死。陆小西也想知道为什么。明明在学校那边住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让他一个进李牧的家，还是感觉怪紧张的。在学校那边，他交了房租的，是以房客的身份住在那里，但这边他又该以什么身份进李牧的家中呢？邻居、同学、朋友、青梅竹马，还是其他什么的关系？反正他就是紧张。那是李牧的家，完完全全属于李牧的，进去的话就感觉他和李牧关系很好一样。第36章，晚安。一番交谈下来，根据陆小西提供的7、8千的预算，很快就选好了几台电脑。这台性价比很高，但是售后不太好。李牧一边说着，一边打开小破站找相关电脑的视频讲解给他看。他虽然不是专业的，但讲的和视频里的差不多，分析的面面俱到。陆小西横着手机看视频，时不时点一下头，发出恍然大悟的哦哦声，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懂。他知道陆小西什么情况，几乎没怎么玩过电脑，所以刚才的讲解大概也是白费力气了。手机被陆小西拿着，他的手无处安放，就开始抠石桌上刻着的围棋盘，用树枝清理上面的灰尘。这个围棋盘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存在了，当时他们不会下围棋，就拿来下五子棋，把树枝树叶弄成一段一段的，当做黑白棋子。陆小西每次都吵吵嚷嚷要拿树叶呢。下棋的时候，李牧基本都是赢的，当然并不是他有多厉害，而是那时的陆小西呆萌的。李牧感觉快要输的时候，就指着树上说有屎壳郎或者大甲虫，每次都能把陆小西忽悠得一愣的，然后他就趁着这个时间偷偷把棋子调换，屡试不爽。以前输了可是有惩罚的，他每次都会抹一点泥土在陆小西嫩的脸上，然后一顿揉搓，嘲笑他是只小花猫，好几次都把陆小西逗哭了。最后回家被父母教训一顿，狼狈的去陆小西家登门道歉，第二天又粘在一块。自己以前有这么坏吗？李牧没来由的发出一阵浅笑，似乎眼前看着手机的不是美少女陆小西，而是以前那只憨态可掬的陆小猪，而他也不是痞痞的李牧，而是以前精明滑头的李牧哥哥。时间具有重复性，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在重复迭代，从建国到发展到强盛，最后灭国，直至新的帝国再起，以此循环。而他时隔10数年再度和陆小西坐在这饱经风霜的凉亭下，再一次坐在了棋盘的对立面，这便是他和陆小西的时间重复节点。他有些异动，看向陆小西的眼神多了丝言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看懂了没？李牧枕着手看他，等视频差不多播放完了，柔声问道。懂了。你想要哪台？陆小西尴尬的摇摇头。他懂了吗？如懂。什么显卡内存 CPU 对于不懂电脑的少女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再看下去脑子都要绕晕了。眼看着陆小西的眼睛就要变成漩涡了，李牧又耐心的给陆小西讲了一下，最后敲定了3台机器，让陆小西在上面选一台。这台是不是你那台？陆小西指着其中一台电脑，感觉有些眼熟，好像李牧现在就是用这台。李牧一瞧，眼光不错，你现在看的这台和我那台外表差不多，但配置比我那台要高，我的电脑毕竟是2年前的机子了。那就要这台吧。这台比较重，拿着上课上下跑可能不方便，这个价位你可以有更多选择，我可以陪你再看一下其他的。你帮我拿不行吗？信不信我在你电脑上下2345全家桶，还有361全家桶，再来10个传奇游戏。那是什么？陆小西歪歪头，听着好像很牛逼的样子。没啥。他明知道陆小西不懂这些的，还是忍不住想逗逗他。那我下单了。你说话怎么怪怪的？陆小西抬眼看他，便看见李牧一副温柔浅笑的看着他，月光洒在他的脸上，他的心跳忽地漏了半拍。今天心情好？抽中皮肤了？没啊，就心情好。陆小西别过脸，感觉脸上又开始热了，忽然发现手上还拿着某人的手机，心中冷笑，也不管他同不同意，就光明正大的看。刚才锁屏了，陆小西尝试输入了一下李牧的生日，密码错误，又输入他 QQ 号的前6位数，手机锁屏就解开了。李牧是2个密码用到底的人，不是生日就是 QQ 号前6位，也许支付密码和银行卡密码也是这2个，一点都不细心，万一被别人知道了，有的他哭的。擅自查看他人隐私是不好的行为，打开手机锁屏的时候，
陆小西把手机转过去给李牧看，发现李牧并没有要制止他的意思，他就当是李牧默认给他看手机了。心思逐渐活跃起来，直接打开李牧的 QQ 开始。QQ 才是李牧用来聊天的主要平台，看了一眼聊天界面，很多游戏群聊，找最近的聊天记录，发现都是一些开黑的网友，名字也是千奇百怪的，什么无敌暴龙战神、翻豆花园胡英俊都有，也有用漂亮女生图片当头像的，但也只是简单的聊了几句，后面就没了联系。他搜索了自己的 QQ， 因为太久不聊天，已经刷不出消息记录了，但陆小猪的备注还保存着。李牧的微信小号有400多条未读消息，陆小西感觉自己抓到了李牧的命脉。点进去一看，全是公众号消息，微信运动都有99加条消息，真正聊天的很少。他看见了班上的一些女生给他发消息，有些女生想和他认识一下，有些女生听说他很厉害，想一起玩游戏，但李牧都没回他们。聊天界面右边还有一个红色的小点呢，这个家伙真的这么老实？看完了没？没，我要看你的浏览器了。陆小西眼睛瞪大大的，反衬出一丝月色，很是好看。听到浏览器3个字，李牧先是一惊，赶紧回忆了一下自己最近的搜索记录，一想到自己开了无痕浏览，顿时就放松了。随便看。陆小西说到做到，真的看了李牧的浏览器记录。他可是知道的，男生会进一些不健康的小网站，如果李牧被他抓到，他一定要狠狠地做文章，拿这件事威胁李牧对他言听计从。可惜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竟然感觉有些失望。不能让李牧给他端茶倒水了。看完了吧？看完了，那就还我。哦，要不来下一次五子棋？神经吧你，大晚上下棋？好久没玩过了。诺。李牧随手捡了些树枝和树叶，把树叶放到陆小西那边，用手机的手电筒照亮，掰下一小块树枝放在棋盘的最中间。幼稚鬼，陆小西小声嘀咕，撕下一小块树叶下在树枝的旁边。等李牧下了3个树枝的时候，他就赌一头；李牧下第4个树枝的时候，他就能把2头都堵住。他不太会五子棋，只知道不能让李牧连成5个树枝，每次有3个连成一条直线的时候，他就开始堵李牧。久而久之，李牧的树枝堆积在一起的越来越多，很快就出现了死局。不管陆小西下在哪里，他都有另一条线连成5个子。陆小猪同学还是这么菜鸡呢？不玩了。陆小西气鼓鼓地往棋盘上吹气，树枝树叶全部吹到李牧的身上。等会，我拍一下。李牧举起手机，对着月亮拍了一张。明天才是中秋节，15的月亮16圆，要拍也是后天再拍吧。话是这样说，但陆小西也拿出了手机，对着天空拍照。他们的手机像素都不高，放大5倍更模糊了，阴暗的天空只能拍出亮亮的一个点，毫无艺术气息，却又充满了艺术气息。少女背着手走在前面，他就跟在后面，看着少女交织的小手。以前都是陆小西跟着他，现在却是他跟着陆小西。回去没？我有点困了。陆小西打了个哈欠，揉揉眼角，看起来是真困了。回呗，又没人拦着你。那你还拉着我下棋，这不是怀念吗？刚才想到小时候的事情去了。李牧同学既然怀念以前的事情呢，该不会是对以前的事情念念不忘吧？陆小西掩嘴，小表情十分丰富，有鄙夷，有诧异，有窃笑，但这都是装出来的。我一直觉得你看人挺准的。你今晚好怪啊，吃错药了。我妈做的菜，你懂的。噗哈哈哈，你敢嫌弃苏阿姨的菜，我要告诉苏阿姨，你等着挨训吧。一路上吵吵闹闹的，原先的情报网大妈大爷已经回去了，运动场也只剩下几个老人在散步。2人站在自家门口，陆小西忽然叫住他。陆小西门也不关，啪嗒啪嗒的跑了进去，又啪嗒啪嗒的跑了出来，手上多了一个小月饼。给你的，你明天才能吃。5仁馅你也拿得出手？李牧瞅瞅中间的字，一脸嫌弃，有没有蛋黄的？就你是多。陆小西又跑回去拿了一个蛋黄莲蓉，明天才能吃。那我是不是也该回点东西？李牧说着也回去拿了2个5仁月饼。我不吃5仁，5仁料多，吃了嘎嘎好。有哈密瓜的吗？没有，就你是多。陆小西拳头硬了，刚想往李牧身上招呼，李牧好似预料到一般，直接关上门躲起来了。有气没触发，陆小西感觉要憋出内伤了，明天见到李牧必须给他2拳才能消气。爸妈已经睡觉了。李牧回到房间，直接躺在床上，只有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他给手机充上电，打开了微信界面，等陆小西给他发句号。等了几分钟，有些无聊了，他就点进陆小西的朋友圈。陆小西并不经常发朋友圈，一年也就10来条，只有发生重大事件才会发，如上次的出远门，亦或者是和他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去广场都发了。这短短1个月发朋友圈的次数特别多，底下还有人点赞评论。李牧不认识这些人，猜测大多是高中的同学。恰好陆小西在这个时候新发了一条朋友圈，图片是刚才拍摄的模糊的月亮，配文也只有一句话：15的月亮16圆，
可14的月亮也很圆啊。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买一台相机了。李牧侧躺着看手机，给他的新朋友圈点了个赞，一看发布时间12点整，已经中秋节了呀。他们已经有多久没给对方说过中秋节快乐了？很久很久，久到不记得了。因为同居的缘故，他和他的关系有所缓和，不再像以前那么形同陌路。想了想，李牧还是编辑了一条中秋快乐月饼。还没等他发出去，陆小西倒是先发来了。陆小猪，中秋快乐。李笨蛋，中秋快乐月饼。陆小猪，月饼月饼。陆小猪，李笨蛋，晚安。第37章，家养大熊猫。秋高气爽，中秋节，千家万户齐团圆。小区的停车场挤满了小车，拿着大包小包的游子回家探亲，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陶瓷碗里泡有2颗水煮蛋，电磁炉里盛着瘦肉粥，表面镶嵌着生姜粒和小葱，用勺子剥开外面的一层，热烟一下子冒出来，灰尘在阳光的直射下有了形状。李牧拉开一张凳子，一个人背对着阳光吃着早餐，斜眼看见了沙发上堆了一些红色黄色的纸、剪刀和胶布，他知道这是做手工灯笼的材料。起来的时候，爸妈不知道去了哪里，今天不用上班，大概是在楼下和十里八乡的邻居聊家常呢。已经中秋节了呀。看着墙角堆叠的3封大月饼，他捏着下巴想了想，挑了一封最大的，敲响了对面的房门。哎呀，小木啊，中秋节快乐呀。秦阿姨中秋节快乐。陆叔叔和陆小西呢？在里面看电视呢，要不要进来坐坐？秦阿姨侧身，让李牧看见了大厅上颇有几分相似的陆家妇女。陆叔叔坐在沙发上玩手机，陆小西好似也在看这边，和李牧的视线接触后，又转头回去看电视。陆小西的脚边还趴着一只超肥的橘猫。晚点吧，一会还得做灯笼呢。我来主要是给你们送一封月饼，我爸妈应该还没送给你们吧？李牧说着，把大箱月饼举到面前。这种大月饼全都是5仁，味道最次，包装却是最豪华的，一整个也就意味着团团圆圆，生产出来就是为了拿来送礼。谢谢小木了，小西，去厨房拿一封大月饼出来。哦，诺。陆小西的眼神有些幽怨。中秋节和亲戚好友互换月饼已经成为习俗了，买3封月饼回家，送来送去还是3封，只不过换了个牌子。他们又是互为对门，两家关系非常不错，平时过节必然少不了送礼。陆小西有些恍惚，前些年他们关系生疏之后，送礼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双方家长在进行。现在李牧就这样乐呵呵地站在门口，和他交换了手中的月饼，有那么一瞬间，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小小只李牧提着大大的月饼按他家的门铃，然后他踉踉跄跄地跟着爸妈走到门前，和小小只李牧相互对视，两家父母聊两家的事，两家小孩聊两人的事。以前的他真的很黏李牧呢。秦阿姨，你们家什么时候养了只大熊猫？李牧接过月饼，趁机用指甲轻轻刺了一下陆小西白皙的手背。陆小西霎时间收回手，手背上有一个浅浅的指甲印，咬牙切齿。哎，可能是小西昨晚没睡好吧？你们要灯笼吗？等会给你们做几个，中秋节就是要挂灯笼。这怎么好意思啊？李牧在普通手工方面很强，中秋节的纸灯笼还有过年的新年节李牧都会做，每次李牧都会送给他们一些。要不你教我们家小西也做做吧？秦阿姨掩嘴偷笑。妈！陆小西不满地鼓起了脸，怎么推着自家女儿往火坑跳啊？行啊，包教包会的，那我先走了，灯笼一会给你们送过来。3封月饼送出去1封，还剩3封。李牧不知道自家父母买这么多干嘛，他们家不喜欢吃大月饼，每次开了一个，吃了一点就不吃了。前年也是这样，送来送去还剩一个没开过的大月饼，又不舍得丢，就塞进冰箱里冻了6个月，最后还拿出来吃了。在自家老爹的怂恿下，他浅浅尝了2块，味道没什么变化，就是当晚窜稀5个小时，威力不容小觑。究竟是谁在吃5仁大月饼啊？隔壁电视上播放着今年大火的古偶剧，家里3个人没一个看的。妈妈在打扫卫生，爸爸在沙发上刷手机，而他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满脸写着不悦。一想到李牧这贱贱的家伙，他心底就来气。小西今天是不是不开心啊？妈，你明知道我和李牧的关系不好的，我感觉你们现在的关系挺好的呀。之前你和李牧见面都不说话不打招呼的，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以为你们和好了。怎么可能，我和那家伙一点都不对付。陆小西鼓起脸，活像个小河豚，引得秦小千阵阵发笑。作为母亲，她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如果陆小西真生气了，肯定是话都不讲，把气憋在心里头消化的。现在还能跟她这个妈妈抱怨，证明没在气头上。两人的关系明明就很好，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家女儿真的是可爱呢。好了好了，你要是不想做灯笼，不去就好了。等会我出去的时候跟小木说一声啊。不用了，不能一直让他给我们家送灯笼，免得他在背后吐槽我们家。陆小西气哼哼的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聊天记录。李笨蛋，晚安。
陆小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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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鄙视，鄙视！这个可恶的家伙，真以为他和他的关系很好吗？就算以前很好，现在也不好了。平白无故发什么晚安啊？搞得他昨晚胡思乱想，心情乱糟糟的，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熬到了半宿，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所以今天早上才有的黑眼圈吗？这个家伙竟然还调侃自己是大熊猫，可恶可恶可恶！越想越气，他就给李牧发了一张终止表情包，而手机对面的某人很快就回复了：陆小珠，终止。李笨蛋，黑人问号点 GPG。李笨蛋，做灯笼了，快来！陆小珠，不来。陆小珠，我不会。李笨蛋，我手把手教你，大熊猫还学不会，就该去看他脑子了，滑稽。陆小珠，我不是大熊猫，你才是大熊猫。陆小珠，和傻逼保持距离点 JPG。李笨蛋，对我是大熊猫，你是猪。陆小珠，你死。第38章，婆婆看儿媳看对眼了。门铃声响起，还以为是自家爸妈。刚开门，一个双手背负的娇俏少女俏生生的站着。少女趁他不注意，双手使劲的捏他腰间的软肉。你发什么癫？李牧疼的大小眼绷紧肌肉缓解痛感。陆小西这妮子今天的力气真大，以前捏她都是小打小闹，这次是真痛啊！谁把她娶回家，谁就有的好受的。你才发癫，谁让你气我？陆小西没好气的拍拍手，散尽了从昨晚到现在因为李牧而生的气。姑且放过他一次好了。肯定亲一块紫一块了，你必须赔钱。要钱没有，要命不给。反正你必须赔我点东西，不然我告诉你妈去。厚脸皮，那你说我要赔你什么？陆小西看着李牧捂着腰间都大小眼了，好像真的很疼的样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把他捏疼了，心中悔意丛生。再怎么说也是中秋节，不应该这么没轻没重的。等我想想，想到了再告诉你。李牧嘿嘿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他这种贱贱的笑只有陆小西见过，还能这样子的？陆小西气笑了，他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所有的动作和表情都是装出来的。我觉得你练习2年半出道，肯定比那些小鲜肉厉害。必须的，小鲜肉没我帅。我是说眼界。陆小西没反驳他的话。你说的对，我要是进军娱乐圈，肯定是天王级别的。行行行，你最厉害行了吧？这家伙嘴皮子功夫厉害的紧，陆小西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反正你明天之前想出来，不然逾期不候。好，你可不要反悔哦。我要是赔不起，就不赔了。进来啊，站在外面我怎么叫你做灯笼？李牧已经回到沙发上忙活了，抬头一看，少女还在门口呆呆的站着，不明所以。陆小西探头探脑，也没看见李叔叔和苏阿姨。如果这里有其他人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踏进去，但只有李牧一个人，他就有所介怀了。就好像他和李牧关系很好一样，可以随意进入对方的家中。深呼吸一口气，陆小西在内心不断提醒自己，自己只是进去做灯笼，以邻居的身份。当他踏入大门的时候，像是屏障被打破一般，紧张感忽然就消失了。他走到沙发旁蹲下，拿起一张红色的纸，学着李牧折了起来。我重新给你折一次，你看着我的手。哦，两个人就这样在沙发边上忙活着事情。陆小西总是笨手笨脚的，在折纸这方面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反观李牧，手一活就灵巧得多。后来干脆李牧折纸，陆小西对着折痕用剪刀去剪。你好像一直很会这些。在他的记忆里，李牧从小就擅长制作纸质小物件。小学的时候用纸折成指甲去挠他的脸，还能把纸折成很酷很酷的战斗机。在那时的他的眼中，李牧就是无所不能的。每次李牧折这种玩意儿，他都嚷嚷着让李牧给他也整一份。李牧不折给他，他就又哭又闹，直到李牧给他完才消停。好羞耻！千万不能让李牧想起这些。陆小西神色恍惚，不小心剪得有些歪了。他悄咪咪地看了一眼李牧，生怕又被李牧骂笨蛋。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李牧并没有说他，只是往他的手上看了一眼，就把刚折好的纸递给他。幼儿园大班手工比赛第1名，你以为是凭空而来的？切，我那时是第2名。没记错的话，你的那份是我帮你做的吧？你会折千纸鹤吗？陆小西赶紧转移话题。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一个大学生会不会做鸡兔同笼。那你给我折一个，要红色的纸。等等，李牧快速的折完，然后拿了张红色的纸裁剪成正方形。千纸鹤已经很久没折过了，记忆有些生疏，许多步骤都卡住了。坏了，鸡兔同笼怎么做来着？好在最后还是把千纸鹤折了出来，但是试错太多，许多部位都多出了折痕，属于是美中不足。卡纸很大，千纸鹤也很大，巴掌大的红色千纸鹤捧在手心，陆小西又开心又好笑，眼睛微眯着，嘴角含笑，温柔似水。红色千纸鹤象征着吉祥如意，
他一向信这些，就如同他送李牧狗牙手链象征着逢凶化吉一样，眼眸里的喜欢都快溢出来了。还可以吧，喜欢吗？李牧挑了挑眉，勉强还可以吧，2块钱一个，手工费不要钱啊。陆小西同学不会是想白嫖吧？你掉钱眼里了。李牧也不是真的想收钱，就是想看看陆小西皱眉的可爱样。没错，陆小西皱起眉头的时候真的很可爱。快点捡，都堆了多少了？李牧的手速比较快，折纸的速度比陆小西剪纸的速度要快上不少。这一会的功夫，陆小西那边就堆了不少的纸。还没等陆小西说话，大门打开了。呀，小西来找李牧玩了。开门的是苏文，一进门就看见陆小西和自家儿子坐一块，都要笑出花来了。你也真是的，人小西来找你都不知道拿点东西来招呼。苏文又看向自家儿子，恨铁不成钢。陆小西减肥呢？李牧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怎么老妈胳膊肘朝外拐的，搞得他欺负了陆小西一样。小西真的要减肥吗？苏文满脸不可置信。陆小西的身材已经很好了，多少女孩子都羡慕不来呢。陆小西被说的小脸一红，她的身材这么好，减什么肥啊？无视掉李牧挤眉弄眼的暗示，陆小西抿着嘴摇摇头。那，看到了没？去洗水果拿出来。苏文下巴对着厨房抬了抬。李牧无话可说，起身拿了些水果去厨房。这个家已经没有他的地位了。他打开水龙头，把果子浸泡一遍，然后就着盆用水龙头冲，时不时还能听见两人的声音。看了一眼客厅，也不知道自家老妈和陆小西聊了什么，有说有笑的，真是婆婆看儿媳，看对眼了。倘若陆小西真嫁过来了，李牧感觉自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第39章，5个好可爱。水滴从水果篮子的空隙中滴落，厨房和桌子之间形成了一条水滴蔓延的小路。你能不能注意点，地板都湿了。苏文去拿拖把给李牧的粗心擦屁股。吃点。做完这个，陆小西还在忙活自己的事情，微眯着眼，对准折痕一剪刀下去，一张卡纸被分成2片。你怎么不戴眼镜？不想戴。李牧闲散地靠在沙发上，吃着最近大火的阳光玫瑰，一条腿放在沙发上，大脚趾勾着人字拖，不让拖鞋掉下来，像个大叔一样。陆小西小声吐槽。什么？我说你像个大叔一样。挺好的啊，反正总有成为大叔那一天。我这算不算少走20年弯路？那你怎么不提前买好棺材，少走80年弯路？陆小西越说越小声，差点忘了这里不是只有他和李牧2人的独处空间，又是佳节，有些话是不该说的。他心虚的抬眼看看还在杂物间找拖把的苏文，暗暗松了一口气。你咒我是吧？李牧坏坏道。我什么都没说。陆小西忙完，放下手上的活，矜持地吃起果子来。苏文交代了一下家务活，又拿着一包瓜子去楼下和10里8乡的邻居唠嗑了。休息过后，又开始忙活。纸灯笼的手续并不复杂，有了陆小西的帮助，倒是轻松了不少。李牧拿着双面胶和胶水，3两下就做好了一个纸质灯笼，有一个头这么大。这种手工灯笼自然和外面卖的发光灯笼比不了，但胜在简单和便宜。而且李牧从小就开始做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个习惯。哪年中秋节，李牧和陆小西的家门前挂的不是纸灯笼，那事情就严重了。李牧这一会儿已经做好了2个，干脆直勾勾地看着陆小西。课堂上，就算有人睡觉脸朝自己看来都会不自在，更何况现在是被直勾勾地盯着。陆小西很快就感觉到不适，抬头和某个可恶的家伙对视起来。2人就这样很默契地开始了比较，谁先移开视线谁就输。李牧也不示弱，以前课堂上他可没少锻炼自己的眼睛，现在最长能维持1分38秒不眨眼。他打量起陆小西精致的小脸，眼睛水灵水灵的，好可爱。鼻子小巧小巧的，好可爱。耳朵有点红红的，好可爱。嘴巴粉嫩粉嫩的，好可爱。眉毛细细弯弯的，好可爱。他是怎么做到哪哪都很可爱的？李牧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眼前的小人真是越看越好看。他是小说作者，网文写手，平日里积攒了许许多多描写女生的字词。他可以说一位女生倾国倾城，沉鱼落雁，但不会用这些词去形容陆小西。陆小西在他的眼里真是哪哪都好看，不是遣词造句堆砌出来的美感，而是真真切切的，无法用华丽词藻去形容的可爱。他的身边一直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李牧忽然拧起眉头，眉宇间皱出一个川字，板着脸，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向一边歪去，脸上的肌肉紧绷，做了个难度极高的鬼脸。噗哈哈哈，你这个什么表情啊？陆小西顿时绷不住了，小嘴一扁，一口气喷了出来，笑声如黄莺打啼，不断地拍着沙发，捂着肚子，差点喘不过气来。被李牧直勾勾地看着，他差点就要脸红了，正准备服软呢，谁知道李牧突然来这么一下。你说了。陆小西笑得满脸通红，红到了耳朵根和脖子，趴在沙发上大喘气，肚子抽抽的，好久没这么过分的笑过了。
李牧说话，他才慢慢缓过神来，调整自己的情绪。那又怎样？我们又不是在比谁憋的久。嘿嘿，你太逊了，幼稚。来，你这个对着这里沾胶水。李牧自讨没趣，又开始教陆小西怎么做灯笼。这样吗？陆小西按着李牧的指示，成功的将2张卡纸粘在一起，灯笼的芯就做好了。陆小猪同学真聪明。去你的！不知道是因为成功制作了一个灯笼芯，还是因为李牧的夸奖，这3个字一点杀伤力也没有。注意点就行，这个胶水很粘的，粘到手就要掉层皮。你看，谁让你自己不小心？你都不知道关心一下我，万一我手指真的掉皮了怎么办？自作自受。陆小西皱着眉看着李牧手上已经硬化的胶水，莫名的有点难受，在心底悄悄把李牧打了一顿。这么好看的一双手，其主人也不知道珍惜。他虽然做得慢，至少不会被胶水沾到手。其实用热水烫一下胶水就下来了。李牧笑着往卫浴间走去，出来的时候手湿湿的，但上面的胶水已经没有了。怎么不烫死你？嘴这么多，你还不是天天叫我猪？嘿嘿。纸质灯笼的制作工序并不复杂，最难的部分就是对折和裁剪。现在这2个部分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拼接不算什么。当陆小西把红色的边边站在黄色灯笼芯上的时候，眼睛都冒光了。他把灯笼举起来，语气兴奋：成功了！虽然有点丑，但还是恭喜你了。李牧发自内心的鼓鼓掌。就你话多，再多做几个。好。2人从上午忙活到中午，一共造了10个纸灯笼。虽然大多是李牧做的，但陆小西不管说什么也要拿走5个。李牧也就由了他，反正只是几个纸灯笼，材料还剩下不少，他想做多少都可以。陆小西小心翼翼地捧着5个比他头还大的纸灯笼回家。这么多！秦小千见自家女儿都快抱不过来了，忙上前帮忙，拿出2个纸灯笼挂在门口边边。灯上也挂一个，剩下2个挂房间。好好。陆小西给爸妈的房间窗户挂上一个灯笼，又回到自己房间挂上一个。看着窗口上的灯笼，陆小西满意极了，腰板都挺直了几分。刚才做了几个灯笼，他感觉自己行了，不就是做灯笼吗？易如反，只要怎么折来着。第40章，我们逛自己的。吃完晚餐后，李牧就被苏文拉着出了房间。别整天窝房间里得不得？今天可是中秋节，一起去看花灯了。苏文的语气坚定，李牧知道他胆说一个不字就会被骂。小县城的节味特别浓，中秋、新春、元宵，在政府附近的广场都会举办花灯秀。每逢节日，夜晚的花灯也就成为了每家每户光临的活动。小的时候，陆小西的爸爸还只有1辆摩托车，晚上又是人最多的时候，出门既不方便又危险。而当时李长恒已经买了1辆面包车，干脆就让陆小西一家上车一起去看花灯。李长恒坐在主驾驶，苏文坐在副驾驶，陆小西的爸妈坐在第2排，而李牧和陆小西2个小孩子就坐在最后1排的3连座位上嬉戏打闹。1辆车，2家人，4个大人，2个小孩。3个大人聊着家常。李长恒因为刚学车不久，怕分散注意力，不敢聊天。陆小西就靠着李牧，稚嫩的小脸挨在李牧的肩膀上，看李牧玩贪吃蛇。4年级的时候，陆小西的爸爸陆明也买了1辆车，自此就再也没有搭乘1辆车出去过了。但2家依然会相约在一起看花灯，每年都是。今年的中秋有点凉啊。李牧关上窗户，从柜子里拿了一件薄薄的外套，以防夜黑降温。毕竟天气这种东西，谁说得准呢？妈，陆小西他们去吗？去啊，我们2家不是每年都去吗？为什么问这个？你不希望陆小西他们一家去？没，我就想问问。初3那段时间是他和陆小西关系最差的时候，那时候的中秋节，他知道陆小西也要去后，就倔着脾气说不去。倔着的脾气又在苏文打1巴掌给一棵甜枣的桦树下化解，被骂一顿又被温柔安慰后，委屈的跟着去了。到了花灯处，也是一句话不说，愣愣的跟着他们走。陆小西却和他不一样，开开心心的出来，开开心心和他的父母聊天，他的父母也开开心心的，除了他，所有人都是笑着的。那时候的他真的非常讨厌陆小西，希望陆小西从他眼前消失的那种。高中的时候成熟了不少，和陆小西的关系也没这么敌对，见面的时候虽然不说话，但每逢过节还是会说一下客套话，祝福对方，恭喜对方什么的。高3的时候彻底成熟了，生疏的对话悄无声息的进阶成了拌嘴，开始想方设法的让对方生气。反正对方生气了，他就开心了，陆小西亦是如此。现在想想，还真幼稚呢。李牧收回飘飞的思绪，跟着老妈下了楼，和楼下的邻居寒暄几句，快速钻进了车里。这辆车才买了2年，之前能挤下6人的面包车已经便宜卖掉了。不管是房子的位置，还是停车场的位置，他们都是最近的，就是这妖巧合。他只在车上等了一会，自家父母就和陆小西的父母一起过来了，各自上了各自的车。李牧透过窗户看见陆小西在门外正要打开车门，他按下窗户，
小声的打了个招呼：“陆小西同学，好久不见呢，我们不是中午才见过吗？5个小时不见如隔三秋啊，有病就去看治啊！”陆小西翻了个好看的白眼。李牧没有关上车窗，就趴在车窗上看，却只能看到自己趴在车窗上的反光。我脸上有花。陆小西气呼呼地按下车窗，和李牧对视。有黑眼圈，滚！陆小西又升起车窗，小车启动，很快就到达了广场。大大的中秋快乐的艺术字摆在中央，还有一个塑料做成的大月饼，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花灯摆在广场上，用红线圈起来，不让游客靠近。广场人山人海，更多的是带着小孩出来玩的大人，许多小孩都是闷闷不乐的，估计也是被家长强行带出来的。大多数人来看花灯，其实目的并不是看花灯，只是为了增添一些节日味。随着时代发展，佳节的味道越来越浅薄，就连最热闹的春节，许多人都是想快点祭祖，快点吃年夜饭，快点拜访亲戚，然后回家躺平。为了让自己感觉过了节，他们就会参加各种活动，比如看花灯。花灯有什么好看的？一层透光塑料，里面点一盏小灯，花灯也就形成了。只是给花灯拍了几张照片，两家人都移开了目光，边走边聊家常。我们公司那个老总真是狗养的，工资是不变的，班还是要加的。嗨呀，你这还算好的，我那还被扣工资了。李长恒和陆明搭着肩膀吐槽工作上的事情。我家那小子一天天没个正形，就知道玩电脑。小西昨晚熬夜了，熬夜可是会长白头发的。苏文和秦小千聊着自家的儿女，李牧和陆小西就跟在后面。你怎么不跟他们聊天？李牧冷不丁冒出一句，插不上话，等他们叫我才能聊，要不我们自己逛自己的。你不怕被骂呀？跟他们说一声不就好了？被骂了就赖你。嘿嘿，被骂了你就说是我把你绑了。李牧2只食指分别敲敲2个母亲的肩膀。怎么了小牧？秦小千一回头就看见李牧冲他们笑，自家女儿缩在李牧的身后。秦阿姨，我跟陆小西想去其他地方逛逛。秦小千一怔，和身旁的苏文对视一眼，两人都能从对方的眼睛读出对方懵逼。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秦小千掩嘴笑道，哈哈，去吧，不要走太远了，回去的时候我们再给你们发消息。苏文的嘴角都咧到了耳根，甩了甩手，示意他们赶紧的去，这里很多小摊，你带小西去好好玩。好，要走的时候记得给我们发消息。李牧言罢，转身冲着陆小西露出一口大白牙。神经！陆小西小声啐了一句。走走走，买烧烤吃去。李牧往一个方向抬抬下巴，飞溜溜的跑了。陆小西紧紧跟着他。第41章，小猪和小狗。他们行进的方向和人群相反，乌泱泱的人让两人的速度放得很慢。陆小西为了避免和路人磕磕碰碰，左闪右躲，有些跟不上李牧了。他抿了抿嘴，直接捏住李牧的衣角，感觉安全了许多。李牧就像船头，帮他劈开汹涌的浪。冷暖色灯光的交替下，陆小西瞳孔微颤，心跳加快。这一瞬间，所有东西都放大了，或者说他变小了，李牧也变小了。他一只手抱着大袋薯片，一只手紧紧勾住李牧的衣角，紧紧贴在李牧的身后，看着李牧的背影，奶声奶气地唤出一句，李牧哥哥。你叫我？李牧猛然转身，某个小人稍不留神就撞到了他的身上，他下意识地环臂抱住。陆小西瞳孔猛缩，感受着浑身上下的温暖，心间微微发颤。他猛地使劲挣脱出温暖的抱抱，后退2步。他什么也听不到，世界只剩下了他的心跳声。你想吃什么？李牧大小眼，不知道这妮子又犯什么病。陆小西好看的大眼睛眨眨，长睫毛在广告牌的灯光下染成了蓝色。完蛋了，刚刚一时间被回忆带偏了，莫名其妙的喊了一声小时候的称呼，不会被这家伙听见了吧？陆小西已经幻想出了刚刚那句李牧哥哥被李牧听见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呀，陆小猪同学叫我哥哥呢，那以后我就叫陆小猪同学妹妹好了。小西妹妹干嘛呢？还不快给哥哥煮饭？小西妹妹电脑都不会用，真是太逊了。小西妹妹，快到哥哥被子里来暖暖。我在想什么东西啊？尤其是最后一个。陆小西慌了神，脸色涨红，整个人都不好了。聋了？什么？你吃什么？陆小西看了眼招牌，老兵炸串店。这附近好像没烧烤，炸串也没差吧？我要韭菜和玉米烤长鱿鱼。好。李牧转身点单去了。你刚才听到什么了？这人太多了，幻听了，我还以为你叫我。陆小西松了口气，看上去李牧似乎并没有听到刚才的4个字。也对，以李牧那大大咧咧还犯贱的性格，要真被他听到了，肯定不会这么安分，指不定得奚落他。老板多少钱？我数数啊，35块。小伙子要辣椒吗？能拿个小袋子装一点辣椒粉吗？可以。付钱的时候，
李牧才注意到苏文刚才给自己发了500块钱，还备注了2个大拇指。李牧不明所以，回了一个坤坤画爱心的动图。自家老妈以为自己没钱是吧？那可真是多虑了。两人边吃边逛，来到了广场中央，这里有许多给小孩子玩的小摊。你看，有兔子。陆小西在一个小摊驻足，把正要往前走的李牧拉了回来，指着地摊上被关起来的小兔子，两眼放光。你家不是有小肥了吗？还想养兔子？不是要养，我就是觉得可爱。抛圈啊，你要玩这个？我不会玩，抛圈而已，有手就行。老板，来10个圈。从老板那里获得了10个圈。李牧一眼望去，都是一些小玩意，兔子和小鸟之类的宠物放在了最前面，中间是玩具或者玩偶，最后是酒，但李牧不知道是什么酒，看包装应该挺名贵的。只有中间的物件是最好抛的。我只演示一遍，你看好了。李牧把吃的塞给陆小西，拿着圈瞄准最中间的一个小猪玩偶。回想起曾经在视频上看的抛圈教程，李牧嘴角上扬，感觉自己行了。一旁的老板邪魅一笑，暗自摇摇头，还是太年轻了呀。他这奖品的布阵可是非常有讲究的，想要拿到奖品可没这么容易。接连抛了7个，李牧怀疑自己看的教程是骗人的。又抛了一个，圈圈和小猪玩偶擦肩而过。你到底行不行？陆小西都看急眼了，一把夺过仅剩的2个圈，随意瞄准了一下就抛了出去。圈圈稳稳当当的套进了小猪玩偶的头上，第2个圈套在了旁边的小狗玩偶上。李牧，老板，卧槽，陆小猪同学，你武功大成了？哈？什么武功？陆小西不知道李牧在说什么。一旁的老板震惊了，练家子，这个小女生2个圈中2个，跑他这小摊进货来的。想到这，老板顿时一惊，赶紧把2个玩偶拿了过来。嘿嘿，我们这一次只能玩10个圈。那他呢？陆小西指了指另一个手臂上全是圈圈的游客，起码30-40个，从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就在抛，到现在还没抛完。他是我请的托。陆小西和李牧也没再继续玩。抛圈这种东西，10个圈30块钱呢，利润高的离谱，中1个不亏，中2个血赚。你要报到什么时候？干嘛？我的钱买的圈，但这是我抛到的。那1人1个。李牧，你还要玩偶啊？看不出来你还有一个少女心呢。陆小西夹着嗓子说话，故意阴阳他。陆小西抱着2个手臂大的玩偶，只能用小拇指勾住炸串带子，走路都有些吃力，而身边的某人一点要帮忙的意思都没有。李牧坏坏地看着他，都快把球我就帮你写在脸上了。陆小西愤愤地用小脑袋撞了他一下。你要哪个？你是陆小猪，所以这只猪归你了。那你是狗了？要不这只猪还是给我吧。那你承认你是猪了？见怪不怪的拌嘴。最后，李牧抱着小猪玩偶跟在陆小西后面，风水轮流转了。陆小西揉捏着小狗玩偶，时而抱起来看一下，2个耳朵2只眼睛1个鼻子1张嘴巴，和李牧一模一样哎。还有很多炸串，他把玩偶夹在腋下，哧溜哧溜的把炸串炫干净，吃得满嘴都是油，还好袋子里配有纸巾。等李牧想吃炸串的时候，他就把袋子递过去，垃圾就从他的手上到李牧的手上了。哼哼，我陆小西真是太聪明了。第42章，小肥。两人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了花灯这里。颜色各异的花灯，因为做工简陋，可以看见薄膜里面的灯泡。几个小孩玩着飞天火箭，蹦蹦跳跳的。飞天火箭落到陆小西的旁边，吓他一跳，忙往某人那边靠近了些。只要和某人离得近了，莫名就有一股安全感。你换洗发水了？没啊，有味道。有点臭臭的。你滚！陆小西掐了他一把，见他纹丝不动，感觉像是掐在了棉花上，反倒是自己更难受了。陆小西嗅嗅自己的头发，明明什么味道都没有，这个可恶的家伙就知道逗自己。你还逛不？不逛回去了。陆小西轻轻颔首。现在已经10点多了，看这样子，自家父母是一点要发消息给他们的意思都没有。李牧跟苏文开了个共享位置，很快就和家长会合了，但2家父母还没有回去的意思，他们只好在后面跟着。李牧摸了摸肚子，感觉有点饿了。他不是胃口小，而是在那边天天吃陆小西做的饭，胃被养刁了。苏文的厨艺又一言难尽，回到家这几天，每次都是吃了个半饱就找借口开溜，剩饭剩菜交给老爸处理。刚才的炸串也只是吃了3串，剩下的全让陆小西吃了。陆小西，你家还有东西吃吗？什么？上午不是说要陪我吗？我想好了，就陪我一顿宵夜吧。你说这个呀？陆小西眼眸一转，只有剩菜喽。你给我热热行不？李牧嘿嘿笑道。就你事多。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李牧洗了澡，干坐在沙发上玩手机，耳边时不时传来龙王已到，龙祖特工的台词。他知道自家老爸又在刷上头短视频了。
苏文豪横地霸占3个沙发座位，侧躺着敷面膜看电视，一只脚搭在李长恒的腿上，不断挤压李长恒的生存空间。自家老爸敢怒不敢言的狼狈样落到李牧眼中，更加坚定了李牧的想法，以后结婚必须拥有家庭地位。帝王的帝。妈，你还有面膜不？干嘛？我想敷一下，快点白回来。你现在也不丑啊，看着就挺健康的。苏文打量着自家儿子，只看外表，他对好大儿李牧还是很满意的。别家的孩子初中高中青春期疯狂长痘痘，一个不小心就满脸坑坑洼洼，自家儿子就很少长，长的痘痘都是小痘痘，不会留下疤痕，皮肤好到他一个当妈妈的都羡慕了。白点总比黑点好吧？诺，这个睡前敷一次，半个小时就可以摘下了。苏文从茶几的抽屉里拿出一沓面膜，嘱咐道，随后话锋一转，你要是不敷了，就带去学校给小溪用，女孩子要保养皮肤的，懂不？你跟他说去啊，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又不是我叫他敷就敷。李牧手机一响，他瞄了一眼，笑着拿起手机跑了。陆小西门前，他清了清嗓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正式。叩响大门，里屋传出啪嗒啪嗒的拖鞋声。少女像是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没来得及吹，一身宽松的小熊睡衣。陆小西只给他开了个门缝，一双幽怨的大眼睛打量着他，看看周围没人，这才让他进来。好香。变态啊，别乱闻行不？陆小西嫌弃的把睡衣裹紧了些。变态的是你吧？我说菜香又没说你，当然你也挺香的，还说你不是变态。陆小西小拳头硬了，但一想到李牧说他香，就感觉热热的、燥燥的，像是有蚂蚁在爬。酥酥麻麻的。李牧打量着这个好几个月没来过的家，整个房子的布局都没有变，硬要说的话就是桌垫换了个颜色。2室1厅的房子，左边是陆小西的房子，房门紧闭，门缝透出些许灯光。陆叔叔、秦阿姨呢？下去打羽毛球了。嘿嘿，这里只有我们2个了。喵！大橘猫小肥扑腾的扒拉李牧的裤腿，李牧直接把他抱起来，上下晃悠，感受着沉甸甸的重量，要胖成小猪了。喵！小肥鬼精鬼精的，似乎听得懂人话，用尾巴扫了一下李牧的脸，2只猫爪爪推着李牧越来越靠近的脸，但小猫的力气怎么可能比得过一个人呢？李牧吧唧一下在小肥毛茸茸的脸上亲了一口，这才把小肥放下来。小肥是陆小西5年级养的橘猫，整日游手好闲，都快进化成一只橘猪了。因为陆小西要去外地上大学，这段时间一直在陆小西父母工作的地方接着游手好闲。你别亲小肥的脸啊！小肥又不嫌弃。喵！小肥的大爪爪在李牧的脸上留下一个小印子。我嫌弃。陆小西低着头小声嘀咕，他刚刚才亲了小肥的脸的，还没几分钟呢，李牧又亲上去了。小肥不干净了。饭呢？桌子上，快点吃完，等会我爸妈回来了。怕啥？吃个饭而已，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情。李牧拉开一张桌子，打开不锈钢菜盖，缕缕香烟飘了上来。进门的时候他就闻到了，如果是冷菜，肯定不会有味道飘出来。红烧肉、猪脚、罗非鱼都是肉菜，且都是李牧喜欢吃的。罗非鱼不大，但还剩半边鱼身，没有动筷子。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菜都有大大块的辣椒。剩菜嘛，无可避免的，他也不是不能吃辣，只是更喜欢清淡的。班长大人的热菜在下感激不尽。李牧戏精上身，拱手抱了抱拳，腿上的小肥也喵喵的凑热闹。都高中毕业了，就别叫我班长了。陆小西想笑，他高中的时候是班长，李牧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叫他班长大人，而且在班上也这么称呼，怪不好意思的，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那就陆小猪同学，吃你的东西去，吃完赶紧滚。快了快了，就吃一点。李牧风卷残云，猪肉没怎么吃，倒是把剩下的鱼身给吃完了，额头上出了一层细汗，还是太高估自己的吃辣能力。饮料呢？得寸进尺是吧？陆小西看着被辣到整个脸都红了的李牧，只感觉好笑，又有点不忍，拿了一瓶橙汁给他倒满，顺手把他腿上的小肥给抱了过来，不让小肥和他玩。第43章友情变质。一顿饱餐，李牧快辣出眼泪了，下次还是不来你这吃了，谁稀罕你来似的。小肥给我干嘛？陆小西半眯着眼警惕他，小肥只有自己能亲，摸2下就回去，不亲你最好是。陆小西任由李牧把猫抱过去，只是伸手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胸前被他的手臂轻轻擦了一下。他捂着胸口，水灵的大眼睛映着李牧。李牧这家伙是吃了豹子胆了，仗着这里只有2个人，色欲熏天了。这可是他家，哎，在这嚎一嗓子，李牧的家也能听见啊。苏阿姨和李叔叔肯定能听到的。李牧还在逗弄小肥，似乎浑然不知情的样子。正想发作的陆小西又犹豫了，可能只是不小心碰到的吧。他的眼神更加幽怨了。今天起得早，计划洗完澡就睡觉的，这家伙忽然要自己陪他宵夜，还得帮他热菜，一个大男生吃的还慢，
从11点细嚼蔓咽到11点半，很难让人相信他不是故意的。都怪这个家伙！陆小西冷哼两声，在桌子底下踹了李牧一脚。李牧穿的短裤，小腿有腿毛，他的脚底板痒痒的。某人并没有理他，又在小肥的脸上吧唧一口，说好不亲的呢。小肥虽然肥得像头猪，但浑身毛茸茸的，撸起来的手感很不错。小肥整头猪都郁闷了，放弃了抵抗，像个腊肉一样被李牧拎了起来，摆各种姿势。见李牧不理自己，陆小西又在李牧的小腿上轻轻踢了一脚。李牧没让他如愿，两只脚夹起来，轻而易举地把少女的小脚夹在里面。你干嘛？陆小西细细的眉毛皱在一起，使劲撑着桌子，怎么也挣脱不开，脸上的红晕不知道是因为使劲憋的还是害羞。踢人踢上瘾了是吧？放开！不放！放开！陆小西抿嘴，现在的姿势很奇怪，平白无故添了磅礴的羞耻，再不放开，他真的要生气了。楼梯口传来脚步声，紧接着就是钥匙插入钥匙孔的声音，李牧立马松开了脚。陆小西被解开了束缚，安分地坐在位置上。呀，小木来找小西玩啊！秦小千在门口换鞋，看见饭桌上多了一个男生，乐呵呵地笑着。没，我找小肥呢。一个俏生生的大美女陆小西在这里，你来找小肥玩，这话你自己信吗？秦小千看破不说破，小年轻的事情只要不越界，他都不想管。快点回去，我要睡觉了。陆小西起身把小肥夺了过来，推搡着李牧出去。李牧笑笑走到门口，又回头看看。陆小西抱着小肥在桌子旁边看着他，那小眼神好似在责怪他。晚安。言罢，李牧就开门走了出去。陆小西茫然地站在原地，手上的力道紧了几分。恶心，变态，色情，大笨蛋。陆小西低着头放下小肥，冲进了房间，裹紧小被子，只露出小半个脑瓜。台灯微光照在他脸上，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耳边回荡着刚才那两个字：晚安。谁要跟你晚安啊？这个词昨天李牧也对他说过，不过是在微信上。昨晚虽然有点睡不着，但完全没有今天这种慌乱的心跳啊。床上还有一只黄色小狗玩偶，陆小西把小狗玩偶揽到胸前，下巴枕在玩偶上，呼出的热气反弹到脸庞，润湿了他的眼睛，在小台灯的照耀下频频颤动。臭李牧！阵阵凉风吹过，陆小西光着脚丫，想要关上窗户，视线忽然被一只白色的小玩意吸引，他把小玩意握在手心里瞧着。晴天娃娃是李牧小时候送给他的一个生日礼物，小时候拿不出钱，买不了礼物，就只好自己做了。简单的一块白布，一个乒乓球，一根黑绳，就是一份生日礼物。隐约记得收到礼物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在某人的脸上亲了一口，留下一滩口水，某人还嫌弃地擦了擦。那年的他给李牧送了生日礼物，似乎是一个5块钱抽奖出来的悠悠球，还是一把玩具枪呢？他不记得了，只记得高中的时候他就给李牧送过贺卡，最多给他送一袋汪汪零食大礼包。小时候他真的好喜欢黏着李牧呢。这个晴天娃娃挂在窗户边边太久，久到他彻底习惯，彻底忘记了存在，直到今天才被注意。或许是经历了风吹雨打，雪白的晴天娃娃也长出了霉点，斑驳不堪。看着晴天娃娃万年不变的笑脸，陆小西忽得有些异动，这是李牧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不知道能不能洗干净。他笨手笨脚地拆开绳子，把里面的乒乓球拿了出来。乒乓球上还有丑丑的字，李牧的名字在上面，陆小西的名字在下面，被一个大大的爱心圈了起来。10多年了，他到今天才发现。蹑手蹑脚地拆了包屋机镜，就把白布放进去泡着。他又回到床上，将画有爱心的乒乓球静置在枕头的一边，想了想，又把千纸鹤也拿了过来，给李牧发去一个晚安后，抱着玩偶悄然入睡。周围全是他的味道。爸妈已经睡觉了。李牧洗了把脸，回到房间，成一个大字慵懒地躺在床上，饱腹感让他无法快速入睡。看到陆小猪发来的晚安，李牧关上手机，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散思绪。他一个侧身就和小猪玩偶对上了眼神，枕上脑袋，软绵绵的触感让他难以自拔。李牧一直以为自己是阳光大男孩，没想到也有喜欢上玩偶的一天。他的手情不自禁地摩挲着左手腕上的狗牙，一个娇小的人影闯入脑海，是静谧的小亭子下皱着柳眉，抿着嘴唇跟他下五子棋的少女，是节前给他送小月饼的娇俏少女，是抱着玩偶行走在月色下漫步在花灯处的绝美背影。他对陆小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回忆起从小到大一起发生的种种，竟然让人脸红心跳。听老妈说，他和陆小西出生后在医院都是分在了相邻的2个床位。他和陆小西相识是真正意义上的19年，如果把他们2个在一起的时间看作节点，从婴孩时期开始，长达19年的时间线竟然如此紧锣密鼓。他和陆小西的关系发展的太过崎岖，这也让他对2人的情感
发生了错误的判断。青梅竹马也好，朋友也罢，不管两人现在是什么关系，他都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他与他之间的友情过了保质期，开始变质了。第44章理想对象。难得的双节临门，大多数家庭都会趁着大长假去旅游。难得的假期不好好休息，跑去人挤人的旅游景点找罪受，这点是李牧不明白的。整个长假都是旅游景点的大火时间段，不管什么点去都是人山人海，任何投机取巧的卡点都是白费的。只有精明的家庭才会选择在家中躺平，比如李牧一家和对门的邻居。中秋节的一天后就是国庆，李长恒两条大长腿交叠在一起，手上端着热枸杞水，板着脸一眨不眨地看着电视里的升旗仪式的直播。如果不看他圆鼓鼓的肚子，倒还真有几分霸道总裁的模样。桌子上摆着一封切好的大月饼，苏文一边看手机一边拿叉子插着吃，最后实在是有点腻了，把盖子盖回来封好。过几天你带一封月饼去学校那边吃吧。不要，麻烦。李牧用着和他老爸一样的霸总姿势坐在沙发上玩手机。那今晚就吃炒月饼，争取早点吃完，不能浪费了。他已经可以幻想到接下来的几天的伙食是怎样的了。早餐是月饼配豆奶，午餐是月饼配青菜，晚餐是炒月饼，连续吃上几天，直到月饼吃完为止。李牧和老爸对视一眼，发现老爸的眼神里蕴藏着3分惊骇，3分慌张，还有4分的绝望。属于是学到了霸总的精神了。李长恒挤眉弄眼，脸上都要抽筋了，就差把快想个办法写在脸上。5仁大月饼的味道怎么样？其实还算可以，只是李牧不喜欢吃而已。苏文的厨艺怎么样？毫不避讳地说，可以媲美3星米其林大厨，勉强能吃。这两者相结合，那就是恐怖的黑暗料理。不过他和自己老爸的厨艺更上不得台面，有的吃就不错了。苏文就算做得太难吃，他们都不会说什么。比起自家老妈的黑暗料理，李牧忽然觉得辣点也不错，必须想个办法去陆小西家里蹭饭。要不直接给陆小西发点钱，让他给自己带一个便当，反正不能让自家老妈看见，不然又要被唠叨，说什么儿子长大了嫌弃妈妈了，呜呜大不中留之类的话。他瞅了瞅墙上挂着10几年的结婚照，即便有相框保护，里面的相片也不可避免的泛黄，染上了时间的灰尘。他的妈妈苏文可是个大美人，从结婚照上就能看得出来。至于爸爸李长恒，长得眉清目秀的，和现在的老爸对比，感觉是2个人。正因为这2个人，才有了自己啊。都是过去的事情，李牧也不想感慨这么多，当下才是生活。他没什么目标，有钱有妻子就可以了。他感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钱暂且不谈，单论妻这就是大问题。理想的对象的话，1.65米的身高，齐肩的短发，青春活泼，双方看得上眼。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的时间不能太短，必须知根知底，就是这么朴实无华。这不是陆小珠吗？不对，他和陆小西可看不上眼，目前还很不对付呢。理想对象必然不是他，起码现在不是。李牧赶紧甩掉了脑海中奇异的想法，手机还开着游戏呢，他是专一的游戏玩家，不应该被琐事分神，不能辜负队友。大厅有些吵闹，不仅有直播的声音，还有老爸手机里短视频的声音。李牧就回到了房间，打游戏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会好很多。屋外传出轻微的敲门声，苏文起身去开门。苏阿姨好。门外的少女俏生生的，脸上那笑容甜美的像棉花糖，谁见谁不爱。是小西啊，来找李牧玩吗？苏文顿感惊喜，笑呵呵的。也不知道怎么的，这几天的串门次数可比以前多太多了。我电脑到了，想问一下李牧怎么用。少女抱着大大的纸箱，有些吃力。电脑？问我呀，我玩电脑20年了。李长恒清了清嗓子就要起身，忽然感觉被什么恐怖东西给盯上，定睛一瞧，就迎上了苏文那骇人的目光，浑身一哆嗦，顿时又坐了回去。哈哈，李牧在房间里打游戏呢。李牧的房门留有一条门缝，看不到里面。陆小西没敢进去，只在门前轻轻敲了一下。都是一家人还敲门？李牧顿感疑惑，抬头看了看，没看到脸，但是看到了少女的藕臂，顿时就精神了，立马穿了鞋子，拉开房门，瞧见少女怀里的大纸箱子以及那熟悉的 logo 电脑。刚才到了，要不你先进来。陆小西左顾右盼，都没敢踏脚进去。房间可是李牧的私人空间哎，小小只少女很怕看见不该看的东西。李牧，你先和小西玩一下，我去买今晚的菜了。苏文给李长恒甩了个眼神，就算是木头的李长恒也懂了，点点头，我搭你老妈子去。就算他不懂，也得跟着去啊。去了菜市场，买不买菜就由不得苏文决定了，他可不想吃炒月饼。两人匆匆离开了家。还是在外面吧。陆小西缓了口气，他怕怕的，像是小小只猫猫进入了狗窝，随时要被吃掉的。随你，直接拆开吗？李牧关了手机游戏，队友终究是短暂的，
而陆小西可是实实在在的孰轻孰重，无需比较。我看网上的电脑不是说最好录个开箱视频吗？你帮我开，我来录视频。没问题。李牧帮他挪开了茶几上的杂物，把大纸箱子放上去，确认陆小西在录视频后，就拿剪刀小心翼翼的开箱。李牧的眉头微微皱起，很是认真，还是蛮帅的。从他的视角可以看到李牧领口下好看的锁骨。少女拿着的手机很不安分，每次都往李牧的脸上拍，好几次差点让电脑离开视线。这台手机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坏掉了啊？视角都不受控制的。开箱过程持续了10分钟，从拿出电脑到检查瑕疵都很仔细，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录制便结束了。大大小小的物件被一一排开，键盘鼠标都有，买的还挺全啊。这个是礼包送的，这边的零件是在同一家店买的。少女感觉自己鬼精鬼精的，反正她也不懂这些，看到降价或者送东西，一律默认为自己赚了。这个叫外设，回头我帮你试试手感。现在先开电脑，我教你怎么开，你按这个就是开机。这点我知道的啦。好，我帮你设置一下。又花了一点时间，电脑已经可以使用了，还连上了他家的 WiFi。陆小西电脑的第一次是在他家的哦。这都过了半小时了，自家父母怎么还没回来呢？第45章，摸摸手，可以了吗？少女见电脑的初始画面出来了，撩了撩头发，好奇的凑近了些。因为陆小西近视不戴眼镜，只能眯着眼看电脑。他和李牧只有1个拳头的距离，李牧能嗅到空气中的一缕清香，不是在学校那时的玫瑰香味。你用的什么沐浴露？这家伙不回答自己的问题也就算了，还闻自己的味道，乱闻女孩子的变态。陆小西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这么说李牧。10几分钟的开箱视频，减去有李牧锁骨和衣领之下的画面的话，还剩下几分钟呢。真的是手机产生自主意识了，他的手机是一台好色手机。李牧没脸没皮的大大方方的承认了。在学校那边他就没少闻，他一靠近就能闻到，总不能不呼吸吧。李牧敲击着键盘，电脑画面变了又变，一会打开这个，这会又打开那个。看他一眨不眨的盯着屏幕忙打字，陆小西只感觉李牧好厉害。如果是他，估计得看着键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呢。他本就不懂电脑，被绕得晕头转向的，干脆不看屏幕了，转而看起李牧的手。李牧的手瘦瘦的，修长的手指还有细微的毛毛，手指敲击键盘的时候，手背上的经脉也会动一下。他看了一下自己白白嫩嫩的手，自己的手小小的，似乎李牧一只手就能圈住。陆小西以前都没发现李牧的手这么好看哎。大厅只有2个人，2个人又靠得很近，旁边的某人好像是一棵翠竹，陆小西也能闻到一股淡雅的清香，很好闻。你用的什么沐浴露？乱闻男孩子的变态陆小猪同学。李牧学着陆小西刚才的语气，快说。忘记了，随便用的，你去卫生间看看呗，我们一家人都用同一瓶的。算了，我可不想成为和你一样的变态。可你刚才不是吻我了？李牧挑眉，这双标不要太明显好吧？你也吻我了呀？那我们2个都是变态。错误的，只有你一个人是变态。大厅里有2个变态，一个是李牧，另一个是大笨蛋李牧。陆小西抿着小嘴，他才不会承认自己是变态。李牧乐呵呵的，手上的动作慢了些，下了几个常用软件。李牧捏了捏拳头，指关节嘎嘎作响，惊呆了一旁的陆小西。小时候跟爸爸看武打片，里面的人也是这样，一捏拳头就噼里啪啦的，而他自己怎么使劲也掰不动。想学？你怎么做的？陆小西学着他捏拳，只能看见手上逐渐发红的肉，哪有半点声响。来，我帮你弄。李牧捏住他的手，2根手指勾住他的食指，轻轻往上一掰。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骨节似乎松散了一瞬，发出清脆的声响。陆小西的嘴巴微张，好不惊讶，自己居然也可以做到哎。李牧只觉得掌心里的小手暖暖的，软软的，轻巧的揉捏陆小西的小手。李牧的眼睛缓缓放大，从视觉到触感都是巨大的冲击，这算是他青春期以来第一次牵女孩子的手了。你干嘛？陆小西被捏得舒舒服服，忽然意识到什么，连忙将手从温暖的小窝中抽出来，脸色通红，一双好看的杏眸狠狠地瞪着这个占他便宜的坏蛋。这个家伙怎么能这么熟练的顺其自然的拉女孩子的小手啊？还又揉又捏，不知道女孩子的手不能随便乱摸的吗？李牧也有些害羞了，他的脸皮还没厚到能让他心安理得的占陆小西的便宜，只是他脸红的程度比陆小西要轻得多，而且皮厚，不仔细看基本看不出来。他和陆小西的关系也没好到能随意摸手的程度，起码现在不行。他好像喜欢上陆小西的手了。李牧一惊，莫非自己有手控的潜在属性？嘿嘿，我不动你手怎么教你？你就不能嘴上说吗？你把中指往下按，看看行不行？陆小西的视线转移到自己手上，又看看李牧，将信将疑，
尝试着把手指压下去，还没压到一半就感觉到痛了。说着是行不通的，要上手才行，我帮你。李牧又想牵一下他的小手，你当我白痴吗？不学了。陆小西手一转，一根细细的中指就对准了他。李牧反手比了陆小西2根中指，陆小西把一只脚抬起来，艰难的让中脚趾立起来。你赢了，你要玩游戏吗？玩的话，我给你下一个游戏平台，不过上面的游戏都是要钱买的。好玩吗？还行，主要看你想不想玩，平台上面好几万款游戏，总有你喜欢玩的。那你下载吧，主要是怕你下到盗版的，被坑了还帮别人数钱。李牧重新操纵电脑，开始下载东西。我没这么笨的，陆小猪同学最聪明了。你好恶心。李牧笑道，再恶心你还不是得靠我。这倒是事实，陆小西无话反驳，干脆不理他了，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他操作。李牧的余光可以瞄到他白皙的小脚和脚丫，脚丫子修剪得很干净，没有多余的指甲，更没有指甲垢，圆润的脚趾头一动一动的，好可爱。他难道还有足控属性？不，李牧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他只是单纯的好色。陆小西并没有注意到，自顾自地想着自己的事情，时而抬头看看吊灯，时而侧目看看身旁的某人，竟感觉有点无聊了。该下载的都下载了，好多东西。陆小西凑过去数着桌面上的文件，竟然有20多个，而且有好多都是不认识的，最熟悉的就是那只企鹅还有绿白气泡了。这2个听歌，这边就是游戏和加速器，还有2个是看视频的，我刚才登录了一下。你以后也可以用我的账号来看视频，年度 VIP 哦。哦，回去就把你的账号给盗走。陆小西装出坏坏的语气，你都没玩明白就想着盗号，以后想当黑客啊？不要，黑客都是入侵别人网络的，要当就当白客。嚯，你居然懂这些，我本来就很聪明啊。陆小西腰杆都直了几分，想必某人一定对他刮目相看了。那你说说什么是白客？就是黑客的反义词，视频里是这么说的。李牧一笑而过，这方面的知识他了解得很片面，也不想和陆小西探讨这有的没的。话说都1个小时了，自家父母怎么还没回来？第46章，他一点也不好色。当李牧弄完基础设置和下载完需要的软件之后，陆小西就接管了电脑。他使用的些许生疏，用鼠标点击软件，打不开就点击2下，偶尔会弹出用户账户控制，你要允许此应用对你的设备进行更改吗的字样。每个字他都看得懂，但组合起来就成了他所不能理解的句子了。设备、硬盘这些他哪里知道，只能向身旁的某人投去求助的目光。你点是就好了，点否进不去的。哦，对了，系统的防火墙很强的，所以我没给你下安全软件，只要你正常使用就没什么问题。你不要浏览一些不健康的网站，不然中病毒了就不好了。你以为女生和你们男生一样看这些东西啊？陆小西抿着嘴，食指中指并起画剑，直直朝着李牧的小腹戳去。没想到李牧的腹部这么硬，李牧还没什么反应，反倒是自己的手指疼了。有研究表明，女生的好色程度是男生的6倍。李牧有理有据的反驳，那也是其他女生，不是我。陆小西涨红了脸，她一点也不好色，长这么大一点也没看过。李牧没说话，站起身放松身体，围绕沙发走2圈，到冰箱拿出一块月饼，吃吗？不吃。陆小西只瞅了一眼，看见是5人的，顿时就失了兴趣，再饿也不想吃5人。你都不吃，但我今晚要吃炒月饼。啊？陆小西还是第一次听说炒月饼这种菜，或者说是主食。月饼本身热量就高，经过油煎锅炒，吃一口不得满脸长粉刺啊？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可怜？你想表达什么？有点想念你做的饭菜了。我在家不做饭啊，都是妈妈下厨。我想念你妈妈做的饭菜了。这几天好像是我爸爸下厨。我想念你爸爸做的饭菜了。我看你就是不想吃苏阿姨的菜。陆小西好看的眉眼弯弯，咬着嘴唇憋笑，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个家伙说了这么多，就是不想吃炒月饼，变着法子去自己家蹭饭呢。他们2家人实际上是经常相互做东请客的。每当他家做东的时候，苏阿姨就会来厨房帮他们一起做菜。李牧和李长恒2个人不会下厨，就只能在大厅干坐着。而李牧家做东的时候，他和妈妈也会去帮苏阿姨做饭，他的爸爸偶尔也会帮一下。李牧和李长恒还是只能在大厅干坐着。说到底，真正不会做饭的只有2个人。苏文的真实厨艺，陆小西并不知道，但看李牧这样子，心里多少有点数了。只不过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有他和妈妈帮衬，所以并不难吃。嘘，小点声，万一我妈回来了就惨了。李牧心虚地看了一眼门口，真的怕自家老妈凑巧回来。他老妈苏文可谓是 timing 侠。初中那会，他玩手机玩到深夜才去洗澡，忘记拿衣服了，就穿着一条裤衩悄咪咪的出来。刚到门口，老妈就半梦半醒的出来，给他留下阴影了。对哦，苏阿姨、李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呢？要不要打个电话？
行，我看看。李牧真的拿手机打电话了，好在苏文接了电话。李牧问他怎么还不回来，苏文却说他们在逛海鲜市场。诺，没出什么事就好。那你想怎么做？随你，不是炒月饼就行。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吃白食。李牧稍加思索。你还好意思说？陆小西嘴角抽抽，能把吃白食这么理直气壮的说出来的天底下只此一人了吧？咱俩什么关系？让我吃一下怎么了？咱俩什么关系？好多好多关系，同学朋友邻居，现在还多了一层租客的关系。陆小西没有听到想听到的4个字，冷哼一声，不理他了，转头继续研究自己的电脑。陆小西遇到做不到的事情就会当面拒绝，像这种闷着气不说话的，9成8的概率是同意了，还有0.2的概率是陆小西没听到。他呀，最懂陆小西了。陆小西打开视频软件，想找一部最近大火的纯爱电视看。对了，这个账号是李牧的吧？他倒要看看李牧这家伙平时看的都是些什么。当着李牧的面点开观看记录，光明正大的翻看起来。有番剧，有游戏视频，有动漫剪辑，还有不少小说教程，偶尔能看到几条 cos 的视频。cos 他知道，角色扮演吗？大多数都是扮演游戏或者番剧的角色。陆小西鬼使神差的点了进去，入眼的就是大片大片的雪白，视频里的 cosra 穿着各异的衣服，视频还配上了粉紫色滤镜，莺莺燕燕的。呵，男人。李牧乐呵呵的着坐到了他旁边，想看看他在看什么视频。第一眼，哦，这些个女生漂亮啊。第二眼，哦，有点眼熟啊。很快他就笑不起来了。这个叫漫展，就是这个那个，懂吧？李牧着急忙慌的解释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解释。总之就是看美女视频被抓包了，那种藏在内心的癖好被挖掘出来的心虚感，不解释一下都对不住自己。看来以后看小姐姐需要注意一下了。好了好了，知道你是阿宅了。你想看什么？李牧使出了转移话题大法，此法一出，话题终结。随便看看。想看什么类型？李牧厚着脸皮的挪了挪屁股，把陆小西挤过一边，手悬在鼠标上方。陆小西怕李牧又摸自己的手，怯怯的收了回来。李牧顺其自然的获得了电脑控制权，两人之间连一个拳头的距离都没有了。最近大火的纯爱电视剧，谈恋爱的男女主一起在大城市打工买房结婚生子，可惜女主查出了癌症。什么狗血电视剧，肯定不好看，就是专门拍给你们这种小女孩看的。小女孩？哪小了？她明明和李牧同岁好吧？那你倒是说说什么最好看？真男人就得看热血科幻，这部人类机甲大战外星怪兽的电影我都看2遍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她是个女孩子？第47章，爱心晚餐。苏文可算回到家，一开门就见到李牧和陆小西坐在一起研究电脑，两人挨的那叫一个近啊！再近点，都可以亲上了。苏文心花怒放，两眼放光，甚至都幻想出了未来陆小西嫁进来的美好生活。儿子出息了。妈，你们去菜市场这么久，就买了这些东西？李牧看着自家老妈手上的一袋子豆芽，陷入了沉思。去了菜市场3个小时，还逛了海鲜市场，你跟我说就买了一袋豆芽，这一趟油钱都得10几块了吧？没买到想吃的。苏文尴尬一笑，他们哪是去菜市场啊，在下面和邻居聊天呢，嗑了3个小时瓜子，手都麻了。这袋豆芽也只是为了应付一下去菜市场这件事而已。今晚已经决定吃炒月饼了，豆芽只是小菜。爸呢？在下面和别人走象棋。苏文乐呵呵的看向陆小西，柔声说道：小西今晚要不要在这里吃晚饭啊？还是不用了，苏阿姨。陆小西随意搪塞了过去，他可不想吃炒月饼。有的没的聊了一会，陆小西便收拾电脑离开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电脑放到一旁，静静的躺在床上，小肥喵呜喵呜的也跟着他趴了下来。精明的大猫咪察觉到了主人的不对劲，使劲用毛茸茸的尾巴去挠它。小肥别闹，喵喵。大猫咪哪知道主人为什么脸这么红，只知道被主人按摩得很舒服。刚才在李牧家看科幻电影，李牧像是分享东西的小孩一样，一边重温剧情，一边跟他讲解剧情走向，甚至把电影原作的后续剧情都拉出来长篇大论。他以前都是看小甜剧的，就算看番剧也是看的纯爱日常，偶尔会跟风看点大火的题材，科幻完全没有涉猎，也不想涉猎。可他刚刚竟然陪着李牧看完了一整部电影，好怪。而且2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李牧的小腿总是能蹭到他的小腿，现在才后知后觉。不管李牧是有意还是无意，今天都让他把便宜给占了。今天敢占便宜，明天就敢欺负他。少女的思维总是很跳脱的。注意到桌上粉色机械猫的眼镜盒，好像李牧这几天一直都有拿他眼镜来说事哦。陆小西把眼镜盒拿过来，喷一下镜片水，擦拭干净后戴了上去。他的度数不高，影响不到日常生活，平时也不想戴眼镜，朦胧朦胧挺好的，
眼镜一戴上，那股朦胧感就消失了。小肥，起来！陆小西挺挺身子，起不来，又倔强的尝试一次，依旧起不来，都怪小肥太肥了。小肥不满的喵喵2声，从陆小西的柔软处跳到床上，舔舔自己的毛发，看着陆小西起身走到梳妆台前臭美。黑色圆框眼镜已土的刻板印象出现在了众多影视作品当中，也不知道是谁带起的。黑色圆框眼镜明明就很可爱，好吧？起码陆小西是非常可爱的。阳光变得柔和，陆小西浅浅睡了个午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自从他把李牧送给他的东西都拿出来之后，睡觉就可香可香了，身边全都是某人的味道，很有安全感。打开房门就闻到刺鼻的味道，厨房里熟悉的身影正在忙碌。陆小西洗了个脸就去帮忙。陆小西一家子人都爱吃辣，就算是水煮青菜都要放辣椒，这就是所谓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妈，开始了。还没呢，刚整好菜。我来吧，你去看会电视。怎么了？秦小千疑惑，以前都是他们母女一起下厨，偶尔老公也会帮帮忙，今天的女儿有些反常。哎呀，我来就好了。陆小西绑上短短小马尾，束上红色围裙，推搡着秦小千出了厨房，最后把用于隔挡油烟的玻璃给拉上。他看看电饭煲，还好是刚开始煮，不然就不好添米了。他淘了一小碗米倒进去，这一小碗是给某人的。今晚的菜有排骨和草鱼，以及一篮油麦菜，朴实无华不枯燥。这次做菜既要让父母吃，又要让李牧吃，辣度就很难操控了。他只放了一小勺辣椒，放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小西，煮好了吗？煮好了。陆小西拉开门，把几样菜端上饭桌。咦，你没放辣椒吗？秦小千一下子就察觉到了端倪，和以前的菜不一样呀，怎么红油都没了？啊，我忘记放了。陆小西眼神飘忽，不知道怎么解释。也好，总是吃辣对身体不好，今天就吃一顿清淡的。秦小千瞧着自家女儿那副样子，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一家都是辣猫子，放辣椒都放习惯了，怎么可能忘记呢？真相只有一个。秦小千仿佛戴上了眼镜。李牧是要来我们家吃饭吗？啊！陆小西这样的反应，秦小千就知道自己猜对了，自家女儿真是一点也不坦率呢。你就跟妈说是不是？是也不是？陆小西小声道，心里发虚发虚的，明明就是普通的送个饭而已。什么叫是也不是？我今天不是找李牧让他帮我弄电脑吗？那个笨蛋厚脸皮要我给他带晚餐。陆小西也豁出去了，自家妈妈太聪明，什么都瞒不住。爱心晚餐？妈！好了好了，不说了，等会惹我们家宝贝小西生气了。秦小千看着自家女儿的脸红成番茄，掩嘴偷笑，完全不嫌事大。如果是其他人，他可能还会唠叨自家女儿，但对象是李牧的话，他反倒希望事情大一些。从小看着李牧长大，李牧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很清楚，很放心。虽然有点不厚道，但他和苏文可一直都把自家孩子和对家孩子当 CP 磕呢。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第48章，踩影子就能永远在一起。窗帘遮挡了绝大部分阳光，李牧的腿上放着一只小猪玩偶，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在房间里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当然，李牧并没有化身钢琴家守护家人，他正在为新书的构思绞尽脑汁呢。写小说不仅是兴趣爱好，现在已然成为了他额外收入的来源，每天花费3-4个小时码字，一个月就是2-3千，加上每个月的生活费，他能攒下一笔不菲的金额了。这笔钱的作用暂且不谈，但人在外面有了钱才会有安全感，这或许不是一个大一新生该考虑的事情。李牧感觉自己很成熟，对，他非常成熟，成熟到可以自力更生。李牧，出来吃饭。等会，来了。好吧，暂时还是生的。李牧的拖鞋坏了，今晚得出去买一双。他哗拉着拖鞋走出大厅，心惊胆战地掀开菜盖子。炒月饼真的有，但不只有炒月饼，还有青椒猪肉和一盘豆芽菜。怎么，不想吃炒月饼啊？苏文的声音从身后响起，一锅紫菜蛋花汤端了上来。当然不想，一会你得吃一点。苏文笑着哼了一声。先前说吃炒月饼，他一开始的确是这么打算的，但在李牧回房间玩电脑的时候，他就趁机去菜市场把菜买了。毕竟不是毒妇，做不到让自己最爱的2个男人吃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些个菜的卖相还可以，但味道吗？李牧用牙签刺了一块猪肉尝尝味道，那脸色是一变又变。尝了一小块炒月饼之后，他沉默了。我记得老爸喜欢吃这个。哈哈，那一回必须让他多吃点。苏文笑道，自己也尝了尝，厨艺真是越来越好了。晚饭李牧完全就靠着汤泡饭吃下去的。明明老妈还是那个老妈，厨艺还是那个厨艺，以前就算觉得难吃，也完全没有像现在不想吃的程度。坏了，胃被陆小西养刁了。他就吃了一点点饭，便找了个借口开溜，剩下的胃是留给陆小西的。妈，
我拖鞋坏了，我去买拖鞋。家里不是还有拖鞋吗？我那牌子舒服，其他的穿不惯。这句话倒可是情真意切，他对那双拖鞋钟情许久，他瞧不上其他拖鞋，认准了一双就穿到烂为止。谁让他是一个专一的人呢？去吧，看看有没有甘蔗，有的话买一点回来，你看着买。我顺道去看看。对了，爸你可得多吃点，不要浪费了。李长恒不敢怒也不敢言，这小子跑得快就算了，临走之前还坑他一把。李牧可不管这么多，换了双小一点的拖鞋就下了楼。五子棋凉亭处，李牧拿出手机给陆小西发去了消息：李笨蛋，有空没？饭好了没？陆小猪，你这是什么态度？李笨蛋，我错了，陆大小姐。龇牙。陆小猪，算你识相，出来开门。李笨蛋，我跑下面亭子这里了，你拿下来吧。对方过了1分钟才回消息。陆小猪，陆小猪，就你事多，比试。很快，楼梯口走出一位少女。少女洗过澡了，靠近李牧的时候，李牧都能闻到好闻的味道。你怎么戴眼镜了？李牧手贱地戳戳她镜框的中心。别闹，美少女的事情少打听。你，美少女？我还是假面骑士呢。吃你的饭去吧。陆小西把比脑瓜还大的保温盒递给他。李牧笑着接过，顺带摸了一下他的手背，滑滑的，手感很好。你变态啊！陆小西咬牙切齿，这个家伙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首饰吧？真以为他和他关系很好吗？要不是现在是在外面，周围又都是熟人，他肯定要狠狠地掐李牧的肉，挠他的痒痒。你去不去买东西？买什么？拖鞋。神经！哎，我是说我买拖鞋，你想买什么还用得着问我吗？但我不知道买什么。陆小西坐到了他的旁边，看他吃东西。李牧看了眼饭菜，浅尝一口，味道极佳，辣度适中。他古怪地看了一眼陆小西，不应该啊，这妮子不是无辣不欢吗？难道这是陆小西特地做给他吃的？一定是这样，他心里有我。吃啊，看我做什么？没事，就忽然感觉你挺好的，戴眼镜很可爱。没来由的夸夸，陆小西疼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这家伙又在整幺蛾子。这么露骨的夸奖，险些让小小之女孩宕机了，嘴巴颤动着，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耳垂染上了一丝嫣红，比清晨更纯，比晚霞更美。只是天色渐晚，有的人却看不到了。哥，李牧饱餐一顿，满足的摸了摸满足的肚皮，看来自己这位是真的被养刁了。陆小西也从刚才被气红脸的状态中缓了过来。对，被气的，才不是因为害羞。你洗碗，洗干净点，明天把碗给我，要是洗不干净以后别想吃了。你洗？李牧同学好大的威风啊，白吃人家的饭，还让人家洗碗。好好，我洗。现在去超市吗？去呗，我把碗放着，一会再回来拿。要是丢了，你得赔我2个，赔你3个，赔你4个，赔你5个，全赔你。喂，是精神科主任吗？我这里有个病人。小区的路灯飞满了蚊虫，乌泱泱的一群。就算是10月，南方这边还是有点热，有那么几天会降温，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在24、25。待温度稳定之后，就见不到这样成群的飞虫了。许多人都在这个时间段出来遛宠物，遇见认识的，李牧就去上手摸摸。这么一对比，青春活泼少女陆小西竟然显得有些文静。陆小西就跟在李牧后面，背着手，路过路灯的时候就踩着李牧的影子走，李牧走过去，他也就跟着走过去。踩影子可以踩掉一个人的阴暗，听爷爷说，踩对方的影子，那个人就永远不会离开自己。不会是真的吧？第49章，长不大的幼稚鬼。因为要买的东西不多，2个人只推了一辆小车。男人嘛，手上有东西就安分不下来。李牧推车跟玩漂移一样，拐角的时候还会给小推车配上声音。长不大的幼稚鬼，陆小西小声嘀咕，哪像他都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知心大姐姐了。我看你也没长大多少啊。谁说的？我这个身高在女生堆里也算高的了，好吧。还有呢？还有什么？陆小西敏锐地捕捉到了李牧瞳孔轻微的下移，下意识地低头，可以看见自己凉拖上粉嫩的脚趾。李牧这家伙在嘲讽他小，这又不能怪他。你死！陆小西2只手变成钳子，张牙舞爪的上去掐李牧腰间软肉。思思，别，这里是超市，人多。左右看了看，人不多，但这样子大闹下去肯定会让人唠嗑，万一有认识的人路过，那就解释不清了。陆小西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抬脚踹了一下他的屁股，方才作罢。嘶，肯定淤血了，自作自受。我刚才算不算骚扰？李牧问道。你还知道啊？一会我必须告诉苏阿姨。别，求你，等着吧，这次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了。你想买什么，我请行不行？少女别过脸，才不理他呢。
手机上还有能看到李牧锁骨以下的视频，本来要删掉的，现在算两清了。我要宰你！宰！我付钱行了吧？消消气，算你识相。陆小西哼哼，甩甩头发，背着双手往零食区走。有什么好吃的，没吃过的，统统丢进车里。要宰李牧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可是对他的惩罚。走一圈下来，小推车已经塞了一半的零食，当然里面还有一双蓝色拖鞋。您好，一共79元。扫了。慢走。你怎么不对一下账单就走了？陆小西把一大袋零食从李牧手里夺过来，拿出那张小票仔细对账。这个会出问题吗？有时候服务员不小心一个商品扫2次，最好还是当面对一下。学校那次你不也没对？谁跟你说的？我只对了我自己的，你没看见而已。你还指望我帮你对啊？陆小西找了一袋可以吸的果冻，又把零食袋塞回李牧手上，奋力的想要扭开盖子。或许是大牌子的质量好，包装的盖子很紧实，陆小西大拇指都红了，还是没能拧开。他斜眼看了李牧，李牧也在看他。都快把求我帮你写在脸上了，那你要不要我帮？不要。陆小西用牙齿把盖子咬开了，小口的吸了起来，草莓味，酸甜的。李牧光明正大的侧头看他。你吃果冻的时候好像小兽。小兽是他之前养过的一只仓鼠，现在已经去了只心。仓鼠小一只，吃东西会先把腮帮子填满，小嘴一动一动的，很是可爱，和陆小西一样。哦。陆小西吸果冻还发出嘬的声音，吸得猛了，果冻口还会吸附在嘴唇上。少女好像觉得很好玩，用力吸了一口，让果冻口牢牢吸附在上嘴唇。你看，我看你也挺幼稚的。李牧笑，用力弹了一下包装袋，陆小西的嘴唇随着包装袋一晃一晃的。别动，有点疼，好像拿不下来了。我看看怎么个事。哈哈，让你贪玩，你还笑？陆小西气呼呼的，好不容易把包装袋子拔下来，嘴唇都红了，眼眶湿润的。李牧伸手去戳他鼓起来的脸蛋，鼓的河豚脸一下子就把气全呼他脸上。回去的路上，李牧拐去了一家水果摊，买了根甘蔗。南方买水果很方便，不仅可以让老板帮忙削皮，还能让老板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李牧多要了2个小袋子，就这小袋子拿甘蔗，吃不？谢谢。陆小西乖巧了许多。李牧也拿起一根甘蔗啃了起来，咬下一小段，在嘴里嚼着。南方的黑肉甘蔗汁水又甜又足，不小心就把甘蔗汁溅到了陆小西的脸上，都飞我脸上了。陆小西嗔怒：你洗澡了没？没呢。陆小西把脸凑过去，用她的衣服擦脸。少女的脸在手臂上蹭，可爱极了。李牧也不介意，汁水是他溅上去的，反正一会就洗澡了。倒是陆小西的举动让他有些脸红，像小情侣一样。空气中有凉风，他闻不到陆小西的香味。我们多久没一起走过这条路了？不知道，好像我初2就没和你上下学了吧？李牧细回忆，这条街囊括了他和陆小西小学到高中的上下学，是读书的必经之路。附近又是小区，学生居多，常常有摊贩活跃。以前和陆小西关系好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背着书包去上学，每次都会在这里买水糕，让老板帮忙切成一块一块的，用牙签你一块我一块吃到学校。那时的他背着黑色奥特曼书包，还嘲笑陆小西的粉色芭比娃娃书包娘里娘气。这样的时光在初中关系僵化的时候就结束了。这几年小县城一直在搞文明城市，李牧之前路过这里的时候，那个每天都会留一份水糕给他们的小摊阿姨已经不在这里卖了。你在这里摔倒过？陆小西在一棵桂花树下驻足，指着桂花树的树池笑道：这你都记得？我记得你当时在换牙，摔倒的时候正好磕到了松牙齿，哭着跑回家里找李叔叔拔牙齿，我印象深刻。哦对，你吵着要跟着我回去，然后我们2个都没去上课，说起来你还得谢谢我，让你少上半天课。少来了，我很喜欢上学的好不好？陆小珠同学一直都很勤奋好学呢。陆小西没说什么，低着头咬甘蔗，但甘蔗的结长了个牙，很硬。咬不动了。第50章，帮陆小西咬甘蔗节。甘蔗2端都是长了牙的节，他都咬不动，还有2段节尖呢，肯定是不能丢掉的。他咬不动，倒是身旁的某人大口的吃着，有时候汁水足了就吸一口，他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不吃了，有节，咬不动了，给我。李牧伸双手到他面前，不能浪费了。陆小西还以为这个家伙拿回去洗接着吃，就把甘蔗递给他。李牧嘿嘿一笑，一只手接过甘蔗，另一只手从陆小西的手背划过。陆小西也没羞恼，接甘蔗哪里用得到2只手啊？看到李牧2只猪蹄都伸过来的时候，他哪能不懂呢？肯定是又想占他便宜了。这几天就没消停过，不管他说什么，李牧这家伙都不会听的。脸皮厚如城墙的李牧还是会趁机摸他的小手，
上午的时候是这样，下午也是这样。他干脆不管了，反正摸摸手也无所谓。小时候他们可是成天抱着胳膊的。甘蔗的节上有浅浅的牙印，李牧看不到，一口将长牙的节咬下来，把节里面的汁水嚼干净。陆小西看傻了。陆小西每天早晚都会刷牙，牙齿很白很工整，而李牧一般都是早上刷牙，晚上不吃宵夜的话就偶尔刷一次。按理说陆小西的牙口会比李牧好才对，现在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但这不是重点，上面有我的口水的，他刚刚可是把甘蔗都含在嘴里的。哦，又不是没吃过，诺。李牧倒是风轻云淡，把这段甘蔗的上下两头的节都咬了。我嫌恶心，要医了。陆小西捂着胸口的衣服，装作干呕的样子。那你换一根新的吃。不要，这根都快吃完了。陆小西不敢看他，咬甘蔗的时候像只小猫耸耸鼻子，一点味道也没有，就是上面有李牧的口水，吃得不太自然。实际上他们小时候甚至同吃一根冰淇淋，双方的口水可没少吃。甘蔗没了节，就只剩甜了。吃到后面他也不管咬不咬的冻结，一股脑的给李牧帮他咬。完蛋了，怎么了？只剩2根了。李牧举起手中的甘蔗，原本鼓鼓囊囊的一袋子，现在只剩下一堆渣渣和2根全是节的甘蔗，全让他和陆小西吃光了。我妈让我给他带的，现在没了。苏阿姨会不会骂你？多大个人了，肯定不会骂，但可能会唠叨2句。那怎么办？嘿嘿，就说是你吃的。你皮痒痒了是吧？陆小西举起小手，食指中指弯曲，比作螃蟹钳。李牧感觉这个钳下一秒就会出现在他的腰间，掐他捏他，下意识地捂住2边。前面也有果摊，去那边看看吧。对哦，差点忘了，走走。幸运的是小区附近有流动水果商贩，李牧随意买了点拿回去交差。当然他也没忘记把放在五子棋小亭下的保温盒拿上去，这要是丢了，保底被陆小西蜕层皮。今天的小区情报大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聚齐。空气中有淡淡的桂花香，几枚桂花落到李牧的头发上，伸手去帮他弹了下来。李牧也看到了他头顶的一点点桂花，朝他伸手。少女以为某人是要帮他弹桂花，头低了低让某人看得更清楚，然后就感觉额头一疼。李牧压根就没打算帮他弹走桂花。明天多少点把碗给你？都可以，记得洗干净点，要是脏了你就别想吃了。你的零食别忘拿了。李牧从零食袋里拿了2包薯片和自己的拖鞋。他忽然发现陆小西穿着的是浅红色的凉拖，和他的蓝色拖鞋是情侣色。目送陆小西拿出钥匙打开房门。给你吧，这个不想吃了。陆小西留了一个小缝，掏出一个蓝莓味的果冻递给他。李牧还没来得及趁机摸摸手，陆小西就关上了门。暗叹可惜，李牧才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老妈老爸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听见开门声，2个人都向他这边投来了目光。回来的时候，操场的广场舞格外小声，现在已经很晚了。这一趟出去了2个小时。李牧放好了保温盒，坐在了老爸旁边，2只手臂伸直到沙发后边，跟个长臂猿似的。你们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你不是和陆小西在下面玩吗？妈，你怎么知道？你秦阿姨跟我说的，说陆小西带着饭盒下去找你去了。苏文用指头戳李牧的额头，没好气道：你小子嫌弃你妈做的饭是吧？还让人家小西特地给你带饭。嘿嘿，口味在那边给陆小西养刁了。小西做饭确实好吃，你秦阿姨跟我说这顿是陆小西自己做的，就连辣椒都放少了，人家多关心你。再看看你，一点也不灵光。谁跟你说的？我刚才请他买了一袋零食呢。李牧洗完香香就回到了房间里，打开一张面膜，按照包装上面的步骤开始敷在脸上。他的皮肤本身就是健康的白，这几天一直把自己闷在家里，出去的时候也没被太阳晒，军训晒黑的地方很快就白回来了。起码手脚和脖子已经没有了明显的黑白分界线。现在他已经习惯把小猪玩偶放到腿上坐着，刚想打开电脑码字，手机就收到了微信消息，是陆小西发来的10秒的语音。陆小猪，那个电脑怎么有密码啊？密码是什么来着？你没告诉我。或许是夜深了，陆小西的声音小了许多，听起来柔柔的，隐约间还能听见键盘的敲击声和小飞的喵喵叫。他能猜出他大概的样子，少女坐在电脑桌前，满脸疑惑地输入密码，而小肥就坐在他的腿上，享受着来自少女的温柔抚摸。李牧打字回复他：李笨蛋，我生日加 QQ 前6位。陆小猪，这是我电脑啊，你设什么密码也不跟我说一声。少女的语气有些娇嗔。李笨蛋，忘记说了。陆小猪，你还把我用户名写成陆小猪是吧？你给我等着。李笨蛋，滑稽滑稽。想了想，李牧挑选了最合适的角度，拍了3张自拍给陆小西发过去。李笨蛋，图片图片图片。李笨蛋，哪张帅？陆小猪，陆小猪，你知不知道你很油啊？李笨蛋，
龇牙，龇牙，怒，猪。陆小西一只手揉着小肥的头，一只手把玩着手机，把李牧发过来的3张图片一一点开查看，长按屏幕保存了下来。李牧这家伙敷面膜的时候憨憨的，他刷视频的时候经常能看见一些男男女女开那种面膜特效，那种特效在一定程度上能突出一个人的五官，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欺骗，让使用者变美。而李牧发来的图片就是这样，只不过面膜从特效变成了真的。相比起特效的油腻，李牧的面膜就显得自然很多，一点也不油，反倒是面膜遮住了他大半的脸，本来好看的地方看不到了。陆小西输入了电脑密码，用李牧的账号找了一部搞笑综艺看了起来。看完一集已经是凌晨1点，陆小西直接合上电脑，抱着小肥躺在床上看手机。李牧在12点的时候就给他发了晚安。喵喵，小肥用尾巴挠挠陆小西的脸，主人怎么一直在傻笑啊？是不是坏掉了？在小肥疑惑不解的目光下，陆小西对着手机轻轻说了一句晚安。第51章，捏捏这。楼下传来小孩的嬉闹声，李牧被阳光照到眼睛，方才悠悠转醒。昨晚窗帘没拉上，透了个缝，让阳光溜进来了。习惯性的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已经是上午11点了。现在才注意到陆小西发的语音，轻轻的柔柔的一句晚安。好乖，再听一次，再听一次。陆小西给他发语音，是不是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又进一步了？李牧在床上躺到了12点，时不时会点一次刚才的语音，嘿嘿，真好听。自家爸妈不知道又去了哪里。刷牙洗脸，李牧接着进行新书筹划。还没码多久，大门就被敲响了。李牧庆幸自己没戴耳机听歌，不然有人来了都不知道。他趴在门边上，透过猫眼便看见一位打扮青春活力的短发少女，戴着一顶粉色运动帽，帽舌遮住了少女的脸，只露出了白嫩嫩的下巴。虽然看不到脸，但李牧也能认出来人是谁。少女的背后，秦阿姨和陆叔叔笑边往电梯口走去。爸妈，你们先下去吧。少女往身后喊了一声。你是何方？我听到动静了，我知道你在看。被打断施法，李牧也不恼，嘿嘿笑着打开门，这才注意到少女背后的羽毛球拍，全副武装的，这是要去打球。陆小西的父母很喜欢运动，一旦闲下来，两个人就会到楼下找场地打羽毛球、乒乓球，有时也会拉上陆小西。他的羽毛球和乒乓球都是跟陆小西的爸爸陆明学的。你打不打？少女乖巧的点点头。你不是不会打羽毛球吗？李牧捏着下巴，神色古怪。他记得陆小西是不会打球的，他和陆小西一样都是跟着陆小西的父母学了这么多年，陆小西连在他手底下撑5回合都难。谁跟你说我不会的？我说的可不是火柴人羽毛球，我只是不厉害，不是不会好吧？陆小西蔫了，说话的声音也变小了。你就是菜，你打不打？不打我跟我爸妈打了。走。陆小西的父母先下去了，这趟电梯只有他们两个人。你好圆。陆小西掩嘴，指着电梯门上反映出来被压扁的李牧。有没有可能你也很圆？陆小西躲到李牧后面，就探出一个小脑袋，嘻嘻笑道，这样就只有你圆了。电梯很快就到了，时间还早，操场这里很多年轻人在打篮球，不远处的大树下象棋的咆哮也能传到这边来。李牧在象棋桌上看到了自家老爸，在不远处的牌桌上看到了自家老妈。一大清早就下来玩，怪不得见不到呢。两家人都下来了，又没太阳，还戴着帽子干嘛？李牧弹了弹陆小西的帽舌，等一会太阳出来晒死你。陆小西把帽子摘下来，摸摸自己的额头，扎得比较紧，上面被帽子勒出了浅浅的印。戴帽子之前应该先调整一下的。他打开羽毛球袋子，其中一只羽毛球拍的手柄上的缠手胶烂了，他就把那把不好用的给李牧，好的自己用。你用这个，用哪个都能赢你。陆小西哼出一口气，去到了球场的另一边，那小眼神都快喷火了，看得出来陆小西真的很想赢。陆小西把羽毛球抛得高高的，打出了一个高远球。这种球很好打，李牧轻轻一扣就把球打了回去，球精准地打在了陆小西的额头上。没事吧？李牧嘴角抽抽，他真的只是随手一拍。没事。陆小西捂着额头，把球捡起来，又发了一个高远球。没办法，他只会这个。李牧干脆陪他一起玩高远球。如果有会玩羽毛球的人路过这里，一定会被气出高血压。两个人之间的体能是有差距的。只打了10来分钟，陆小西就累得气喘吁吁，额间遍布细腻的汗。不打了。陆小西接下最后一球，忙摆手走向一边，语气软弱无力。李牧把球拿在手里，走到了对面。陆小西已经直不起身子了，只能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喘气。去那边坐坐吧。好。陆小西从包包里拿出水壶就要喝。剧烈运动就喝水，会吐的。没关系，这
这不算剧烈运动。陆小西没听他的，含住吸管猛缩水。就你这体能，跑2步也算剧烈运动了。而且你不是腰间盘突出吗？干嘛还出来打球？没关系的，最近都还好。李牧坐到了他旁边，拿过他的水壶，拧开盖子喝水。你还说不能喝水，自己不是也喝了？我又不累。话虽如此，李牧出的汗可不比陆小西少，领口、腋下和背后都湿了一片，头发也湿湿的，粘成一丛一丛的。李牧咕咚咕咚的喝水，喉结上下滚动，水沿着脸凝聚在下巴滴落。陆小西只看了一眼，你好臭，多闻闻就习惯了。李牧见笑着，拉开衣领扇风，把汗味散发出去，然后看陆小西皱眉捂鼻子，我要吐了。看吧，我说不能喝水的，是被你臭到了。汗是没味道的，臭的不是我，是细菌。你也臭。李牧自己嗅了嗅腋下，味道确实有一点，这是运动过后出汗不可避免的。他还是挪挪屁股坐远了些。回去没？再休息一会儿。陆小西弓着身子，还是很难受。他高中期间就算是下课也坐在位置上复习，很少出去走动。偶然一次腿疼，去医院拍了片子，才知道自己得了腰间盘突出。确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保守治疗，运动什么的完全杜绝了，体能本来就一般般，现在更弱了。因为很久没腿疼了，陆小西还以为好的差不多了，想运动一下。腿倒是不疼，反倒让李牧说准了，反胃的感觉越来越强，甚至有干呕的迹象。你嘴唇都白了呀。李牧撑着脸，先前已经提醒过了，是陆小西不听，现在好了吧？即便他关心，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又不是医生，只能看着陆小西难受，自己也难受。陆小西闻言咬了咬嘴唇，苍白的嘴唇又红润了些，但也只有一会，很快又白了下去。我看你还是不要玩羽毛球好了，别看羽毛球轻轻的，运动量可不比篮球少，也就我温柔的和你玩高远球，换做别人肯定扣球，你一个都接不了。贬低我体能不行的时候，还不忘给自己脸上贴金是吧？陆小西没好气道，纤细的手指在李牧的手臂上用力的捏了捏。少女尚且处于虚弱状态，能有多少力气？李牧根本不疼不痒，甚至还有点享受。他侧了侧身，把背后对着陆小西，反手指着后背，捏捏这。陆小西小拳头硬了。第52章，我只对你变态。李牧哥，小西姐。一道略显稚嫩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李牧回头看去，来人是个11、12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个年龄更小的小女孩。那个小男孩李牧认识，还教过他打乒乓球，而那位小女生没什么印象。米蛋，这是你妹妹。李牧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这是我表妹，今年才8岁。被称为米蛋，小男孩一点也不介意。不仅李牧这样叫他，全小区甚至是他的父母都这样叫他，他自己也乐于其中。他笑着拍拍小女孩的后背，从身后拿出了一副全新未拆开的乒乓球拍。李牧哥，打乒乓球啊？还没等李牧说话，米蛋忙开口，小区里都没小孩比我厉害，无敌是多么寂寞。活脱脱一个健谈开朗小男孩，和小时候的李牧有几分相似。看你得意的，你跟小区里的大爷打过？我说我在小孩里是无敌的，那些大爷不算。李牧哥走啊，去陪我打乒乓。李牧也很久没玩了，当即点头同意，刚踏出一步又退了回来，蹲在陆小西面前笑嘻嘻道，一起去啊，乒乓球的运动量比羽毛球少很多，随便玩玩不会很累的。我又不会玩乒乓球。我会，我教你。我才不想学。陆小西嘟嘟嘴，还是站起身来，拍拍屁股的灰尘。现在身体已经舒服多了，反胃感实不存一。他才不是想去看李牧玩呢，他只是想陪这个可爱的小妹妹一起玩，是这个小妹妹要跟着米蛋去乒乓球场，他才跟着去的。跟陆小西的爸妈说了一声，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就往乒乓球场那边走去。路上李牧就一直拿拍子顶着乒乓球玩，一个两个三个的数着。陆小西就看着李牧，直到打了40、50个，球没接住，落到了李牧的脚上，被弹得老远，李牧只能灰溜溜的去捡回来，陆小西的嘴角就会情不自禁的上扬。乒乓球的运动量和其他球类相比算少的了，因此也成为了小区大爷最爱的运动。4个人找了最边边的台，2个女生坐到树荫下的长椅上看2个男生打球。李牧哥，看我报仇！米蛋还记得以前被李牧暴扣的场景，心中早已是3年河东3年河西，莫欺小孩穷，苦练技术，就等这个时候了。3个球后，米蛋跑老远去把被李牧扣飞的球捡了回来。李牧虽然好久不打了，但虐虐米蛋这个小屁孩还是不成问题，全程都是压着打，越打越不对劲。米蛋的脸上写满了不甘和委屈，多种情绪转化成实力，越打越猛，就连李牧都察觉到不对，稍不留神就让米蛋赢了球。陆小西一直在看着李牧，他以前感觉李牧总是坏坏的，渐渐的脸皮很厚很厚，但打乒乓球的时候脸上就写满了认真2字，眉头紧缩，薄唇微抿，运动起来能看到他手臂和小腿的肌肉轮廓，跟变了个人一样的。忽然有点明白
为什么高中时期那么多女生会去看校队打篮球了？帅给谁看呢？陆小西感觉脸上烫烫的。表哥加油呀！一旁的小妹妹两只小手放在嘴前大声呼喊，好似得到了鼓励。米蛋当即来了一个扣杀，速度很快，李牧还没反应过来，脖子处便是火辣辣的痛。嘶，你顿悟了？嘿嘿，我很强的。米蛋给自己比了个大拇指，过2年我肯定比你厉害。现在比分13-3，你先赢了我再说吧。再来，发球。李牧把球丢给米蛋，米蛋高抛，正要开始新一回合，一声超洪亮的咆哮传来：米蛋，带表妹回来吃午饭。余音环绕，4人朝声音的方向望了望，果真看到一个女人趴在窗口招呼。糟了，我妈叫我回去吃饭了。刚跑2步，米蛋又折返回来，拉上表妹一起跑了。李牧哥，我一会再下来。我来。陆小西踏着欢快的小步子接替了米蛋的位置。乒乓球多简单啊，不就是把球打过界，弹一下对方的桌子吗？和羽毛球差不多吗？少女觉得自己又行了，只能看别人打，手痒痒，现在有机会，肯定要试试。反正她才刚上手，输了没关系，因为她是新人呀。可要是赢李牧一个球，那她就可以放声嘲笑李牧被他打败了，怎么想都不亏嘛。我教你。李牧走到了对面，露出一口大白牙，慢动作抓了一下球拍，360度展示给陆小西看。这是正手，这是反手，我们这些业余玩家怎么舒服怎么来，没这么多讲究。是这样吗？不，你手指抓歪了。李牧用手指去调整他手指的位置，再捏捏他的小手，感觉女孩软软的，连手指都是。被陆小西瞪了一眼，李牧就打哈哈吹口哨，主打的就是一个厚脸皮。你知不知道你很变态？知道。我无话可说。李牧这一手诚实牌打得陆小西不知道说什么了。其实我只对你变态，你知道为什么吗？李牧坐到了乒乓球桌上，和少女的眼睛对视。我不想知道，对别人这样肯定会被骂的。都说不想知道了，而且我也骂你了，你骂的不算。死，滚去那边！陆小西气笑了，他不是人是吧？他的骂不是骂是吧？恨恨地踢了一下某人的小腿，推搡着把李牧推到对面去。陆小西朝李牧勾勾手指，你这算挑衅吗？我小区内同龄人无敌，可你输给米蛋3个球，米蛋才多少岁你都能输球？都说同龄人无敌了，米蛋又不是同龄人。李牧笑道，看在你是新手的份上，我就跟你打滴水球，相当于羽毛球里的高远球。好。李牧高抛球一下子击打过去，乒乓球在球桌上弹了2下，陆小西努力去接，球拍和乒乓球擦肩而过，接连打了好几个回合。陆小西不是在捡球的路上，就是等待捡球的路上，笨拙的动作让李牧阵阵发笑，见他整个小人都蔫了吧唧的，就假装打不中，让他一个球。然后陆小西高兴的原地蹦跶2下，小马尾都欢快起来了，真以为自己赢了李牧呢。少女笑颜如花，李牧也跟着他一起笑。第53章，情人眼里出西施。不知道米蛋吃了什么，半个小时还没解决。李牧就陪着陆小西打球，打累了，他就坐在桌台上玩手机。原本陆小西是坐在树荫长椅上的，见李牧坐在台上，他也迈着小步子，一屁股坐在了他的旁边。你太重了，要他了，你再嘴贱就抽你。我不信。陆小西伸出一根手指往李牧的腋下探去。卧槽，搞毛啊！李牧浑身一颤，一个哆嗦跳了下来，捂着腋下，满脸震惊之色。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捉弄，李牧差点破功。要是让他做好心理准备，陆小西2只手一起上的都不带怕的。谁让你嘚瑟？我看你才是最嘚瑟那个。李牧也用手指去戳他。少女全身都敏感，又没有李牧那种肌肉，被手指戳戳，浑身都痒了，只能用手尽可能的护住更多的位置，不让李牧戳戳。哎，别戳了，要笑死了。陆小西都快笑出眼泪了。李牧身上的汗干了，那股味道逐渐散发出来，鼻尖总能嗅到他的臭味。你这次真的好臭，你是痴女啊，一直吻我。李牧一脸惊骇，捂住胸口，佯装出小女孩家家遇见坏人的样子。你一直在我旁边，我总不能不呼吸吧？臭死了！你是不是内分泌失调了？还说自己聪明，连汗为什么臭都不知道，让李老师来告诉你，汗臭是因为细菌代谢汗中的脂质才臭的。就你最聪明，离我远点，臭！好，我走远点行了吧？李牧摊摊手，自讨没趣，跑到球桌的另一端坐着。这些球桌的质量还不错，晚上偶然能看到许多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也没人来管。依稀记得小区以前的球桌是用水泥和红砖砌成的，简陋非常，乒乓球打在上面一下子就坏了。他还有一个专属乒乓球拍，把2边的胶都拔掉了，只剩下中间的一块木板，然后用各种颜色的绷带缠上去。一开始他缠的黑色绷带，然后陆小西说太丑了，就帮他重新缠了个彩虹色，花里胡哨的。
以前奶管好不好用，只要能用和好看就可以了。那个乒乓球拍被他藏在了衣柜的小箱子。自从关系变差之后，他就把所有都藏了起来。陆小西张开双手躺在球桌上，时有落叶掉下来，他就抬手去接，接不到就等下一页。感觉有点无聊了，他就昂着脑袋去看另一边坐着的李牧，只能看见李牧低着头玩手机的背影。李牧，你过来坐。不了，我臭，我鼻塞，闻不到。但凡找个好一点的借口，我都过去了。你是不是被我嫌弃，伤心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李牧说话头都不抬。陆小西皱了皱眉，好像真的伤到李牧了。他是不是不该说他臭？明明才刚运动过，出汗是很正常的，汗臭就更正常了，任谁被说都会不好受。陆小西深吸一口气，静悄悄走到他旁边，探出一个小脑袋，想看看李牧是不是很失落。失落倒是没看到，见他倒是看到了。嘿嘿，被我骗到了，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快说你是不是被我骗到了？你什么时候出道？我请水军给你刷个最佳演员奖。陆小西撩撩头发，躺在了李牧旁边，白皙的小腿一晃一晃。我要是当了明星，这辈子就完蛋了。为什么？不是有那些狂热粉丝吗？跑到喜欢的明星家里去偷拍，我一个人在家都只穿一条内裤的，被拍出去，我不死翘翘了。傻逼！陆小猪同学学坏了，都学会骂人了。自恋狂！难道我不帅吗？李牧露出一口大白牙，指着自己的脸。陆小西瞥他一眼，挺帅的。上次他戴眼镜，这个家伙还夸过自己漂亮，这次就勉为其难的夸他一次好了。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这么有你朋友知道吗？陆小西用一种看呆瓜的眼神看他，他的朋友当然不知道，他只对他这样的。李牧一点都不恼，也躺了下来，两只手枕在脑后，把腋下的味道散发出去，就是要恶心一下陆小西。陆小西只闻到了一点点味道，李牧的汗臭对比其他男生而言已经是非常好闻的了，没有狐臭，也没有刺鼻的味道。你能闻到我的汗味吗？你凑近点我闻闻。李牧动动鼻子，能闻到自己的汗味，还有不远处的桂花香。至于陆小西的味道，肯定是要凑得很近才能闻到啊。不要，你是变态。那我闻不到，可能你也很臭，和我的汗味融合了，所以我闻不到。我不臭，女孩子都是香香的。还说我自恋，我看你也挺自恋的，有死了。李牧皮笑肉不笑，学着他的话，学着他的语气，有模有样的说他。两个人不约而合的笑了。李牧盯着一片叶子，从这头飘到那头，又从那头飘回这头，最后落到了少女的小腹上。少女躺平，身体曲线展露无遗，小小的起伏彰显了少女的青涩和稚嫩，小腹有节奏的呼吸着。李牧想伸手去把叶子摘下来，又怕被陆小西说成耍流氓。平日里趁机摸摸手戳戳脸就算了，真到了其他位置，他脸皮厚也顶不住。他的身上也落了一片叶子。老小区很多绿植，春时百花齐放，秋时满目桂花，每年都是这样。到了秋天，小区就是一片桂花海，一些老人还会做许多桂花糕，免费给其他住户品尝。难以想象，浮躁的社会里还有这般祥和的社区。我感觉秋天很好啊，凉凉爽爽的。谁说不是呢？最喜欢这种有秋风的天气了，不冷不热的，比冬天裹棉袄，比夏天穿短袖要好。你现在也是短裤短袖，体质好，懂吧？确实，你手上的鸡肉烤着吃一定很好吃。你特么食人魔啊！陆小西被他夸张的语气逗笑了。其实他也很喜欢秋天。第54章，陆小西听自己的语音。李牧呆呆地看着树叶，风吹过，阳光伺机从树叶缝隙中钻进来，闪一下他的眼睛。秋天很适合睡觉。明明才刚起床不久，他现在竟然感受到了一丝困意。他的余光可以瞥到身旁少女均匀起伏的小腹。如果不是能听到陆小西手机里传出的恐怖片音效，他还以为陆小西睡着了。恐怖片，电影解说。陆小西对恐怖片很感兴趣，但是胆子小，不敢看电影，只敢看经过打码处理的电影解说，俗称人菜瘾大。陆小西，给你听个东西。什么？李牧神神秘秘地把手机凑到他的耳边，调大音量，点开了微信，找到某人昨晚发的晚安语音。听到晚安两个字，陆小西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好听吗？陆小西后知后觉，他那时的语气有这么轻柔吗？小脸疼的一下又双红了，就跟小情侣一样互道晚安一样，油腻腻的。好羞耻，为什么要给这个家伙发语音啊？你想表达什么？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让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去死！陆小西侧身去挠他戳他，一会戳戳腰间软肉，一会戳戳他的腋下，再趁机扭他小腹肉，能感受到腹肌轮廓的触感。被柔软无骨的手指到处乱弄，李牧瞬间坐了起来，叉开腿弓着身，一改先前的贱笑，整个人都老实了。怎么了？没事，躺累了。李牧尴尬的咧嘴笑笑，某些反应可不能让单纯的陆小西知道。幸好衣服比较宽松，
看不出什么，不然就真成流氓了。陆小西的乒乓球上手还是比较快的，已经能和李牧不间断地打10来个滴水球。小小只少女很容易满足，只要赢下李牧一个球就能蹦起来，哪怕知道是李牧故意让她的。她有时候还会尝试扣杀，但每次都失败了，球被打飞出去，李牧就跑去捡球，乐此不疲。米蛋这一顿中午吃了差不多1个小时。咦，小西姐竟然会打乒乓球了！米蛋领着表妹，满脸震惊。吃个饭吃这么久？李牧用球拍在米蛋的脑门上拍了一下。不能怪我呀，我妈给我玩了1个小时手机，我王者荣耀黄金晋级赛，打着打着就忘了。米蛋只是个小学生，对游戏有瘾是很正常的，李牧也不想教育他，毕竟他自己也有游戏瘾。那你上黄金了没？对面手段太残忍了。米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被对面暴打的过程。菜死了，今晚我带你玩。玩不了哦，我一天只能玩1个小时，后面我妈不给我玩了。米蛋望向陆小西，对了，小西姐是不是也会打球了？正好我们来 PK。 你们玩吧，我还是不太会玩。陆小西笑着摆摆手，你教你表妹玩，我们歇歇。李牧把球拍稳稳地放到米蛋的头上，米蛋看看李牧，又看看陆小西，最后把视线停留在了8岁的表妹身上。果然，什么大哥大姐都是外面的，还是自己的小表妹最好。米蛋开始尽心尽力地教小表妹打乒乓球，可年仅8岁的小表妹哪会这些，球拍都抓不稳，差点往米蛋的脸门砸。然后一场乒乓球教学就变成了躲避球拍游戏。陆小西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烧水洗澡，洗完香香，抱着小肥打开电脑看视频。他以前看视频都是在正版软件上看免费的剧集，需要会员之后就随便找一个盗版网站看，有些剧集很冷门，连高清的资源都找不到。现在有了李牧的账号，看视频什么的方便了许多。闲暇之余，他就会看看小甜剧，看别人谈恋爱，偶尔也会翻翻李牧的观看记录，看李牧看过的东西，像是查岗一样，防止某人看什么莺莺燕燕。李牧经常会看一些番剧，陆小西也跟着他看，故意搞乱李牧的观看记录。原本看了一半的番剧，陆小西从头开始看，李牧的记录也就从头开始。窥探别人的隐私是不好的行为，李牧除外，因为是李牧主动在他的电脑上登录账号的，可不能怪他。少女这样给自己找了一个心安理得的查岗借口。她在床边摆好红色千纸鹤，还有已经洗干净的晴天娃娃，以及那只看起来蠢蠢的小狗玩偶，小小只少女也就有了电视搭子。看了2集电视，窗外好似蒙上了一层雾，淅淅沥沥的下起了雨，窗帘被吹得上下舞动。陆小西光着脚丫子过去关窗。秋天的天气也是多变的，在下面打球的时候还有太阳呢，现在天都黑了。小肥虽然很肥，但行动可是灵敏得很，轻而易举就跳上了窗台，和主人一起看秋雨。饿了，陆小西撸着小肥的肚子笑道。养小肥之后，他家的阳台和窗都封了不锈钢纱窗，说是不锈钢，但没用几年就生锈了，年年换，年年生锈。喵喵，小肥整头猪趴在窗台，卷成一团棉花。少女的眼神逐渐变得柔和起来。一则微信通话打断了她蠢蠢欲动的文青病。喂妈，小西啊，你给我们带把伞下来喂，雨好像越来越大了。电话那头传来秦小千的声音，还有躁躁的下雨声。好，你们在哪？就在羽毛球场这边，你也不注意点，水壶都没拿就回去了。啊，忘记了，我现在下去，你们等一下哦。陆小西找了2把伞，穿上小布鞋，匆匆跑了出去。对门也在这个时候打开，两个人面面相觑。李牧打量着已经换上长服的陆小西，瞧到了他手上的2把雨伞。难道你也？两人异口同声，给爸妈送伞。巧了，我也是。李牧扬了扬披在身上的蓝色半透明水衣，自家父母现在还在凉亭那躲雨呢，作为大孝子必须得去接一下他们。他家原本是不缺伞的，但自家父母以前上班的时候把雨伞带出去，回来的时候就不见了，以此反复，不知道丢了多少伞。伞到用时方恨少，翻箱倒柜，他也只能从家里找到1把双人伞和1件雨衣。你怎么穿拖鞋？刚洗完澡，而且出去容易弄脏我的布鞋，白色的不好洗，跟个猥琐大叔一样。陆小西感觉李牧的装扮很搞笑，如果李牧的胡子长一些，他就可以说李牧是大叔了。这雨是不是很快就停了？不会停这么快的，这种小雨一般会下几个小时。你怎么知道？陆小西眨眨眼，李牧什么时候学会观天象了？天气预报啊，这都不知道，太笨了。陆小西想打他。第55章，陆小西揉李牧的嘴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尘土味，秋雨绵绵，细小的水滴好似形成了一层雾。李牧的雨衣比较简陋，走在路上，雨能打在他的脸上，没走几步，脸就湿了一片。脸上的水滴沿着脸部滑落，衣服的领口都湿了。刚洗的澡，刚换的衣服，回去又得重来一次。说起来，他成为网络写手也是因为一场雨。
不过那场雨要比这场雨大得多，这边下雨是有点滑的，你这双拖鞋最好小心点。陆小西提醒道。我这双可是皇室高档拖鞋，不会打滑。20块钱的皇室拖鞋是吧？陆小西一眼就认出这双拖鞋，正是他们两个一起去逛超市买的那双。他穿着布鞋走过去的时候，轻手轻脚，站稳了才敢迈出下一步，生怕真的滑倒了。反观李牧，穿着拖鞋也浑然不在意，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没摔一跤算你运气好，全靠这双拖鞋。哦，走慢点，我看不到路了。李牧的这身雨衣比较简陋，只有一个防水头套，没有帽舌，只要有一点风，雨就能飘到他的脸上。就算用手去遮挡也无济于事，没走2步，脸上就全是雨水。他长长的睫毛沾染上小小的雨露，好似会发光一般。陆小西回头看他，看见他眯着眼睛走路，有些好笑，从裤兜里拿出一张纸巾递给他。擦擦，我手湿了，你帮我擦。就你事多。陆小西抱怨着，胡乱的在李牧脸上弄来弄去，擦眼睛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生怕伤到李牧。擦嘴巴的时候就很粗糙了，2根手指隔着纸巾揉他的嘴唇，软软的，热热的，手感非常非常好，指尖还能感受到他呼出来的热气。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触感，竟让陆小西感觉有些上瘾，再揉就肿成香肠嘴了。谁揉了？我可没揉，你别乱说，小小只少女才不会承认呢。好好，你没揉，是我自己咬的，行了吧？李牧说着，还真在嘴唇上咬了一下。等会，你这个不会是你上大号没用完的纸吧？一想到有这个可能，李牧整个人都不好了。你脑子里就只有这些恶心的东西了是吧？2个人各自去接自己的爸妈，回来的路上又凑到了一块，两家相见，自然是少不了一路畅聊。男人的话题总是很奇怪。短短的路程，李长恒和陆明就从吐槽老板聊到了世界大战，今天打哪个，明天打哪个，今天出动飞机，后天出动核弹。李牧也来了兴致，插入了2人的对话。3个男人的话题又从世界大战聊到了3国。卧槽！李牧惊呼，原本走得好好的，脚底一滑，猝不及防地摔了跟头，一屁股栽到地上，左脚的拖鞋都飞了出去。雨衣上的水溅了其余几人一身，陆小西的裤脚还溅上了些许污水。没摔着吧？下雨天怎么这么不小心呀？苏文上前把他扶起来，脸上写满了关心。虽然平时经常骂自家儿子，但也只是开玩笑，宝贝儿子他疼还来不及呢。区区屁股开花不算什么。李牧疼得面色扭曲，艰难地站起来，使劲揉着屁股。回去拿红花油擦一擦。妈，没事，都让你小心点了。陆小西帮他把另一只拖鞋捡了回来。李牧注意到小小只女孩那皱起的眉头，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入夜，李牧只能枕着小猪玩偶趴在床上玩游戏。下午那一跤摔得可不轻，屁股暂且不谈，摔跤的时候手着地，手掌被摩擦破了皮，渗了不少血，他也是洗澡的时候才注意到的。桌子上有一瓶红花油和风油精。外面还在下雨，不过雨很小，比春天的毛毛细雨还要小。下了半天的雨，云也是要下班的。这种持续时间这么长的雨在秋天并不多见。一局游戏结束，陆小西恰好给他发了一条消息：陆小猪，屁股开花了没？李笨蛋，结果了都。陆小猪，和傻逼保持距离点 JPG。陆小猪，终止比试。陆小猪，你擦药了吗？李笨蛋，没呢，摔个跤而已，不至于。陆小猪，最好擦一下，如果淤血的话可以用冰块敷一下，明天用热鸡蛋敷，很快就好了。李笨蛋，太麻烦了，如果有人帮我擦药就好了。李牧这句话发完，就做好了迎接来自陆小西的骂人表情包轰炸的准备。意料之外的是，陆小西并没有用表情包轰炸他，而是发了一条语音过来，像是想发火，又怕被其他人听见，刻意压低声音的语气，一句闷闷的、咬牙切齿的变态。这回的陆小西肯定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对着小狗玩偶粗暴的揉揉捏捏，搞不好小肥还趴在他旁边。李牧把自己破皮渗血的半个手掌拍照发给他。李笨蛋，图片。李笨蛋，痛死了。陆小猪，活该。李笨蛋，做个人吧。李牧看了眼时间，现在是12点半，已经是他的睡眠时间了。李笨蛋，我睡觉了，早点睡。陆小猪，哦。李笨蛋，语音呢？陆小猪，得寸进尺者当猪。李牧笑出了声，感觉眼皮越来越重了。他对着手机，学着陆小西之前的语气，给陆小西发了一句晚安语音。给手机充上电，李牧就抱着小猪玩偶睡觉，只是屁股有点痛，他只能侧着睡。陆小西捧着手机，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李牧发来的语音，手指轻轻一点，就传出了李牧酥酥麻麻的声音。他随手一抓，把小狗玩偶抱在胸前，呼出的气有些发烫。好乖哦，再听一次，再听一次。
或许是觉得烦了，小肥整头猪一个大跳到了桌子上。因为猫的身体结构，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小肥不爽的喵呜2声，耳朵拉拢下来，卷成一坨棉花继续睡觉。它的主人大抵是病了。第56章，现在是什么关系？秋风送爽，今天的气温比前面几天还要低得多。饶是李牧这样的健康少年，都换上了稍后一些的七分袖。明天是开学的日子，他今天就要到学校那边的房子。在老家这边躺平了好多天，加上面膜的辅助，他的肤色已经回到以前那般了。每天他都要在镜子前臭美一番，欣赏自己的颜值。12而自知说的就是李牧。别臭美了，今天你陆叔叔捎你和陆小西去高铁站。李长恒敲着二郎腿，抿了口便宜茶包冲泡的茶水。知道了，这不是还有点时间吗？李牧给自己匀了一碗瘦肉粥。虽然自家老妈的厨艺不怎样，但是做瘦肉粥还是能吃的，算是自家老妈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菜了。生活费一会你找你妈要。好，你和隔壁那丫头现在是什么关系？李长恒好似换了个人，一改往日的随意样子，多了股当爹的严肃。什么关系？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普通关系啊！你指望我和陆小西发生点啥？我才不插手你们小年轻的事情，你自己有分寸就好了。李长恒摇摇头，也不知道是该担心还是该担心还是该担心。一对年轻气盛的男女共处一间屋檐下，很容易发生许多不可言说的事情。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长这么大了不可能不知道，也该把握好事与事之间的分寸。李牧，吃完2个鸡蛋再下去。苏文从厨房出来，拿了一个小碗，小碗里泡着圆滚滚的水煮蛋。瘦肉粥搭配水煮蛋算是他们家的早餐标配了。李牧很喜欢吃水煮蛋蘸酱油，从小到大都是。他喜欢吃蛋白，每次有水煮蛋的时候就把蛋白全吃了，剩下的蛋黄蘸酱油给陆小西吃，然后捂着鼻子说陆小西嘴巴里一股鸡蛋味。好几次都把陆小西惹哭了，小珍珠哗啦哗啦的掉，小李牧就会趁机揉揉小陆小西的脸，最后被苏文抓住命运的后脖梗去登门道歉。陆小西从小就很贪吃呀，什么都要吃一点，每次吃完鸡蛋黄都会吧唧吧唧小嘴巴，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盯着他的鸡蛋白。李牧不给他吃他就闹。吃完早餐，李牧就回房间收拾东西。天气很快就凉了，你带些长袖外套去，那边的被子暖不暖？不暖就买，要不妈给你寄过去。那边的事情不用担心，我又不是小孩子，冷了还不会穿衣服吗？也是，反正我让小西盯着你了，你最好别一放学就整天缩在房间里。知道了。李牧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些外套。别人叠衣服都是工工整整的，而李牧则习惯把衣服叠成长方形，然后卷起来用力压扁，这样能省下不少空间。这也是跟亲戚学的，一直以来他都这样。美中不足的是衣服放久了很容易出现褶皱，虽然他并不在意，褶皱这种东西穿上衣服后躺床上滚2圈就好了。李牧抓起小猪玩偶，使劲捏了一把，也塞进黑色书包里，黑色书包顿时被填满了。电脑只能装进电脑包里。一个青少年，书包里藏着一个粉嫩嫩的小猪玩偶，莫名感觉怪怪的。爸妈，我走了。李牧换上鞋子，跟爸妈打了声招呼，就出了门。他在门口等了差不多半分钟，陆小西家的门也打开了。秦小千的身高也有1.7米往上，陆明就更高了，一家3口站一块，把陆小西衬托得小小一只。陆小西穿着一件宽松的粉色外套，下身则是一条过膝格子裙，只露出一小截光滑小腿，白色的帆布鞋搭配浅蓝色的袜子。少女一只手拉着小挎包，一只手自然垂在侧边，活脱脱一个乖乖女。实际上，陆小西的却是腼腆矜持的乖乖女形象，和李牧是完全相反的。不然怎么说不对付呢？李牧当着2个大人的面，捏着下巴绕着陆小西走了一圈，表情严肃，啧啧称奇。干嘛？陆小西被某人盯得不自在，瞪了某人一眼。陆小西同学，好久不见呢。我们前天不是才见过吗？一日不见，如隔3秋。高考结束那会怎么不见你这么说？嘿嘿，那会儿我们关系不好，我们现在关系也不好。陆小西气哼哼地钻进电梯里，李牧也紧随其后。2个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什么也没说。小西啊，你去学校可要好好学习哦。秦小千坐在副驾驶上嘱咐自家女儿。小木你也要好好学习，不然就白考这么好的学校了，可不要像高中那样子了。秦小千可是知道的，李牧的成绩从小就很好，是和自家女儿不相上下的水平，只不过高中沉迷游戏，荒废学业了罢。严格意义上来讲，单论学习的话，李牧比陆小西更加厉害。从学渣重回学霸，也就小说敢这么写了。放心，秦阿姨，我有不会的第一时间找陆小西问。对，你们2个一起长大，现在还在上同一个学校，方便得很啊，可以相互照应一下。李牧使用了健谈技能，和2个家长唠嗑起来。倒是陆小西闲了，小小只少女瞅瞅李牧的书包，有些好奇。
记得回来的时候，李牧的大书包就装了台电脑，干瘪干瘪的。他按了按，软软的。不会是和他一样，要把小猪玩偶带去学校那边吧？陆小西只带了一个小挎包和小皮箱，小狗玩偶和电脑，还有衣服，一股脑的全塞进皮箱里面了。很快就到了高铁站，陆小西不舍得跟爸妈挥挥，下次回来就是放寒假了。进了车站，候车，上高铁。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运气好，这次的李牧没能买到连坐高铁票。李牧陪着陆小西找到了座位，陆小西的旁边同样是一个女生，李牧放心了，回到隔了3个车厢的座位上。他没有去找那个女生换座位的打算，一来2个座位隔得太远不方便，二是没有必要。他总不能一直和陆小西买到连坐的票，不能蹭陆小西的小腿，这3个小时的路程比高中上课还难熬。第57章，李牧也有一颗少女心。车站的人流很多，2个人又隔了3节车厢，无数乘客拥挤着下车，要找到对方还真不容易。李牧走出车厢，扫视一周，就看见了不远处的少女。陆小西呆呆地站在原地，四处眺望。李牧眼眸一转，逆着人流，悄咪咪地绕到少女的身后，轻轻敲了一下少女的肩膀，学着外国人那蹩脚的普通话：“美驴，你整漂亮，能加个微信吗？”少女感受到肩膀上的触觉，小身子一颤：“不好意思，我没有喂。”转身拒绝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了某人坏坏的笑脸：“让你皮，别打，人多，皮死你算了。哎呦，别踢屁股，上次摔的还疼呢。”李牧捂着屁股打了辆车，2个人都坐在后排。李牧侧眼偷看陆小西的小腿，如果不是有外人在，他肯定伸脚过去蹭蹭了。陆小西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面是高楼大厦，大城市的一切对于陆小西而言还是非常新鲜的。之前也一直在小区附近溜达，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有喷泉的广场了，必须要找个机会好好的在这个城市玩一把。游乐园、动物园、水族馆这些老家的小县城没有，他从来都没去过。李牧厚着脸皮挪挪屁股，直到触碰到少女的身体才罢休。少女闻起来香香的，你看，有王八。他指着窗外商业街上一个巨大的乌龟招牌，惊呼道：“这是乌龟！那个是专门做乌龟料理的连锁店，在我们这城市还是很出名的。每周店里都会举办活动，周3大学生打8折，周5情侣打7折。开车师傅纵横都市多年，附近的店铺哪哪都知道。”师傅瞥了一眼重要后视镜，后排的2个人坐得这么近，以他老练的经验去判断，肯定是情侣无疑了。那店里的东西味道还不错，在这边口碑蛮好的。我看你们是大学生吧？大学情侣周5可以打6.5折。情侣？陆小西好似没反应过来，看了一眼李牧，又看看外边，白净的脸蛋浮现出浅浅的红晕，心里毛毛的。我们不是情侣。陆小西看着窗外，小声说着，只是外面刚好有大车按喇叭，掩盖了他的声音。师傅，我们不是情侣。李牧显得很平静，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们是兄妹。”啊，嗨，不好意思，是我的疏忽，我经常在情侣，还以为你们也是呢。师傅尴尬的额头都渗出汗了，看这2人凑这么近，都快挨到一起了，任谁都会猜是情侣吧。但他也只是心里想想，他充其量只是个司机，和乘客过多交谈并不是好事。滚过去，谁是你妹妹？陆小西红着脸，艰难地把李牧推开，细若蚊声：“你说什么？”李牧是真没听见。我说你是猪，那你是狗，你才是狗，那你是猪。陆小西气得咬牙切齿，他总是说不过李牧，被李牧吃得死死的。他那么聪明的脑袋，怎么一在李牧这里就成脑瓜了？你是猪又是狗，这是陆小西唯一能想到堵李牧嘴的话了。那你是什么？我是人。你是猪狗不如。陆小西要被李牧气死了，肯定折寿了。小小只少女很不爽，冷哼一声，抱着胸看窗外，不理他了。李牧又挨得陆小西近了些，想方设法的逗陆小西开心，可不能让这小妮子生气了。回小区他还指望陆小西帮他打扫房间呢。司机大叔一切都看在眼里，还说兄妹呢，这不是情侣，他把这台车给吃了。这种嘴上不承认，实际上比很多情侣还要亲密的不是情侣，他见多了。到了小区，保安亭还是那个熟悉的张叔。张叔，给你带了点东西。李牧笑着拿出了一袋刚才在外面买的柑橘。张叔乐呵呵的把柑橘推了回去，有心了，你们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好吧，那我们先上去喽。李牧拿了2个柑橘放到保安亭上。你和张叔的关系好好哦。陆小西这回已经气消了，好点没什么不好的，人际关系要打理好。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怎么这么不幸呢？你背地里的狐朋狗友不少吧？有什么不幸的？李牧笑笑，走走，快点上去，坐了1天车，累死了都。狐朋狗友他真没有，小猪朋友倒是有一个，但他不敢说，不然陆小西又要生气了。
一生气就要掐他软肉。小屋还是和原来那般安详。安顿好了行李，陆小西想给手机充个电，插头插上了，但手机还是没反应。李牧，是不是没电了？什么？我看看。你看，充不上电。忘记了，没开电闸。李牧把电闸打开，陆小西的手机得以续命。你这台手机用电也太快了，我从出门到现在，手机还有70的电呢，你就剩20了。换手机好贵好贵，我借你。算了，暂时还能用。你为什么老想着借我钱？是不是在打不好的主意？上次买电脑，李牧就主动的借钱给他，这次买手机也是。李牧不打幺蛾子，他可不信。我是那种人。是，我一直觉得你看人挺准的。李牧打着哈哈，大大方方的承认了。陆小西主动承担了家务，把整个小屋从头到尾都打理了一遍。李牧则是打开门窗通风透气。好不容易处理完家务，陆小西呼出一口浊气，擦擦额头的汗，肚子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打开冰箱，先前剩下的食材都处理完了。李牧，点外卖吗？他趴在门边往李牧的房间看，正好看见李牧从大背包里拿出几条裤衩，还有一只粉色小猪玩偶。他没猜错哎，原来李牧也有一颗少女心啊。第58章，李牧谢谢陆小西。李牧把小猪玩偶安顿在床头，瞥向趴在门边的陆小西。很好笑吗？不好笑。你说这话之前，先把嘴角给压下去好吧，都快咧到耳后根了。看不出来呢，男子汉李牧同学竟然也有一颗少女心。陆小西眉眼弯弯，之前抱着睡习惯了。李牧同学说谎可是不好的哦，养成一个习惯最少要21天，这个小猪玩偶才泡到多少天呀？陆小西掩嘴偷笑，一个大男生抱着玩偶睡觉这件事并不丢脸，最起码在陆小西看来完全没有问题的。毕竟他自己睡觉都喜欢抱着那只小狗玩偶，但他就是要呛一下李牧。谁让他和他吵架的时候，他总是说不过他。你不是说饿了吗？要吃什么自己点。李牧挠挠头，有些脸红。他背地里悄悄给这只小猪玩偶取了个陆小猪的名字，这可不能让某人知道，不然又要被骂了。李牧岔开话题，解锁手机丢到床上。你不是饿了吗？想吃什么自己点。陆小西把裙子抚平，压在大腿下，自然而然地坐在了李牧的床上。他的床有床单，还有软软的床垫，而李牧的床只有凉席，坐上去凉飕飕的。你要吃什么？我看看。李牧把衣服都挂进衣柜，就坐到了陆小西旁边。两人的手臂触碰到一起，和他有肌肉的手完全不一样。就算隔着外套，李牧也能感受到少女软乎乎的手臂嫩肉。暂时没有想吃的，你先点吧，我跟你点一样的。哦。陆小西随意找了家分数很高的店铺，专门挑那种打折扣的商品点。为什么这个显示9块9一碗，点进去就变成30块了？这个是第一份打折，但是2份起购。哦，那就吃这个吧。行，手机给我，我下单。李牧伸手过去，顺带摸了摸陆小西的手。你别挤我啊！陆小西都快被李牧挤到墙角了。面前有个鞋柜，右边是墙，左边是某个大坏蛋。如果李牧色胆包天突然发作，他跑都跑不了。而且靠得太近了，他能闻到李牧的味道。少女确信李牧昨晚用的是薄荷味的沐浴露。别乱闻行不？李牧把每个字的尾音都拉得很长很长。我没闻啊。陆小西咳嗽2声，不让讨厌的家伙发现端倪。李牧笑笑不说话，半眯着眼睛看他，这样的眼神和笑容让少女心慌慌的。这个家伙明明从小到大都很粗心大条，怎么一到这种变态的事情上就敏感起来了？以前都是他骂李牧变态的，现在风水轮流转了，他一点也不变态，一点也不。我注意到了，你呼吸的节奏都快了。你是不是没洗澡啊？还是说洗澡不洗胳肢窝？狐臭都快把我熏吐了。臭你还闻？正常人不都是捂着鼻子皱眉吗？李牧就想要拆他的台。你好烦啊，让开。哦。李牧没犹豫，挪动屁股，让陆小西有足够的位置活动。陆小西眨巴眨巴眼，他还以为李牧会厚着脸皮赖着，然后趁机蹭蹭他的小腿，摸摸他的手什么的。他拍拍屁股站起身，看了眼李牧，又看看房间，才发现房间昏沉沉。这种阴暗封闭的空间很容易让一个人的精神陷入自闭状态，长久下去甚至可能出现某些精神科的病。干嘛不拉开窗帘？陆小西语气里有些责怪，帮他把窗帘拉到最大，整个房间瞬间亮了几个度。刺眼！你也想和我一样近视是不是？陆小西抓到了训斥李牧的理由，顿时挺直了腰板，把自己近视之后的诸多不便夸大其词地说给他听。5米之外男女不分，10米之外人畜不分，走个路天旋地转什么的，反正怎么夸张怎么来。说了这么多，近视的是你啊，我又没近视。陆小西一时语塞。还真是。李牧的眼睛好着呢。
陆小西感觉这个话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眼眸一转，又矜持地坐在了李牧的旁边。李牧，给你听个东西。陆小西坏笑着拿出手机，声音拉满，找到了和李牧的聊天窗口，把李牧前几天给他发的晚安语音播放出来。酥酥的，麻麻的，不愧是我，这声音不知道得迷倒多少女孩子。李牧恬不知耻的自夸，把陆小西整不会了，怎么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李牧哪里不知道他的小心思，不就是想让他像先前他给他听自己的语音一样害羞吗？他又不笨，赤裸裸的阳谋又怎么会上当呢？古代要是有你这张脸，城镇就不会被攻破了。总是变着法子说我脸皮厚，你除了变态、流氓、厚脸皮、自恋狂，还能说我什么？这么多还不够？你还挺骄傲啊！李牧忽然不说话了，直勾勾地看着他。干嘛？陆小西紧张的双手护住胸部。饿了。哈！陆小西气笑了。饿了就饿了，看着他有什么用？冰箱里又没吃的，难不成要指望他用魔法变3菜1汤呀？要是没有我，你肯定天天吃外卖，吃一堆不健康食品，天天拉肚子。还真是。李牧没有否认，这点无可厚非。他一点也不会做饭，没有陆小西不在学校食堂吃的话，他大概率是靠外卖和泡面生活的了。其实他也有想过自己做饭，但他不会。自家老妈的厨艺并不适合当老师，他也懒得跟网上的视频教程学。他也幻想过那样的生活，每天回到家，不是错综复杂的婆媳关系，也不是明镜暗斗的夫妻矛盾，而是和心仪的少女一起下厨房，做一手爱吃的菜式。莫名的，那个只在幻想中同他在厨房忙碌的心仪少女，变成了扎着小马尾的陆小西。他系着印有小狗图案的蓝色围裙打下手，陆小西系着印有小猪图案的粉色围裙掌厨，一起烹饪着香烟袅袅的菜。怎么想着想着，陆小西就乱入了。但好像也挺不错，也许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和陆小西学一下厨艺。李牧坚定了要学会做菜的决心，得找个机会跟陆小西提一下。谢谢你。或许是刚才的画面太过温馨，李牧的语气都柔和了许多。你说什么？陆小西似乎没反应过来。我说谢谢陆小猪同学。呀，李牧同学刚才说什么呢？我没听清哎，再说一次好吗？少女眼里有光，狡黠一笑，一只手放到耳朵边边，装作听不见，把耳朵凑过去。即便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1个拳头，他能听得出李牧是在很认真、很真诚的道谢，而且说话好温柔，让人脸红心跳的。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哦。李牧嘴角抽抽，还说他得寸进尺呢，他自己不也一样？耳屎多了就去挖。李牧起身，抱着电脑走出了房间。陆小西狡黠的笑容僵在脸上，小粉拳蠢蠢欲动。第59章，陆小西委屈了。陆小西跑去隔壁找夏圆圆玩了。李牧从房间里出来，便在客厅上坐着，一边等外卖，一边调整投影仪，连接电脑后，随意找了部大火的电影看。投影仪的最大作用并不是看电视，而是伪装成电视充当背景音乐。可以不看，但不能没有，不然就少了一丝热闹。以更小的角度去看，这个小屋也算得上是他和陆小西的家了。毕竟这个小地方还要依靠他们2个共同去维护呢。大门打开，陆小西带着夏圆圆进来。牧哥哥，中秋节快乐。夏圆圆很开心，抱着一大袋薯片，嘴边沾上些许碎屑，艰难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单独包装的小月饼递给李牧。中秋都过了多久了，还中秋节快乐，不过还是谢谢圆圆了。那就提前祝牧哥哥明年中秋节快乐。真有你的。李牧被这个小丫头的话逗乐了，揉揉夏圆圆的丸子头。吃薯片。夏圆圆乐意跟李牧分享自己的薯片，然后他就看着李牧抓走一大把薯片。夏圆圆看着自己手上没有多少重量的薯片袋子，陷入了沉思。小孩子的东西都吃。陆小西佯装斥责道。小孩子吃太多薯片容易上火。说的一套一套的，我看你就是贪吃。圆圆，你介意我吃这么多薯片吗？夏圆圆摇摇头。那，小孩子都不介意。李牧笑笑，又吃了一片薯片。眼看陆小西张嘴还想说什么，李牧眼疾手快，把一片完整的薯片递到他嘴边。陆小西小心的不碰到李牧的猪蹄，一口吃了下去。上一次被这个家伙投喂是什么时候？似乎是刚来那会，这个家伙点了只炸鸡，喂他吃鸡屁股吧。虽然后面大半只炸鸡都是他吃的，但那个时候他对这种亲昵的投喂行为颇感害羞来着，还躲在房间里不出来。现在已经能理所当然的吃李牧喂过来的东西了。小小只少女的思绪不知道飞去了哪里。为了照顾夏圆圆这个小屁孩，李牧提议换成动画片，结果夏圆圆说想看小甜剧，李牧也就由着他了。他对谈恋爱的电视剧不感兴趣，可2个女生就喜欢看这些。沙发上，2个相差11岁的女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小甜剧，竟然还能有说有笑地聊起剧情，而李牧像个老大爷一样瘫在沙发上刷视频。
期间经常能听到陆小西肚子饿的咕咕声。每次她的肚子一响，夏圆圆和李牧就会齐齐向她投去目光。陆小西尴尬的要冒蒸汽了。莫约过了20分钟，外卖到了。肚子早就咕咕叫的陆小西兴奋地跑去接外卖。外卖有3盒，除了她和李牧点的东西之外，还有一盒红红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小龙虾，40块钱呢。李牧淡淡道。这么一小盒40块钱？陆小西震惊了。她没吃过小龙虾，但这分量未免也太贵了些，超出了她能接受的范围。40块钱够她一个人吃2-3天了。其实我也没吃过，想买来尝尝味道。好吃吗？不知道，我先试试。李牧接过自己的饭和小龙虾，戴上手套，摘下小龙虾的盒子，一股香辣味瞬间涌入他的鼻腔。不对啊，他点的明明是蒜香的，怎么闻着这么辣？仔细对了一下账单，确实是蒜香。差评，必须差评！快点试试呀！陆小西抿了抿嘴，小龙虾红彤彤的，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干嘛？我又不给你吃。不给就不给，谁稀罕？陆小西气哼哼的扭头。李牧也没吃过小龙虾，剥壳的手法也有些生疏，去虾头虾壳，看着这么大一只的小龙虾就只剩下一小节了。他自己吃了一只，感觉味道还不错，口感倒是一般般，也不知道店家是不是用的冷冻货，他吃不出来。圆圆也吃一只。李牧又剥了一只递给夏圆圆，没我妈妈做的好吃。夏圆圆道：你妈妈还会做这个？之前买过回来煮。那你还吃吗？再吃一只。陆小西一直低头吃东西，心里头还念着那盒小龙虾。他的呢？李牧怎么不给他吃啊？眼看着李牧越吃越快，桌子上的虾壳越堆越多，陆小西有些急了，他还没得吃呢。他悄咪咪瞧一眼李牧，忽然发现李牧也在偷偷看他，两者视线相触的一瞬间，李牧就把眼神收回去了，装作没发生过的样子。给我一个。你自己说不吃的。李牧吧唧吧唧嘴，故意弄得超大声。我让你别挤我，你还不是挤我？这是两码事，我挤你你又不会损失什么，但这可是一只小龙虾，算下来1块5一只呢。那我买你的行了吧？不卖。好过分。他之前还给这家伙带晚餐，结果李牧连一只虾都不给他。陆小西越想越委屈，慢慢的眼眶就泛起了细微的红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难受，反正就是难受，好像被李牧欺负了。小小只少女委屈起来，什么也不说，低头吃着自己的东西，用散发挡住自己的脸。以后再也不给李牧做饭吃了，让这个家伙吃泡面去吧。上课也不和他坐一起了，也不一起看电视了，再也不给他蹭蹭了。还有，少女正想着怎么和李牧拉开关系，忽然感觉沙发的旁边凹了一下，本就处于分神状态，一个不注意就倾倒了些，肩膀撞到了某人结实的臂膀。李牧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夏圆圆换了位置，两个人坐得很近很近。走开！陆小西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现在正在委屈头上呢。李牧再来气他，他今天就真的不理李牧了，说到做到。诺。李牧一只手从沙发靠背绕过去，只要收紧手臂，就能把小小只少女拉进怀里。一只手把塑料盒盖子推到他面前，上面都是剥好壳的虾尾。不吃。真的。陆小西不理他。李牧低头去看他的脸，看到了少女微红的眼眶，心尖都颤了一下。你真哭了？你才哭了，我没这么脆弱。陆小西倔强道，他真的只是感觉委屈，并没有想哭，至始至终也只是眼眶红红而已。你看看你。李牧拿镜子照他，看着镜子里那张萎了八曲的小脸，陆小西抿了抿嘴，他都要把委屈写在脸上了。陆小猪同学别生气了，这虾尾拉得紧，你再不吃我可就倒掉了。李牧同学浪费粮食，罪大恶极。陆小西把那堆虾尾拿过来，还是没有看李牧，只是低低的嗔了一句，不生气了。我什么时候生气了？你有证据吗？就乱说。哦，那不给你吃了，我以为你生气才给你吃的。李牧伸手就要把虾尾拿回来，泼出去的谁你还想收回来？要点脸。陆小西急了，怕李牧真的不给自己吃，用筷子尾戳戳他的手，不让他拿回去。虾尾现在已经属于他的了。好，都是你的。你不吃了？不吃了，辣。哦。陆小西这会已经好了，刚才的委屈烟消云散，嘴角微不可察的扬起一个弧度。算李牧识相。他抓起一个包好的虾尾放进嘴里嚼嚼，是没吃过的新奇味道，挺好吃的呀，就是根本不辣，还没他在老家那边给李牧带的晚餐辣呢。第60章，彼时的我非此时的我。投影出来的小甜剧爆发了激烈的男女争吵，但两个大人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有夏圆圆晃着小腿乐津津地看着。女生不像男生，洗头发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5-6天才洗一次。而陆小西的齐肩短发相对的要好洗很多，洗的也比较勤奋，只要不是刚起床的时候，陆小西的头发就是光滑柔顺的。
李牧看见了他肩膀上粘在衣服上的掉发，伸手帮他拿了下来。或许是太久不剪，他的头发已经长到了肩胛骨的位置，鼻尖萦绕着淡淡的香味。李牧喉结滚动，贪婪地吸收着这股令人着迷的香味。似乎和陆小西在一起的时候，他不知不觉间就会去嗅她身上的味道。实不相瞒，他很喜欢某位少女的味道。李牧不安分的手越靠越近，终于在某一时刻放到了小小只少女的左边肩膀上。陆小西感受到肩膀上的猪蹄，身体猛地一僵。这算不算咸猪手呀？可是李牧就只是搭了把手在肩膀上而已。见他没有收手的意思，陆小西放下筷子，大拇指按着中指，对着李牧的指关节用力一弹。李牧只感觉中指关节一疼，但也没那般疼。陆小西的力气本来就不大，不过他也知道什么意思，悻悻然收回了手。你还好意思摆出这副不高兴的表情？陆小西凶凶的用筷子尾戳他腰间。李牧蹭腿捏手又搭肩膀，也就他和李牧玩的比较熟，不跟李牧计较而已。但凡换成其他女孩子，早就被关进小黑屋了。你以前还拉我手呢，彼时的我非此时的我。陆小西一句话否认了过去做出的羞事。要真拿两个人以前来说事的话，那可不得了了。小时候他可是一直黏着李牧，干什么都要在一起的，看见李牧吃冰淇淋，他都要上去舔两口的那种。美女不提当年勇的道理，不懂吗？嘿嘿，其实现在我也不介意给你拉一下，1块钱拉1个小时。好啊，我出24块钱，你给我当牛做马1天。我说的是拉手，又不是卖身。卖身？我刚吃的饭要吐了。陆小西就知道这个家伙要厚脸皮了。他有时候会刷到一些男生花钱租女友逛街牵牵手什么的，怎么到他这里就轮到他这个女孩子花钱去拉李牧的手了？不过1个小时才1块钱的话，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等以后去菜市场就租李牧的2只手，让他提东西。吐了好啊，反正我的还没开始吃呢，你看着我吃就好了。李牧笑着打开了自己的饭盒。他们2个点的鸭腿饭，李牧的饭盒里一只卖相极好的烧鸭腿完完整整的躺着。为什么我的和你的不一样？我备注的有一份鸭腿不用切，怎么不帮我备注？陆小西鼓着脸，他这回的烧鸭已经吃的差不多了，饭还有一半呢。和李牧的一整个鸭腿比起来，小龙虾都不香了。你又没说，我这里都没菜了。陆小西可怜兮兮的把饭给他看，这不是还有肉吗？李牧笑着夹了一块所剩不多的鸭腿块，上面还连着好大一片烧鸭皮。你干妈，我看你伸过来，我还以为你给我吃呢。陆小西知道李牧是故意的，正要发作，忽然灵光一闪，立起来的小猫尾巴又软了下去。哎呀，你吃我1块，我也要吃你1块。你人长得不怎样，想的倒是挺美啊。你肯定是想一口糟蹋我的烧鸭腿。他呀，最懂陆小西了。当然，前面那句话是昧着良心说的。他一直都觉得陆小西很漂亮。牧哥哥，电视看不了了。夏媛媛指着墙上卡顿的小甜剧画面，勾了勾他的衣角。我看看。李牧点点头，蹲在电脑面前，重新启动了一次视频软件。也不知道是卡了什么 bug， 再次点进小甜剧的时候，竟然没有播放进度记录。李牧只能一段一段的调到刚才看到的地方。他的余光能看到陆小西的一举一动。陆小西正在偷偷吃他的鸭腿，2根手指抓起小腿骨，张开小口就咬了下去。只咬了1口，真的就1口，然后把整个烧鸭腿的皮一咕噜全吃了。你把烧鸭的精华都吃了，我吃什么？李牧没回头，自顾自说道。吃他的鸭腿就算了，还把整个烧鸭皮全吃了，他找谁说理去？就吃就吃。陆小西才不怕他，变本加厉又咬了1口。你够了哈，还给你吧。陆小西眼眸一转，把手上的鸭腿递到李牧面前。李牧并不介意，一口咬了下去，些许油渍擦到脸上。圆圆，你看，姐姐在喂猪哦。牧哥哥是小西姐姐养的猪。夏圆圆啥都不懂，她只知道小西姐姐喜欢牧哥哥。对，以后你就叫她牧猪猪。陆小西自己把自己逗笑了，笑声如啼鸟，眉宇间都是喜悦，脸上多了2道月牙弯弯。李牧又看了会电视，夏圆圆打了个哈欠，和2个大人道别后自己回了家。上午都在乘车，回来又做家务，一直到现在，2个人都是有些困了。尤其是陆小西本来就有午睡的习惯，吃完饭后坐在沙发上，很快就想打瞌睡了。夏圆圆回去了，她感觉也顶不住了，洗了把脸，迷迷糊糊的踩着拖鞋就回到了自己房间。李牧也想回去休息的时候，发现拖鞋缩水了。李牧叹了口气，2个人的鞋码差了这么多，都能穿错。李牧怀疑他是故意的，但是没有证据。陆小西的脚小小的，穿李牧的拖鞋自然是绰绰有余，可李牧穿不下陆小西的鞋子，只能踮着脚走路。第61章，只看他。陆小西做了个梦，梦到李牧变得小小一只，给他捏捏脸，摸摸头，好乖好乖，一口一个小西姐姐的叫着。小李牧又呆又憨，从此成了他的小迷弟，
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当小跟屁虫。有人说梦是大脑减轻负荷的自我保护程序，也有人说梦是错误信息。醒来的时候，大脑会将错误信息删除。人从睡梦中醒来，梦里的内容会形成瞬时记忆，几分钟就会忘记。醒来的时候，他就只记得这些内容了。陆小西抬头看看窗外的天色，又躺了下去。少女的懒癌犯了，她侧躺在床上，蜷缩着小被子，安静地听着隔壁传出某人的声音。什么打 A 打 B 搜点下包的，也不知道这家伙在乱嚷嚷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一点都听不懂。一直躺到了8点多，外面的天都黑了。李牧，一起去买菜吗？陆小西捋直衣服的褶皱，来到大厅洗了把脸，刷刷牙，敲响李牧的房门。去，等我打完这把。你在打游戏吗？准备打完回房，对面打 B 了。我进去了。喜欢对。李牧好似没听到盘。李牧说的每一个字陆小西都能听懂，但是一组合起来就变成天文八股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陆小西扭动门把手，打开一条缝，房间里面黑乎乎的，只有李牧的电脑屏和耳机的亮光。这家伙关着灯玩游戏，玩了好久，眼睛都不要了。陆小西帮他开了灯。等我打完这把，我跟你下去。李牧摘下耳机看了他一眼，唯一的座椅已经被他坐了，他就拍拍床沿，示意陆小西坐一会，又戴上了耳机，继续他的游戏。陆小西坐在他旁边，双腿并拢，安安静静的。他细细端详着李牧玩游戏的样子，玩得这么认真，要是把这股劲头用在学习上，李牧的分数肯定比他高，两个人可能都上不了同一所大学。如果他不和李牧上一所大学，一个专业，分一个班的话，他现在就会在宿舍里和几个女生一起。他从小到大都是走读的，还没有住宿过，不知道怎么和宿舍的人相处。还是和李牧一起住更加舒坦，不用在意其他事情，更不会有危险和矛盾，随心所欲的。如果硬要说的话，危险的也只有李牧了。不过他可不担心李牧敢对他做什么，他比谁都相信李牧，李牧才不会对他做过分的事情。摸摸手和蹭蹭腿什么的不算。你别一直看着我，有点不自在了都。李牧啧啧嘴，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正被某位小小之少女盯着，一开始还好，盯久了就感觉到有些不自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明明只是打游戏而已，就好像是上课的时候，本来你的思路很清晰，做题如喝水，一旦有老师在旁边看着，做题速度就会大幅度下降。他现在就是这种被人看着做题的状态，打游戏的反应慢了半拍，操控的角色就倒地了。你自己太敏感，关我什么事？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帅才一直看着我？你真是又臭又美，简称臭美。你说实话，我在你见过的男生里算不算帅的？陆小西抿着小嘴，不知道怎么接话。李牧果然很厚脸皮，这种话都能问出来，好羞耻的好吧？那你先告诉我，我在你见过的女生里算不算漂亮的？我想想啊，姑且能算个第2漂亮吧。陆小西心头一紧，李牧心中排第1漂亮的是谁啊？他最近都和李牧在一起，也没见有其他女孩子和李牧有接触。小小之少女把初中到大学的女同学都从脑子里拎出来，看看哪个最漂亮，比来比去，她都觉得自己最漂亮的，其实她也有一点点臭美。难道是李牧主观的认为那个女生很漂亮吗？就是那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哦，陆小西轻轻应了一声，无精打采的。你不想知道最漂亮的谁？不想。他生气了。最漂亮的是我妈，你是第2漂亮的，不对，你是第3漂亮的。你再卖关子，我就动手了。陆小西眉头皱紧，两只小钳子已经抓住了李牧的腰间。两人坐的位置不一样，陆小西要把手放到他腰间，就只能身体向前倾，本来就没李牧高，这样一来，少女的头只能够到李牧的胸脯了。第1是我妈，第2是你妈，第3才是你，第4，你和夏圆圆看的那个小甜剧的女主叫啥来着？傻逼！陆小西被他离谱的脑回路逗乐了，轻笑的骂了2句，洁白的牙齿都露了出来，小嘴抹了红糖似的，这次就不掐他的肉了。我呢？我猜，第1是你爸，第2是我爸，第3是我。你在我这边一般般，如果你不那么自恋，不那么变态，不那么懒惰，不那么笨蛋的话，勉勉强强排个第3吧。那这还是我吗？李牧坐到他旁边嘿嘿傻笑，趁机戳戳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通红的小脸。陆小西瞪了他一眼，伸手拍开他的猪蹄，上脸了是吧？真是越来越大胆了，前面摸摸手蹭蹭腿就算了，下午搭他肩膀，现在戳他脸，以后岂不是更过分？李牧这家伙就是在试探他的底线，跟温水煮青蛙一样的道理，温度到了某个阈值，他想跑都跑不了。小小之少女觉得自己很聪明，一下子就识别了李牧的诡计。现在的温水还是蛮舒服的，等水热了就跑出去。你都能掐我，我戳你不行？陆叔叔秦阿姨知道你这么双标吗？那李叔叔和苏阿姨知道你这么厚脸皮吗？知道啊。李牧坦然的点点头，主打的就是诚实，反正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两家人都知根知底的。反正就是不行。哦，反正我也不想戳。不想戳你还戳，有病。李牧没理他，又坐回了椅子上，重新戴上耳机。这个时候，他操控的角色刚好复活。准备打完没有？还有几个回合，不知道要不要打加时赛。你看回视频吧。李牧说话的时候，眼睛都不转一下，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电脑上是一款枪战游戏，他没玩过，也看不懂。以前他也是这样，站在李牧背后看李牧玩游戏。李牧好像什么游戏都玩，幼儿园时的贪吃蛇，小学时的火柴人羽毛球和植物大战丧尸，接着是各种手机游戏，到现在成了游戏大杂烩，免费的、收费的、手机的、电脑的，什么都玩，而且玩的都还不错。他最喜欢看李牧玩游戏了，从看李牧拿苏阿姨的手机玩贪吃蛇开始。陆小西身体前倾，双手撑在座椅的靠背上，枕着下巴静静的看。小小只少女看不懂游戏，只能看看某人打游戏认真的样子了。第62章，他喜欢这种感觉。李牧打游戏的时候，一直感觉头上痒痒的。他知道陆小西在弄他，但他并不介意。女人有游戏重要。不打了，没意思。李牧关掉了电脑。赢了还是输了？输了。对面后期跟开挂一样，算了，你也听不懂。走，买菜。好。陆小西歪了歪脖子，刚刚枕着久了，脖子都酸了。李牧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发型，被陆小西弄成鸡窝了。这鸡窝有模有样的，你想生小鸡仔啊？你的头发好油啊！陆小西嫌弃的把手上的油腻腻的触感在李牧的衣服上抹了一把。油你还弄这么久，后脑勺都快给你薅秃了。李牧摸摸自己的头发，确实有点油了，一天的事情太多，就很容易出油。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洗发水的缘故，家里的洗发水便宜量还多，和陆小西的洗发水的功效简直是云泥之别。扯吧你就是油腻，我比你多干了家务呢，怎么不见油啊？陆小西骄傲地甩甩自己的秀发，柔顺无比。我不信，我摸摸。李牧假意去摸她头发，实则撩开她脸上的头发，用纸背刮了一下少女的脸蛋，软软乎乎的，跟个果冻布丁一样，爱不释手。李牧感觉不过瘾，用2根手指夹了一下，稍稍用力，上面出了一片红印子。手贱，信不信我告诉苏阿姨？陆小西拍开他的手。开玩笑的，这次真的摸头发。李牧咧嘴露出大白牙，收手的时候很慢很慢，让手指的每一寸都从小小只少女的脸上划过。不准摸。走吧，下去买东西。今晚吃什么？不知道，路上再想。2个人一起下了楼。李牧不知道小区保安的轮班机制，他每次下来都能看见张叔在保安亭里，惯例的打了声招呼，2个人就去了附近的菜市场。天已经黑了，菜市场该收摊的收摊，该回去的回去，不知道谁缺了心眼，丢了好多的垃圾在角落，臭烘烘的。陆小西拉起领口，捂着口鼻，低着头快速通过。而李牧大大咧咧地走过去，闻到令人作呕的味道之后，面色一窘，也跟着跑了。哈，笨死了，明知道臭还不屏住呼吸。陆小西指着他，当着他的面嘲笑他。好好，陆小猪同学最聪明，阴阳怪气是吧？你这么想，是不是自己也知道自己很呆啊？去你的！快说买点啥？说实话，我不是很饿。我也。那你还急着下来买？李牧大小眼，我怕饿到我的木猪猪了。午餐吃得晚，2个现在都不是很饿，干脆买点熟食回去，等深夜饿的时候随意加热一下就能吃。路上还买了点酸野，在陆小西的强烈要求下，老板给酸野加了许多的辣椒。那咸辣的味道使得李牧口水分泌，从此他咽口水变成了手动挡，好几次咽不下去，难受的紧。李牧也馋了，他虽然不喜欢吃辣，但并不是不能吃辣，只是吃辣能力相对于陆小西一家子要弱很多。陆小西可以一口1勺辣椒，而他不就着其他东西根本吃不下，吃了之后还可能要灌牛奶。但酸也不一样，咸辣更多的是咸和水果自带的酸味，辣味是其次的。摊位老板就给了4根牙签，陆小西4根牙签当1根用。你不打算给我吃？李牧瞅瞅他，好像一点要分给自己的意思的都没有。我买的，为什么要给你吃？陆小西心情似乎很好，小步子都欢快了，嘴里吃着地菠萝，含糊不清，可爱极了。那烧鸭腿的事怎么算？那个不算，彼时的我非此时的我。诡辩，快给我吃一口，不然口水流你身上了。一惹，恶心死了。陆小西嫌弃的插了一块番石榴给他，就1块。好。李牧嗷呜一口吃了下去，完全不介意牙签上面有没有小小只少女的口水。番石榴和辣椒盐的味道冲撞着他的味蕾，挺好吃的。再来1块。最后1块了。陆小西半眯着眼看他，又给他插了1块酸芒果。挺好吃的，再来1块。最后1块了。真的最后1块？还想吃？陆小西看着越吃越少的酸野，感觉自己被白嫖了。1袋子酸野本来买的就不多，一半都是被李牧吃的。这也就算了，
这个家伙每次都说最后一块，然后恬不知耻的又来最后一块，最后后一块，最后后一块，每次都张嘴等着他把酸野送进去，像只新生小鸟一样。最后一块没了，少女吃下最后一块，想把空袋子塞到李牧手上，谁知道李牧捏着拳头不给少女机会。陆小西鼓鼓脸，尝试着掰开李牧的手指，刚用力，原本握紧的拳头就松开了，把他的手指握在掌心里。手指被暖暖的大手包裹，陆小西呼吸都变得粗重了，想要挣脱，他越挣扎，李牧握得越紧。放开！陆小西的语气很严，李牧立马就放开了。意犹未尽，你干嘛呀？刚才平白无故就牵住女孩子的手，一点也不知羞。这条路上好多人，情侣成双成对，一些女孩子甚至挽住男生的胳膊，靠着男生一起走，他们刚刚和这些情侣都差不了多少。没啥，回去吧，想洗澡了。李牧侧过头看我，你脸上有花。李牧挪了挪位置，才转身去看他。背着光，他的正面就显得暗了许多。这样一来，小小只少女才不会注意到他泛红的脸和耳根。明明是你抓我，你这是什么态度？陆小西把垃圾袋塞李牧手上，不容拒绝。生气了？李牧的语气有些虚。没有。陆小西低着头，快步走到前面，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红成小番茄的脸。一路回到家，洗澡、吃宵夜、刷牙、洗脸、睡觉，一气呵成，直到回房间，他都没和李牧说一句话。躺在床上，陆小西久久不能入睡。明天还要上早八呢，但是他就是睡不着，只能在床上扭来扭去，被绿色的薄被包裹着，像只大青虫。他用左手握住了右手的手指，细细感受，感觉不如还是李牧的大手握住他的手指来的舒服。他喜欢这种感觉。明天给那个笨蛋转24块钱，买他一天。第63章，买你一天。这边也是老小区，经过一晚上的沉淀，小区树根下多了许多落叶。自从天气慢慢开始转凉，枯黄的叶子就多了起来。保洁阿姨刚扫过，很快又会落下些许叶子。李牧踩着树叶，发出清脆的响声。路过绿植带，还能看见蹦高的蚂蚱。这些都是次要的，他的目的是小区外的早餐铺。李牧顶着黑眼圈，从外面买了4个肉包、4个烧麦、1份蒸饺、1根玉米、2杯豆奶。他的那份只有1个肉包、1个烧麦、1杯豆奶，剩下的都是陆小西的。吃不完就留到学校当零食吃，就当是给小小只少女赔罪吧。昨晚，陆小西一旦开始闷头不说话，准是生气了。从小到大都这样，什么事情都憋着。他好像真的把陆小西惹生气了，或许是贸然握他小手的行为触及到了底线。好朋友终归是好朋友，该有的界限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李牧觉得最近要收敛一点了，他可不想好不容易好起来的关系又回到之前那般见面打个招呼，聊天结束。总而言之，先让陆小西消消气。陆小西的房门打开了，他没有注意到某人在旁边慵懒地伸了个懒腰，露出了白嫩纤细的腰肢。李牧，陆小西余光扫到了门那边的人影，小身子一颤，愣愣地看着李牧，显然是被吓到了。你起得好早。小小只少女注意到了某人的黑眼圈。买了早餐？买这么多哦。陆小西点了一下，这一顿估计要20往上。李牧已经不敢跟他扯皮了，也不知道小小只少女的气消没消，吃错药了。陆小西只感觉哪里怪怪的，今天的李牧不对劲。刷牙洗脸后，两人提着相同的电脑包出门了。少女的小腹前还有一个粉色挎包，里面装满了李牧买给她的早餐。或许是感觉到了电脑的重量，才走一会距离，陆小西就要换手提。好不容易到了公交站，他就把电脑放到位子上，松松手。李牧怎么都不说话，一点都不像他，以至于陆小西都感觉无聊了。他并拢着腿坐在不锈钢座位上等公交车，李牧则站在他旁边刷手机。现在正是上班时间，或许是上一班车刚走的缘故，公交站并没有多少人。他时不时偷瞄李牧，并没有发现李牧在偷看他。陆小西抿抿嘴，也掏出手机，犹豫着给李牧发了一个24块钱。干嘛？李牧终于说话了。我买你今天帮我提电脑。陆小西低着头，说话细如蚊声。你再给我台阶下。什么？陆小西被问懵了。什么台阶？昨晚发生了什么？他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不好意思，那个你不生气了？李牧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思来想去，还是直接说了出来，拐弯抹角的，并不像他。陆小西的头上冒出一个问号。嘻嘻，李牧这个笨蛋肯定是以为自己生气了。反应过来后，小小只少女的内心多了好多好多喜悦。气着呢。陆小西佯装出怒发冲冠的样子，皱眉道：既然李牧以为他生气了，那他就是真的生气了，因为害羞不敢面对某人什么的根本不存在，都是假的。他就是生气了才不和某人说话，
真的，真的。陆小西觉得自己老聪明了，小胸脯的都不自觉地挺了起来。你消气了。李牧说的是陈述句。我要被你气死了。李牧大小眼上下打量他，捕捉他的表情变化。陆小西受了委屈，生气了，从来都是闷着不说，一个人默默消化。就好比昨天那样，一直低着头，也不跟他讲话，那种才叫生气。现在嘛，能这样和他说话，保准是没再生气。他最懂陆小西了。不过他没说什么，毕竟陆小西昨晚是真的生气了。女孩子生气快，消气也快。所以你这个24块钱是什么意思？数字梗。李牧可没忘记这小小只少女上次用数字梗骂他呢。就是买你一天啊。你昨天说1小时1块钱的。陆小西的声音越来越小，心底越来越虚，疯狂洗脑自己昨天真的生气了，很气很气的那种。我那时候说的是拉手啊，又不是卖身。对啊，我买你的手1天，你帮我拿电脑。那是昨天的我说的，彼时的我非此时的我。李牧学着陆小西的诡辩话术回对他。我不管，反正我钱已经打过去了。陆小西别过脸，才不管这么多，反正今天李牧的手是他的了，他已经把双标写在脸上了。好好，我拿。李牧想说千言万语，最后也只剩2声浅笑。一只手提着一个电脑包。买电脑的时候，李牧已经提醒过他这台比较重了，他早就猜到少女不想提，这点重量对他倒是小儿科。虽然他看起来一般般，实际上也是很有料的。怎么说来着？脱衣有肉。没办法了，他就勉为其难的帮一下好了。搭乘公交车到了学校大门。大学早读的学生占比较少，进入校园不会拥挤，更不会像高中走读那般排成一条长队，一个一个检查有没有帮同学带手机充电宝回去充电。走道上多是拿着书本前往教室的学生，也有早上没课热爱运动的青少年戴着耳机跑步。李牧自认是做不到的。陆小西倒是可以做到早起学习，哪怕没有课，运动就要先放一放，毕竟陆小西腰间盘突出还没好呢。他侧头看看陆小西，陆小西正在低头进食，啃完了玉米2端，就用手指抓住啃过的玉米棒子，横起来啃中间的玉米，小嘴一张一合的，像进食的小仓鼠一样。陆小西也侧眸看他，可能觉得不太雅观，吃玉米的动作慢慢停了下来，嘴角还有玉米粒的碎渣。第64章，想欺负他。这根玉米棒陆小西吃了一路，可算吃完了，丢掉的时候还不忘舔舔嘴唇，不然就黏糊糊的。到了教室，刚巧准备上课。不管是哪个学校，喜欢坐后排的学生都占了大多数，李牧和陆小西则找了个中间的位置。电脑房想要学习，位置并不是很重要，只要跟上课件 PPT， 注意老师授课，坐哪里都一样。李牧帮陆小西插好电源，帮他输入密码，然后才轮到自己。你铁定是被夺舍了。陆小西感觉李牧怪温柔的，一点也不习惯。我要真被夺舍了，第一个就吃了你。为什么？我爱吃猪肉。别在这里发癫。还是那个味道，熟悉的李牧又回来了。他们坐在靠墙边，周围没什么人，说话也是小小声的，并不会影响其他人。上课期间，教室时而安静，时而吵闹。陆小西在很认真的听课，就是使用电脑有些生疏， PPT 需要划重点，他不知道怎么操作，就向李牧投去可怜兮兮的目光。李牧也在听课，察觉到某小只少女那弱弱的视线，朝他那边挪了挪屁股，把他的电脑转向这边，教他操作。好不容易学会怎么在 PPT 上做记号打字，他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他的打字速度太慢了。大学和高中不一样，手写笔记并不适用于大学，更何况还是数字传媒这种需要电脑操作的专业。他又没怎么用过电脑，打个电视剧的名字都得打半分钟，记笔记的速度自然是跟不上的。李牧，你在认真听课吗？陆小西低着头勾了勾他的衣服，用着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你做笔记啊，我打字有点跟不上。你做笔记，我回去复制你的。现在讲的是一些概念问题，我们考试内容大多是实操，不用记笔记的。真的吗？那你刚刚还教我，你迟早得会的呀。李牧笑笑，得找个时间给陆小西恶补一下电脑的基本操作。这个专业后面还需要学习专业软件，各种专业词汇层出不穷，到那时还不熟悉电脑的话，学习就会举步维艰。时间悄然过去，这节课他听了一半，后半节课就是犯困打瞌睡了。昨晚心事太多，横竖睡不着，积攒的困意现在爆发了，想要睡觉挡不住的。他想趴台睡觉，每次快睡着的时候，陆小西就悄咪咪地戳他一下。不听课，困，睡一会。下午没课，我要是你就先听课，然后下午回去再睡了，在这怎么睡得舒服？陆小西嘀咕着。你说的有点道理。李牧深吸一口气，挺直腰板，啧啧嘴，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倒是精神了不少。给我看看眼镜，还没试过呢。是这个干嘛？陆小西从小挎包里拿出眼镜盒，打开给他。小只少女的眼镜比较小，镜片大，
李牧戴上的时候，感觉耳边有点紧。陆小西近视的度数还没到影响生活的程度，眼镜的度数也没高到哪里去。尽管如此，李牧看的还是模模糊糊的。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一直戴着眼镜了。李牧把眼镜还给他。你第一次戴眼镜是这样的，戴久了就习惯了。陆小西掩嘴偷笑。你刚才好像企鹅哦，呆死了。小猪别说话，听课呢。怎么轮到李牧提醒他要认真听课了？一节课下来，李牧课听了，也差点要升天了。在教室困得要死，一出教室也不知道怎么地就不困了。或许这就是现在大多数学生的常态吧。中午吃什么？陆小西抬头看他。吃猪肉。吃你？陆小西脱口而出。忽的感觉这句话有歧义，偏过头悄悄红了脸。这种话怎么能从他嘴里说出来？你才是陆小猪啊。你也是木猪猪。你学坏了呀，怎么能给别人起绰号呢？李牧用手指点他的头。你还好意思说？你小时候看我吃的多，就叫我陆小猪，叫多久了？要不我给你算算，从幼儿园开始了。嘿嘿。嘿你个头，吃午饭你请我。陆小西这副小傲娇的样子，别提多可爱了。李牧好想像那些番剧里那样摸摸他的脑瓜，揉乱他的头发，有点想欺负他。李牧知道自己对陆小西多了些不可言说的感情。明明2个月前他们还是互相看不惯，很不对付的对门邻居，虽然现在也很不对付，天天拌嘴呢。他喜欢现在的生活，他和陆小西的不对付，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关系比所有人都要好。心照不宣罢了。你发什么呆？陆小西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这个家伙说着说着就不理人了，是不是又在打坏主意？小小只少女默默把手插进衣兜里，不让某人有可乘之机。刚才说到哪了？李牧乱糟糟的思绪被打断，回过神来。你刚才说要请我吃大餐？真的？陆小西猛点头。你当我傻呀？就半分钟前的对话我还能忘？李牧戳戳他的近况。我不管，反正你得请我吃东西。陆小西嘟嘟嘴，把眼镜收起来。李牧点点头。陆小西现在跟撒娇有什么区别？他就吃这一套。第65章，这个笨蛋。虽然地铁上贴有保持安静的提示贴，但仍然有不少人熟视无睹的外放刷视频，加上地铁本身的噪音，单论声音而言，少了些叫卖声，和菜市场一般无二。中午这段时间人还是蛮多的，座位都被坐满了。陆小西穿过人群，走到靠墙的里端，李牧也跟了上去。闹哄哄的车厢，陆小西占据了拐角的位置，很有安全感。李牧站在他的前面，只要张开手就能把他堵住，他肯定跑不出去。我们为什么不先回去放好电脑？你问我，我问谁？2个人面面相觑，竟不约而同的笑了。明明他们都很聪明，却笨到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先放好电脑再出来。笨死了，半斤8两。你聪明，你怎么不早点说？故意的，让你多受点罪。这么恶毒？怎么的？不服？是有点不服。李牧坏笑道。不服憋着。李牧不知道怎么回他，只能和他干瞪眼。不得不说，小小只少女的拌嘴技术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好几次都能把他对得哑口无言。地铁上传出婴儿的哭闹声，一位母亲面露尴尬之色，耐心地哄着自己的孩子。其他乘客有皱眉，有啧啧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车厢内更吵了。要耳机吗？李牧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道。温温的吐息呼在小小只少女的耳朵上，少女感觉痒痒的。你怎么随身带着耳机？出门不戴耳机，你是不是大学生？切，戴耳机万一有人叫你，你都不知道，别人按喇叭你也不知道。李牧今天穿的短袖搭配偏蓝色的外套，外套只有薄薄一层，有许多个口袋。陆小西接过了某人递过来的耳机，戴在耳朵上，视线落在某人的锁骨处，两人身高差距18厘米，他只要低着头，李牧就看不到他的眼睛。耳机里是英文歌，陆小西勉强听得懂一些句子的意思，似乎是一首英文情歌，调调和词曲都充满了甜腻腻的味道。陆小西又看看李牧的手，李牧的手筋明显凸起，只用了3根手指提着电脑包，好像用了不少的力气。你累不累？有点。李牧实话实说。走了一路，上地铁他都没有把电脑包放下来，2台都是游戏本，还带着电源，合计起来莫约10斤重，开始还不算什么，提得久了就非常吃力。那你干嘛不放下来？我怕一会忘记拿了，大几千呢。在地铁上丢了手机书包，忘拿皮箱之类的新闻年年有，虽然能通过站点找回来，但那也太麻烦了，看好自己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放吧，我记着呢。你看不起谁呢？李牧挺了挺胸，就知道逞能，幼稚死了，我不管你了，想拿就拿吧，累不死你。陆小西偷摸摸的，一会看看锁骨，一会看看喉结，李牧咽口水，喉结上下滚动，他也跟着咽口水。目的地小黄鸭喷泉广场，上次他们就是在这里拍的照片。吃什么？
李牧用手肘戳戳他，话题又回到了原点。陆小西扫了一圈，指着不远处卖炸鸡汉堡的地方，兴奋道：“吃那个！”小小只少女只吃过一次炸鸡，在家想吃，又怕买回来被爸妈说成垃圾食品。若不是李牧给她喂了鸡屁股，她完全不知道炸鸡这么好吃。这就是你说的大餐？怎么，你请不起？用激将法也得看人啊，我像是那种会中计的人。李牧大小眼，腾出一只手，打开余额展示财力。正好，你这么多钱，我就不会因为吃太多有心理负担了。我要好好宰你。中不中计似乎都是一个结果。时代发展，各大连锁店都用上了手机点餐。手机点餐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像陆小西这种没怎么吃过的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时间。炸鸡、汉堡、薯条，没吃过的统统点一遍。陆小西点完了，才把手机还给李牧。李牧一看，某小小只少女口口声声说要宰他，结果就点了40几块钱。他的条件比陆小西的条件要好许多，他家是不差钱的，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小日子却也过得滋润。陆小西的条件则是后面才好起来的，陆叔叔、秦阿姨都很努力，买了车房，有了存款，摸到了小康的标准线。但陆小西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性格，有钱也不舍得花。回想起刚来的时候，陆小西还因为奶茶太贵，想要点一杯最便宜的绿茶，生怕他大出血呢。那时的陆小西还会偷瞄他看他脸色，小心翼翼的样子，怪可爱的。你点了什么？陆小西见某人又发呆，有些不爽。怎么，合着跟他一起就容易发呆是吧？我看看啊，我还不怎么饿，点个鸡肉卷算了。你回去可别叫家里可没菜做给你吃，吃不饱就吃你的。滚蛋，我才不给你吃。喏，多给你点了杯可乐，你不得说声谢谢啊？谢个屁，可乐又不好喝，每次喝完都感觉牙齿粗粗的，难受死了。而且又不是我让你点的，是你自作多情，以为我想喝才点的。那你要不要？眼看着某小小只少女又要喋喋不休说一大堆有的没的，李牧直接打断了他的施法。不要白不要。一大堆话被噎回肚子里，陆小西幽怨地瞪了他一眼，语气都是闷闷的。下完单，菜很快就送到了。两个人分好了各自点的东西。小小只少女可不打算分给某人，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的。陆小西那边有炸鸡、汉堡和薯条，还有一杯可乐，而李牧这边就一份鸡肉卷。李牧单手拿着吃，另一只手玩手机刷视频，偶尔会抬头看看小猪进食。小小只少女今天没有绑小马尾，头发散落肩头，嘴角沾了根头发都不知道。她嘴角含笑，打开相机，偷偷给猛猛干饭的陆小西拍了一张照片，打算做成表情包。被闪光灯闪到的陆小西，这个笨蛋。第66章，木猪猪还是陆小猪？陆小西气得用脚踢他，踢一次不够，还要再踢一次。脚不要了，就踢你，不服憋着。陆小西胆子可大了，脚不要了给我。李牧忽然露出渐渐的笑容，把脚伸过去蹭蹭，隔着裤子仍然能感受到少女那光滑的小腿，蹭起来没有一点阻力。你干嘛？陆小西小声滴滴，他的胆子好像能随地大小便，现在又缩水了。人这么多，他可不敢光明正大的去蹭李牧，也没有这么厚的脸皮。没干嘛啊，我干什么了？你的脸肯定能防弹。陆小西羞恼的把脚收回来，才不让这个家伙蹭呢。没了可以蹭蹭的脚，李牧索然无味，快速吃完鸡肉卷，戴上手套抢陆小西的薯条吃。他只吃了一半，但是把番茄酱沾光了。无视掉陆小西那把他生吞的目光，李牧撑着脸刷视频。陆小西胡吃海喝一顿，吃到后面有点腻。这些油炸食品并不适合当主食，也并不算很好吃，偶尔吃一次还可以，吃多了他真的会吐的，还会高血压、上火、变胖。比起吃外面的东西，他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做饭。耳机里传出一堆听不懂的声音，也不知道李牧在看什么乱七八糟的视频。回去，吃饱了？走吧。说真的，我都困死了。我要是猝死了，你得给我多烧点纸，最好给我烧2个好看点的纸妞下来。闭嘴，你说话一点都不吉利，讨厌你。别啊，这不是有你的定情信物护身吗？李牧抬抬手，把手腕上的狗牙露给他看。不是定情信物，不管怎样你也不能糟践自己的身体。你高考毕业，经常通宵打游戏，肯定有很多白头发。陆小西哼哼道。这你也知道？苏阿姨告诉我的，让我管管你。不过我当时和你关系不好，才不管你的。那你现在管我，是不是我们关系变好了？没有的事。陆小西好看的大眼睛眨眨，不想在某人面前承认这种事情，心底知道就好了，还要说出来，木猪猪一点情商也没有，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不对，他好像随时都能找女朋友，而且很容易找女朋友。我跟你说，你可不要被外面的坏女人骗了。你没看到网上那些新闻吗？什么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什么纯爱战神。陆小西越说越小声，李牧头上多了2个问号。他们是怎么从猝死聊到关系，
再到现在的坏女人呢？明明一句也没有漏。你觉得我像是会当舔狗的人？李牧一只手拿着2台电脑，一只手不可思议地指了指自己。他到底是犯了什么错，才会给陆小西留下这种印象的？你是舔猪，舔狗木猪猪，简称舔猪。我舔谁了？你舔谁来着？不对，我们怎么聊到这个的？陆小西觉得这个话题不能继续下去了。谁知道你发什么神经，莫名其妙就让我小心外面的坏女人。李牧嘴角抽抽，陆小西憨憨的，自己都把自己弄懵了。不过陆小西说的没错，坏不坏暂且不谈，外面的女人怎么能比得过自家的小猪呢？李牧，你看那个。陆小西勾勾他的衣角，指着不远处的黄色门匾，2元店啊，没想到这里也有。李牧的语气多了一丝听不出来的怀念。走走，去看看。我说不去会怎样？我会起诉你。什么意思啊？我买了你1天，你这样算是提前解约，要付违约金的。违约金是多少？我不知道，等你违约了，我再告诉你。陆小西哼哼唧唧，拉着他往2元店那边走。2元店算是比较物美价廉的一种小铺了，所有的东西都2元，用品、装饰品、小吃都是等价。以前的他和陆小西都很喜欢钻这种小铺，专门买许许多多的小玩意回来。李牧印象最深的还是2元店里面的杂牌积木，他和陆小西攒钱买了好多，回家一起拼，从早拼到晚，手指都拼红了，拼出了许多小车和飞机。然后他们就展开了小车和飞机的大战。陆小西是小车，李牧则是飞机，嗡嗡嗡咻咻咻的配音，用手指比作虚空炮弹，谁被炮弹打到谁就输。李牧总是把飞机举高高的，欺负陆小西手短，小小一只碰不到他。等陆小西委屈到快掉小珍珠的时候，他的飞机就会坠击到陆小西的脑瓜上，藏到女孩的头发里。他有些异动。欢迎光临。收银员是位年轻的小姐姐，像是打兼职的。店里有不少人，全都是女生。2元店本来就很受女生欢迎，陆小西也不例外。李牧，你看。陆小西不知道从哪找出了一排指甲贴纸，在手上比对比对。可惜不能拆，不然他现在就想贴。花里胡哨，你又不留指甲。谁说不留指甲就不能贴了？你买吧，买完叫我。你怎么了？没事，我自己也逛一下。李牧把电脑放到收银小姐姐那边，让她帮忙看一下，自己则逛了起来。他找到了积木，看了一下牌子，是杂牌，或者说是盗版，毕竟正版不会出现在2元店这种低消费的店铺。小小只少女很开心，跟个好奇宝宝似的左看看右瞧瞧，很快就买了一篮的小玩意，各种摆件，各种饰品，主打的就是一个进货。2块钱就能买到超级多好看的发绳哎！他在另一个货架上找到了2个小玩意，是各种可爱动物的挂件。他把小狗和小猪的挂件找出来，这只小狗怎么看都和李牧很大。至于这小猪嘛，是木猪猪哦，可不是陆小猪。一共买了30多块钱，一大堆小玩意全部塞进了小挎包里。出了店铺，陆小西就如现至宝一般，嘴里配着噔噔噔的音效，拿出了那个小狗挂件。送你，大方吧？哇，陆小猪同学太大方了，居然送我2块钱巨款的礼物。李牧表情夸张，陪他演戏。当然，这个礼物他收下了。少来，这个要挂包上才好看。好，李牧把他的电脑包递给他，自己给自己的电脑包挂上了小狗挂饰。挺好看的吗？和你很搭哦。我也给你送个东西。李牧从衣兜里拿出了一盒小车积木。他结账的早，跟收银员招呼了一声，一直放在收银员的桌面。陆小西结账的时候他再拿走，因此陆小西并不知道他也买了东西。积木啊，李牧同学真是幼稚呢。不要就算了，要我又没说不要，白给的不要白不要。回去的路上，陆小西的电脑包都是自己拿，他也给自己的电脑包挂上了小猪挂饰。这个真的是木猪猪的意思，不是陆小猪。真的。第67章指甲贴。李牧是被香醒的，他的房间昏沉沉的，唯一的光被窗帘挡在了外面。拉开窗帘，金黄色的日暮洒在他的脸上，有些刺眼。这一觉起码睡了5个小时，得，今晚又得熬夜了。好在明天没有早上的课，可以调整一下自己作息。回来之后，他一头栽倒在被窝上，脸都没洗，呼呼就睡着了。自从写起了小说，身体真是一天不如一天。遥想当年，他还是个熬夜高手，现在每天12点就是他的睡觉时间，偶尔会玩得晚一些，最迟也才1点钟。昨天因为陆小西的事情，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直以为自己把陆小西弄生气了，内心的情绪纷飞，愧疚、懊恼、后悔、悲伤，各种各样的情绪如泉水般涌了出来，还要思考怎么去逗陆小西开心，让他消气。不过今早上让陆小西消气这件事情意外的顺利，以至于让他都开始怀疑陆小西是不是压根就没生气。大厅里都是菜香，甚至透过门缝钻进了他的房间里。李牧出了房间，往厨房方向探探，果真看见了正扎着围裙的小小只少女。陆小西在下厨这件事上颇有心得，
洗菜、切菜、炒菜同时进行，洗一半，擦擦手，又跑去翻炒2下，再切一下菜，不断的重复。当然，如果是很容易糊焦的菜，他就不会这样了。做菜呢？陆小西被吓了一跳，捂着心口拍拍，语气不善，别突然说话行不行？李牧黑人问号，感觉自己很无辜。他一没碰陆小西，二没靠近，这也能吓到。以后是不是先大喊一声报告才能跟陆小西说话？似乎这样更容易把陆小西吓着。今晚吃的什么？青椒炒你的肉。哦，我帮你打下手吧。李牧洗手，主动帮陆小西把剩下的一点青椒切完。你切的好丑。陆小西把大小各异的青椒环粘起来吐槽。能吃不就行了？照你这么说，我给你煎个蛋吧。这些菜你别吃了，反正蛋也能吃。别，我切细一点成不？这还差不多。陆小西看某人切菜，青椒他已经去了籽，辣味少了不少。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绝对不会去辣椒子的。还不是为了照顾某人的口味，他的牺牲可大着呢。饶是去了辣椒子，青椒本身也有辣味。李牧感觉鼻子痒痒的，侧头打喷嚏。你先不要揉眼睛哦，不然会辣的。现在已经开始辣了。李牧眨眼的速度都快了不少。今天吃错药了，竟然还会帮忙。没事干，随你，别碍着我就好。陆小西继续炒菜，青菜煮完后开始炒猪肉。你怎么还不出去？陆小西热锅下油，把蒜末倒进去，炸出香味，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某人切完青椒后还呆呆地站在那边。我学一下怎么做菜。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去，我学做菜是那么奇怪的事情吗？陆小西猛点头。两家人就李长恒和李牧不会做菜，苏文最起码还能吃。反正两家串门的时候，只有李长恒和李牧一大一小最闲了。为什么想学？上次被你说了，我感觉不能这样颓废下去，不然你要是走了，我不得天天吃外卖啊。李牧和陆小西靠得近了些，观察少女的动作，她真的有在认真学习做菜。陆小西有些小得意，特地展示了一下自己高超的厨艺。别看小只少女的手臂细细的，颠勺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当然，受限于力量，她最多能颠勺一次，而且还不是很好看。要想做到电视里那种连续颠勺好几次，小只少女肯定会累垮的。尽管如此，这一幕对于没煮过菜的某人而言还是很牛逼的。李牧像知肥海豹一样拍手鼓掌，称呼陆小西为陆大厨、陆老师，什么媲美5星大厨、国宴水准之类的一股脑说出来，完全不吝啬自己的夸奖。或许是被李牧那夸张至极的夸逗乐了，陆小西一直在憋笑，手上的动作都慢了些。今晚只有2个菜，一份青菜和青椒炒肉，香气扑鼻。李牧直接拿筷子吃了起来，吃的时候还不忘夸，反正把陆小西夸高兴了，一点坏处都没有，还能逗小只少女开心。小只少女开心了，他也开心了。换算一下，他就是在逗自己开心，虽然感觉有哪里不对，但就是这个样子。吃完饭，洗完澡，李牧湿着头发坐到了沙发上，随意找了个电影放着。男生和女生不一样，大多数男生头发都不会很长，用不着吹风机，坐着就自然干了。陆小西先洗的澡，洗完澡就在吹头发，李牧都洗完出来了，还在吹。满屋子都是吹风机的声音。和陆小西一起走读的生活真的很充实。陆小西这会已经吹得差不多了，也坐到了沙发上。李牧瞅到他指甲上贴的粉色草莓贴纸，有些好笑。你还贴这个，幼不幼稚？你住海边啊，管那么宽？我倒是想，难道你不想有一栋海景别墅？梦里什么都有。陆小西努嘴，朝他伸手，手给我。干嘛？给我。陆小西抓住某人的手，一屁股坐在了某人的旁边。刚洗完澡，又是在家里，两个人穿的都是短袖。李牧能感受到陆小西胳膊上的肌肤，滑滑的，凉凉的。陆小西抓着李牧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腿上压住。他穿了长裤的，不然也不敢这么大胆。从桌子上拿出了2元店买的指甲贴，捻出一个就要往李牧的指甲贴去。给你也贴一个。别，我男的呀。李牧一愣，随即就想抽回手。和手脚不同，大腿的私密程度是 T0级别的，他还没这个胆量去尝试。昨晚握个手，陆小西一整晚都不理他。假设他不小心摸了一下腿，陆小西不得大半个月不理他，他找谁说理去？第68章，明天也是我的。男的怎么了？又不是不能贴，你别忘了，今天还没过，你的手还是我的呢。陆小西还没说完，已经在某人的食指上贴了一个叮当猫贴纸。这种贴纸是有厚度的，贴完后，陆小西还在上面摸了摸，确认贴合的严丝合缝。好看吧？好看个毛！我感觉挺好看的呀。李牧想抽手回去，陆小西就把他的手给拽回来。一个不够，还要贴第2个、第3个。在李牧极度扭曲的表情下，陆小西完成了他的伟大艺术品。李牧看着左手5根手指上面贴满的贴纸，陷入了沉思。丑死了！好看！丑！
好看。丑。你别说话，我说好看就好看。霸道。李牧小声吐槽，把贴满指甲贴的手对着灯光细细观察。花里胡哨，什么颜色什么动物都有，丑是真的丑，但是还不错。明天上课之前摘吧，现在还不急，让他再高兴一会儿。陆小西，没事，是不是有病？陆小西戳戳他的胳膊，很结实，又戳了一下，感觉很好玩。你挨得好近，是你坐过来的好吧？李牧嘴角抽抽，他的位置就没变过好吧？也不知道是谁一屁股坐到他旁边。你坐过去点。哦，让你坐过去，不是坐过来。嘿嘿，听错了。李牧打哈哈，给陆小西腾了点位置，差不多2-3厘米这样子，挨着少女的感觉很好，还能闻到少女的味道。你够了哈。李牧又给他挪了一点看不见的位置。陆小西小拳头硬了，哐哐哐的往他胳膊上招呼。一开始还挺舒服，李牧没当回事，慢慢的，陆小西的力气就大了，他不得不用力，把肌肉鼓起来，形成肌肉护甲去抵御伤害，防御力拉满了。陆小西见打不动他，眼眸一转，开始挠他的胳肢窝，戳他的腰间。陆小西感觉李牧硬邦邦的，戳哪里都没用，明明以前都能戳笑他的。无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那你快点哭给我看，让我开心开心。李牧，对了，你和圆圆的家教怎么样了？明天开始啊，明天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我得给圆圆补习1个钟呢。那我呢？你什么呢？该干嘛干嘛，你不是天天打游戏吗？陆小西瞪他一眼，他关他什么事情？我把圆圆带过来补习吧，主要还是家里补习舒服，去圆圆家里不习惯。那和以前有啥区别？李牧搞不懂。很早就敲定好的家教，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拖到明天才正式开始。在此之前，陆小西已经带下圆圆来这边玩了好几次，教下圆圆写作业、学习，家教似乎很早就开始了，是吧？夏姐人挺好的，我说可以免费给圆圆补习，她都要给我钱，这你就不懂了，人情最难还。2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有的没的看电影。对于小小之少女来说，小甜剧才是最好看的，她最喜欢看别人谈恋爱了。国产赛车片，陆小西从来都是不看这类题材的，但坐在李牧旁边看电影的时候，就算是不喜欢的题材也能看得下去哦。上次的科幻片也是，这次的赛车片也是。陆小西抬眼偷偷看他，发现李牧看得入神，投影出来的画面是赛车手的第一人称，赛车转弯时他的身体也会跟着轻微的倾斜。纯纯的，李牧身上的味道和他的沐浴露一样，很好闻。同一款沐浴露，自己身上闻不到，别人用了就嘎嘎香。陆小西算是知道李牧为什么喜欢闻他了。我要睡觉了，你也早点睡吧。他打了个哈欠，起身穿着拖鞋往房间走。我午觉睡多了，现在还不困。陆小西走到房门前，又停下步子，打开了微信，调最大的音量，细心的把扩音对着李牧，播放了李牧发来的晚安语音。卧槽，我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声音的主人有多帅，剑眉星目，气宇轩昂，美如关羽，风度翩翩。李牧写小说积攒了一大堆形容男女外貌的成语，写小说没派上用场，没想到在这里用上了。得了吧，臭美，睡了。等会干嘛？李牧坏笑，也播放了陆小西发来的晚安语音，重复播放了好多次。顿时客厅里就只剩下晚安了。陆小西有些羞赧，但整个大厅就一个小台灯和投影仪，不凑近根本看不出来。他每次听到这个声音都想扇自己2巴掌。当时为什么要给李牧发语音？声音还柔柔弱弱的，根本不是他。我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声音的主人有多漂亮。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貌美如花。陆小猪同学的脸皮也很厚呢，跟你学的，被你带坏了。好好，什么都是我背锅好吧？本来就是，我睡了。陆小西关上了房门，客厅里只有1个人了。电影正播放到高潮，赛车还在激烈的进行着，各种大片画面频出，最后再来个人性光辉，升华主题。李牧坐在沙发上，换了各种姿势，忽然感觉电影没什么意思了，还是身边有小小之少女的时候舒服。李牧关掉了投影仪，带着电脑回了房间。当然，他没有睡觉，而是拼起了积木飞机。隔壁的房间里，陆小西侧躺在床上，床边边有许多的小玩意，小狗玩偶、晴天娃娃，有些皱皱的千纸鹤，现在又多了一个积木小车，这可是他牺牲了午睡时间拼好的。虽然有点困，但他还是要看一下手机。看着微信里900块钱的余额，陆小西细细盘算，还能买李牧好多天呢。电脑太重了，明天也要李牧帮拿电脑。再买李牧1天吧，明天也是我的。好久没给他发过句号了。第69章，我买1送1。上午没有课，李牧睡到了太阳晒屁股的11点。不知道该怎么吐槽10月份的天气。昨晚还蛮凉爽的，睡觉搁了张薄被，随着太阳升起，温度逐渐升高。一开始还好，踢个被子就差不多了，后来太热了，
李牧就开了26度空调，然后就冷了。还是开着空调盖被子舒服。陆小西煮了粥，菜是昨晚剩下的猪肉，陆小西买了个洋葱放进去炒成新的菜。懒死了，睡这么晚才起来。陆小西百般无聊的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L 型沙发就占了那一长条。玩游戏，斗地主。刚说完，陆小西的手机里就传出了一声王炸，紧接着就是节奏加快的欢乐音乐，再然后就是输了的悲伤小曲。输了多少？都怪你，我4000欢乐豆都输没了。这也怪我。李牧坐到了空的沙发上，一点一点的抠指甲贴。这玩意可不行留到学校啊，要是被林生和老杨那2个人看见，自己不得被指着鼻子笑。毕竟哪个男生往手上贴这种可可爱爱的东西，背地贴着自己玩就算了，还带出去给别人看。去刷牙，口臭。陆小西踹了李牧一下，虽然什么也没闻到，但他也要装出闻到口臭的样子。你的头在那边，我在这边，这也能闻到，你属狗的呀。李牧抱怨一句，快撕掉指甲贴，跑去卫浴间刷牙。刷牙他也没闲着，特地来陆小西面前晃悠，咧着嘴刷给陆小西看，获得陆小西的白眼+1。咕噜咕噜的洗漱完，李牧又用起了陆小西的洗面奶，当着他面洗脸。我要是学你一样天天保养皮肤，我的脸是不是也能像你的一样又白又嫩的？感觉好恶心的样子。陆小西莫名想到了那些短视频里美颜磨皮拉满的男生，加上各种特效，看上去人不人的，比鬼的皮肤都要白，瘆人的紧。你不也天天保养，怎么到我这里就恶心了？感觉你现在就挺顺眼的了，不用特地去保养什么的。我知道，自恋鬼。粥都凉了，李牧洗干净脸，感觉清爽多了，给自己盛了碗粥，8点菜，就回到了沙发上坐着。陆小西屈起膝盖，给他腾出更多的位置，结果李牧又靠近了些，把他刚腾出来的位置占了。陆小西不起来，就只能屈着膝盖。你信不信我踹你？你敢踹我就敢抓，还说你不是变态。陆小西怯懦地收回蠢蠢欲动的小脚，上次被李牧抓住脚还被挠痒痒，好一阵折腾呢，他有点怕怕的。吃完了早餐，或者说是午餐，又玩了一会手机，差不多就到了上课时间。下午2点这会，明明已经是秋天了，太阳还是这么大。天气总是变幻莫测，昨天吹冷风，今天就能变个29度太阳出来。陆小西看了一眼微信，这个家伙还没领他昨天发的24块钱呢，是不卖给他了吗？小小只少女闷闷不乐的，怎么了？跟个委屈蛋似的。你才委屈蛋。走吧，去学校喽。李牧已经穿好了鞋子，打开门，站在门边等陆小西。我拿电脑。陆小西点点头，把电脑拿出来，像背着书包一样背着。电脑包向后的拉力让少女的前面的衣服有些勒，小巧的稚嫩轮廓显现出来。她拉了拉衣服，给胸前的柔软足够的宽松。你很可爱。什么？陆小西好看的水眸眨巴眨巴，愣愣的低下头，眼睛到处乱看，忽如其来的夸夸让少女不知所措，站着都有些扭捏了。我没说你小，就单纯觉得你可爱。去你的！陆小西刚才的羞赧化作了愤怒，一脚踩在了李牧的白鞋上。这是天生的，他有什么办法吗？他知道李牧就是故意的，故意说出此地无银300两的话。鞋子给你踩黄了都，活该。包给我，我帮你拿。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都没领我的24块钱，你还帮我拿包？这个呀，李牧捏着下巴，故作沉思。我这里做活动，买1送1。西西，你还真把自己当商品了。陆小西被他逗笑了，自从和李牧同居后，他的笑点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李牧随便一句话，一个鬼脸都能逗笑他。你就说要不要吧。要！陆小西嘴角藏不住笑意。李牧是商品，只有他能买，只有他享有折扣，而他是李牧唯一的买家。现在是，以后肯定也是，李牧是只属于他的商品。不过我还是自己背吧，累了再给你。为什么？我怕你累死。你可以看不起任何人，除了我。李牧撩起袖子，给小小只少女展示了一下什么叫做脱衣有肉。行了，去学校吧，一会迟到了就全赖你。陆小西催促他下楼。阳光正盛，陆小西带了伞，李牧没带。给我撑。不给。我撑给你还不行？这还差不多。黑色小伞下，一男一女2个人挨在一起，2个人都背着电脑包，电脑包上挂着小狗和小猪的挂饰，随着走路节奏一摇一摆。李牧走路还不老实，时不时用小指刮一下少女，感受那细嫩的手背。别动手动脚啊！陆小西嫌弃的挠挠手心，都被这家伙挠痒了。陆小西，干嘛？你那天真的生气了？李牧低头看他，想看看这个小小只女孩是一副什么表情。那天，陆小西心底发虚，不敢和他对视，他怕迎上李牧那什么都懂的表情。就我握你手的那天，真的生气了哦！公然拉拉扯扯女孩子的手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陆小西努力拔高了自己的语气，
努力咬牙，努力的把眉头拧成一个川字。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生气的事情都想了一遍，佯装出非常气愤的样子，差点连自己都信了。拉你的也犯法？你什么意思？说我不是女孩子是吧？是，陆小西同学最女孩子了，我怎么这么想揍你呢？陆小西没好气的戳了一下他的腰间，还想捏他的脸，想看看这张皮到底有多厚，能不能防子弹。李牧笑笑不说话。陆小西的语气和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心底已经有了答案。那晚回来之后，陆小西没跟他说一句话，连眼神都不带给的，洗澡完就直接闷房间里，然后出来吃宵夜，又接着闷房间里。不是生气的话，准是害羞了。第70章，习惯了有他和他的一切。学校这边天气热得很，李牧已经出了点汗，反观小只少女浑身还是滑滑的，没什么出汗的迹象。男生总是比女生容易出汗，似乎是世界规律。庆幸陆小西没让他拿电脑包，不然真就汗流浃背了，一身汗坐在教室里，他也是会感觉到不自在的。陆小西瞅他一眼，拉开小挎包的拉链，翻找着什么。李牧有些好奇，想看看这个随身带着的小挎包到底装了啥。里面有小包的纸巾、吸油纸，还有袋装的牙签、口香糖。上次的蒜臭事件似乎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口香糖随身带着，防止吃了什么容易口臭的东西。里边还有一层鼓鼓的，不知道放了什么。喏，吸油纸。陆小西把整包吸油纸递给他，擦擦脸上的汗和油。谢谢。李牧接过，往脸上一抹，吸油纸就湿了一块，擦过的地方干干爽爽的。你以后不用说谢谢了，感觉好生分的样子。我们明明认识这么久了，他们可是从出生开始就认识了哦。那感谢。滚蛋。那以后你也别说了。以后我也不说，谁都不要说。谢谢。李牧学着陆小西的口吻，娘娘腔腔的来了这么一句。不止陆小西被恶心到了，他自己也没能幸免于难。所谓的伤敌1000，自损800，如果被认识的人听到，那就不是自损800这么简单了。任课的老师比较年轻，一进来就在班级群里发了个链接。作为前老司机的李牧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网盘的链接。按照老师说的，里面是授课的时候需要用到的软件程序，都是学习版的，需要下载到电脑上。他利落的把软件保存，打开网盘进行下载，连的是校园网。就算李牧有 SPIP， 没有了限速的限制，下载速度也快不起来。只能说不愧是校园网。陆小西还在注册界面琢磨呢，这个什么网盘他都没用过。他选择微信注册，又要填手机号录验证码，他电话检查了好几次，确定没填错，验证码好久都没发过来。好不容易发过来了，登上去保存文件，点击下载，网速就100多 KB， 这得下到猴年马月。别开那破烂会员，亏死了，等我下好了我打包给你。李牧挡住了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让他充钱。25块钱一个月，大概只会用到这么一次，还不如给他呢。陆小西猛点头，他也觉得开这个会员好亏，还不如买李牧一天呢。他们的位置在教室后排，不需要电脑的课，他往往都会坐到前排好好学习，而李牧会到中后排坐，学习和玩手机二选其一。需要电脑的课，他都会拉着李牧一起，因为他有太多电脑问题不懂，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找人答题解惑，只是身边刚好有这么个电脑老人而已。真的哦，你的网盘好多东西，还有学习资料，原来你这么爱学习的吗？陆小西看见他的电脑屏幕上，网盘里密密麻麻的文件夹，都是各种软件，其中一个文件夹的名字是学习。怪不得呢，这个家伙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学上来，肯定不单单只靠我的笔记。是这样的，我从来都喜欢学习。李牧光速关掉了网盘界面，他赶紧转移话题。下完了，我发给你，你看一下 QQ。哦，收到了。陆小西下载了文件。你的等级好高哦，我才40级哎。陆小西指着他的 QQ 界面，竟然有81级这么高。他的账号是和李牧一起创建的，准确的说是李牧帮他创建的，所以他的密码就是李牧的密码。到现在两个人都没改过密码。李牧充斥了他的生活，无处不在，息息相关，他也充斥着李牧的生活，只是两个人之间太过熟悉，习惯了有他和他的一切。打游戏要用，一直挂着呢。李牧把自己的账号信息点开给他看。119岁，你果然是被夺舍了。119岁是 QQ 的上限，而不是我的上限。陆小西小声轻笑，李牧这个家伙的账号信息都是乱写的，唯一真实的也就他的性别了。等大多数学生安装完软件，老师就开始上课了。至于那些没安装完的也不要紧，一般都会有录播的。陆小西聚精会神，尽力去熟悉各种操作，不懂的没记住的就找李牧。有那么一瞬间，李牧感觉自己才是老师，当然他是不会介意陆小西喊他一声李牧老师的，感觉还挺刺激的。李牧也是第一次学这些，很多操作也比较陌生，但他能记住老师的演示，完全能跟上老师的上课进度。许多学生遇到不会的，
会让老师再演示一次。李牧就趁着这段时间教陆小西。陆小西就像他的番茄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和他聊几句，督促他学习。如果他们两个是同性别，看上去就只是普通的同学之间互相学习而已。可他们两个是异性，空位置多还坐在一起，难免让人胡乱猜测。最后排的铃声用手肘膀碰碰旁边玩手机的老杨，嘘声道：“老杨，你觉得木哥和那个陆小西是什么关系？一眼情侣啊。”老杨往那边瞥了一眼，就下了定论：“真的，他上次跟我说他和陆小西是老乡啊。”啊，被称为老杨的男生多看了一眼李牧和陆小西，这两人上课经常凑一起，坐得还近，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情侣。你信吗？不信，之前我猜他们是青梅竹马，但木哥否认了。我也不好说，也不是没有玩的很好的异性朋友，你关心这个干嘛？卧槽，要是木哥找对象了，我是该开心还是难过？人找对象关你什么事？哦，原来有人还没女朋友呢。老杨给铃声展示了手上的名为女朋友发绳的道具。草，恋爱狗都不谈好吧？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老杨笑话他，男生宿舍嘛，天天说要单身一辈子吃好喝好，谁找对象谁是狗之类的，一旦自己有了女朋友，巴不得跟宿舍的单身汪炫耀呢。人类的本质还是双标，没对象之前恋爱狗都不谈，有对象之后就真香了。糟糕的大环境下，仍有人对恋爱心存向往。第71章，顺带照顾一下这个没人要的家伙。晚饭是在学校食堂解决的。陆小西在外边吃的比较慢，几乎是细嚼慢咽的。两个人点的粉，不过陆小西点的是4两，李牧点的是3两。李牧3两下丝溜就吃完了，坐在陆小西的对面玩手机。陆小西吃粉喜欢筷子勺子一起用，把粉夹出来放到勺子上量，用配菜点缀一下，最后嗷呜一口吃掉，每次都是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大家闺秀呢，吃得这么斯文。李牧头都没抬，吐槽他的吃相，哪像你一样跟没吃过似的，一下子就吃完了。你这么吃尝得出味道吗？汤面捞起来凉，跟凉拌有什么区别？你不懂，区别大着呢。你好像从小都喜欢这样吃，以前我还这样喂过你。李牧还记得他小时候这样喂过陆小西呢。陆小西就跟天生的跟屁虫似的，一直黏着他，也不知道他小时候哪里好了。他小时候可没少欺负陆小西哦。两人凑一块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变成了照顾妹妹的哥哥，而陆小西则成了等待哥哥照顾的妹妹。明明两个人同岁，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你干嘛要记这么清楚？陆小西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他的小腿，用鞋尖蹭脏他的裤脚。我怀旧，你自己不也记得？那是我记忆力好。陆小西用勺子舀粉汤喝。所以你这样吃能让粉变得好吃吗？有点吧，感觉这样特别好吃。我不信，给我吃一口。李牧冲他笑笑。陆小西放在唇前的勺子顿在空中，你自己不会是吗？我都吃完了。李牧指了指自己的碗，里面就剩几根碎粉条，连汤都喝完了。倒是陆小西吃得慢，现在看着还剩下一大半呢。在外面要顾及形象，少女总是斯斯文文的，如果是在家都开始吃第2碗了。那你再点1碗吧。浪费了，我的胃还剩一点点容量。李牧比了个一丢丢的手势，痛失 H 国市场。陆小西皱皱眉，左右看看，食堂都是成群结伴的行人，说说笑笑的，大多数人都是打包回宿舍吃，堂食的人较少，位置坐的也比较散，不会有人能注意到他们这边。小小只少女把粉条放到勺子上，又加了2片腐竹盖住，犹豫着递到李牧的面前。诺。李牧张嘴想来个一口吞，吃了一口空气。西西，这次肯定给你吃。陆小西嘴里含糊不清，重新给李牧弄了一勺粉条，上面点缀一些酸笋。你最好是。李牧撇撇嘴，趁陆小西刚拿过来，一口含住，他能感受到陆小西把勺子往回抽的力气，就知道陆小西想逗他。没开2度的戏码，怎么能骗到他呢？一般般啊，这粉不吸汤。你懂个屁，你懂。勺子上面肯定全都是这家伙的口水。陆小西把勺子在汤里捞捞，这样就干净了。吃饱喝足就回家。洗完澡，陆小西就把圆圆带过来，辅导圆圆的英语。李牧识趣地回到了房间，不打扰他们2个老师学生。他没玩游戏，而是在房间码字。新书的筹备已经进入末尾，现在就是码存稿的阶段。李牧也不着急，毕竟还没发书，没有更新要求，等攒够了足够多的存稿再发书也不迟。一直到陆小西送下圆圆回家，他才出了房间，拿着电脑到大厅上坐着找电视看。可把他无聊坏了。高考结束后那段时间，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和陆小西关系变好之后就不行了。似乎小时候也是这样，以前总说陆小西是跟屁虫，陆小西有什么事情不跟着他，他就开始到处找陆小西玩。至始至终他都没有变过。两人就这样干坐着在沙发上看电视，李牧不停地变换姿势，但都找不到最舒服的姿势，然后一板一脸地坐好，慢慢靠近陆小西，直到2个人的屁股挨到一起。陆小西，
干嘛？没事。李牧偷偷用小指敲了一下陆小西的小指，见他没有反应，慢慢把手指放上去，两个小指一上一下的。等下我就掰断你的手指。陆小西只瞥他一眼，好像已经习惯了被某人占点小便宜了。如果只是这种摸摸手指的便宜的话，姑且让他占一下吧。更过分的可不行哦，你有暴力倾向，打的就是你。陆小西哼哼道。一阵铃声打断了两人的说话，是来自苏文的视频通话。李牧没什么顾虑，同居这件事本来就是两家合计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是接电话的时候，他还是和陆小西拉远了些距离。喂，妈，怎么了还打视频？李牧率先开口，镜头只对准了自己。你们吃晚饭了没？苏文关心道。都多少点了？肯定吃了。是小西做的，学校食堂吃的。好好，你自己也得学会做饭才行，不能一直让小西照顾你。苏文语重心长。我有在学呀，不信你问陆小西。李牧忽然把手机递给陆小西。陆小西错愕，怎么聊着没两句就扯到自己身上了？小西，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哦，昨天他就跟我学了，还帮我打下手呢。电话那头的苏文见自家儿子跟陆小西坐一块，脸都笑歪了，嘴角根本压不下来。那感情好啊，你可得帮我督促督促这小子，不然要懒成废人了都，也不知道这个样子以后谁愿意要他。我情书收到手软。李牧插嘴。陆小西瞪他一眼，你别说话，我跟阿姨说。霸道。李牧嘴角抽抽，他的手机，他的妈妈，结果不让他讲话，还有没有天理了？阿姨放心，等放假回去，李牧肯定会下厨了。哈哈，那最好了，等赶上我的厨艺，以后你家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就不用你们帮忙了。陆小西哈哈的笑着，他才不会把李牧教成那种水平呢。那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就告诉阿姨，阿姨帮你出气哈。小西拜拜。阿姨拜拜。苏文挂断了电话。阿姨拜拜。李牧苦着一张脸模仿陆小西的语气，尾音拖得很长很长。你好恶心。李牧无视了他的话，又凑到了他近点，一只手沿着沙发靠背伸过去，一只脚搭在茶几上，这是他最喜欢的姿势，跟怀里搂着陆小西一样。陆小西只要往后靠，脖子就能碰到某人的手臂，凉凉的，鼻尖还能闻到某人身上的味道，跟被他搂着一样。少女有些脸红，低低的嗔了一声，厚脸皮。你说什么？听到没？你妈让我督促你呢。知道了。李牧随手拿起一个柑橘，打算给小小只少女表演一手单手剥皮的绝活。手指刚插进柑橘里，汁水就溅到了他的手上。李牧想起了广告里能造成洪水的果子，看来这是买到正品了。诺，吃柑橘，我自己会剥。别呀，我都剥好了，我又不吃，你不吃就浪费了。你不吃你还剥？陆小西戳戳他的腰间，趁着李牧没设防，被戳中颤了一下的瞬间，眼疾手快的把李牧手上的柑橘抢过来，一大口塞进嘴里。他哪能不懂李牧的心思，才不让这个家伙喂呢，真把自己当小猪了。这个家伙脸皮这么厚，又懒又笨，就像苏阿姨说的，以后肯定没人要。那时候自己就帮着照顾一下好了。第72章，重新成为青梅竹马。难得的周末，陆小西穿着居家常服，纤细的双腿并拢搭在茶几上，双手捧着手机刷恐怖电影的解说。高中毕业他也是这么无所事事的刷手机，现在却感觉好无聊。房间里传出李牧打游戏的声音，就知道打游戏，陆小西心里嘀咕着，可算知道那些女生为什么要问自己的男朋友那个经典问题了。游戏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有那么一瞬间，他也想这样问李牧，可是他不是李牧的女朋友，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李牧干嘛干嘛呢？唯一的资本就只有苏阿姨让他帮忙督促李牧了。对，就是这个。陆小西挺了挺胸脯，给自己找好了理由，理直气壮的重重的叩响李牧的房门。怎么了？李牧，我进去了哦。陆小西好不容易酝酿起来的气势，听到李牧的声音后突然瓦解了，说话小小声，弱弱的。陆小西嘴角微扬，轻轻打开房门，蹑着手脚来到他身旁，坐到他的床沿。怎么了？有事？李牧单手摘下耳机挂在脖子上。我要督促你。李牧转头面向他，眼珠子却还盯着电脑，有够敷衍的。怎么了你？闲的没事？李牧打得多人对战，只能一边玩一边跟他聊天。虽然陆小西进来之后，他就没怎么把心思放在游戏上了，有点无聊，来烦你。无聊就找点事情做，比如帮我打扫打扫房间什么的。想得美。陆小西嘿嘿笑，把拖鞋踢掉，往床内坐了些。他穿着半短裤，遮住了一半的大腿，剩下的肌肤毫无遮掩的裸露在外，从大腿到膝盖，从膝盖到脚腕都白如玉石，脚趾甲修得很精致，上面还贴着2元店买的指甲贴，煞是可爱。李牧的床是弹簧床，有些老旧了，坐上去都能听到弹簧嘎吱嘎吱的声音，席子也冰冰凉凉的。
你的腿晃到我眼睛了，谁让你看了？陆小西脸色一红，抓起枕头枕在腿上。这个笨蛋玩游戏还要看他，还这么老实，光明正大的说出来。余光不小心看到的，不是我要看的，那也是你看的。快速打完一局游戏，李牧也坐到了床上，坐到了少女的旁边，蹭蹭少女的小腿。你要怎么烦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来烦我？我建议你下次想好再来。出去玩吗？陆小西小手轻轻按压李牧的手背，看着他的皮肤从红恢复成白色，留下成排的指甲印。你想去哪？李牧挠挠手背，把少女腿上的枕头拿下来，枕在自己腿上，以防发生不测，压不住，闹得两人尴尬。这一举动显然是吓到了陆小西，整个小身子一颤，还以为李牧朝着他大腿伸手要干什么呢。我们来这边这么久，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动物园啊，游乐场啊，电影院啊。约会？不是。陆小西忽然提高了音量，反应过来后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就简单的出去玩啊，约你个大头鬼的会。瞧着小小只少女快要冒蒸汽了，李牧心痒痒，抬手快速的戳了戳脸又收回，指尖都是烫的。去不去啊？你不去就算了。陆小西歪歪头，我可没说不去，什么时候去？去哪玩？不是你让我去的，怎么还问我？可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啊。那就先做好功课，你慢慢想，我接着玩，反正时间蛮多的。李牧说着就躺了下来玩手机。不知道怎么的，陆小西也犯了懒癌，拉过那只小猪玩偶枕在后脑勺也躺了下去，又感觉不太好，扯着小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曲线，防止这家伙偷瞄。你怎么整的，跟我是变态似的？李牧啧啧两声收回了视线，下次先把玩偶收好，被子塞起来，这样小小只少女要躺也只能枕着他的手了。如果陆小西枕着他的手躺在旁边，那个时候他和陆小西的关系想必已经非常好了，估计是恋人网上夫妻未满了吧。实际上他与陆小西还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时，可比所谓的恋人情侣，甚至比夫妻还要亲密得多。在别人还因为和对象你侬我侬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和陆小西早在10几年前就习惯了。除了那条红线，该做的都做了，只不过是小时候，那时候手机并不普及，懂得还不像现在的小孩子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坏心思，一心想着玩闹，玩累了就一起盖着被子睡觉，他去他家陪他睡，他来他家找他睡，反正要一起睡。比恋人更纯，比夫妻更密。许多恋人夫妻都是在扬长避短，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心仪之人看，让对方慢慢接受自己的缺点。而他和陆小西可是打一开始就知道对方的全部，仍然走了那么久。中间虽然有不愉快，但把目光放得长远，他们那点小问题也不过是狭长的时间射线中一点微不足道的起伏罢了。如果要给关系分个3、6、9等，在他们这里必然是青梅竹马夫妻恋人，层层递进的关系。或许他们之间青梅竹马早已把所有的关系囊括其中，青梅竹马4个字才是关系的最终点。他似乎一直搞错了方向，恋人他有点看不上了，青梅竹马才是首要目标。从青梅竹马开始，从青梅竹马结束。小区外是大车按喇叭的声音，响得要死。陆小西，怎么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怎么老问这个？都多少次了？陆小西侧头看他，和他的视线交汇在一起，想知道你的想法。好多关系。具体有什么关系？好多，数不过来。那就别数了，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关系好不好？什么关系？陆小西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隐隐约约间猜出了什么，整个小脑袋都快成番茄了，实在受不了李牧那炽热无比的视线，小小只少女翻了个身，直接把脸埋进了小猪玩偶里。第73章，牵手只能牵一半。就那个，我们当青梅竹马，怎么样？李牧感觉这个房间的温度上升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脸红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算是变相的告白了。只不过告白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恋人，而是想要重新成为青梅竹马。为了重新成为青梅竹马而告白，他算是世界首例吗？青梅，陆小西头都不敢抬，枕着小猪玩偶，说话又小声又闷，李牧和他凑这么近才能勉强听到。像小时候那样，李牧也小小声的说话。陆小西露出的肌肤都染上了一丝绯红，和小时候一样。他们小时候可是比恋人还要亲密很多哦，亲亲抱抱都腻了的程度。陆小西悄悄抬起头看李牧一眼，才发现李牧整个脸都红了，和他一样成了小番茄。要怎样成为青梅竹马？陆小西小声低低的问，缕缕发丝垂落脸庞，被他含在嘴里，粉嫩的朱唇一抿一松，整个世界只有自己的心跳声了。就这样那样，我们小时候怎样，现在就怎样。我看你是想耍流氓。小小只少女才不会和小时候一样跟他吃同一根雪糕，也不会抢他的蛋白，更不会和他睡一张床上呢。是有点。你可以吗？
李牧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陆小西抿着嘴，超级轻微地点了一下头。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用青梅竹马来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再也不会用所谓的邻居、租客、好朋友、同学等等数不清的关系来形容他们两个了。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关系，那就是非常要好的青梅竹马。不行，陆小西生怕李牧跑了，赶紧补充道：我们现在最多算半个青梅竹马。什么叫半个青梅竹马？就是半个青梅竹马呀，这玩意还能缩水的。李牧大小眼，一个全新的词汇出现在脑海，青竹。哎呀，你笨死了，你先出去。陆小西紧闭着眼，伸手去推李牧的胸膛，把他推远。等李牧开门出了房间，他就用李牧的被子把自己裹成一条毛毛虫。房间里只剩他一条毛毛虫了。被赶出自己的房间，李牧洗了把脸，把面部的充血给压了下去。刚才那短暂时间，他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飞出来了。阳光开朗，大男孩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能一如既往的开朗。陆小西说不行的时候，他差点没晕过去。好不容易厚着脸皮鼓起勇气的告白被拒绝了，两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得尴尬的找缝钻进去。幸好结局是好的。好一半吧。李牧以前就认为自己和陆小西是半个青梅竹马的关系，直到现在也是半个青梅竹马的关系。但这两个半个青梅竹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区别于衡量的标准。前者是时间，指的是他们只有一半的时间是青梅竹马；后者是亲密程度，指的是他们只有以前的一半亲密。总而言之，关系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多。一开始就想回到以前那般，说实话他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他一点也不着急，整个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他们的关系好到小小只青蛙难以承受，羞得要跳出来的时候，他就把锅盖上。莫约过了20来分钟，陆小西才从李牧的房间里出来。干嘛去了刚刚？可别在我房间里乱搞事情。你才乱搞事情呢！陆小西娇嗔道。想好去哪玩没有？我们去看大熊猫好不好？等会去，晚上回来。陆小西老早就想看大熊猫了，大熊猫的幼崽可可爱爱，以前只能在视频上刷，一点也不过瘾。随你，不回来都可以。滚蛋，我才不和你一起住外面。陆小西也洗了把脸，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酸奶，自顾自喝了起来。草莓味的酸奶，酸酸甜甜的，是他最喜欢的味道。李牧眨眨眼，我的呢？自己拿，好歹也是青梅竹马了，你都不舍得动动手帮我拿一下。是半个。陆小西哼哼道。刚才他在房间消化完了所有的情绪，这会已经恢复正常了。虽然两个人之间重新成为了半个青梅竹马的关系，但两人的相处方式并不会产生多大变化。我洗个澡吧。你个大男生出门还要洗澡啊？这你就不懂了，约会出门得香香的。李牧笑着从房间拿出了一套自认为比较搭配的衣服，站在卫浴间门口说完这句话，然后快速关上门。都说不是约会了。陆小西鼓着脸，明明只是出去玩而已，非得往约会那方面想。约会不是男女朋友该做的吗？他们现在只是半个青梅竹马而已。陆小西撑着脸喝酸奶，可以透过摩擦质感的玻璃隐约看见李牧脱衣服的动作。他的脸又红了，赶忙闭上眼睛，然后又偷偷瞄一眼。他洗澡的时候，李牧是不是也像现在的他一样好色的看呢？不对，他这个可不叫好色哦，反正不叫好色。矜持的少女是不会好色的。还好他以前洗澡都是有意识的远离玻璃门，是完全看不到的。玻璃上的人影动作一顿，似乎在拿着什么，然后卫浴间就响起了高昂的英文歌。快点，我也要洗。陆小西大声催促他。你也要洗香香的出门？你别管。两个人都洗完澡，陆小西换上了一身米白色的连衣裙，上身搭配一件红色的小外套，还有熟悉的小挎包，下身是白长袜搭配布鞋。他倒是想穿好看的鞋子，可要出去玩就不可避免的要走很多路，思来想去还是布鞋最合适。李牧捏着下巴，当着他的面上下打量，猛点头，表示对这身衣服的强烈认同感。青春活力，还带点小稚嫩。走吧。陆小西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低着头玩弄自己的头发。我请你好不好？知道你有钱，但我也有钱啊，别小看我。好，那你请我。就这一次哦。陆小西没好气地戳戳他的手臂，感觉好结实。往地铁站的方向走。两个人并排走在人行道，走得很近。李牧的手只要往外边抬一下，就能摸到陆小西的小手。他用小指试探一下，刮刮陆小西的手背，见他不理自己，悄咪咪地勾住他的手指，形成了一个拉勾的手势。干嘛？我们都青梅竹马了，还不能牵牵手？半个而已，你只能牵一半。陆小西可以容纳星辰大海的眼睛被某个坏坏的人填满了。第74章，他的童年就在这里，有些魔幻了。前几天陆小西被他握一下手指，害羞的一整晚不理他。现在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握住陆小西的2根手指。陆小西像只小鸵鸟般低着头，一路上没怎么讲话。
走动的时候头发一前一后，可以看见她泛红的耳根，连耳垂都粉了，害羞的样子真可爱。李牧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也有点热。他握住陆小西的食指和中指，一边摩挲一边感受她细嫩的肌肤，忽的感觉不过瘾，又灵巧地把陆小西的无名指握在一起。陆小西皱皱眉，张嘴想要说什么，却被李牧打断了。5根手指的一半就是 2.5 根，4舍5入就是3根。你的脑子里都是些歪理。你也差不多。李牧把3根纤细的手指握在一起，有些享受。你拉手就拉手，别摸来摸去行不？好摸爱摸，那就别拉了。陆小西想把手抽回来，被李牧这样揉捏小手，他会羞死的。别，我不摸了不摸了，你最好说到做到。陆小西哼哼，就任由某人拉着了。如果某人还敢摸，他就抽回来，今天就不给某人牵手了。一直到了地铁站，李牧真的很老实，说不摸就不摸，一直牵着。但也没那么老实，原本只能牵着3根手指，牵着牵着就变成了4根。陆小西注意到的时候，整个手都要被他握着了。李牧的手好暖好舒服。陆小西低头看着自己被李牧完全包裹的小手，如果冬天也能这样，他就不会被冻得手指头通红了。周末又不是节假日，少了上班族和学生党，地铁的位置空了许多。李牧在地铁只顾着刷手机了。那些视频里在地铁上公然秀恩爱什么的，他做不到，陆小西更加做不到。由于惯性和座位光滑的原因，地铁停车的时候，陆小西每次都会滑过去挤他一下。每次挤完，陆小西就和他拉开一个拳头的距离，然后下一站停车又挤过去。陆小西可算知道李牧为什么喜欢挤自己了，原来挤人这么好玩。出了地铁，走个几分钟就到了动物园。动物园周末打折，买票会便宜许多。买完票，2个人又去附近的奶茶店买了2杯金桔柠檬，这才进入动物园。别走这么快，慢慢看不好吗？李牧快步跟上兴奋的陆小西，顺其自然地牵住了他的整个手。我还没来过动物园呢。陆小西的兴奋之色溢于言表，到处看看，路上的每一个牌子都要仔细看看。一片树叶落到他的头上，李牧帮他拿了下来，好笑道：你以前不是看过马戏团吗？那都多久之前的了，而且还只看过1次。马戏团好像绝迹了。以前马戏团会在某些空地搭建一个帐篷和笼子，在里面进行一些动物表演，演个2-3天就换个地方。他和陆小西第一次见到大型动物就是在马戏团上，即便隔着笼子，陆小西还是很怕，就算父母在旁边，陆小西也要躲在他后面，一边瑟缩着身体，一边探头去看。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或者是为动物的生存着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种在各地演出的马戏团已经从他的视野消失了。不知道怎么了，马戏团连着我们的童年一起走了。你能不能别突然这么悲伤啊？而且我不还在这里吗？嘿嘿，走吧，去看老虎。李牧一边说着，一边用指背揉揉陆小西的脸。陆小西说的没错，他的童年就在这里。自从那层浅显的窗户纸被李牧捅破了一个小口之后，陆小西就对被李牧摸摸脸、牵牵手这件事没那么大的抵触了。他和他可是半个青梅竹马，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问题的哦。动物园对于李牧和陆小西来说都是很新奇的，他们都是第一次在现实中见海龟，没想到海龟的体型这么大，张开双手都没海龟大的那种。李牧，给我拍照。陆小西把手机塞给李牧，自己则跑到海龟池的玻璃前比了个耶。手机还没解锁，李牧简单的输了一下陆小西的生日就解锁了。相册可以看到陆小西的上一张照片是昨天做的饭菜，大多数女孩子见到丰盛的佳肴都有这么一个让手机先吃的习惯，陆小西也不例外。一个动作，李牧给陆小西拍了很多张，最后再拍2下自己的自拍。拍好了，我看看。陆小西兴奋地跑过来，就看到了李牧的2张自拍。他猜到李牧会这样，所以直接无视了，滑到后面拍的海龟照片一张一张的看。你拍的好丑，有没有可能是你丑？放狗屁吧你！陆小西撩了撩自己的头发，他一直都很好看，很可爱，好不好？李牧喉结上下滚动，感觉陆小西身上多了些粉色滤镜，看上去就很甜很甜。你也去拍，我给你拍，快点！我不会摆动作呀。你笨啊，学我摆个耶不就行了？那你拍完可得发给我。李牧走到海龟玻璃前，比个耶。陆小西找准机会，等海龟游过来的时候，连拍了好几张，闪光灯疯狂的闪。李牧心中不禁莞尔，每次都说要关闪光灯，结果拖着拖着就忘记了。看来陆小西也一样，看来他和陆小西在某些方面也没这么不对付。你看，你也好丑。陆小西拿照片给他看，指着他的脸嘲笑。你什么时候 P 的？李牧看着照片里自己的脸上被 P 上的猪鼻子贴纸，陷入了沉思。不是 P 的，你本来就这个样子。陆小西笑得前仰后合，最后捂着肚子擦眼角的泪水。你不是不喜欢拍照的吗？对啊，那你还让我给你拍？陆小西沉思片刻，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你不一样。
哪不一样？你是木猪猪，拍的不算。李牧第75章宝贵的记忆。10月中旬的天气很好，没有凉风，也没有大太阳，最适合出来郊游野炊。不过这些李牧和陆小西都没有玩过，或许可以找个机会，两家人一起去一次所谓的郊游野炊。从海龟园逛到猴山，从猴山逛到虎园，最后到了鸟巢。鸟巢这里有许多供游客休息的亭子和石凳。陆小西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并不严重，只要不长时间站立或者运动，基本不会有问题。可入园这么久，他们一直在走动，此刻的陆小西也是有些吃不消。他向李牧投去一个可怜兮兮的眼神，和李牧说明情况后，两个人就在一张石凳上休息，一边喝着金桔柠檬，一边看笼子里站在树枝上同样在观察他们的鸟类。动物园里的鸟非常好看，有些浑身雪白，有些五彩缤纷，他一个也叫不上名字。他似乎只见过燕子、麻雀和鹦鹉，鹦鹉还是在花鸟市场才见过的。很痛吗？要不我帮你按摩按摩？李牧没牵着他的手，一只手金桔柠檬，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四处拍拍。今天是他和陆小西重新成为青梅竹马的第一天，这些照片非常具有纪念意义。以后进化成完全体青梅竹马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怀念一下。他一直是个怀旧的人。不痛，痛也不可能给你按摩。开玩笑，腰间盘突出抵住神经，导致后腿根部麻痛。如果要按摩的话，那就得按腰和屁股到大腿这个位置，堪称绝对领域中的绝对领域，怎么可能给李牧按摩？得亏李牧不知道这些，不然单凭这句话就能给李牧扣上骚扰的帽子了。陆小西吸了一口金桔柠檬，小小只少女就喜欢喝酸酸甜甜的东西，一杯果汁不大，3两下就给喝完了。她抿抿嘴，打起了李牧的金桔柠檬的主意。李牧，我们是青梅竹马没错吧？半个。李牧没看他，反噎了他一下。既然我们是半个青梅竹马，那我也可以喝你的水吧？陆小西可没忘记，军训的时候这个家伙天天来喝他的水，现在他也要喝李牧的，只能喝一半。李牧大口暴风吸入，剩下差不多一半，把金桔柠檬递给他，刚好一半。屁，里面都是柠檬和金桔了。你喝不喝？不喝我可喝光了。李牧含住吸管，深吸一口气，仿佛要一口气全喝光。陆小西急了，连忙拉住他的手，谁说我不喝了？上面有我的口水哦，我用我自己的吸管。陆小西把自己的吸管和李牧的吸管调换，慢慢喝了起来。李牧那杯是全糖，比他的那杯要甜不少。垃圾自然是归李牧拿的。李牧看了一眼小小只少女用过的吸管，含住的那头被小小只少女咬扁了，这样可以慢慢喝，也不怕吸到柠檬子。陆小西双手捧着杯子喝，张嘴的时候嘴唇的嫩肉还会粘在吸管上被扯一下，可爱极了。别双手喝啊，他说，然后在陆小西疑惑的目光下再度牵住了陆小西的手，握在一起，捏在手心。陆小西没理他，直到李牧开始揉来揉去，他才哼哼唧唧地抽开手，在李牧的腰间戳戳戳。真不要我按摩？李牧忽然说道。陆小西的小脑瓜里浮现出了被李牧按摩大腿根的画面，忽的脸色一红，猛地摇头，小声娇嗔了一句：下流。嘘，人多呢。下流？你也下流？我怎么下流了？你不也牵我手？还又揉又捏的，有够变态的。李牧顺其自然地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到腿上，用自己的手盖在上面，大拇指摩挲他的手背。陆小西的手背很白，要凑近看才能看清上面的绒毛。李牧大拇指轻轻划过绒毛，不去触碰皮肤，陆小西感觉痒痒的。我什么时候牵你手了？分明就是你一直不要脸的要牵我好不好？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李牧展示了他初中的满分物理。你的脑子里全是歪理和诡辩。陆小西眼眸一转，照你这么说，你天天都在骚扰我哦。哦。李牧淡淡回了一句，继续摸他的绒毛。你怎么不问你怎么骚扰我的呀？不想问。陆小西快要急死了，想说的话说不出去，都怪李牧这个家伙。就算李牧不想问，他也要说，我戳你就相当于你戳我，所以你在骚扰我。你学坏了，脸皮也变厚了。李牧没抬头，捏着他的手指玩，从大拇指玩到小指，每一段指节都要捏一下。陆小西被捏得舒服，也就任由李牧把玩自己的小手了。你是手控吗？不是，我好色。陆小西看着小小只少女那满脸震惊的表情，李牧打着哈哈，为自己诡辩，逗你的，我就是手控而已。那更糟糕了。陆小西想抽回手，怕某人在心里对他的手做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也只是想想。被李牧捏得舒服，小小只少女快要软化了。休息过后，两人前往了动物园的最终目的地熊猫园。没有人能拒绝大熊猫，陆小西是这样认为的。熊猫贵为国宝，自然是动物园的摇金树。熊猫园这片地方比其他地方的人要多得多。小孩子都是喜欢老虎、狮子、蟒蛇、鳄鱼这类具有极强攻击性的动物，实力的象征。而大学生更多的是喜欢可可爱爱的东西，
比如小熊猫和大熊猫。到了熊猫园，陆小西明显兴奋了许多，落日洒在她的脸上，她的睫毛好似镀上了一层金丝，好美好美。为了安全着想，熊猫园的栏杆很高，高到了陆小西的胸脯，她就这样扶着栏杆看下面的大熊猫。和视频里的不一样，大熊猫身上都是脏兮兮的，不过那副慵懒的样子还是很可爱了。陆小西兴奋地勾勾身边少年的衣角，你看像不像你，又呆又憨？我看挺像你的，又蠢又萌。你说错了，应该是又萌又萌才对。他一点也不蠢哦。好好，我们陆小猪同学真是太萌了。李牧的眼神非常温柔，就连自己也没有察觉。李牧，我们来拍一张合照吧。好，要拍得好看点。两个人找了块人少的地方，正对着日暮，留下了宝贵的记忆。第76章，猫耳朵发饰。陆小西跑到李牧的侧后边，露出半截身子，两只手比了个耶的手势，放在李牧的头两边，笑嘻嘻的。而李牧一只手举着手机，一只手在下巴比了个，把脸上的肉往上挤了些，看起来超级憨。你看你，好蠢。陆小西看着手机里的照片，嘴角的笑意藏不住。他好喜欢这样照片，他要打印出来，打上相框，挂在房间里，放在桌子上，在客厅也要挂一张大大的，就用结婚照的那种款式。陆小西反应过来，摇摇脑袋，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甩了出去。回去发我发给我妈看下。为什么要发给苏阿姨看？等会苏阿姨以为我和你在约会呢。难道不是吗？不是，最多半个约会，本质上还是出来玩哦，不要搞错了。好好，什么都是半个行了吧？半个我和半个你在约会。咦，你好恶心啊。陆小西想到了某些恐怖片里的画面，小身子一颤，不寒而栗。逗你玩呢，看你这胆小的样子，还想看恐怖片？不打码的恐怖片解说都不敢看吧？要你管，主要是想让我妈知道我有出去玩过，不然我妈就一直以为我宅在家里打游戏呢。李牧实话实说，他的确是这样想的。陆小西犹豫片刻，点点小脑袋，整个动物园基本都看了一遍，从小到大，从常见到国宝级，一个不漏。除去臭死人不偿命的猴山，哪里都好好玩。超级大的海龟，超级大的犀牛，超级大的大笨象，肉眼上的冲击比视频里的要强很多。美中不足的是，见不到熊猫幼崽，那些个大熊猫幼懒，看了半个钟就一直在那里躺平拉屎，等着下班。他们是坐着观光车出动物园的。你的腰和腿还疼吗？李牧关心道。可不能伤了这条纤细的腰肢哦。我没这么脆弱。你是脆皮大学生。哎呀，快点回去吧，我想洗澡了。陆小西看着天空，现在已经天黑了，路灯排排亮起，小推车生意也开始了。这边的小推车并不只卖小吃，还有各种饰品啊，玩具啊。小时候玩的桃橡甜色也有。路过一家专门售卖饰品的小车的时候，李牧停下了脚步。小推车的饰品琳琅满目，李牧看上了一个白色的猫耳头饰，想给小只少女戴上，然后摸她的猫耳朵。同居的第一天，他感慨不相信女大18变的时候，还让陆小西给他变个猫耳朵给他摸摸来着。乃至后面想借钱给陆小西，借机对陆小西提要求，他也仅仅是想让陆小西戴一下猫耳朵。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了。李牧，看什么呢？陆小西见某人停在了一个摊位前，又折返回来，顺着他的视线，他也看到了好看的饰品，眼前一亮。两位要买饰品吗？大学生创业都是自己手工做的哦。老板是个年轻的女生。你要买吗？我买给你。李牧提前扫了码，等买完东西，他就可以直接输入数额，然后扫过去。本来我不想买的，但你都说了，那我就买一个吧。陆小西掩嘴偷笑，开始挑选起心仪的饰品。他相中了一个有着毛茸茸白色小球的发绳，他的小马尾搭配这个一定很好看。我要这个。就这？我那里还有好多发绳呢。行，老板，就这2个了。李牧快速地从推车的架子上拿下早就镶好的猫耳朵，2个21块，要袋子吗？要，扫过去了。李牧的结账速度令人瞠目结舌。陆小西后知后觉，刚才还没看清李牧手上的东西，有点懵，现在看清了，整个人都不好了。猫耳朵头饰，他可不认为李牧会带这种东西，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个是买给他的。等远离了摊位，陆小西就羞恼地拉住李牧，夺过他手上的袋子举在他面前，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什么？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陆小西拿出那个猫耳朵发饰，他才不会带这种东西呢，怪得要紧。我说我是想自己带的，你信吗？你有那种奇怪的癖好。陆小西嫌弃的和某人拉远了些。其实我是想送人的。我不要，没说送给你啊。闻言，陆小西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他忽然有点慌了，李牧的身边可别出现其他女孩子，不然他就不和李牧做青梅竹马了，半个也不做。嘿嘿，
我是想送给青梅竹马那一半的你。李牧嘿嘿笑道，大踏步靠过去，重新牵起了陆小西的柔嫩小手，在掌心把玩。那这个我先保管着了。陆小西巧摸着红了脸，抿着嘴，闷闷道：明明只是简单的猫耳朵发饰，很多视频都出现过的，可一想到要带给李牧看，他就感觉这个猫耳朵发饰充满了情趣的意味，很羞耻的。回到家中已经是10点多了，玩了半天，李牧浑身疲惫，陆小西更不用多说，直接瘫软在了沙发上，像只毛毛虫般扭来扭去，最后成了一个长条趴在沙发上。我中午就开始烧水了，你先去洗澡吧。陆小西有气无力道，他的腰和腿有些酸痛，需要放松一下。你走光了呀？李牧看着他因为变换姿势导致小裙子上撅而露出的嫩白的大腿，眼睛移不开了，口水的吞咽声在大厅尤为明显。李牧！陆小西立马坐起来，摞好裙子，拿2个枕头护着自己的大腿，脸上更是羞红一片。我没看见，你别瞎说。李牧心虚的侧过脸，一溜烟的跑进卫浴间。第77章，现在只有一个超级。2个人都洗完了澡，陆小西头发湿漉漉的，抱着衣服塞进洗衣机，然后跑回卫浴间，提着小桶钻入房间，晒好自己的内衣。他还做不到把内衣这种私密的东西晒在外面，让李牧看见。出了大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着吹风机吹头发。吹风机的噪音很大，播放着的电影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为了不让水滴在沙发上，他前倾着腰身，露出了雪白的脖颈。李牧挪挪屁股，坐到了他的旁边，感受着小小只少女身上的热气，闻着她的清香，心旷神怡。看着她脖颈上的由多束红黑色绳子纠缠起来的绳条，他抬抬手和自己的狗牙手链对比起来，近乎一模一样的做工。陆小西的绳子颜色要更深，他的更浅，这是时间带来的改变。只是陆小西的狗牙项链是老家的爷爷制作的，而李牧的狗牙手链却出自某位不对付少女之手。在此之前，他一向科学生活，对这种民俗风水之类的从来不感冒。当时和陆小西的关系不像现在这般亲密，他竟然能接受这狗牙手链，他都有点弄不清自己了。双标写在了他的脸上，苏文买的银阳项链他不戴，陆小西的狗牙手链从来没摘过。他想跟所有人介绍一下，这位可爱的小小只少女名字叫做陆小西，是他的青梅竹马，羡慕吧？自己的小青梅真是越看越好看。看什么？没见过美女吗？陆小西甩甩头发，呼出一口浊气，侧眸瞥向身旁某人的大脸，喃喃道：天天见啊。陆小西心底甜滋滋的，你喝酸奶吗？呵，要跟你一个味道的，顺带帮我带一瓶。李牧还以为陆小西要给自己带，感情是想让自己跑腿，他夸张的念叨一句，终究还是错付了，便起身去拿酸奶，顺带把冰箱里的一点果子拿出来吃掉。这些酸奶是夏姐不久前送的，保质期只有14天，零售价3块1小瓶。木猪猪真听话，叫我绅士好吧？李牧板着一张正经脸，小小只少女盘着腿，揭开酸奶的盖子，伸出小粉舌舔掉盖子上的酸奶，然后含出吸管，一点一点的喝。她穿着短袖和5分裤，露出肤如白玉的藕臂和小腿。李牧瞅瞅她的脚关节皮肤，粉嫩嫩的，又瞅瞅自己的，像死皮一样，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怎么不鸭子坐？为什么要鸭子坐？鸭子坐曾经被誉为女孩子最可爱的坐姿，所以呢，和我有什么关系？昂着小脑袋，陆小西从盘着腿换成翘2郎腿，脚底板一抖一抖的。2郎腿对身体危害很大的，你还翘？李牧敲了一下他的膝盖，让他换个姿势。陆小西吐吐舌头，古灵精怪的2脚交叠在茶几上，圆润的大脚趾上下摩擦，发出细微摩擦声。电脑放着陆小西和夏圆圆都在看的那部小甜剧，是李牧从记录里找的。果不其然，陆小西这回看得入迷，有这么好看？他倒要看看这些小甜剧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去拿捏小女生的心思，竟然上至19岁的陆小西，下至8岁的夏圆圆都爱看。跟着小甜剧的节奏看了一会，他发现这类小甜剧的角色复杂关系不亚于蜘蛛网，你敢信男一男二和女一女二4个角色里面能出现真假千金、杀父仇人、兄弟反目、横刀夺爱的戏码？最后又来了转折，谁出了车祸，再插入一首苦情歌，悲颂来之不易的爱情。只看了1集，李牧就因为摄入过多的垃圾信息而大脑宕机了，这类艺术他欣赏不来。没办法，小青梅喜欢看，而他不一样，他喜欢小青梅。李牧也把脚搭在茶几上，蹭蹭某只小青梅的脚。别碰我，你肯定有脚气。陆小西蜷缩着脚趾往另一侧偏了偏。好啊，传染的就是你。咦，你别蹭了，痒呀。陆小西脚背痒痒，幽怨极了，伸手去挠挠，然后在李牧的衣服上擦擦。完蛋了，你手也有脚气了，以后不牵你的手了。李牧摆出嫌弃脸，拍拍被陆小西擦过的地方。真的？那太好了，你以后都不准牵了。嘿嘿，那就以后再说，现在先牵一下。
李牧厚着脸皮把小小只少女的手拉过来，给她按摩按摩，从手肘按摩到每一根手指，偶尔会用力地捏出一个红印子。陆小西嘴角翘起一个弧度，她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那会的她很主动，每天都要拉拉李牧的手，勾着李牧的衣服，不然连路都不会走，真的超级喜欢李牧。虽然现在也超级喜欢，但因为只是半个青梅竹马，所以只有一个超级。如今轮到李牧主动牵她的手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关系均衡。以前我对你怎样，你现在就对我怎样。有小甜剧看，还有帅哥帮他按摩，他感觉自己过上的贵族生活。如果李牧能多长出一只手，给他喂点果子就好了。就在他享受的快要眯起眼睛的时候，一则视频电话打了过来。看见来人是自己的妈妈，陆小西一下子坐正，抽出手和李牧拉远了些距离。视频一接通，一只肥猫脸出现在手机上，小肥好奇地打量着手机，不知道自己的主人为什么会被困在这个东西里面。小肥，我妈呢？陆小西又想亲亲小肥的脸了。喵喵喵喵。哦，好哈。李牧眼睛瞪大，什么情况？这也能交流？他今天刚和好的小青梅还有特异功能。噗哈哈，你这什么表情？陆小西忽然绷不住了，指着李牧的鼻子笑他。刚刚李牧肯定是信了，真是有够笨的。耍我是吧？是你自己太笨了。没事，你也笨。李牧不要脸的凑过去。咦，你们还没睡觉呢？手机那头正在敷面膜的秦小千疑惑道。还没呢，周末呀，晚点睡没关系的。陆小西解释道。哈哈，我还以为你在房间了呢。你们现在在干嘛呀？看电视。妈有什么事吗？没事没事，就打电话看一下你，顺带看一下小木怎么样？你没欺负小木吧？秦阿姨，我被你家的好女儿欺负惨了，刚才还指使我给她去拿酸奶。陆小西刚想说话，李牧瞬间戏精上身，凑过半个身子跟秦小千告状。虽然明眼人都知道李牧在整幺蛾子，但秦小千还是要装一下。小西，你是不是欺负小木了？妈，你看清楚好不好？我的手和他的手差这么大，这个家伙一拳头下来我都要哭好久。陆小西用脚踢踢他，然后把镜头调转到李牧的胳膊上，李牧也配合的让肌肉显出来。好好，你们要好好相处知道不？不要吵架，更不要有其他矛盾。知道了妈，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动物园看了大熊猫。陆小西开始和秦小千聊起了天，把这几天的事情都说了一遍。从李牧开始学做菜到今天的动物园之旅，只隐去了两人重新成为青梅竹马的片段。毕竟在两家长辈眼里，他们两个可一直都是最要好的青梅竹马呢。第78章，小青梅。陆小西回到房间，抖抖被子的灰尘，平铺在床上。明天是周日，他不打算睡这么早。本想躺床上刷手机，忽然瞄到了桌子上的发饰。他光着脚，不灵不灵地走过去，捋捋自己的头发，用刚买的发绳绑了一个小马尾。乌黑亮丽的头发多了一个毛茸茸的白色小球，超级萌的。本来都很可爱了，这下更可爱了。陆小西偶尔也会自恋一下下。他犹豫着要不要给李牧看看，思量片刻，决定学着网络上的女生那样，用手机挡住脸，对着镜子拍照。不喜欢拍照，不喜欢出镜的少女，今天给自己和李牧拍了很多张照片。刚才他在手机下了单，过不了2天，他和李牧的那张日暮合照就能镀上好看的相框了。小小只少女在房间踱步，想看看挂在哪个位置比较好，但视线总是会落在李牧买的白色猫耳朵头饰上，心中暗骂李牧一声变态，又坐回了桌子前，悄悄把猫耳朵发饰戴上。视觉冲击强烈，就知道李牧这个家伙喜欢这种东西，真是太恶心了。陆小西抿着嘴，一只手全程猫爪挪到脸下边，做了个猫猫招牌动作。嘻嘻，真是超级可爱呢，可不能让李牧看见了。他坐回床沿，把小身子缩到被子里，抱着小狗玩偶，打开某人的微信，给某人发了一张刚才的照片。李笨蛋，流鼻血，流鼻血。李笨蛋，还有呢？小小只少女嫣然一笑。李笨蛋，猫耳朵也戴上呗。陆小猪，和傻逼保持距离点 JPG。陆小猪，躺平熊猫图片。陆小猪，像不像你？李笨蛋，一柱擎天中指。李笨蛋，这么晚了不睡？陆小猪，现在睡了。李笨蛋，晚安。陆小猪，晚安。李笨蛋，语音呢？怒。陆小西点开他的语音，晚安语音里还有游戏的声音。又在打游戏，游戏有那么好玩吗？少女不想理他了，翻了个身，继续翻看今天的照片。这才成为半个青梅竹马的第一天，牵手捏脸都被李牧做了。要是以后，岂不是要被李牧吃干抹净了？似是想到了什么，陆小西的脸刹那间红成番茄，好似能捏出水来。说什么要成为青梅竹马，就是想占他便宜，然后一点一点的吃掉他。这就是李牧的小心思，换着法子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光明正大的欺负他。他最懂李牧了。困意席卷，他给李牧发去一条晚安语音后，
给手机插上充电线，开始睡大觉。今晚他一定能睡得很香很香。隔壁的李牧刚好打完一局游戏，合上电脑，关上灯，躺平在床上。这个小区的住户似乎都有早睡的习惯，或者说没多少像他们一样的大学生，12点过后就很少有亮着灯的了。手机亮起，刚好收到陆小西的晚安语音，他就知道陆小西怎么可能会不发给他呢？他也就听了10来次，自家小青梅的声音越听越甜。给手机充上电，他刚要闭眼睡觉，陆小西趴在沙发上露出大腿的画面就浮现在眼前。他没当回事，缓了一会，接着睡，然后又想起了刚才的照片。坏了，着魔了！李牧思绪不知道飞去了哪里，辗转反侧，最后看向桌子上的抽纸。次日的李牧起了个大早，趁着鱼肚白就出了门。可能是对陆小西的愧疚心作祟，他给陆小西打包了3份加蛋肉加火腿肠肠粉、酱油、酸甜、黄皮、香菇4种酱都打包了一份，顺带薅了一点看起来很好吃的辣椒酱，自己就买了2个烧麦。起这么早，刚回到家就看见陆小西在洗漱台上刷着牙，泡沫都快掉地上了。陆小西轻轻嗯了一声，看向了他手上的东西，囔囔呼呼道：“你蒸馍买结膜多。”似乎是被泡沫呛到了，刚说完就做了一个干呕的动作，连忙就着水把泡沫吐干净。当然是买给陆小猪的了。李牧帮他把肠粉打开，淋上酱汁，多出来的一袋就1份淋一点。你怎么回事？今天竟然这么勤奋？陆小西满意极了，洗面奶也不用，迈大步子坐到了李牧的旁边。没啥，给你买还不乐意了？算你识相好吧，都怪你昨晚出来上厕所，也不知道小声一点，把我吵醒了都。小青梅大人请不要生气，这顿我请。李牧浑身一紧，赶紧岔开话题。这还差不多，不过你不要用这种奇怪的称呼来称呼我好不？一会小一会大的，有够别扭的。那就叫你小青梅好了。肉麻死了，陆小西感觉自己好奇怪，一听到小青梅就害羞了。第79章要抱抱。陆小西乖巧的吃着肠粉，即便是这种软软的东西，他都会嚼个7、8次才咽下。以李牧的视角，陆小西就跟个进食的小仓鼠一般，小嘴一动一动的。他以前养仓鼠的时候，经常把一颗绿豆捏在手上让仓鼠去吃，仓鼠笨笨的，只知道一股脑的往手指的缝隙钻。他感觉陆小西也会这样。对面的李牧一边看手机一边吃烧麦，一口一个，看似正经无比，可若是把镜头挪到桌子下，就能看见李牧已经把脚伸到陆小西那边蹭蹭了。你不冷吗？陆小西也不在意，反正隔着裤子呢。今天只有21度，他大早上就换好了长裤，倒是李牧还穿着短裤呢。男生跟不怕冷的一样，要风度不要温度。陆小西感觉李牧也是要风度的男生。还好吧？装？我装什么了？现在我还能光着膀子，你信不？鬼才信你！要风度不要温度。李牧二话不说就要脱衣服，脱到一半，陆小西连忙阻止他：“你变态啊！我信了，早信不就行了？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你穿外套，我都不一定会感觉冷。知道你厉害了。”陆小西低着头吸溜肠粉。刚刚李牧掀衣服的时候，他看到腹肌了哦。李牧真的比他想象中的要健康，感觉李牧一只手就能把他提起来。你要吃吗？陆小西吃到第2碗肠粉的时候，又悄悄抬头看李牧，发现李牧早就把烧麦吃完了，现在一本正经的蹭他小腿呢。你不吃了？李牧大小眼，按照陆小西的饭量，刨去腻的话，3碗肠粉可饱不了。太多了。陆小西一边说，一边把1块肠粉夹起来放到他的嘴边，木猪猪进食了。李牧像是没听见，张口就要吃，结果吃了口空气。只见陆小西快速的把肠粉塞进嘴里，饭桌上还滴了2滴酱料。小猪进食。李牧好笑的吐槽他：喏，这份给你，你吃吧，我无所谓的。你就吃2个烧麦怎么行？怎么不行？以前都是不吃早餐的。李牧风轻云淡。高中走读需要起得更早，基本上6点钟就要刷牙洗漱了。那个时间苏文还没起床，他一般不怎么吃早餐，偶尔会买一下外面的包子吃，和陆小西1日3餐不少有点不对付。如果他们高中时期就和好的话，他估计会天天去陆小西那边蹭早餐吃。看着陆小西吃完早餐，李牧就直接回了房间，躺在床上玩手机。果然周末什么的还是躺着最舒服。电影、游戏、番剧反不香吗？非得出去玩，反正他的小青梅不叫他出去玩，他是绝对不会出去的。陆小西见他没关门，趴在门上探进去一个脑袋：你在干嘛？闲了？闲了就找点事做，没事做才闲啊。那就找事做呀。陆小西看看他的房间，感觉他的房间好乱，柜子里明明有衣架却不挂着，而是把衣服丢到上层，反了都不翻过来。唯一值得夸奖的就是没什么明显的垃圾了，所谓的乱而不脏。你整理一下房间不好吗？又不乱，乱死了。你帮我整理就好了，看在我天天给你拿电脑包的份上。滚蛋，自己整理。陆小西才不管他，坐到了他的床上，弹簧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不整就不整，怎么还让我滚呢？反正要你滚。好好，我滚。李牧一个转身坐到了他旁边，挪挪屁股把小小只少女挤到墙边。陆小西能闻到李牧味道，能感受李牧的体温，好像李牧的房间特别暖，房子的空调是老式的，没有热气，冬天肯定会很冷，到时候就跑李牧房间来暖和。想必李牧肯定不会介意的吧？冷，挤挤。李牧不由分说又挤近了些，这下小小只少女真的被挤到墙面上了，还是之前的位置，前面是鞋架，右边是墙，左边是暖暖的某人，跑都跑不掉。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李牧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到他的腿上，然后肆意的摸来摸去。刚才谁说不冷的？嘿嘿，要温度不要风度罢了。陆小西知道这个家伙是为了挤他找的借口，心底一阵发笑。李牧很聪明，对他找的借口从来都是一眼就能拆穿的，不然借口就会演变成撒谎了。鼻尖的那股味道越发浓烈，陆小西情不自禁的深吸一口气，好香好香。变态啊你，别乱闻啊。李牧揉揉他的手指，听到了他的深呼吸，不忘调侃，反正少女被挤到了墙边，跑都跑不了。哟了，离远点，我要出去。出去干嘛？反正不想和你一起。哦。李牧的屁股挪动了1厘米。你。陆小西气笑了，不给他腾位置，他还走不了了。陆小西把鞋子踢掉，顺势躺下，一点一点的往上蠕动，直到整个人都上了床，然后一把拉过被子，把自己卷成一条毛毛虫。这是小小只少女最喜欢的姿势，四面八方都被被子包围，安全感拉满。她睡觉的时候就喜欢把被子两边压在身下。跑男生的床上去，你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李牧坏坏的也躺了下来。不知道。陆小西怕怕的，好像卷成毛毛虫不是一个很好的对策。安全是安全了，但他好像也跑不了，只能愤愤道：你敢乱来，我就告诉苏阿姨。我不敢乱来，我们抱一下好不好？怎么抱？陆小西大眼睛盯着他。就隔着被子抱一下，都好多年没抱过了，有点怀念。你知道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李牧的眼神很复杂，似乎真的在怀念以前两人亲密无间的时光。陆小西有点看不懂他，只是在心底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对了一下，他是他的小青梅，抱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他轻点了一下小脑瓜，把半个脸缩到被子下面，只露出咕噜咕噜的大眼睛。那我抱喽。陆小西转了个身，用背面对着某人，正面不行，因为他会忍不住吸李牧的味道的。李牧一只手攀上他的小腹位置，把他拥入怀里，因为是侧躺着的姿势，只能放上一只手。小小只少女被抱在怀里，真是香香软软的，隔着被子都能感受到少女的柔软，比所有抱枕都要好。他的脸贴在陆小西的头发上，清香扑鼻，抱着陆小西的力气更大了几分。这是隔了好几年的再一次抱抱，没有契机，没有预谋，他就这样直接找陆小西要抱抱。如果不是他准备起反应了，他肯定会接着抱下去。李牧圆滑地滚到床边，坐在了电脑前，打开电脑，戴上耳机，弓着身子开始正经起来。陆小西眨巴眨巴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刚才不还抱着舒服吗？他都快暖得要睡着了，怎么一下子就跑了？你怎么了？没事，游戏瘾犯了。陆小西觉得李牧像个渣男，抱完就跑。他看着李牧用奇怪的姿势打游戏，走到李牧后面戳戳摸摸，李牧都没有理他，于是他开始大胆起来，撩起李牧的衣袖，一点一点的往上翻，直到露出整个臂膀。李牧的腋下有毛毛，他没敢动，手指沿着李牧的肌肉轮廓一点一点的滑下去。别挠啊，杨，就挠就挠，闲就找点事情做，比如帮我打扫打扫房间什么的。你呀，迟早要变成一个懒猪。第80章，总得一步步来。陆小西帮他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衣服，该挂的都挂上了衣架。李牧穿的都是4角裤，他整理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只抓边边角角，中间凸起的那块是碰都没敢碰。他可没有闻哦。李牧的房间并不脏，也就衣服稍微乱一点，对于男生而言太过正常了。陆小西还好心的给他扫了地，拖干净，然后打开窗户通风，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充斥了拖完地的那股尸臭的味道。陆小西又回到了李牧的床上，他好像很喜欢李牧的床，感觉李牧的床有一种吸引他的魔力，明明就是一张弹簧床垫加凉席的简单组合而已。他就这样趴在小猪玩偶的上面玩手机斗地主，声音开得很大，每次都能听见那个输了的悲伤小曲。斗地主有一个活动，就是分享链接给好友，好友点击进去的话，分享人就能获得1000欢乐豆，又能打2局。他当着李牧的面拿过手机，分享链接，用李牧的账号点进去，这样就获得1000欢乐豆了。你怎么赖在我房间里了？玩了2个小时的游戏，李牧见小小只少女还没走，摘下耳机问他：没事做，去看小甜剧啊？你在玩游戏啊？我想用投影仪看的。那打完这局，我教一下你怎么连投影仪，反正你用我的账号，什么小甜剧看不了，到时候你闲着就自己开着看。不要。陆小西摇摇头，
我要是用我的电脑看，你就只知道打游戏了。行，我打完这把开给你看，反正等会我要睡午觉了。昨天弄到午夜，今天又早起给陆小西买早餐，她这会已经成熊猫了，打一把游戏，她本打算上床睡觉的。可小小只少女迟迟不走，她有什么办法？只能开了一把又一把，这都第3把了。不看，晚上再看。啧，就你是多。李牧咂咂嘴，李牧，我帮你下个斗地主，你不是有吗？我的号没斗了，用你的手机玩，2个号互相点活动，能多玩好多局呢。玩吧，天天看你输。谁说的？都是队友菜，地主都快打完了，都不会出牌。陆小西说了一大堆，向李牧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输，反正都是队友的问题，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输了游戏，那肯定是不是自己的问题，都是队友太坑了。你睡不睡午觉？一会睡，正好我也要睡，我看你别走了。李牧合上电脑，重新坐回床上，拉过枕头躺下，面对面看着他，在我这睡得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陆小西震惊了，没听错吧？李牧的意思是要一起睡觉？色胆包天，不要命了？知道啊，那你还有脸说？就睡个午觉，以前你都来找我睡呢，现在我找你睡，没问题吧？李牧厚着脸皮，如果要把脸皮和小青梅放在天秤上，那小青梅一定是以压倒性的重量把脸皮碾压的。他就想抱着香香软软的小青梅一起睡觉，问题大着呢。你以为现在还是小时候啊？陆小西的脸红了，以前那些不知羞的事情他不知道做过多少，要真一拎出来说，他找个地缝钻进去算了。我又不做什么，只睡觉的话和小时候有什么区别？可是反正就是不行。陆小西身形如闪电，一溜烟下了床，也不管是不是自己的拖鞋，穿上就跑，跑到门口又停了一下，冲着咬牙切齿的闷了一声，变态，不和你玩了，还顺带帮李牧关上了门，人还怪好的嘞。李牧汗颜，不知道怎么吐槽陆小西才好。刚才说了要睡觉，陆小西自己不走，那不就只能一起睡咯？一说一起睡，跑得比兔子还快，这算个什么事？不过他也理解，2个人之间肯定不可能在一瞬间就回到以前那般的亲密无间。一起睡觉，就算是午觉，那也是躺一张床上，盖一张被子，未免太过私密了。凡事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步到终点是不可能的。他决定了，如果说完全踢青梅竹马是最终目标，那和青梅一起睡觉就是小目标，得先完成无数个小目标才能完成最终目标。第一个小目标是理直气壮的牵手，目前已经完成了。第2个小目标是一起睡觉，第3个小目标是面对面的贴贴抱抱，第4个小目标是亲一下小嘴，第5个小目标就是嗨嗨。等完成最终目标之后，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小青梅带回家里，亲亲抱抱，你侬我侬。想着想着，李牧自己都脸红了。反正就是这么个过程，总得一步步来。第81章，舔我就好了。10月末旬的苍南已经很少有能让人热出汗的天气了，不能抗寒的早已披上小外套避寒，能抗寒的也没冷到需要穿外套的程度。当然，李牧依旧可以穿短袖和短裤的搭配，只要温度不低于15度，他感觉这样穿都没什么大问题。但在陆小西的强烈要求下，他还是换上了条长袖搭配运动裤。充满少年感的穿搭，李牧本来就长得不错，路过的大多数女生都会回头偷偷摸摸瞄上一眼。李牧自己没注意，反倒是身旁的陆小西注意到了。陆小西走到他旁边，抬眼看他，这个家伙这么帅，如果自己不跟着，肯定又要被别的女生要微信了。就像第一次来学校报道的时候，都不知道收到了多少个女生的微信好友申请。一想到这，陆小西就气鼓鼓的从后面拍了一下李牧的腰背，发出啪的一声。李牧瞅他一眼，干嘛？没事，就想打一下你。这是学校，你可别发癫啊。李牧嘴角抽抽，就打你，就打你。陆小西又拍了一下，得寸进尺，一会我可不帮你拿电脑包喽。不行，你就得帮我拿。陆小西不拍他了，他很享受某人帮自己拿电脑包的过程，就好像专门服侍他的一样。陆小西回忆起了之前看到的视频，上面对舔狗做出了详细的定义。舔狗就是要丢去尊严的去付出，去讨好某个人，且不会获得任何回报。现在的情况，李牧好像就是在讨好他，对他付出。他有给李牧回报吗？给李牧牵牵手，摸摸脸，蹭蹭小腿算回报吗？陆小西有些心虚，该不会李牧在外人眼里是他的舔狗吧？舔狗在男生堆里可是排在最末尾的存在，被男生所不齿的。李牧左右看了看，陆小西勾住李牧的衣角，拉住了他。又怎么了？你凑过来点，你是不是我的舔狗啊？啊！李牧神色古怪，大小眼都出来了。怎么走着走着聊到舔狗了？他长得很像舔狗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经常帮我拿东西啊，我都没有帮你拿过东西。这话说的，那你帮我整理房间，
你不是我的舔狗了？不对，应该是舔猫，也不对，应该是舔猪才对。李牧一只手提着2个电脑包，腾出一只手用指腹刮刮小只少女的脸，软软滑滑的。什么舔猪？我那就是帮你一下你，那不就行了？我也只是帮一下你，那你不是我的舔狗了？不算吧，我和你都这么熟了。李牧嘴角藏笑，忽然道：怎么的？你想让我当舔狗？陆小西猛摇头，当舔狗会被其他男生看不起的，那你不就被孤立了？我可以偷偷当你的舔狗，别人不知道不就好了？李牧凑近他，在他的耳边轻声呢喃。早吧，陆小西闹钟定得迟，两人打算上完1节课出来简单吃一点。李牧说话的时候全都是牙膏的味道，或许是李牧呼出的热气打在脸上的缘故，陆小西的脸慢慢的蒙上一层粉红。可以吗？陆小西偏过头小声回他。李牧一直对自己好，一直陪着自己，如果可以的话，好像也不错的样子。在梦里想想得了，还想让我做你的舔狗，才刚早上就开始做白日梦了。李牧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正在构建某人是舔狗的小幻想。为什么不行啊？你还真有这个打算啊？反正你不能舔别人。陆小西低着头不敢看李牧，他承认有那么一瞬间他心动了。如果李牧真的舔他，他大概是无法拒绝的吧，还是坚持不了多久就被李牧舔到手的那种。他难道也有坏女人属性？我什么时候舔过别人？不对，我什么时候给你留下这么个舔狗的印象的？你现在不是，谁知道你以后是不是？反正你不能舔别人。好，要舔先舔你，行了吧？李牧在学校没敢一直牵着他的手，只有附近人少的时候才会摸一下或者捏一下脸。越来越靠近教学楼，他就没机会了。心痒痒，谁都别舔最好。如果一定要舔我就好了。陆小西的声音细如蚊声，说到最后连李牧都听不到了。你说什么？我说你是大舔猪。陆小西快步走到前面，李牧只好快步跟上小只少女，不管他怎么问，陆小西都不搭理他。这个瞬间倒是有点像死缠烂打对自己爱搭不理的女神了。如果对象是陆小西的话，似乎也不是不行。他否决了自己的想法，自己会不会成为舔狗暂且不谈，陆小西也不可能成为他舔的对象。陆小西从来都不是爱索取的人，他对他有付出，他对他就会有回报。跑这么快，尿急了？你才尿急了，你肾不好，你体虚，你2小时上一次厕所。陆小西耳朵有点红，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怎样。你这是上火了还是吃炸药了？李牧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招惹他了，还有这么多时间，大清早的就应该多在校园里走走，感受校园漫步的氛围，非得赶着去教室坐着干嘛？吃了2斤炸药，要把你炸成灰去。陆小西闷着气，哼哼唧唧的。第1节是英语课，用不到电脑。陆小西坐在前排，和几个认识的女生一起好好学习。李牧则是跑到最后排，和林生老杨坐在一起。李牧和这2个人玩得不错，线上是游戏车队，线下是同班同学。不过他很少和这2个人坐一块，毕竟他是要和小青梅坐的，也就英语课会分开1节课。牧哥，你怎么跑后面来了？林生先开了口，自从上次和老杨交流之后，他就一直怀疑李牧和陆小西是情侣关系。这要是真的，固定3排车队就他一个没对象了。不能只有自己单身，这是单身狗最后的尊严和倔强。一起单身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有对象了。不好意思，不熟，不欢迎我。那我可润了，反正还没上课，就算老师已经来了，也是可以自由走动的，大学根本不会限制这些。别打游戏啊，上课能打啥？你这是不尊重老师的行为。李牧义正言辞，你自己怎么上课没点数吗？嘿嘿，我现在不太想玩。李牧又换了张脸，你之前坐后面不还认真听课来着，怎么现在开始玩游戏了？牧哥，是会变的，我曾经。林生语重心长。老杨打断了林生的长篇大论，我给你翻译一下，就是坚持不住了，还是游戏好玩。我靠，别拆台啊！李牧看着这2个活宝，也加入了他们。英语他本就不太擅长，忘得七七八八了，但是陆小西擅长啊。家里有个会英语的小青梅，不会就找小青梅就好了，考试还能抱小青梅大腿，这不比家教好。第82章，陆小西看懂了什么？大学的老师并不会怎么管学生，台下玩手机，只要不喊叫和大动作影响课堂纪律，一般都不怎么管的。3个人打了半堂课的游戏，上课玩游戏总会感觉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所以3个人后半堂课默契地放下了手机，或多或少地听了点内容，一直到下课。李牧背着电脑包起身，牧哥，买包子吃去。我吃过了，你们去吧。等会，你这挂饰也太可爱了吧，有点少女啊。林生眼尖看见了李牧电脑包上摇摇晃晃的小狗挂饰，调侃道：是有点，不过我喜欢情侣款的。
作为有女朋友且正在热恋中的男大学生，老杨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不简单。他推了推眼镜，竟像动漫里那般反光起来。得了，别乱猜啊！还有老杨，你能不能买贵点的眼镜？老是反光，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打蝴蝶结的小学生呢。操，我这眼镜说什么防反光，买回来和之前的都没啥区别，被坑死了。老杨和林生去了食堂，教室里走的差不多了，也就前排还有个几个女生，其中陆小西也在那坐着。虽然两人平时坐一起，但分开坐的时候总是要等人走光了才一起离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只能归咎于小小之少女内心的小羞意作祟吧。只要他们有一次分开走，就不会被人怀疑是情侣。大概就是这样，有些掩耳盗铃的感觉。虽然他们确实不是情侣的关系。小西，你看，李牧在等你哎。啊！被问到的陆小西悄咪咪地看了一眼后面，正靠在墙上戴耳机刷手机，一脸傻笑的李牧。不知道李牧看的什么视频，这么好笑。我看你们总是一起走，你们是不是情侣啊？不是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柳乔乔掩嘴偷笑，那小眼神好似望眼欲穿，什么都懂一般，看着不像啊。真的。西西，那你们为什么总是一起走啊？还一起坐？我看你和李牧的电脑包上有个同款挂饰哎。因为我和李牧认识，陆小西不知道怎么的，害怕被李牧听到，说话小小声的。你问这个干嘛？我感觉你们有故事。没有故事。说实话，我感觉李牧挺帅的，你知道不？李牧都被我们宿舍都聊了好几次了。聊了什么？陆小西的大眼睛忽然放大，想听听李牧在其他女生那边的风评是怎么样的。李牧一直和自己待在一起，又那么贱那么流氓，肯定被其他女生骂惨了。想知道？陆小西点点头。你先说，你和李牧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总是一起来学校，该不会同居吧？没有。陆小西感觉很不妙，不管怎样，同居这个事实一定不能承认。你快说啊，我请你吃包子。也没啥，就我们宿舍4个人，有2个都加了李牧的微信，一个是开学的时候加的，一个是收作业加的，给李牧发消息都不带回的，太高冷了。而且用的还是那种男神头像，朋友圈全是砍一刀和游戏活动的分享，一看就是闷骚男。我也这么觉得。陆小西用余光偷瞄李牧，他们说的小声，教室这么大，本来就听不到，李牧还戴着耳机，肯定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这般想着，他也就大胆了些。不过人长得帅，有闷骚的资本，你知道不？其实李牧在女生这边还是很有话题的。什么话题？打游戏厉害啊，有人想和他组队，他都同意了，只不过是和另外2个男生一起，有点可惜。那就好，那就好。陆小西松了一口气，他好怕李牧背着他和班上的其他女孩子一起玩双人游戏，他可是他的小竹马，他会生气的哦。他暗暗决定，以后李牧打游戏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了。好什么？没什么，我还是感觉你和李牧有故事。柳乔乔感觉话题偏了，又把话题拽了回来。不过还是不问你了，一会你就要成桃子了。陆小西摸摸脸，才意识到自己脸红了，幽怨地看着嬉皮笑脸的柳乔乔。李牧还在等你呢，我先溜了哦。等柳乔乔跑了，陆小西就背着电脑包起身往后面走。不知道柳乔乔为什么忽然要问自己和李牧之间的事情。柳乔乔都没谈过恋爱，可却懂一堆理论知识和恋爱技巧，简而言之就是理论拉满实践为零的恋爱大师。据他所说，他就是个科学家，哪家情侣好嗑就嗑哪家。陆小西不太懂柳乔乔的行为，但他知道柳乔乔的意思就是说他和李牧像情侣。真的有那么明显吗？他们明明都没有抱抱和亲亲，他们在教室就是单纯的坐在一起，手都不牵的那种，除了李牧会趁机摸一下手，其余时间都没什么身体接触呀。要是别的情侣早就贴在一起了吧。陆小西顿感懊恼，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思考这些。他走到李牧身边，愤愤地戳了一下李牧的腰间。哎呦，你干嘛？一言不合就戳人。吃饭，饿了。这就是你戳我的理由？戳你不需要理由。嘿嘿，那是不是我捏你脸也不需要理由啊？教室没人，李牧大胆地捏捏他的小脸，手感拉满了。这个不行，只能我戳你，你不能动我，不然别人误会我和你关系很亲密一样。你这又是什么顶尖逻辑？而且我们确实蛮亲密的吧？我说的是情侣那种亲密。陆小西结结巴巴的，尤其是说到情侣2字。情侣啊，你看很多情侣都只能牵个手什么的，还没我们的关系好呢。情侣什么的，感觉还没有我们青梅竹马的高级，也没有我们青梅竹马的亲密。陆小西一愣，抬头看向李牧，李牧没什么表情，但他分明从李牧的眼角看出了笑意。他似乎懂了些什么。李牧说的青梅竹马是要比恋人更纯，比夫妻更密的，就算是半个，也要比情侣恋人什么的好很多很多。他和李牧比恋人更纯。他又脸红了。你个傻逼，我又双弱怎么了？没事，吃饭，
我请你吃。第83章教到滚瓜烂熟。李牧喜欢清淡，只买了1个肉包和2个菜包。陆小西就不一样了，1根糯玉米、小笼包、糯米鸡，临走前还买了1根2块钱的脆骨肠，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完。玉米和小笼包都是可以吃一半留一半的。陆小西又带着小挎包，可以把吃的藏里面。陆小西的粉色小挎包鼓鼓囊囊，李牧感觉里面能掏出许多东西，就和机器猫的口袋一样。2个人一边吃一边往教室的方向走，路两边是遮天大树，叶子还是青青葱葱的，完全没有被晚秋所影响。学生很多，小轿车的速度放得很慢。陆小西走着走着，感觉自己离绿化带越来越近了，戳戳李牧的手：“你别挤我。”没注意。李牧咬了一口包子，不解地挠挠头。他没有刻意去挤陆小西，走着走着就这样了。难道他是传说中的走路爱挤人？高中外宿的人不多，很少有能一起走长路段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走路会把人往绿化带挤。之前和陆小西走，8成是因为路太宽了，所以一直没发现吧。嘿嘿，挤挤你怎么了？还不让挤了？李牧半眯着眼，变本加厉地挤了他一下。挤你个头啊！陆小西差点失去重心，抿着嘴，在李牧的屁股上落下一脚。你怎么这么爱吃玉米？李牧转头看他。陆小西吃玉米喜欢先把2头吃掉，然后用手指抓住2端，横着吃掉中间的部分。好吃。你是喜欢吃甜的吧？你之前就经常找我要糖吃，还长了不少蛀牙来着。我记得你之前蛀牙，牙齿黑黑的，恐怖死了。还不是你给我那么多糖。切，那是你求着我给的好吧？一口一个李牧哥哥的。你够了哈！陆小西瞪他一眼，信不信我把你幼儿园午睡还尿床的事情告知于天下？嘘，我错了。李牧一只手提着一个电脑包，艰难地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幼儿园的午睡是那种打地铺类型的，他和陆小西挨在一起，陆小西像个小猫一样黏着他一起睡，盖一张被子，然后他就尿床了。陆小西的衣服还沾了一点。这件事对于当时3岁半的李牧可谓是沉重的打击，那也是李牧最后一次尿床。好汉不提当年勇，这是十分正确的。差点忘了，他和陆小西的黑历史是互通的，他知道陆小西的黑历史，陆小西也知道他的黑历史，只是他没想到陆小西一出手就是王炸。草了，知道错了，那还不乖乖给我让位置？陆小西用肩膀顶着他，给自己留够足够的位置走路。是我的不对，陆大小姐这边请。哼，小只少女骄傲地昂了下小脑瓜，每都李牧压她一筹，终于找回一次场子了。一直跟李牧聊这聊那，玉米都没得吃多少，而教室也快到了。陆小西像只小兔子一样用门牙啃了2口，就把剩下的玉米递到李牧的面前。吃不下了，赏给你的，不能浪费。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呀？那我丢了。说好的不浪费呢？李牧一把夺过，匆匆把啃了2口。糯玉米很甜，有些玉米粒被陆小西啃烂的更甜了。他从来都没嫌弃过陆小西的吃过的东西。今天的课程十分恐怖，上午英语课加专业课，从8点到12点压榨的死死的，下午还是专业课，晚上还有晚自习。除了今天，其余的课程都蛮轻松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一天把课排得这么满。李牧有理由怀疑是不是管理部门在安排课表的时候打了瞌睡，填错了表，但是莫名其妙的能运行下去，所以就将错就错了。就像那些敲代码的程序有 bug 却能运行下去，那就不要管这个 bug。不过还好，1周5天课，也就这么1天特别累，多上几次也就没什么好吐槽的了。李牧上课就时不时瞄一眼陆小西，见小只少女听课认真，也没去打扰她。陆小西比他想象中的要努力。之前他给陆小西发了一个打字软件，供陆小西练习。几天下来，陆小西的打字技能已经加了好多点了。虽然打字不快，也做不到盲打，但应付一下上课需要的笔记基本没问题。看着陆小西努力的用2根食指去敲键盘的认真劲，时而咬唇，时而抿嘴，真是可爱的再看一眼就会爆炸。别一直看我啊，好好上课行不？陆小西甚至没抬头，用着超级小的声音说着。我早就做完这个内容了，滚瓜烂熟了，读。才刚讲你就滚瓜烂熟？你以为你是天才啊？我这是30%的努力和30%的天赋，还有40%呢？当然是小青梅的督促了。一惹肉麻死了。小只少女内心小雀跃，都是自己的功劳，这个家伙才会认真学习。他可是有好好的做好督促李牧学习的任务的哦，肯定在苏阿姨那边加分了。他感觉自己给苏阿姨的印象十分不错，已经到了不需要加分的程度，但谁又会不喜欢自己的印象更好一些呢？实操课免不了交流，教室里并不安静，有学生举手，老师就从讲台上下来教。就算老师走过，2个人也没有停止悄悄话，他们真的在学习。有些操作需要前面教过的知识，陆小西忘了，李牧就帮陆小西重温。李牧看一眼他的电脑，发现他的笔记密密麻麻的，
细致非常。陆小西做笔记一直都这样，大大小小的知识点全部记下来。他找陆小西要高中笔记的时候，笔记本的字就跟蚂蚁一样，晃得他眼花。而他自己做笔记，就是在书上潦草的画些横线，写些字，记没记到重点，自己也不清楚。反正课后又不看。你这样做笔记，自己看得懂吗？我们这个实操课，有些知识要去操作，去熟悉的。你记再多，还不如上手去练习呢，练多几次，滚瓜烂熟。你怎么知道我没练？陆小西打开一个名为日常练习的文件夹给李牧看。小小只少女可是会新建文件夹的，她把日常练习都存进里面了。好吧，你牛，那你怎么还能把之前的忘了？那一块刚好没怎么练习，印象不深。那你下次少记点笔记，多实操，不会的我来教你。呵呵，我学得很慢的，到时候你可别说我烦。你要是敢说一个烦字，我就把你的黑历史都供出去。李牧趁着少女不注意，摸摸她白净的手背，贱兮兮的笑着，怎么会嫌你烦呢？我手把手教你，教到滚瓜烂熟去。第84章，重色轻友。中午，两个人在午休剩的睡了个午觉。下午又是漫长的专业课，晚饭是在食堂解决的。离晚自习开始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往的李牧和陆小西都会返回午休圣地，但这次两个人来到了操场的阶梯座位上。当然，他们不是来运动的，而是来看大学生运动的。看着数以百计正在跑校园跑的学生，陆小西神色莫名，双腿并拢，用手撑着脸，就这么看着。因为他有腰间盘突出的证明，早早就获得了体育免修免测的资格。但李牧不行，李牧还得完成每学期50公里的跑步任务，否则无法修到学分。我以后也要开始跑了。李牧坐在少女旁边，电脑包靠着自己的另一侧。什么时候开始？就今晚吧，以后我每天都要跑。前段时间李牧一直和陆小西一起回家，压根儿就没跑过所谓的校园跑。现在倒是不能拖了，剩下的时间他再拖个7、8天就完不成任务，修不到学分了。你会等我的对吧？李牧把小小只少女的手拉过来，帮她疏松手指，按摩皮肤，揉揉捏捏，两个人都舒服了。阶梯座位上的人不多，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跑步的，跑完就走。更多的学生会把手机交给宿舍的大爹代跑，需要扫脸的时候扫一下。对部分大学生而言，20分钟跑2公里的难度还是有难度的。那些没有大爹帮忙的大学生，跑个2圈下来就要气喘吁吁的开始漫步歇息了。你跑完肯定一身臭汗，到时候你不能挤我。不挤不挤，也不能摸我的手。陆小猪同学，你过分了。李牧笑嘻嘻的脸一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在摸手这件事情上不容许退步。木猪猪同学，这是我的手。陆小西抽回手，在他面前晃悠。什么你的？是我小青梅的。李牧又重新把陆小西的手按在腿上，从手腕上半部分摸到手指尖，软滑的触感让他爱不释手。你说话一股韭菜鸡蛋的臭味，刚吃过晚饭都这样，一会就好了。那我怎么没有？你要不看看你在说什么？你吃的锅包肉和白菜能有啥味道？李牧一顿，又道：你不是有口香糖吗？给我1片。不给，那就臭吧，反正我闻不到。哦，陆小西佯装出夸张的干呕动作，从小挎包里拿出了1片口香糖，剥开包装，喂到某人嘴边。在某人要咬住的时候，又快速地吃进自己的嘴里，然后嘲笑某人的表情，笑声如银铃般撩人心弦。晚自习，两人去得早，抢到了后排靠窗的风水宝地。陆小西把2台电脑拿到自己这边放下，晚自习他打算刷刷手机撑过去。上了1天的课，饶是陆小西也不能在晚自习继续卷了，而且也没有卷的必要。两个人一人戴着1边耳机，听着李牧的英文小情歌歌单，好不快哉。李牧百般无聊地吹着泡泡，越吹越大。他拍拍陆小西的肩膀，给陆小西看看自己伟大杰作。幼稚。说着，陆小西也吹了起来，任凭怎么努力，也只能吹出一个很小的泡泡。你太逊了。吃了3片口香糖的李牧嘲笑他。咦，牧哥来这么早？打游戏打游戏，晚自习不打游戏还能干吗？林生和老杨不知道在聊些什么，哈哈大笑，一前一后的走进教室，忽地看见后排的李牧率先打起招呼。上课再打。哎呦，陆小西也在这里。陆小西点点头，他知道这2个人经常和李牧一起坐后排的2个男生。林生，我们坐这边。眼看着林生就要神经大条的坐在李牧的旁边，老杨推了推会发光的眼镜，把林生拉到中间的位置坐下。李牧对着老杨比了个大拇指，继续和陆小西说悄悄话。等人多了，再想干嘛就不方便了。陆陆续续的进来了更多学生。乔乔，吃口香糖吗？陆小西听着小情歌都快要睡着了，看见后门进来的柳乔乔，忙向柳乔乔招招手。谢了。柳乔乔打量着相邻而坐的2人，看见了2人相同的单只耳机，恍然大悟，心中给2个人的关系下了定论，但嘴上什么也不说。2个女孩子聊了好一阵，
李牧被夹在中间有些尴尬，只能把软件都打开一番，装作很忙的样子。聊着聊着，陆小西就让他去和好兄弟一块坐。柳乔乔坐在了他原本的位置，被自家小青梅赶出来的李牧嘴角抽抽，便宜没能占到，反倒要和两个男的坐一起，找谁说理去？上号上号！李牧主动地撞了一下旁边的两个好友。我晋级赛，牧哥、牧爹。林生苦苦哀求。滚！我没你这儿子。你怎么不和李牧做了？柳乔乔疑惑道。想和你做都不行啊。陆小西眉眼弯弯，他和李牧的时间很多很多，一待就是一天，一点也不腻。多这一节少这一节晚自习又有什么影响呢？哦，柳乔乔的眼神颇为戏谑，调侃道：别人都是重色轻友，你是重友轻色？乱说！难道不是？那你是重色轻友了？哎呀，你的脑子能不能装点正常的东西啊？教室吵闹，两个女孩子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这么开心。手机游戏多是用来打发时间的，90分钟的晚自习一晃眼就过去了。李牧、林生和老杨三人面面相觑，十分默契的对刚才大顺风开浪被逆风翻盘，紧接着4连败的事情闭口不谈。第85章晚安拥抱1。一直到操场，李牧都没怎么说话，这让陆小西大为好奇。很少见李牧这样闷闷不乐的样子，是因为他想和柳乔乔一起做，让李牧感到难受了吗？按照他对李牧的了解，李牧根本不会把这件事放心上才对。左思右想，他选择直接问，闷闷不乐的：丢钱了？没有。那你怎么了？该不会是不想跑步吧？不然你租一台共享单车在学校骑也可以啊。不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急需安慰。到底怎么了？你安慰我，我就告诉你。爱说不说，陆小西才不会惯着他。一直走了好久，李牧都没说话。陆小西瞥他一眼，发现他一直在眼观鼻，鼻观心的走路。小小只少女轻轻在某人的后背拍拍，安慰了。这下可以说了吧？这样安慰不算，那要怎样才算？抱一下？不抱，快说。就是刚才打游戏连败，还没缓过神来。见骗不到小小只少女的抱抱，李牧也不装了。就这？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安慰。滚！陆小西没好气的直翻白眼，他还以为是什么大事能让这个没脸没皮的家伙闷闷不乐呢。他就应该猜到，这家伙对游戏的上心程度可是很高的。操场附近有一棵大树，本来是用来遮太阳的，可现在是晚秋，没有火辣辣的太阳，大树就失去了作用，反倒是一堆落叶和不知名的果子弄脏了草地。两个人找了下午差不多的位置坐下，这边比较干净，身后也有篮球场的亮光照着，比其他位置要好得多。篮球场还有许多男生在打球，借着灯光全是爱好。操场的中心是足球场，两边都有灯，晚上才是大学生倾巢而出的时间。跑道上全是各种颜色的光亮，都是手机亮屏和耳机，当然也不乏显眼包扛着小音响跑步。从他们的位置看过去，霓虹斑斓，别具一番美感。李牧也要加入其中了。耳机给你，你连自己的手机吧。你不带吗？我要跑步，我跑远了你就听不到了。陆小西看着他眨巴眨巴眼睛，心中甜甜的。好。李牧跳下阶梯座位，在手机上鼓弄一阵，就迈开步子跑步。他不敢说自己的体能有多好，但跑完2公里不是难事。陆小西从小挎包拿出眼镜，撑着脸看李牧跑步。等李牧走近的时候，拿手机拍一张照片，用红线把李牧圈起来，然后笑着打开了名为苏阿姨的聊天界面，把刚刚拍的照片发了过去。现在是下班时间，苏文很快就回复了他。苏阿姨呀，李牧是在跑步吗？小西，校园跑。苏阿姨，小西不跑吗？小西不跑哦，我免跑。苏阿姨，大拇指大拇指，你们还没放学吗？苏阿姨，吃晚饭了没有？小西，吃了，李牧跑完不一会就回去。苏阿姨，最近天冷了，你注意盖被子哦，帮我提醒一下李牧，让他赶紧把凉席换掉。小西，好。3首歌的时间，李牧已经跑完了2公里。饶是大凉天，李牧也出了点汗，呼吸的频率快了不少。陆小西都能听到他的大口呼吸。诺，水，什么时候买的？李牧接过小小只少女买的茉莉花茶，直接拧开猛灌起来。这种运动完有可爱女生送水的感觉，妙不可言。一口喝完一半，还夸张的哈了一声，把气全呼在小小只少女脸上。陆小西皱皱细眉，指着不远处拐角的自动贩卖机道：你跑最后一圈的时候。嘿嘿，谢谢小青梅啦。李牧擦擦手，用纸背刮陆小西的脸。陆小西的脸有些肉肉的，没有痘痘和痘印坑洞，就连毛孔都要凑很近才能看到，摸起来超级舒服。拿电脑包回家，一人拿一个可以吗？可以啊，怎么了？牵手。李牧一口气把饮料喝完，顺手把瓶子丢入垃圾桶，牵起少女白净的小手，揉揉捏捏。我刚给苏阿姨看了你跑步的样子，然后呢，有说什么吗？你妈给我下发了最高管理权，
说他的儿子将由大美女陆小西全权管理。陆小西说往东就不能往西。陆小西面不改色，大抵是被李牧传染了轻微的厚脸皮属性，反正和李牧在一起无所顾忌。我怎么不太信呢？对象是陆小西的话，以老妈对陆小西的喜爱程度来看，好像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就这么简单把自己卖给陆小西了。李牧大感不妙，他也得跟秦阿姨通通水，打好关系，方便以后把陆小西带回家里不是？不信你也得信，不然就不给手给你牵了。陆小西稍稍用力抽回手，他一用力，李牧也用力，挣扎2次就放弃了。信，我信。陆小西哼哼，走快了些。他要快点回去洗香香，换上可爱睡衣，和李牧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小甜剧，最好再买些水果，2个人一起吃。回到家已经是10点半了，张叔依旧在岗。李牧对张叔的安保工作表示由衷的敬佩，每次都是张叔在值班，不知道的还以为张叔一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呢。李牧因为出了汗，先洗了澡。陆小西，帮我拿一下衣服。洗到一半，李牧打开卫浴间的门，探出个头，没在客厅发现陆小西，冲着他的房间喊了一声，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由远及近。陆小西出来就见到卫浴间的门长出了一个李牧脑袋。干嘛呀，大流氓木猪猪，帮我拿一下衣服，放床上忘拿了。陆小西先是点点头，正要动身，忽的眼眸一转，哼哼，叫我一声姐姐，我给你拿。我俩同岁，你认真的？不叫就不拿。陆小西脸有点红，姐姐这个称呼未免太大胆，太刺激了。小时候他叫李牧为李牧哥哥，自己也一直充当着小妹妹的角色，现在有机会，他要少女翻身把歌唱了。光是想到李牧叫他小西姐姐的画面就兴奋的不行。不拿？行啊，你先转过去。流氓，大变态。陆小西知道这家伙要光着跑出来骂李牧的小词频出，那你快点帮我拿衣服呀。陆小西的脸红成了个苹果，整个人都乖了。第86章晚安拥抱2。李牧的头发不长，无需吹干，简单的用毛巾擦一下就差不多了。他侧躺在沙发上，调试好设备，放了一部以前看过的科幻片，想要重温。过去的东西往往能给人一种掌控感，人对过去的事物会不自觉地带上一层童年滤镜，在各种情怀的叠加下，人总会认为现在大不如前。在电影这方面，李牧也是认为以前的电影更有味道，能在时间的冲刷下喜欢到现在，说明其本身就足够优秀。陆小西也是，即便有长达5年的关系生疏期，他还是忘不掉，哪怕是生疏期，偶尔也会想起和陆小西曾经的点点滴滴。李牧没把心思放在电影上，也许大概他从很早之前就喜欢陆小西了，只是碍于年龄和认知一直没发现罢。得益于他的厚脸皮，2个人和好的很快。如果让陆小西那薄薄的脸皮来主动和好，这个和好的时间线会被无限拉长，他们只能龟速前进，要想和好到现在这个程度，不知道得到猴年马月。为自己的厚脸皮点个赞。李牧捏捏自己的脸，各种意义上他都对自己这张脸很满意。皮痒了。陆小西刚从卫浴间出来，就看见李牧在扯自己的脸，他对李牧这种迷惑行为已经见怪不怪，或者说习惯了。想你了。直白的话语让陆小西忽地僵在原地，反应过来后眼神都变得幽怨了。我就洗了个澡，27分钟不见如隔3。隔你个头。陆小西打断了他使用过许多次的话术，感情你还给我洗澡的时间计时了是吧？竟然连用了多少分钟都知道，这么离不开自己，之前那么久的生疏期怎么不快点来找自己呢？陆小西嘟着嘴，内心抱怨，高中的时候来找他和好，他肯定都同意了，没准现在和李牧都成为整个青梅竹马了呢。坐过来，我帮你吹。李牧坐起身子，拍拍旁边的位置。吹头发也是有讲究的，你懂怎么吹吗？陆小西走过去，把吹风机递给李牧，并着腿坐在了沙发上。你教我，我现场学，以后就可以帮你吹了。自己上网查去。李牧还真用手机查了，网络上有不少关于吹头发的教学视频，他一边看一边对视频进行模仿，感觉学得差不多了，就站起身跑到沙发后面。网上说吹头发要从后面吹，没等陆小西问为什么，他就先解释了。要是掉发特别多，你就死定了。怎么会呢？我这么温柔。李牧自信的从头到尾薅了一下陆小西湿漉漉的头发，看到手上多出的2根细发，陷入了沉思，话到嘴边说不出去。这些是普通的掉发，不是你的问题。陆小西见他说话说一半，回头看看，就看见了他手上的2、3根头发，心中好笑。这些普通的掉发是不可避免的，女孩子的掉发往往会和其他头发粘着，不借助手和梳子很难发现，一看就是没给女生吹过头发。他是李牧的第一次梳头，也是第一次吹头发。陆小西没来由的开心，嘴角翘起了细微的弧度，圆润的小脚趾都放松了。他也是第一次被男生吹头发，有种怪怪的感觉。
和自己的妈妈吹的完全不一样，但又说不出来是哪里不同。也许是知道后面是李牧，心理上带来的那种差异感吧。反正他很喜欢，不是自己的问题，李牧也就放心了。手上的动作逐渐大胆了起来，松松少女的头发，让头发干得更快。他还可以趁机观察少女白皙的脖颈，白里透红的耳垂，悄悄用小拇指蹭一下，少女就像是被挠了痒痒一般，缩一下脖子，然后幽怨回头瞪他一眼，超级可爱。想抱抱可爱的陆小西，给你按摩按摩。李牧学着视频那样，头发吹得差不多了，一只手在陆小西的头上轻轻按压，或许位置找的不对，但他的力道并不会让陆小西感觉到难受，不管怎样都是正反馈。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些？陆小西昂着小脑袋看高高的某人，这种死亡视角下，李牧的脸竟然还能这么好看。刚才，李牧关掉了吹风机，放到一边，两只手都抚上了陆小西的小脸，软软的，暖暖的，令人羡慕的学习能力。陆小西闷闷道，小嘴被李牧嘟起来，说话有些含糊不清，但他没有反抗，就当是李牧帮他吹头发和按摩头皮的小奖励。说起学习能力，李牧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了。从复杂的折纸到难题解题思路，不管是什么方面的事情，李牧都掌握得很快，学习能力令人发指，这点他很清楚，也很羡慕。不知道这种能力能不能遗传。李牧恋恋不舍地把手从陆小西的脸上挪开，快步坐回沙发上，和陆小西挨起来，把陆小西的手拉过来，放到自己的腿上把玩。他已经离不开陆小西的可爱猪蹄了。上了一天的课，两个人都有些疲倦。看完一部电影，已经12点了，到了李牧的睡觉时间。无聊，我困了。陆小西半眯着眼，感觉眼皮好重好重，胡乱穿上拖鞋就往门口走。等会，李牧拦住了他，你穿错鞋子了。哦，陆小西踮着脚和李牧换了鞋子，但李牧也没从他面前让开，依然挡着他的房门。我要睡觉了，你干嘛呢？陆小西，有屁快放。陆小西打了个哈欠，眼睛湿湿的，想抱一下。陆小西心跳漏了半拍。初中的时候明明是你和我拉开距离，现在却要我跟你和好，感觉不太公平，需要抱一下才能治愈我千疮百孔的心。牵你个头，想抱就直说，找什么借口？陆小西拆穿了他的把戏。他和李牧青梅竹马之间，才不会把付出的天平维持的那么平衡。可以吗？李牧咽口水的声音被电影的声音遮掩了。陆小西困意全无，默不作声。我当你默认了。李牧坏笑着张开了自己的手臂，环上了小小只少女的后背，将小小只少女拥入怀里。面对面的抱抱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了。两个人贴得很近，他能感受到陆小西那娇暖的身躯，鼻尖都是少女的味道，抱着好舒服好舒服，想一直抱着。你心跳的好快。陆小西能感受到某人急剧的心跳和呼吸，艰难地昂起头。他也没好到哪去，呼吸急促，脸蛋红润，眼角都带了些晶莹，这是被李牧滚烫的气息闷出来的。有点兴奋，理解一下。李牧道。哦，我也有点。陆小西轻轻抱住了李牧的腰间，慢慢地把手环扣起来。他整个人都被某只小竹马包裹了。李牧抱上来的时候，他差点没紧张地晕过去。太突然了。李牧的呼吸打在额头上，痒痒的。陆小西，又干嘛？这个就叫做晚安抱抱好不好？每天睡觉前都来一次。要点脸，要脸我和你就不是青梅竹马了。那你不能抱太久哦，我会紧张的。陆小西说话一颤一颤的，真的紧张到不行。就抱一下。李牧深吸一口气，松开了陆小西。西西，你脸好红。陆小西掩嘴偷笑，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也成了小番茄，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承认。刚才那些话有点不好意思，小青梅不会介意吧？介意，笨死了，下次不能抱了。你刚才说可以抱的。刚才说的不算。我是个怀旧的人，你现在说的不算。神经，哈！再抱一下。陆小西还在喜笑颜开，下一秒又被抱住，脸贴在李牧的锁骨上，可以看见李牧的喉结上下滚动。你吞口水变成手动挡了。草了，刚才还不是，你这么一说，现在是了。哈哈哈，活该。你也变了，都怪你。好了，我顶不住了，你关一下灯，关一下电脑吧。衣服还没晒，你记得晒一下。李牧转身背着陆小西，一溜烟跑回了房间，只留下一个狼狈的背影。陆小西愣愣地僵在房门前，眨巴眨巴眼睛，跺了跺脚。抱得这么突然，跑得也这么突然。臭李牧，坏李牧。第87章，少女的闺房。凉风吹入房间，穿着短袖的李牧打了个哆嗦，光着脚过去把窗户缝隙给关上，顺手把只打开了一点的窗帘给遮结实。11月初，过多几天就是立冬，这也意味着天气开始彻底凉了下来。空调是老式的，没有暖气功能，就算有，李牧也不会开暖气。冬天开空调暖气有多闷，谁开谁知道。而且李牧很喜欢冬天，夏天太热，你不能蜕层皮，冬天太冷，却可以多穿几件衣服。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几年的冬天一天比一天暖。上一年的冬天，李牧靠着一件短袖和一件带毛的保暖外套就过去了。南方的冬天又是苍南这种地区，一般冷不到哪里去，搭配3-2件衣服就差不多了。他打开衣柜，好像没有可以过冬的衣服，外套也只有薄薄一件，得找个机会找家里把那些厚的衣服寄过来，顺带寄一条棉被。今天是周六，他睡了个大懒觉，11点才起床，一直码字到了下午1点钟，早饭和午饭都没吃，肚子咕咕叫，他不得已出了房间。大厅上没有小小只少女的身影，但饭桌上还有一点热菜，像是刚吃完不久。陆小西，小青梅。李牧连着叫了2声，轻轻叩响陆小西的房门。他尝试着给陆小西发了消息，打了微信电话，都是无人回应。他直接扭动了门把手。少女的闺房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窗帘大开，明亮清新，和李牧的房间是2个极端。每一处地方都打扫得很干净，就连桌上的杂物都堆叠得整整齐齐。墙壁上还贴着几张他自拍的丑照，还有些2人拍的照片。那张动物园日暮下的合照被少女打印成了墨约8、9寸的照片，还镀上了相框挂在墙上。那次动物园之旅给陆小西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吧。床上稍显凌乱的床垫彰显着少女的睡相，李牧甚至能想到陆小西在床上裹成小青虫扭来扭去的场景。看见床边的各种小物件，李牧愣住了，有些褶皱的大红千纸鹤，画有笑脸的晴天娃娃，放在角落的积木小车，还有枕头上的小狗玩偶。看来陆小西也和他一样，都是个怀旧的人。古早时期的晴天娃娃，他自己都要忘记了。里面的乒乓球写着他和陆小西的名字，还用了一个大大的爱心圈起来，也不知道陆小西看没看见。这是象征着2人两小无猜的过去的小物件，值得收藏。不对，陆小西人呢？李牧刚反应过来，又想给陆小西打个电话，大门忽然传出开门的声音。陆小西双手搬着快递，不灵不灵地回到大厅，走到自己的房门前，看着房间里的李牧愣了愣，乐呵呵的笑容瞬间僵住。为什么李牧会在自己的房间里？你变态啊！反应过来的小小只少女惊叫一声。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头！陆小西红着脸，把挂在衣柜把手的内衣裤一股脑丢进衣柜里。你都看见了？你刚刚收起来的时候看到了。你还敢承认？陆小西对李牧的腰间一顿输出，又捏又戳。没用的，我练就金刚不。哎呦，别扭啊！还金刚不坏，我看你是金刚变态，让你擅闯女孩子房间。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叫你又不应，电话又不接，谁知道你是不是出事了？真的吗？陆小西挑着眉半信半疑，看了一眼手机，还真是2条未读消息，2个未接电话，都是这个家伙发的。他错怪李牧了。看吧，还不跟我道个歉？不道，那就抱一下。李牧张开双手，陆小西抿嘴，犹豫片刻，沉着小脑瓜拱了拱李牧的胸口，钻进了他的怀里。还没等李牧抱住他，他就立马钻了出来，抱过了。不算，我还没感觉到呢。李牧汗颜，1秒钟也算抱抱？不算也得算。陆小西哼哼唧唧，才不理他。你刚才干嘛去了？电话都不接。拿快递了，没注意手机。买的啥呀？那么大个。噔噔，烤盘哦，今晚我们烤肉吃。陆小西跑出客厅，搬了一个和半个他差不多大的纸箱回来，噔噔噔献宝似的展示给李牧看，生怕李牧看不懂，还凑近了些。多少钱的？90块钱呢，厉害吧？捡了个大便宜，原价可是要150多的。李牧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陆小西残酷的真相。网购这种东西，原价是可以随意改的，降价之前，商家很有可能会把原价拉高再降价，达到降价不少钱的目的。除去官方活动外，所谓的降价一般都不会降多少。常年网购，小号朋友圈全是砍一刀活动的李牧，怎么可能不懂这些？但极少网购的陆小西不知道，以前上学时期的所需用品，线下都能买到，陆小西几乎不网购，也就不懂这些套路。小青梅勤俭持家有一手的。李牧看着骄傲地挺起小胸脯的少女，还是决定夸夸她，摸摸她的头，揉乱她的头发。别弄我头发啊，嘿嘿，我看那些烤肉店都要100、200才能吃一顿，我们自己烤超级便宜，烤盘还能用很多次，一会我们去买猪肉和牛肉，切片烤着吃，你会烤吗？我还没有烤过哎。少女喋喋不休，很是兴奋。网上看到的烤肉自助大餐把她馋坏了。你确定要问我？我还是上网找视频吧。李牧给他打了几天下手，学会了煎蛋和炒饭这种基础中的基础，超级简单的菜，本质上还是一个做饭白痴。人果然不是万能的，学习能力这么强的李牧，在做饭这件事上竟然那么吃力。很难想象，李牧这么大一个男孩煎个蛋，还会因为害怕油蛋而躲得老远，用2根手指捻着锅铲。他知道这是心里在作祟，即便油蛋的不疼，也会本能的感到害怕。每一个学做饭的初学者都会经历这一步，他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在吃饭的事情上，
李牧是指望不上的了，还要买些蒜、香菜，自己调一下酱料。这才中午，小小只少女就开始盘算着晚饭的烤肉怎么吃了，流口水了都。李牧看着她，看得手痒痒。哪有？陆小西擦擦嘴，吸溜一口，才意识到被李牧骗了。嘿嘿，你真呆啊，呆得可爱。李牧2只手捏了一下陆小西的脸，轻轻往外扯，陆小西就只能发出呜呜呼呼的漏风声。我承认我很可爱，但我一点也不呆。陆小西觉得自己精明得很。你又呆又可爱，不呆，呆，你也呆，你小脑萎缩。陆小西的嘴里闷着一口气。哎，你怎么骂人呢？就骂你，就骂你。陆小西摆出嫌弃的表情，你还没刷牙洗脸是吧？眼屎都露出来了，现在就去，不然小青梅的菜都凉了。李牧咧嘴笑笑，错过身位的时候还不忘撸一把陆小西柔顺的头发。今天进了陆小西的闺房，被骂被掐无所谓，不亏的。第88章，十指相扣。陆小西吃过午餐了，李牧刚洗漱完，盛了碗热粥，拉开凳子开始进食。家里有个会做饭的小青梅是一种什么体验？饿了有饭吃，看电视有手牵，睡前有抱抱，玩电脑的时候，小青梅还会跑房间里裹起来陪你，这小滋味，谁看了不迷糊？李牧很庆幸，没有陆小西的大学生涯将是何等的无聊。西西，快点吃呀，我等不及了都。陆小西也拉开凳子坐到了他的对面，双手撑着脸看他，眼睛里泛出小星星。等不及什么？有事？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啊，要买很多东西和调料的，还要切片腌好，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早点准备，6点准时开烤。6点？太早了吧？李牧扒拉一口粥，嗦嗦筷子，夹了块焖土豆递到陆小西面前。陆小西嗷呜一口吃下，嘴巴嚼嚼，不早了，晚点还要给圆圆上课呢，快点吃呀，快点吃呀。李牧又给他夹了一块土豆。只有嘴里有东西，陆小西才能消停一回。不就一顿烤肉吗？至于兴奋成这个样子。在陆小西的催促下，李牧火急火燎的吃完，换上了出行的穿搭，陪他一起逛了菜市场。菜市场是少女的主场，李牧只管提菜。陆小西一直都很兴奋，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期待晚上的烤肉大餐，一路上左看看右瞧瞧，像只第一次飞出来的小鸟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但这并不是陆小西第一次来菜市场，菜市场一天一个样，不管来多少次都是新鲜的，3两下就买好了大包小包。市场附近还有新店开业，锣鼓齐天，陆小西也会远远眺望一下，凑凑热闹。菜市场什么味道都有，靠近生肉摊就是肉味，靠近熟肉摊就是香味，有些小摊还卖泡椒凤爪之类的，陆小西看见也要凑上去看看闻闻，然后又和李牧挨在一起，闻李牧的味道，轻轻嗅觉。小心点，人多呢。李牧拉住了兴奋的少女的小手，不让她再继续到处乱跑。这里好多活动呀，你看那边有牛杂，好久没吃过了，我们吃去一点好不好？我刚吃过。那我吃。陆小西乐呵呵地跑去牛杂摊。苍南的牛杂并不是牛的部分，而是各种杂食放到一个锅里乱炖，豆腐泡、猪肺、白萝卜之类的种种。陆小西买了单串丸子，一口一个，小嘴巴动来动去的。李牧恨不得有3只手，一只手提菜，一只手牵手，一只手揉揉陆小西可爱的粉唇。一串丸子只有4颗，他自己吃了3颗，最后1颗给李牧吃。李牧2只手都提着东西，他就只能勉为其难的喂李牧了。他最期待的还是晚上的烤肉，买了好多食材，所以现在不能吃太多，要给烤肉留一点肚子。长途跋涉，李牧已经不得不用2只手提着菜了，右手提肉，手指已经被塑料袋勒出了红痕，火辣辣的。虽然不算很重，但也招架不住时间长啊。在公交亭等公交的时候，李牧才有时间把东西放下歇歇手。你看，都乐红了都。哦，陆小西看了一眼他的手，很快就收回视线。冷血，竹马就是这样用的。他从万能的小挎包里掏出一些纸巾，拿的时候用纸巾垫一下，这样不怎么痛。我也帮你拿一点，抱一下就不疼了。现在还在外面呢。陆小西没好气道，纸巾也收回来了，才不给这个没脸没皮的家伙。那回去抱。回去也不抱。陆小西不理他了，别过脸去，低头看手机。公交车驶来，里面挤满了人。李牧和陆小西对视一眼，决定等下一辆，反正他们也不赶时间。他低头看看，发现陆小西又在刷恐怖电影的解说。陆小西要把手机倾斜着看，防止有凸脸吓人的画面，真是又菜又瘾。今晚我们看恐怖片吧。李牧小声道。不要。陆小西猛摇头。看恐怖电影解说都害怕的，看电影他会直接吓飞的。那你天天看解说有什么意思？我有点怕。怕个屁，世界上没有鬼。李牧一顿。而且我在旁边，有什么好怕的？但我怕呀。不是有狗牙项链保护你吗？我这条黑狗牙项链是可以辟邪，但是我怕啊。那你还看解说？就是怕才看解说的。人菜瘾还大。
李牧自然地牵过他的手把玩，慢慢地压了上去，一大一小的两个手扣在了一起。陆小西已经能接受十指相扣了吗？李牧有些得意，十指相扣这种象征性的举动都做到了，那一起睡觉还远吗？离完全体青梅竹马又进一步了呢。李牧的手被勒得热热的、烫烫的，陆小西主动捏了捏，用自己稍凉的手帮李牧降温。反正我就是不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就是想让我害怕，然后抱你，对吧？烂大街的套路。陆小西哼哼，他觉得自己老聪明了，真当他那么多年的小甜剧白看的呀。那些男主用简单的手段就能让女主就范，因为那是电视剧的剧情需要，现实中怎么可能有女孩子看不出来？就算同意了，也只是假装不知道，让对象开心开心而已。他连装都不想装。那跳过恐怖片，你直接抱我好不好？不要，只有晚安抱抱可以抱。陆小西说话小小声，晚安抱抱是只属于青梅竹马之间另类的晚安，被别人听见会很别扭很尴尬的。陆小西握紧了李牧的手，观察着李牧的表情变化，他仿佛能看见李牧拉拢下来的狗耳朵。第89章，我当真了，有一半是我的。和来的时候不一样，回去的路上每一辆公交车都很多人，连续过了2辆车，李牧和陆小西总算等到了人稍微少点的公交。为了方便，陆小西主动拿了2袋菜，给李牧腾出一只手去抓扶手。他也抓了扶手，一点也不怕站不稳，反正李牧就在他面前，要是刹车，他就会撞到李牧的怀里。幸好路上没出什么问题，一路上安安稳稳，他也没机会撞进李牧的怀里。你干你的事情吧，我先把肉给处理好。陆小西撸起袖子，绑了可爱的小马尾，系上围裙，开始在厨房忙活起来。我帮你打下手。李牧不由分说的也系上围裙加入进去。厨房里一高一矮2个人忙活着，菜刀和砧板的碰撞声别具烟火味。曾经的李牧拥有过和心仪的少女一起做出菜品的幻想，现在已经实现了。他还不会做菜，所以只实现了一半，他还要加倍努力，有朝一日可以做饭给小小只少女吃。哎呀，你这个肉切得太厚了，出去出去，碍手碍脚。正在准备腌料的陆小西看着他努力切薄片的动作，心中好笑，但看见他切出的厚厚的薄片就笑不出来了。切下来的肉片薄厚不均，上头厚下头薄的最多，还有的肉片中间镂空的。某种意义上说，李牧的刀工还是很不错的，至少陆小西切不出甜甜圈样的肉片。李牧在这方面遗传了苏文，苏文用了这么多年才到勉强能吃的地步，李牧这么点时间又能好到哪里去？李牧连围裙都没得摘，就被赶出了厨房。既被赶之则安之，李牧平叹了口气，回到房间开始码字。他有了足够的存稿，预计今晚发布新书，一口气发布2万字，签约一气呵成，然后每天3章的更新，一直更新到8万字，恢复成1日2章。就这样混混日子，等赚了小钱，就给自己和小小只少女买一套衣服奖励一下，最好是那种相同款式不同颜色的。比如自己买土黄色的小狗睡衣，陆小西买粉红色的小猪睡衣，腹部印上动物卡通图案。上午已经码过一些，下午又码了一点，一天的4000字已经完成了。不出意外，夏圆圆来受家教的时候，他还会码上一点。超额更新，今天真是辛苦自己了。李牧给自己点了个赞，给林生和老杨发了上号消息，还特地的把房门打开。他知道等陆小西忙完，陆小西肯定会跑他的房间，脱了鞋子躺在他的床上耍手机，没准还要用他的账号去玩斗地主呢。李牧和另外2人都是什么游戏都玩得主，共同游戏很广，主流游戏已经成了固定的3排车队。这个游戏腻了就换下一个。戴上耳机，3个游戏高手纵横枪战。枪战游戏往往需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又戴着耳机，玩着玩着，陆小西什么时候进来了都不知道。陆小西一直很安静，像只小猫一样趴在床上，2只脚丫一晃一晃，李牧的弹簧床嘎吱嘎吱响个不停。他玩了一会自己的手机，欢乐豆输光光后又刷了一下子视频，然后探手去拿李牧桌子上的手机，拿到手后还特地摇晃一下，见李牧往这边没看了一眼，这才开开心心的拿来玩。李牧有一个专门放游戏的管理组，斗地主也在其中，但他并没有打开斗地主，而是打开了李牧的微信。李牧的大号没发什么朋友圈，好友也只有个位数，甚至还没有小程序来得多，群聊也只有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有李牧自己和苏阿姨李叔叔。明明2家人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不拉一个2家人的群聊呢？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做和和睦睦2家人。他还看了一眼李牧和苏阿姨的聊天记录，隔3差5就会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李牧换被子呀，穿外套呀，苦口婆心的，还发钱过来让李牧买衣服。李牧也不知道发什么病，把买衣服的钱退回去，然后给苏阿姨发了微信余额的截图，各10百千万，接近2万多块钱呢。然后苏阿姨发了一个下拇指的表情，还有一张银行截图，各10百千万10万，好多好多钱。明明是一家人，还会跟自家人炫富，真有意思。再点开备注为抱金币老爸的聊天界面，都是清一色转账信息，
一句话都不多聊。陆小西呵呵笑了2声，紧接着打开了备注为陆小猪的聊天界面。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发晚安了，自从学会了晚安抱抱，他们每天睡觉前都会抱一下，有时候抱几秒钟，有时候抱几分钟，已经把晚安2个字给彻底替代了。陆小西心虚地看了李牧一眼，见李牧没看向这边，胆子逐渐大了起来，用李牧的号给陆小猪发了好多消息。李笨蛋，我是木猪猪，请叫我木猪猪。李笨蛋，我是超级大笨蛋。李笨蛋，陆小西是超级大美女。陆小西嘻嘻笑，又用自己的手机给李牧回了个我知道，这才罢休。看啥呢？这么认真？李牧一把扑了下来，趴到了少女的旁边，深吸一口少女的味道，顿时心旷神怡。少女被吓了一跳，掐了一下李牧的手臂，用指甲在李牧的手腕上留下浅浅的指甲印。不打了吗？他知道李牧打游戏会开着麦，从李牧打游戏的通话也知道一起玩的是林生和老杨这2个同班同学，他都不敢大声说话。放心，我跟他们说我去上厕所了，麦也关了，大点声说。我刚看了你的微信哦，就一会。看呗，有啥好看的？还是说你也想给我砍一刀？砍个屁，我看的是你和爸妈的聊天记录，随便你看，当自己的手机用就好了。不看了，还给你。陆小西感觉李牧好温柔，他也乖乖的，似是想到什么，又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你要不要看看我的？你这破烂手机有什么好看的？你才破烂手机，那你以后都不准看了，想看我都不给你看。看看，我现在就看。李牧笑盈盈的戳戳陆小西鼓鼓的小脸。陆小西哪里有克制他都知道，本就是知根知底的存在，看不看手机对他而言一点所谓都没有。不给了，你这算不算查岗？不算，我看我自己手机查什么岗？陆小西眨眨眼睛，迎上李牧炽烈的视线，仅仅坚持了2秒钟就看向了别处。怎么就是你的手机了？你刚才自己说的呀，让我当成自己的手机。哎，那是客套话，不能当真的。李牧好笑地刮了刮少女的上嘴唇。我当真了，我不管，反正有一半是我的了。陆小西把李牧的手机藏进衣兜里，宣示了这台手机的主权。第90章小猪睡眠图，流口水了。特么的，牧哥人呢？掉厕所了。耳机里传出细微的声音，虽然很小声，但敏锐的少女还是听见了。你的朋友叫你了。不管他们。李牧往侧边挪了挪，和陆小西的肩膀挤在一起，无视掉陆小西古怪的眼神，他露出一口大白牙，拉过陆小西手，揉揉捏捏。要不我们先开一把极速。耳机那头又传出了声音。李牧一个扑腾起身，坐到了电脑椅上，戴上耳机，大声嚷嚷：不好意思，刚才在厕所睡着了。铃声溜，老杨牛逼，别溜了，你们能不能给力点，都给你们坑坏了。陆小西听不懂李牧说的什么，但他大概知道其中的意思。李牧真的很喜欢玩游戏呢，他不一样，他喜欢从后面看李牧玩游戏。他搬了张小凳子，坐在李牧的后面看李牧玩。有了少女的加持，李牧打得更猛了。李牧在这一瞬间体验到了带妹的乐趣，虽然这个妹只是坐在他的后面看着，这把他的手感意外的好，连杀不断。只看了半个小时，陆小西就顶不住了，游戏画面拿着把枪转来转去，看得晕头转向。他开始揪揪李牧的衣服，翻李牧衣服的后领，看衣服的尺寸，没准以后用得上呢。记好衣服的尺寸，他又弓着身子翻李牧裤口，看了一眼裤子的尺寸，就快速帮李牧翻回来，生怕被李牧发现，尽管李牧早就注意到了。记下李牧的尺码，陆小西重新回到床上躺好，小被子盖在胸上一点，用李牧的手机找小田去看。凉席是凉的，被子是暖的，但这样的搭配到不久后的立冬就显得过于寒酸了。暂停小田剧，陆小西踩着拖鞋啪嗒啪地打开了李牧的衣柜，无视了那一排的裤衩子，从里面搬出了被卷成一团的床垫，上面有淡淡的香味，应该是洗衣液的味道。这张床垫是李牧从家里带来的，按照苏阿姨的习性，肯定已经洗过了。他抖抖灰尘，把床垫铺好，慢慢爬上去，贪恋地滚了一圈，让身体和床垫来了个亲密接触。床垫毛茸茸的躺着，可舒服了。如果不是没找到背心，他这会儿已经把被子都铺好了。他好喜欢李牧的床，不得不说，晚秋的天气很适合睡觉，又凉又爽。盖好被子，很快就会感觉眼皮加重。少女有午睡的习惯，可能是李牧的床太过舒服，看着看着，他就感觉到了些许困意，呼吸逐渐平缓，拿着手机的手慢慢倒了下来，反盖住的手机还能传来小田剧的声音。他微张着嘴，侧躺着睡着了，脸和枕头挤压出一块软乎乎的肉。李牧斜视了床上的小人一眼，开始了闭麦模式，全程不说一句话，但键盘的哒哒声不可避免，顿时整个房间就只剩下键盘和小田剧的声音了。李牧的键盘是更小声的红轴，吵不醒睡着的陆小西。等打完这局游戏，李牧随意找了个借口开溜，电脑也不关，踮着脚来到了床边。他轻叹了声，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但心大的少女并没放在心上，还是在她的床上睡着了。看着陆小西可爱的睡颜，李牧心痒痒，蹑手蹑脚的在陆小西的脸蛋上戳了戳，他还想亲一口，但他还没这个胆子。似有所感，陆小西不满的皱皱眉头，发出轻微的嘤咛，转了个身，把手藏到了枕头下面。陆小猪，陆小猪，看上去睡得很香。李牧不敢吵醒他，轻轻的把自己的手机从陆小西的手上一点一点的拿出来，关掉了小甜剧，打开相机，确认关掉闪光灯后，拍下了一张小猪睡眠图。他想发给秦阿姨和陆叔叔看看他的青梅竹马的可爱睡颜暴击，但想想还是算了。男女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现在，如果是陆小西偷拍他睡觉的样子发给苏文，苏文只会一笑而过，甚至还会说画面很温馨之类的。可若是他偷拍陆小西的睡颜发给秦阿姨，多少有点猥琐了。虽然秦阿姨不会这样想他，但他还是感觉不太合适。陆小西粉嫩粉嫩的，真的超级可爱。李牧看着心都化了，他也躺在了床上，可惜只有一个枕头，他只能枕着自己的手和陆小西面对面的躺着。房子、房间、床、被子、枕头都是他的，他在这里睡午觉没问题啊吧？是陆小西自己跑他的床上的，可不能怪他哦。夕阳无限好，窗帘在少女进来的时候就被拉开了，房间里充斥着金黄色。陆小西感觉脸上热热的，悠悠转醒，入眼的是李牧安稳的睡颜。刚刚开机的大脑让他没想明白为什么李牧会出现在自己的房间，还躺在自己的床上，面对面的跟自己睡觉。变态二字险些脱口而出，他忽然闻到了一股臭味，循着臭味的源头低头看去，竟是枕头上的白色印子，中间还有些湿润，是口水，而且这是李牧的枕头。少女清醒过来，整个人都不好了，下意识的吸溜一口口水，用自己的手机黑屏看了一下自己，果真看见了从嘴角蔓延下来的哈喇子印。完蛋了，在李牧的床上睡着就算了，还流口水到李牧的枕头上。以前明明都不流口水的。窗外的日幕很好看，换作平常，少女肯定要发一下文青病，释放一下无处安放的文艺气息，但现在是例外，因为她慌了。第91章，吃烤肉。陆小西感觉十分不妙，唯一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李牧没枕在枕头上，他将在李牧醒来之前把被套拆出来洗干净。李牧醒来之后，他就说是李牧自己流的口水，他还好心的帮李牧洗了。不管李牧信不信，反正他只要咬死不承认，李牧也拿他没办法。心动不如行动，陆小西两根白皙的手指粘起枕头的一角，打算把枕头拿去外面把枕套拆下来。可还没等枕头被他拿起来，他就看见李牧的睫毛轻轻颤抖，这是要醒的迹象。他又赶紧躺下，用手遮住枕头气气的地方装睡。李牧醒了也有 B 计划，他就不信李牧会一直看着自己，等李牧出去上厕所呀干嘛干嘛，他就趁机醒来拆掉枕套。他闭上眼睛，尽量让自己的呼吸均匀，看起来真的睡着了。他感受到身边某人的动作，床也吱呀吱呀的响了起来，然后他就感觉到一双大手在揉他的脸。过分，不知道他还在睡觉吗？还敢揉他的嘴唇，是可忍孰不可忍。好吧，他还要忍一下。好在李牧只是玩了他一会。床边忽然轻了一块，他听到了李牧下床的声音，穿鞋的声音。怎么还没有开门声呀？房间里只剩下陆小西的呼吸声了，听不见看不着。陆小西心慌慌的，想看看李牧在做什么，悄咪咪的睁开一条缝，入眼的便是站在床边看着自己的李牧，吓得他又赶紧合上眼。李牧站在床边，看着陆小西嘴角的白色浅印，默不作声，一看就是流口水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装睡很简单，只需要看他的睫毛是不是一直颤就可以了。起床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陆小西的睫毛微微轻颤。他知道陆小西醒了，也知道陆小西在装睡，所以才大胆的揉揉陆小西的脸，捏捏她的嘴唇。陆小猪，你再不起来，我就把烤肉吃光了。真睡着了，太好了，嘿嘿，我要抱着睡喽。李牧说着就掀开被子，把小小只少女裹在一起，重新上了床，一只手和一只脚都搭在了对方的身上。流氓呀你，把我吵醒了嘟。陆小西可爱的揉揉惺忪睡眼，李牧差点就信了。在我面前装什么呢？你睫毛颤的都快飞上天了，不就流个口水吗？我又不说你。小时候，陆小西就经常来李牧家一起睡午觉。如果陆小西先醒了，就会在李牧的脸上吧唧一口，把肉都吸进嘴里的那种。当李牧快要醒来的时候，陆小西就装睡，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做。那时候的李牧就用看睫毛是否颤动的方法去判断陆小西是不是在装睡，目前从来没有失误过，历历在目的过去。他记得他当时很烦陆小西这种偷偷亲自己的行为，现在嘛，倒是有些怀念了，单纯的怀念而已，真的不是想要陆小西的亲亲哦。他承认，在睡觉之前，他是有那么一丝丝期待的。我没有流口水，还有你离我远点，睡觉口臭都要把我熏吐了。
陆小西被李牧抱着，跑不掉，只能用一只手去推李牧，另一手还在枕头上遮遮掩掩。好好，反正今晚也得抱。李牧无视了后半段话，今晚不准抱了，大流氓，趁着人家睡着偷偷抱人家。起来烤肉吃，我肚子饿了。你先出去。陆小西不肯起来，就算李牧知道自己流口水了，他也不承认，反正就是嘴硬。行，我去淘米煮饭。李牧笑笑，就不为难陆小西了。他知道陆小西流口水，陆小西也知道他知道自己流口水，但就是不能说，只要不说就没流口水。陆小西想什么他都知道，这大概就是心有灵犀的最高境界吧。李牧有些自豪，他们果然是最好的青梅竹马。刚淘完一次米，陆小西就抱着枕套从他房间出来，飞快地钻进卫浴间。在出来的时候，手上的枕套已经洗干净了。陆小西拧干水，折叠铺在衣架上，用2个不锈钢钳子夹住，希望明后2天不下雨，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干。我看菜买的挺多，这次的饭我就煮少了一点哦。烤盘我已经弄干净了，来，你把这个搬到茶几上。在茶几上吃？对啊，烤肉要烤好久的，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烤肉不好吗？你搬的时候注意拿纸巾垫一下，不要让烤盘把茶几刮花了。行，听你的。李牧也没自己烤过肉，在这方面他和陆小西一样是一张白纸。不，陆小西还看过视频研究过攻略，他连白纸都不如。电烤盘不重，轻轻一抬就起来了，但是太大了，拿的时候不好拿。今天中午陆小西一个人去菜鸟驿站搬上来，估计累得够呛。李牧简单的看了一下电烤盘的使用说明，只要通上电就能使用了。工作原理就是通电加热底盘。李牧神色古怪，这和电磁炉、炒锅有区别吗？他不是行业内的人，对这些也不好评价。他希望自己也能烤出好吃的肉，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对外说自己会做菜了。烤肉也是菜吗？不是。整理好茶几上的杂物，陆小西一盘一盘的把腌好的肉端了上来，还特地摆盘的跟店里面那样。先吃吧，饭还要好久才熟呢。你花这么多功夫腌好摆盘，换做平时都做好3菜1汤了。你懂个屁，你懂。陆小西双手抱胸，开始喋喋不休。烤肉要享受烤肉的过程，你懂吗？把一片肉放上去，等这面熟了就翻面，2面都熟了就加出来蘸料，然后才吃掉。你以为像平时吃饭那样连菜带饭一起吞呀？这么有仪式感？我看视频里是这样呢。那你说啥一堆乱七八糟的？李牧撇撇嘴，按照说明书上的使用方法打开了电烤盘。没过一会，上面就开始冒烟了。陆小西还是照着网上那样倒油刷匀，放上一片烤肉，顿时滋滋滋的响了起来。空气中逐渐弥漫起一股肉香。陆小西很是兴奋，就烤了一片肉，因为是第一次使用，也不知道要烤多久才熟，一片肉翻了好几次身，直至表面有些焦才放心。毕竟肉这种的东西生吃可是十分不好的。他把一块烤肉放进盘里，一只筷子支着，一边把肉撕成2半，一半自己吃了，另一半用手托着，喂到李牧嘴边，嚷嚷着木猪猪吃饭喽之类的话。李牧忽然觉得电烤盘还是9分不错的。第92章，我是陆小西控。陆小西放了很多烤肉上去，还有切好的玉米、青椒之类的，放的多了翻不过来，小小只少女一下子开始忙活。一下子烤这么多干嘛？嘿嘿，好玩，烤肉就是这样子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烤肉老手。李牧把电调小了1格，不然烤肉熟太快，容易咬不动，也能让陆小西轻松一些。来，你把这些吃掉。陆小西把由猪牛肉堆叠而成的肉塔装在盆上推给李牧，我牙缝都快塞满了。李牧忍不住吐槽，好吃吗？还不错。是我烤的不错吧？陆小西乐呵呵的邀功。陆小西提前腌制过生肉，就算不沾酱料味道也十分不错。好吃是好吃，就是太容易腻。他需要陆小西的可爱能量解腻。李牧咳嗽2声，沙发下的小腿往陆小西的小腿下钻。动手动脚是吧？陆小西用手肘戳戳这个家伙，吃个饭都不安分。我没动手啊。厚脸皮。李牧啧啧2声，只感觉陆小西太好玩了，忍不住就想逗逗他。不对付的青梅竹马，过分可爱了。现在才动手好吧？放下筷子，戳戳陆小西气鼓鼓的脸，因为陆小西在嚼东西，戳上去一动一动的，爱不释手。陆小西好像发现宝藏一般，把一片中间镂空的厚厚的薄片夹了出来。你看，是你的甜甜圈肉片哎，快点烤来吃了，吃了今年就会走大运。真的？陆小西眼前一亮。听说有些地方喜欢在饺子里面放一片幸运硬币，吃到幸运硬币的人会获得好运。这片甜甜圈肉片也有那种功能吗？我就随口一说，你知道我不信这些的。我信呀。陆小西才不管李牧信不信，反正他信了。吃掉这个就能变得运气特别好，今年肯定会有好事发生。烤肉的滋味很不错。吃完一顿下来，还有一些肉片没能烤上，只好蒙上塑料膜放进冰箱了。烤肉多半是陆小西在烤，
夹子也只有一个，就算李牧想烤，陆小西都不给他烤。看得出，陆小西是真的乐在其中，享受烤肉的过程了。至于味道，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虽然也很好吃就是了。所以，李牧主动承担了饭后工作，去厨房把烤盘和碗洗了。出来的时候，就看见陆小西吃的小肚子胀胀的，掀开一点衣服，露出白嫩的肚皮，像只仰躺的小猪一样融化在沙发上。如果能觉醒超能力，你的超能力一定是能吃一口一头牛的那种。李牧调笑着坐到了陆小西的脚边，明目张胆地看她纤细的小脚和嫩白的脚趾。那你肯定是脸皮能防弹。陆小西用脚踢踢踹踹，踢累了就把脚搭在李牧的腿上，用力往下压，想让李牧看看自己的厉害。可他莽足了劲，憋红了脸，李牧也不为所动。他哼哼唧唧，两只脚都搭在了上面。你昨晚没洗脚？洗了，傻逼，又想说我脚臭？难道你的脚是香的？这么自恋，一惹家里有个变态，我不说是谁。陆小西嫌弃的把脚收回来。那不就是你吗？把腿往别人身上放，还说不是变态。李牧笑笑，又把陆小西的脚抓到自己的腿上。这种感觉怎么说呢？李牧从未体验过。也就是陆小西，他才一点也不嫌弃，甚至还有一丝丝的兴奋。但凡换个人，他这会已经去用沐浴露洗手了。倒不是他有多高尚，他好色是不假，但好色的对象只有陆小西一个。以前他刷到香艳短视频还会看几眼，自从和陆小西重新成为青梅竹马之后，他连擦边短视频都不想看了。索然无味。家里就有一个可以摸摸手还能抱抱的可爱少女。李牧刚从厨房出来，手湿湿的，陆小西扭捏着脚想要挣脱，无济于事，也就放弃了，任由自己的脚放在李牧的腿上，全当李牧是一个热热暖暖的脚垫子。李牧的眼神忽明忽暗，撸起陆小西的裤脚，露出白玉般的小腿。陆小西的皮肤白里透红，小腿还有些细微的白绒毛，可爱极了。你怎么没有腿毛啊？都掉光了，以前有的。陆小西红了红脸，初中的时候手脚上都有毛毛，现在退掉了。我的腿毛屹立不倒，昂扬不灭。李牧压着身子也撸起了自己的裤腿。噗呲，你能不能别糟蹋成语？人家是用来形容精神的，不是给你形容腿毛的。好好，我的腿毛很坚强，行了吧？李牧用2根手指给陆小西捏捏，像捏手一样，从这根脚趾捏到那根脚趾，最后捏捏脚底板。按摩脚底板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缓解疲劳。虽然李牧只是胡乱按了一下，但他按的力气不大，不会让陆小西感觉到疼痛。陆小西被按摩的舒服，时而发出轻哼声，像个指使奴仆按摩的大小姐一般。这里对对，那里对了。过分了呀，我又不是下人，又不是我让你按的，是你自己要按的。你不是腰间盘突出吗？我看你会脚痛，才好心帮你按摩的。李牧忽地正经起来，仿佛一个正人君子，差点连自己都信了。你按这里又没有用，疼的是屁股和大腿，而且要像中医那种按摩推拿才有用。你这乱按的有个毛用啊！你就说舒不舒服吧。有一点点。陆小西羞赧的用枕头捂住半边脸，只露出2个水灵的大眼睛，看着李牧的侧颜，感觉李牧好帅好帅。李牧好像很喜欢他的脚的样子，怪变态的。懂了，李牧，你是脚控吧？为什么？李牧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给陆小西按摩，陆小西爽了，他自己也爽了。陆小西的脚软软嫩嫩的，捏一下会发红，然后缓缓恢复成原先的颜色。因为脚很脏的，别人都是嫌弃的，就你还捏我的脚趾，真是变态死了。其实我不是脚控，对，你是好色。陆小西学会了抢答。以前他说李牧是手控的时候，李牧就是这么回答他的。也不是。那你是什么？你是流氓。我是陆小西控。李牧说这话的时候头也没抬，这种肉麻的话他不是没说过。饶是无比熟悉的2人也是会脸红的，更多的是尴尬吧，说肉麻话的那种尴尬。他话音刚落，就注意到腿上的可爱小脚慢慢的蜷缩起来。李牧心底呵呵笑，陆小西可爱捏。第93章甜宠氛围。你说什么呀？奇奇怪怪的。陆小西不敢看他了，用枕头捂着脸，发出蚊子般的声音。什么陆小西控？控我？这算什么啊？肉麻死了。陆小西仿佛身上有蚂蚁在爬，好不自在，尤其视角还在李牧的腿上。李牧，讨厌鬼！我说我是小青梅控。李牧又强调了一遍，只是把陆小西替换成了小青梅。陆小西等于小青梅，意思一样就行了，说小青梅还不显得那么肉麻。你是变态。陆小西又露出大眼睛盯着李牧看，他都不敢想李牧的脸皮是有多厚，才能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这种话。他光是听到心都要蹦跶出来了。有好多好多小鹿在撞。那你是什么控？李牧谈笑间已经手动的把陆小西蜷缩的脚趾给舒展开来了。我是自己控。陆小西小声道。
他真的很喜欢自己，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意，有和睦且健康的家庭，还有十分照顾自己的对门邻居，自己也很努力，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当然，还有某个很不对付的家伙。那个家伙非常不对付，自己喜欢吃辣，那个就喜欢清淡，自己很勤奋很努力。那个家伙又懒又闲，自己养了一只猫取名小肥，那个家伙就养仓鼠取名小瘦，自己信玄学，那个家伙却提倡科学生活，还有很多的不对付。这些他都很满意哦，满意自己，满意身边的所有人，满意自己的现状。所以他是自己控，而不是某人控。聪明的陆小西才不会说那种肉麻死的话。自恋哪有人控自己的？我也是人，为什么不能控自己？反正我就感觉我最好控。诗，你烧水没有？我想洗澡了。烧了，但是你不能马上洗，吃完饭马上洗澡会消化不良的，说多少次了？行，那我再帮你按摩按摩。什么按摩？你就是想玩我的脚？陆小西确信。李牧眼角跳跳，怎么说话的？能不能文明的，搞得我是变态一样。你就是啊，你自己都承认了。死！李牧没想到也会有被陆小西对死的这一天，自己之前为什么那么厚脸皮，会承认自己是个变态啊？这回旋镖打回来了，等会要不要去消消食？去，我们去压马路，回来洗完澡，刚好可以给圆圆补习。你哪学的词？压马路指的是漫无目的的在马路上闲逛，我们可是有神圣目的的。消食也很神圣是吧？大杠精。陆小西哼哼着，把脚从李牧的腿上给抽出来，坐正身子，踩上拖鞋。宝贝的东西没了，李牧一下子感觉空落落的，陆小西仿佛有魔力一般，很让他上瘾，方方面面如此。但一想到接下来要和陆小西手牵手去压马路，刚才的空落一扫而空了。脚有牵手好玩。走，我们现在下去，去晚了就消好了。洗手，不然不能牵。陆小西见某人朝自己伸手，嫌弃的避开。刚才某人摸了他脚这么久，现在又来摸自己，竟然一点也不觉得恶心。哼，李牧果然和爱干净的他很不对付。你自己的脚你都不信任，别扯有的没的，滚去洗手。李牧火急火燎的进了卫浴间，火急火燎的出来，手上已经是沐浴露那香香的味道了。现在好了吧？不行，手湿。现在呢？少女不说话了，看她心急如焚，用纸巾胡乱擦干手的样子，心底甜滋滋。不就是牵手吗？有什么猴急的？明明都牵过好多次了。如果手指也有好感度的话，自己的手指应该对李牧的好感度非常高吧？毕竟李牧牵手的时候对自己的手揉揉捏捏的，自己都感觉舒服，别说手指头了。手指头的好感度刷完了，所以现在要刷脚趾头的好感度，刷完脚趾头刷。陆小西不敢想下去了。少女还在胡思乱想，李牧已经牵起陆小西的手，十指相扣了。走呀，别愣着，一会都消失完了。我看你不是想消失，就是想拉我的手出去玩。陆小西不给他面子，直接拆穿了李牧的小心思。出去透透风也好，一直闷在家里不难受吗？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怎么就这么想笑呢？笑，宅，我还会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怎么就宅了？如数家珍，陆小西淡淡道。也不知道谁高中连个能交心的朋友都没有，一到周末就打游戏看动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不是宅是什么？这些苏阿姨可都有跟自己说哦。说实话，还是我在照顾你，又给你做饭，又给监督你学习，还给你拉窗帘，不让你黑着玩电脑。要不要我买点金箔回来贴你脸上？李牧看着某小只少女疯狂往脸上贴金，只感觉少女太过可爱了些，浪费钱。你知道我对你的好就可以了，我深藏功与名，这叫什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懂不懂？陆小西的唧唧歪歪，李牧自然是左耳进右耳出。往脸上贴金这种事，他也没少干。陆小西，你什么时候打算买衣服？我可能买，也可能不买。我带棉衣来了。我没带，你帮我挑2件呗。为什么不自己挑？我衣品不好啊，都是随便买随便搭配的。反正你也知道我的衣服尺寸不是吗？李牧实话实说，他对穿着这方面没什么讲究，只要搭配起来不奇怪都能穿。在衣着这方面，他潜意识的就觉得陆小西会懂一些。9月出门，军训结束回老家，游乐园哪次不是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我怎么知道你的尺寸？那你上次扒我衣服裤子。停！看在苏阿姨让我照顾你的份上，我勉强答应了，但是我帮你买完生活费就不多了，你后面要发钱给我。好，给你发双倍的，怎么能让帮我买衣服的小青梅没钱花你？滚！你要买外套还是？都买，我这边就3套上年买的衣服，今年就买了2条新内裤，正好趁着入冬这几天换2套新的，你看着买，不够了找我要，钱不是问题，我有钱的。才多少钱就这么阔绰？你以为你是霸道总裁啊？还有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轻啊？恶心死了！陆小西用肩膀撞了一下想要装逼的某人，发现撞不动，也就不管了。李牧嘴角抽抽，捏捏陆小西的脸蛋，
怨怨道：“你能不能别破坏气氛？我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甜宠氛围。”第94章，你个头，宠你个头！我今晚帮你买，现在去压马路线，一会回来我先洗澡。行，李牧也不好说什么，他的小青梅果然很特殊，从来不管现在是什么氛围，他都怀疑，如果他很正常的去表白，陆小西可能会脸红红的给他来一句表白个头之类的。还好他聪明，用青梅竹马的关系越过了表白的过程，直接成为了恋人以上，夫妻未满，完全体青梅竹马以下的关系，完全体青梅竹马夫妻，半个青梅竹马恋人，别人求之不得的关系，在他们这里是最底端的。总而言之，就是比恋人还要亲密。19年，自出生起就在一起，自记事时就相识的关系，绝对不是普通恋人相识甚欢的几年能比的。敲定了买衣服的事情，两个人不在门后多逗留，搭乘电梯下了小区。这次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个门口出去，还好没在这边的保安亭见到张叔，不然李牧就要怀疑人生了。我们去哪啊？不知道，没有目的的才叫压马路。你刚刚才说消食是目的的，现在已经消好了。李牧认真道，肚子的胀气早就没了。那现在回去了？不，我们去压马路。我要被你绕晕了。好啊，晕了我背着你。神经！陆小西踩了踩李牧的脚，出来休闲。两个人都是穿的拖鞋。晚上的城市最出彩，什么颜色的灯光都有。那些高楼大厦，整栋楼都是亮的。发展至今，每一座城市都是不夜城。早上是这批人在忙碌，晚上是那批人在忙碌，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明天周日有什么打算？复习，好好学习。你都会了没？要不我教教你。李牧笑笑，和陆小西的手扣得更紧了。亲密无间的两人，并没有成为快节奏社会下的快餐。会了呀，我都有在复习哦。怎么，还想当学霸呢？为什么不想？学霸难道是贬义词吗？高中3年没当够，能考上我们学校的，可都是和你一个水平的。学霸怕是没那么好当。那又怎样？我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厉害。我也觉得陆小猪同学是最厉害的。李牧欣慰地用另一只手帮陆小西把散落两侧的墨发撩至耳后，不让墨发挡住他看他的眼睛。别了，这句话从你这说出来就变味了。陆小西努嘴，他一直都有督促李牧认真上课，李牧也一直受他的督促认真上课。以他对李牧的了解，这种情况下的李牧成绩绝对不会差。那我不说了。这么听话，木狗狗，你发癫是吧？李牧刮了刮少女的鼻子，顿时变了个脸。咦，鼻子全是油。陆小西捏了一下自己的鼻子，根本没什么油好吧？你的鼻子才全是油，你鼻子还有凸出来的鼻毛，有黑头，有粉刺，你可别瞎说，干净着呢。我的也是干净的。压马路，压着压着就到了附近的美食街。就算刚吃完东西，陆小西也拒绝不了美食街的诱惑。现在没食欲，没关系，先买了，晚上就有食欲了。美食街不仅有美食，还有各种卖神药的糙汉，拖着一个小箱子，拿着小喇叭到处喊，什么都能治，自然是没什么人性。陆小西包着柑橘皮，把柑橘皮放进装果的袋子里，然后一片一片的吃着柑橘，偶尔还会给李牧塞一片，趁机揉揉李牧的嘴唇。贪玩的少女觉得很好玩。目送一个神药贩子路过，陆小西抬起头，看着没有星星的天空，思绪莫名。8街9陌，10字街头，这也能文清？哎呀，你别说话呀！文清的陆小西同学，你带纸巾了吗？没有，干嘛？陆小西狐疑地看他一眼。刚才吃柑橘，汁水溅手上了，给你。陆小西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用过的小包纸巾。你也太万能了，女孩子出门都会带纸巾的。为什么？别管，你还不如不说呢。回去没？脚有点痛了。陆小西可怜兮兮地看李牧一眼，那委屈的小眼神，微翘的小嘴唇，李牧是顶不住的。回去吧，很痛吗？要不我背你？神经！我要是这么脆弱，连这点痛都忍不了，我怎么活到现在的？陆小西从来都很自强，只要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会麻烦别人。除了李牧，这是少女不可言说的小心思哦。但大庭广众之下让李牧背，她还是做不到，薄薄的脸皮会直接烧起来的。陆小西主动勾住了李牧的手，让李牧走在前面。小区离这边并不远，拐个弯就能看见小区了。李牧，你看那边的两个像不像我们？陆小西忽然慢了下来，指着人行道前方的2个小孩子惊喜道。一男一女的小孩子挽着手，喝同一杯奶茶，摇摇晃晃，可爱极了。有点吧，我们以前很少喝奶茶。是哦，都是吃冰淇。陆小西一顿，甜腻的回忆浮上心头。他和李牧经常一口一口的吃冰淇淋，不是那种用勺子的，是那种一根一根拿在手上，用舌头舔的那种哦。都不知道吃了对方多少口水。都是吃冰淇淋是吧？你一口我一口全是口水。
李牧直言不讳，他可一直记着小时候的事情呢。切，想想就犯恶心。陆小西小嘴嘟嘟囔囔，还想说什么，陆小西忽然瞪大眼睛，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那个小男孩和小女孩说了什么，然后亲在了小女孩的脸上。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大胆了，虽然他和李牧小时候也这样。李牧也愣住了，但很快就笑了，还真像，但以前都是你亲我。呀，你好烦啊！陆小西感觉自己脸上要冒蒸汽了，宝贵的回忆就好好在脑子里待着，别在这种时候跑出来。第95章占有欲。李牧看着羞愤少女的背影，快步跟了上去，再度牵住了少女的手。走那么快干嘛？脚不疼了？痛死了，都怪你啊！这也赖我？你要不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两个和他们的童年有几分相似的小孩被甩在身后，李牧没有看他们，眼里只有自家害羞的小青梅。陆小西没理他，自顾自地走路，大大的眼睛扫过周围。他记得这里不远处有一辆卖酸野的小推车，再走几步就是他第一次被李牧牵手的握住手指的地方，牵手的开始。而现在他们的牵手已经是日常不可缺了，一有空闲，李牧就会牵住他的手，他有时候也会勾勾李牧的手指，现在更是十指相扣。他和李牧已经很好了。回到家，陆小西坐在沙发上歇息了一会，等痛感消除，方才拿上衣服进入卫浴间冲凉。李牧靠着沙发，两只手像个长臂猿一般伸展开来，占了大半个沙发。小甜剧就不放了，一会夏远远还要复习，开着投影仪也会被陆小西关掉吧。他看了一眼手机，现在已经8点了，今天格外漫长呢。和陆小西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也和陆小西睡了一场午觉。虽然没能盖同一张被子，也没能睡同一个枕头，但好歹睡了同一张床，4舍5入一下，大概就是2个人一起睡了。他感觉这种事还是不要让两家父母知道还好，即便他们什么也没做，就是面对面的睡了个觉，可两人终究不是小孩子了。我把热水洗完了，你等会进去。卫浴间的门打开，陆小西的声音传出，而后便看见少女踩着拖鞋出来。水汽烟雾弥漫。多少度？43度。够了。李牧早就把要换的衣服放在沙发上了。不够，会感冒的。陆小西叉腰挡在卫浴间门前，不让他进去。他洗澡比较久，热水器又老，显示器显示60度，肯定不是真的60度，显示43度，估计只有30来度，和凉水没区别。更别说热水器的保温功能了，怕不是洗着洗着就只有冷水了。别看现在天气才22度，要是洗冷水还是会感冒的。你以为谁都像你？我体质很好的，不准洗。好吧。李牧妥协了，一把拥住面前的小只少女，对着少女的脖颈猛吸2口香味，需要小青梅能量缓解一下因为不能马上洗澡而焦躁的内心。鬼扯，想抱就直说。陆小西没好气地瞪他一眼，忽然对着自己闻闻，一点也不知羞。想抱你？哦，陆小西眼神柔和了许多，乖乖的让这个家伙抱了一会儿。就是这个家伙一直在他的耳边嗅嗅，很变态。你好香哦。然后呢？没事，就感慨一下，还是小青梅的味道好闻。你还闻过其他女生？没啊。你见我和哪个女生有来往？说到其他女生，李牧可一点也不虚，因为他真的没和不认识的女生有什么来往，就算是认识的，他几乎也没什么来往。只要他想，他可以有很多异性缘，但他的交际圈比脸都干净。你最好是，可别让我逮住了。陆小西很满意。嘿嘿，你这是占有欲吗？陆小西一时语塞，脸蛋很快蔓延上一抹红晕。是占有欲吗？他并不清楚占有欲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只是想让某人独属自己的话，那他大概或许对李牧有那么一丝丝的占有欲吧。大概从开学报到那天就对李牧有所谓的占有欲了。如果还有其他女生分走李牧的一部分，他会很难过的。嘻嘻，苏阿姨除外。占你个头！我发现你很喜欢这句话，这是你的口头禅吗？馋你个毛，我没有口头禅。那，还说不是？是又怎样？你又不是我爸妈，我劝你少管。竹马都不能管你，那你不还一直管我？每次我玩游戏，你都要来我房间给我拉窗帘。你不知道吗？这是苏阿姨给我的最高管理权，你得听我的。陆小西嘻嘻笑道。看李牧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苏阿姨可是他为数不多能压制李牧的底牌。此牌一出，他和李牧的日常中的明争暗斗就要以他的胜利姿态而宣告终结。这么玩是吧？我今晚也要找你妈要你的最高管理权，到时候也得听我的。我妈不算，我的管理权在我这里。陆小西的心情很好，小脑瓜微微放在李牧的锁骨上，他也能闻到李牧的味道，不是沐浴露的味道，是一种言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他好喜欢好喜欢。你好臭哦。你是狗吗？就知道闻我的臭味，知道臭还闻？你好意思说？
谁刚才搂着我闻来着？不一样，你好闻。水烧开了，你去洗澡吧，臭死了。陆小西推开他，没了少年的怀抱，身上的水汽迅速蒸发，带走了少女身上的热量，忽的感觉有些冷了。南方是这样的，白天还能穿着短袖到处跑，晚上就得盖棉被。剩下的晚上抱。今天的抱抱时间已经很长了，你不能再抱了。赊账，用明天的抱。李牧笑笑，明天再赊账后天的，反正每天都要抱个满足才行。第96章，陆小西的枕头。李牧洗完澡，换上了短袖短裤。即便是晚上的低气温，家里也没有外面那么冷，短袖短裤于他而言已经足够了。夏圆圆也在这个时候被陆小西接了过来。今天是周六，最适合补习了。夏圆圆手里拿着2本书，一本英语书，一本练习册，练习册里还夹着一张试卷和奖状。噔噔噔噔，小西姐姐快看，我英语期中考了70分哦，老师还给我发了一张进步奖奖状。夏圆圆像个开心果一样，脸上的笑意迸发出来，感染了在场的2个大人。好厉害，圆圆要再接再厉哦。嘿嘿，都是小西姐姐教的好，还有李牧哥哥。夏圆圆蹭了蹭陆小西伸过来摸摸的大手，十分开心。小孩子的世界，成绩的占比非常大，成绩好了可以得到其他学生的崇拜，老师的青睐，父母的宠溺，自己也会很开心。夏姐是一个合格的妈妈，让单亲家庭的夏圆圆依旧天真浪漫。小学英语的70分并不算高分，但对于30分的夏圆圆而言，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分数了。还有我的分。李牧也学着陆小西摸摸夏圆圆的小脑瓜。小西姐姐抽背的时候，哥哥提醒我，我就能记得很清楚，上次的单词到现在都记得呢。这也行，不管出发点，最少结果是好的。李牧欣然接受了，他觉得这提升的40分里，他起码占了10分。圆圆来，上课了，今天温习一下单词，然后我们来情景演绎练一下对话。好，老师和学生开始了教学，自然就没李牧什么事了。他踩着拖鞋回了房间，不打扰陆小西授课。李牧关上房门，正准备码字，忽然注意到了床上多出来的粉红色枕头。这不是陆小西的枕头吗？他很快就明白了，陆小西把他的枕头套拿去晒了，怕他没枕头睡，就把自己的枕头给他。他拿起枕头闻闻，鼻尖全是少女淡雅的清香，忽然不想码字了，现在只想枕着陆小西的枕头睡觉。李牧在床上躺了10几分钟，身心都愉悦了许多。他打算厚着脸皮把这个枕头赖着不还了，等小只少女的香味淡化后，就还给陆小西睡个2、3天，然后再想方设法的要过来。趁着现在，李牧给自己的老妈打去了个电话，让老妈邮寄一条背心过来，不然冬天来了，他怎么和陆小西保暖？和他想象的一样，电话一接通，苏文先是唠叨了几句，然后才说寄背心的事情。苏文聊完，又轮到李长恒聊。李牧的父母很爱李牧，李牧也很爱自己的父母，当然也爱对门的邻居一家，两家人早已是亲人般的存在，没准过不久就是亲上加亲，甚至是亲上加亲加亲。嗨，挂断电话后，李牧方才开始码字。11点钟，李牧活动活动筋骨，长时间的坐在电脑前，对手腕和腰部都是不小的伤害。打开房门，大厅里没有2个人的身影。夏圆圆已经回了家，而陆小西正在阳台晾晒着2人的衣服。准备睡觉了没？李牧靠在墙上，2只手插进裤兜里，痞帅痞帅的。准备了。陆小西晒完衣服，掠过他，留下一阵香风。我也要睡觉了，等会给你看到好东西。什么好东西？现在不行吗？陆小西的语气里满是疑惑。不行，我害羞。我感觉是不好的东西。都说是好东西了，你最好是。陆小西盘腿坐在沙发上，擦干净手，开始剥柑橘吃。现在的柑橘还不是那种有籽的，一口2、3片，还可以把一片柑橘的2面薄膜剥掉，只吃里面晶莹的果肉。好吃是好吃，就是麻烦了些。少女把主意打到了李牧的身上。你过来，给我剥柑橘吃，不然今晚没有抱抱。我都赊账了，本店概不赊账。好，我包还不行吗？李牧认真的给少女剥柑橘，就连橘络都剥离干净了，还按照陆小西的意思把里面的果肉掰露出来。当然，他剥的柑橘自然是他喂的，每喂一次，他就揉揉陆小西的肉嘟嘟的嘴唇。这么可爱的小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亲亲。我要回房间了，准备睡觉。陆小西扁扁嘴，眼皮有些沉，这是要睡觉的征兆。好，抱抱。李牧长臂猿般张开手，陆小西环住李牧的腰，额头蹭了蹭李牧的下巴。你的胡子扎人。没吧，我昨天才刮，哪有这么快长的？李牧不信邪的摸摸下巴，这不光滑着吗？我不管，就是扎人，扎到我额头了。好，帮你吹吹。李牧呼了口气。哦，别吐我身上。切，回去了。李牧恋恋不舍地松开手，目送小只少女回了房间。他喝了口水，
上了个厕所，也回了自己的房间。新书发布，他又花了点时间检查错别字，没问题后就撒手不管了。不出意外的，这几天没什么读者，有也是上一本书积攒下来的老读者。关掉电脑后，李牧也感觉到困了。明明中午一觉睡到下午来的，今天真是困得快。睡觉前，他给小小只少女发了小猪睡眠图，还特地备注了一下。发完就给手机充上电，反盖上屏幕，什么也不管了。他能想象到某只少女看到照片后羞愤的捶胸顿足的场景，心满意足，抱着小猪玩偶睡去。有陆小西的枕头，他今晚睡得很香很香。一墙之隔，陆小西看着李牧发来的图片，气急之下给李牧狂发100个表情包。表情包是卖萌的还是骂人的都不管，一股脑的发，轰炸李牧。这还不过瘾，还要把名为李牧的小狗玩偶捂在胸前闷他闷他。什么小猪睡眠图啊？这个家伙对着小狗玩偶一顿发泄后，陆小西方才作罢，哼哼2声，开始给李牧挑选衣服，买外套，买内衬，买长裤，买袜子，嘻嘻，给李牧打扮得帅帅的。少女侧躺在床上，一边翻看着男生的衣服，一边幻想着李牧穿上相中的衣服的样子。李牧说今年就换了2条内裤，要不要一起买了呢？似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陆小西缩缩脖子，低低的骂了声笨蛋。都要睡觉了，还在他脑子里乱蹦跶，一点也不老实。第97章，光明正大进少女的房间。10点，大清早，李牧懒散的从床上爬起来，睡得太舒服，压到手了都不知道，导致现在的他像是通了电一般。看了一眼昨天的上百条未接收信息，李牧轻笑2声，每个表情包都看一眼，可爱。陆小西的房门还紧闭着，是昨晚帮他买衣服，所以睡得比较晚吗？李牧嘴角莫名上扬，刷牙洗脸，绑好垃圾袋子，踩着拖鞋下了楼。张叔早。早。张叔从保安亭里探出一只手，点点烟灰，瞧见李牧穿着短袖短裤，又道：明后天翻冷风了，我看新闻说今年特别冷，年年都这么说。李牧呵呵笑，早上能让人感觉清爽。吃早餐了吗？我这有2个没吃完的梅菜扣肉包。你留着吃吧，我这回正要出去买呢。张叔人非常好相处，即便2个人有着莫大的年龄差，李牧还是能和张叔聊得有来有去。像张叔这种年纪的人，最喜欢对一些国家大事指指点点，而李牧也看过不少新闻，恰好能聊上几句。和张叔浅聊几句，李牧也没忘记早起的目标，快步到经常去的菜市场。昨晚他做了个梦，梦到了和陆小西一起上学，梦到了那个在路上给小小知的他们流水糕的小推车，更梦到了他和陆小西用木签你一块我一块吃水糕的画面。水糕一般的都是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有卖，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在菜市场兜兜转转，又在附近3、4条街上逛了一圈，李牧心情大好，有位老人在别的菜摊旁边起了个锅，卖的就是他要找买的东西。10来年的发展，2块钱已经买不到水糕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牧已经有自己的小金库，可以自由使用，不像小时候那般管得严，2块钱都得小心翼翼地找苏文要。买了3人份的水糕，李牧安然返回小区。不知道陆小西看到水糕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水糕不贵，却承载了他和陆小西关系亲密上学时的每一个早上。回去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小说的后台，才发书不到1天就有那么多个礼物。点开礼物后台，都是小西吞大海打赏的1块钱礼物，还是一如既往的一张1块钱。最后一次打赏是在凌晨2点。好家伙，昨天晚上说着困，回到房间就不困了是吧？比他睡得还晚。他刚打开家门，还没坐在沙发上，就听见陆小西的房门传出阵阵动静，像是光着脚从床上下来，踩在地板上的那一瞬发出的闷响。醒了，他翘着腿玩了会手机，也没见陆小西的房门打开。摸一下水糕，已经凉得差不多了，他便给陆小西发了一条起了没的消息。陆小西很快就给他回复了个逗号，不是句号就是逗号，也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习惯。李笨蛋，我进去了哦。陆小猪，进哪？陆小西蜷缩着腿坐在椅子上，刚把消息发过去，自己的房门就被敲响了。他隔着门质问外面的某人是不是想擅闯女孩子的房间。吃早餐啦，我买了好东西。什么好东西？昨天也是说的好东西，他还以为是什么呢，还不是给他发了一张睡觉的照片而已，还给照片命名为了小猪睡眠图。这次他是不会信的了，他会对李牧口中的好东西保持怀疑态度。吃的，以前吃过的水糕。真的都要凉了。陆小西打开一条小缝，露出一小截身子，咕噜咕噜的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某人，最后视线定格在某人手上拿着的水糕上。真的是水糕哎！他轻哼2声，伸出了小手，意味明显。你在里面干嘛呢？李牧没着急给他，悄咪咪的把脚伸进房间里，卡住门不让门关上。不关你事吧？
好奇，我看看。爱迪生因为好奇心成为了发明大王，你因为好奇心想进女孩子的房间，你也经常进我房间啊，还睡我床上呢。我说什么了吗？陆小西一时语塞，有些心虚，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想要一口气把水糕夺过来，然后关上门。可他刚要往水糕抓去，李牧就把水糕往后挪了挪。他扑了个空，气哼哼地跺了跺脚，想要关上门，才发现门也关不上了。水糕没拿到，门也关不上，找谁说理去？以李牧这个家伙的厚脸皮程度，这次是躲不掉了。陆小西瞬间松开手，以光速把晾晒的内衣藏进了衣柜里。李牧也刚好把房门打开了。少女的闺房还是那样的香，这是他来这边这么久真正意义的第一次进入少女的闺房。和上次不算，上次是因为担心陆小西才闯进去的，而这次他可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顺其自然，经过了少女的同意才进来的。大概是同意了吧。你居然在卷！李牧还没能感受少女闺房的甜美，目光扫过桌子上打开的电脑，电脑上的课程软件，面色一紧。我昨天不说了要复习吗？而且我这不交卷吧，又没有偷偷学。要不是我进来看见了，你不就是偷偷学吗？陆小西瞪着大眼睛，看着一边说一边往自己这边靠近的某人，感觉到些许疑惑。说学习就说学习呗，往自己这边挤干嘛？很快，李牧就和陆小西挨在了一起，猝不及防下，陆小西就被李牧拥入了怀里。舒服了。李牧把脸贴在少女的脖颈处，深吸一口气。早起带来的负面情绪需要小青梅能量才能治愈，这可不是他胡编乱造给自己内心找的借口，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具体是什么科学依据，他只能说懂得都懂，超级机密，无可奉告。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怎么了？一句话也不说。李牧顺势把手搭在少女的肩膀上，狐疑地看着少女。他还以为陆小西又会骂他流氓变态呢，现在不骂了，倒还有些不习惯了。陆小西还是没说话。你喉咙痛？陆小西白了他一眼，用手捂着嘴巴快速说道，我没刷牙，口臭。她又不是仙女，睡觉起来当然也会口臭呀。现在靠得那么近，一说话肯定就全让李牧闻到了。第98章男女授受不亲。陆小西去洗漱，李牧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他的床上。少女的闺房有一股香味，床上更是浓郁。情不自禁的，李牧两只脚在床边，膝盖往上的部分躺在了床，抱着那只小狗玩偶玩了起来。经过他的探查，这只小狗玩偶的香味比其他的要明显不少。他那只小猪玩偶都没啥味道，怎么到了陆小西这的小狗玩偶就这么香呢？被陆小西身上的味道熏的？应该是这样吧。谁让你上我床的？陆小西回来就看见某人半个身子都躺在了自己的床上。这倒是不要紧，关键某人还把床垫和被子都弄乱了。他起床的时候叠得好好的。你房间好香。是你房间太臭了，什么臭袜子臭衣服都不拿出去。乱说，我都是当天穿当天换的好不好？外套也才前天刚洗。那就是你臭，满意了吧？臭你还天天往我房间混，还在我床上睡着了呢。小猪睡眠图好不好看？李牧。陆小西面色一窘，张牙舞爪的扑过来，对着李牧两侧软肉使劲搓搓捏捏。李牧没想到他会直接扑上来，完全没设防，还真被陆小西捏得龇牙咧嘴。亲一片子一片的嘟，那不是你自找的？陆小西还不够满足，一直找李牧的痒痒肉戳戳戳，但李牧没什么反应，只要闷着气把肌肉撑起来，少女的戳戳根本破不了防。见拿他没办法，陆小西气鼓鼓的拿枕头拍他，枕头上的灰尘在阳光的透射下有了形状，漫天都是。哎呦，有灰尘，别拍了，就拍你，就拍你。陆小西打完自己都累了，愤愤地瞪了他一眼，自顾自地坐回椅子上。桌上的水糕已经被装进了碗里，足有2份之多，上面还加了2勺辣椒。算李牧贴心，暂时原谅小猪睡眠图的事情了。躺他床上的事情可还没有原谅哦。别学了。李牧躺他床上，抬起头发出慵懒的声音，陪我玩。玩什么？不知道。躺了10来分钟，陆小西一直在看电脑学习。李牧亲身体会了什么是所谓的舍友轻轴安然入睡，舍友翻书彻夜难眠。换做以前，他才不管陆小西是玩是学，但现在总有点说不上来的滋味。明明2个人在学校都一起学习的，结果陆小西回来还学，他浑身不自在。青梅竹马就要干一样的事情。我也学。李牧快步从自己的房间把电脑拿过来，拍拍电脑底部的灰尘，放在自己的腿上。有点晃，但无伤大雅，学习又不用操作，只需要看看视频就好了。他已经确保老师教的都会了，现在他在扩展相关知识。如果你要学的话，可以来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就用来玩，我的房间用来学习。陆小西冷不丁道。你知道的，我一向是个爱学习的人。李牧忽然开心起来了。陆小西这句话不就是给他一个来他房间一起玩的借口吗？不对，是一起学习。
只有学习，他才能进少女的闺房。嗨嗨，其实他一直都是个好学的人。呵呵，陆小西皮笑肉不笑。李牧什么样子的人，他能不清楚吗？学了差不多2个小时，李牧一开始的确是在认真学习，学习了30分钟后，开始变得懒散随缘。学习1个小时后，开始边玩边学，学习1个半小时后，开始用电脑看视频。这叫做学习的阶段性，最开始精力充沛，所以认真学习能记更多的东西，后面适当学习放松心情，也就是劳逸结合，维持住一个在学习的状态。李牧是这么想的，别看他在刷视频，其实也是学习的一种。大概，陆小西伸了个懒腰，露出小蛮腰的一抹雪白。李牧眼神快速扫过，又若无其事的刷视频。你怎么回事？陆小西捶了2下腰肢，回头看他一眼，冷笑连连，脸上的笑都开花了，哪有半点学习的样子？劳逸结合，你真的劳了吗？陆小西半信半疑，劳了，累坏了都，过来坐。李牧挪屁股，拍旁边的位置，呼，腰难受。陆小西扑在床上，踢掉了拖鞋。我帮你按摩按摩。你想占我便宜？陆小西拆穿了他的小心思，有点不害臊。陆小西早该想到，这个家伙很可能会直接承认的，这下轮到他不知道怎么说了。需要吗？我的神之一手。滚蛋，不需要。少女翻了个身，仰躺在床上，弄乱了床垫，不经意间衣服上移，露出了白皙的小腹，娇软的曲线诱人十分。李牧喉结上下滚动，直白的视线丝毫不加以掩饰。哦，变态。陆小西拉低衣服，低低的嗔了句：哪有变态？我面前这个哪有这么帅的变态？没见过呀。自恋狂，你吃午饭不？陆小西话锋一转，现在不太想吃，上午吃的水糕挺抗饿的。我也是，那我们今天不吃午餐了。陆小西点点头，他一般都是早上煮粥吃早中餐，晚上煮饭做菜单独吃一顿。现在肚子还是饱饱的，李牧也不吃的话，他就不用特地去做饭了。你出去吧，我要睡觉了。少女撩撩头发，抢过被李牧捂在胸前的枕头，一下子钻到了床的靠墙那边，可爱的小脚还蹬蹬李牧的屁股，要把厚脸皮的某人赶下床。睡什么觉？你才起来多久啊？我早起都不怎么困，你管我，周末困了就睡。好，一起睡吧。陆小西怔住，你刚才说什么？一起睡啊，我刚好也困了。你刚才还说你不困的。彼时的我非此时的我，10秒前的我说的话已经是过去式了。陆小西咬着嘴唇，又用脚踢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哪有和女孩子一起睡觉这么理直气壮的呀？这句话明明是自己用来耍赖的，被臭李牧学去，李牧也开始耍赖了，而且耍的赖超级过分，比他过分100倍。我去我那边拿个枕头。李牧开心的像个猴子，飞快的把电脑放好，然后从自己房间拿了陆小西给他的枕头过来，不由分说的躺到了陆小西的旁边。别冷着了，盖被子。我们这样会不会很怪啊？男女授受不亲的，我们青梅竹马，这些话不算数的。而且我又没亲你，我们昨天才刚一起睡过呢。亲又不是这个意思。陆小西知道李牧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想到昨天在李牧床上睡着的时候，一睁眼就是李牧安详惬意的睡颜，陆小西就感觉脸上热热的。他真的和李牧睡在一起了。昨天那是你趁着我睡着，你自己跑我床上的，你还要重复这句话几次啊？那是我太困了，不小心睡着的，你要点脸吧。陆小西气哼哼，裹着被子不管他了，反正自己是李牧的小青梅，一起睡午觉没关系吧。睡吧睡吧，他要比李牧起得早，然后拍一张木猪猪睡眠图。这叫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次可不能流口水了，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嘴巴闭上。第99章完成的小目标+1。陆小西喜欢缩在墙边，狭小的空间比较有安全感。现在李牧睡在外面，他睡在里面，一边是冷冷的墙，一边的暖暖的人，安全感超级多。陆小西弓着身子，被子盖住半张脸，露出滴溜溜的大眼睛，一直看着李牧。李牧也侧躺着看着陆小西，许是看得久了，李牧扮了个难度极高的鬼脸，逗得小只少女咯咯笑。好像这样一起睡觉也不错哎。你不是要睡觉吗？你一直看着我怎么睡？陆小西反驳他。你不看着我怎么知道我在看着你？这是我的房间。好，你没看我，是我看你。李牧笑着往里面挤了挤，把小只少女挤得只剩2个拳头的距离了，彼此的呼吸都能打在对方的脸上。别靠那么近，我想抱着你睡。滚。我说的是晚安抱抱，对的，午睡也是睡，只能抱一下。陆小西裹着被子，像条小青虫一样往李牧缓缓的身体拱了拱。李牧顺势抱住，翻了个身，这样小只少女就压在他身上了。呀，你干嘛呀？陆小西显然是被吓了一跳，一阵天旋地转，
怎么就躺在李牧的身上了？你好沉，压到我肺了，有点喘不过气。我100斤都不到，是你太虚了吧？陆小西捏了他一把，从他的身上滚下来，回到刚才的位置，闷着声音道：你再这样我就不给抱了，以后也不给。错了错了，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乖哦，小木。母性光环泛滥了，还是说你什么怪癖？去死！我要睡觉了。陆小西娇嗔，把脚伸出被子去踢李牧的小腿，这才注意到被子全被自己裹起来了。李牧是没有被子的，醒着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多少寒意，可若是睡着了就不一样了。半夜起来找被子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就连他自己睡觉有时候也会这样。你不去你房间拿被子吗？隔你的就好了，我这是单人被，先盖着，今晚去买个双人被。滚！你以为还有下次？以后我们都一起午睡算了。李牧撑着脸看他，两只脚悄悄伸进了被子里，蹭蹭少女的小腿。想得美，把脚拿出去。哦，陆小西仿佛又看到了李牧那不存在的狗耳朵，拉拢下来了。李牧都是痞帅痞帅的，大部分时间又贱又憨，很少有这种略带失落和委屈的神态。得了，装什么呢？等我睡着了，你可以盖一点被子，但是我要是被冷醒了，你就等着吧。少女说完就转过了身，面向墙壁，合眼睡觉了。可能因为身后有个小暖炉，她这次睡得很慢很慢，直到身后传出轻微的鼾声，陆小西才小心翼翼地转过身，细细打量李牧的脸。李牧的睫毛好长哦，单看眼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男生的睫毛和他一个女生的睫毛一样长，离谱！他有些痴迷，他的小竹马的眼睛一直都这么好看。他在床上摸索一阵，最后在桌子上看见了自己的手机。要是动身去拿，肯定会吵醒李牧吧。如果还有下次的话，那就下次再拍木猪猪睡眠图吧。木猪猪，我可是为了不吵醒你才不拍的哦，醒了必须要好好感谢我。陆小西在心底自言自语，困意席卷，他把被子往少年身上盖了些，小心地靠近小暖炉，忽然又感觉这样很暧昧，又转过了身背对着某人。睡了，午安。不到半分钟，陆小西又转了过来，眼睛里全是不可言说的情绪。李牧呼出的热气似一只温柔大手，不断地抚摸他的脸，困意越发明显。他纤细的指尖戳戳李牧的薄唇，感受着李牧薄唇上的褶皱。嘻嘻，好玩。睡了，午安。少女往某人的怀里缩了缩，这次真的要睡了。有完没完？我都被你吵醒2次了。李牧猝不及防的开口，闭合的俊眸睁开一半。你没睡着啊？陆小西一惊，抬头看他，但没有拉开距离。原本睡着了，你转身的时候醒了一次，戳我嘴唇的时候也醒了一次。你这是闹哪样？不是说要睡觉吗？睡了，真的睡了，午安。这是陆小西第3次说这句话，前2次是在心里，这次是对着李牧说的。午安。李牧又往墙内挤了点，这下少女是一点跑路的可能都没有了，只有他醒了才能放少女出去。他一只手隔着被子把陆小西抱着，小小一只少女就这样被他拥住。陆小西乖乖的，一点也不动弹，因为刚才把李牧吵醒，这次不敢闹腾了。李牧重新开始睡着，呼吸平稳，嘴唇往陆小西的额头蹭蹭，这是不小心碰到的，不能怪他。陆小西，睡了，第100章，忘掉好不好？2个人的呼吸逐渐平稳，就连浮躁的灰尘都安静了下来，隐约能听见风吹叶沙沙声，小区内小孩子吵闹声络绎不绝。这种环境下，2个人都睡得格外舒适，空气都是甜的。陆小西哼哼唧唧，发出小猫般的嘤咛，小身子舒服地伸展开来，缓缓睁开惺忪睡眼，睡得好舒服好舒服，旁边跟一个暖炉一样，让他总想像抱玩偶一样抱着。入眼的便是李牧那轻松的面庞，愣神一瞬，熟悉的场景让他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情。他现在亲一下李牧的脸，然后马上装睡，是不是就能像小时候那样亲密无间呢？可惜现在不是小时候，他也不会主动去和李牧亲亲，哪怕是脸也不行。他起得本来就晚，什么事情都没干，睡午觉只是懒癌发作罢了。这次午觉他睡了2个小时就起来了。倒是李牧一大早起来买水糕，又在他房间学习了一段时间，那是真的困了，睡得这么香。陆小西又心痒痒，想揉揉他的薄唇，又怕把李牧吵醒，一只手不知道该干什么，最后只能伸出手指慢慢抚摸李牧脸上的绒毛。啧，李牧似是不满地咂咂嘴。咦，你什么时候醒的？陆小西看着没有表情的李牧，怀疑李牧是在说梦话。听说梦话也是可以对答如流的，李牧现在是这种状态吗？你真的醒了吗？陆小西超级小声地问。李牧依然没动静。他想到了昨天李牧说的话，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装睡很简单，只要看那个人的睫毛颤不颤就可以了。念及此，少女又开始盯着李牧的眼睛看。
看了差不多10来秒，眼睛都没眨一下，这才放心下来。原来还睡着呢，嘻嘻，差点被这家伙吓到。都睡着了还能吓人，可恶的笨蛋。陆小西得意笑笑，轻手轻脚的从床上爬起来，又很快的躺了下去。他发现只要他动作幅度大一点，就会碰到李牧的身体。两个人都是盖着被子的，就算他没碰到李牧，被子的触感也会吵醒李牧。那么大一张床，李牧偏偏把自己挤在墙角，肯定是故意的。这下好了，睡饱了还出不去，只能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继续看李牧了。从额头看到下巴，从下巴看到脖颈，沿着喉结一直看到锁骨，再往下就是衣服遮挡的地方了。李牧好像有腹肌哎，可以摸摸吗？毕竟李牧都摸自己的脚了，他感觉自己被李牧传染了一些变态属性。少女羞羞的把红红的脸埋起来。下午好啊，小青梅。陆小西看着忽然睁眼变得精神起来的李牧，头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大眼睛里满是疑惑，小脑瓜急速运转。你是不是比我醒得早？比你早醒几秒钟吧。你骗人，你的睫毛根本不颤。让睫毛不颤很简单啊。李牧坏笑着，手指戳戳少女的脸蛋，点点少女的鼻子。骗人。陆小西闭眼试试，睫毛像是吃了麦劲一样，根本停不下来。你闭上眼，往一边看就好了，是不是？还真是。说吧，要怎么感谢我，教会你这么个机密？感谢你个头，起开，我要上厕所了。好。李牧用被子把少女裹起来，抱住，一个转身就把小青虫少女翻到了另一边。呀！陆小西着实是被吓到了，发出可爱的惊叫，小身子缩成一团，紧紧趴在李牧的身上。反应过来后，陆小西双颊绯红，皱皱眉头，挥动藕臂，对着坏坏的家伙使用了佛山无影拳，毫无章法的对某人拍拍打打，又怕真的把李牧打疼了，一点力气也不敢出。看起来跟撒娇一样的攻击，对李牧来说，这种力道跟玩一样，比按摩还舒服。过分！打累了，陆小西又一下子滑溜的踩上拖鞋，跑出了李牧的抱抱范围，防止李牧又把他抱住，重新翻回里面的位置。你怎么还不起来？不想起来？你的床舒服。李牧把被子盖紧实了些，现在的状况不允许他掀开被子。随你吧，你一会起床要叠好被子，扯好床垫，知道不？知道啦，知道啦。等陆小西出去后，李牧安了安心神，真是奇妙的体验。他就这样和小青梅睡在一起了，现在已经完成3个小目标了。牵手、抱抱，一起午睡，下一个就是亲亲。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那种2个人摔倒在一起，恰好亲上嘴的烂大街桥段的，任重而道远啊。房间外，陆小西正交叠着腿，用小勺子小口小口的吃着果冻。今晚的晚饭吃什么好呢？每天都要思考这个世纪第一大难题。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大概会随便买点青椒啊、土豆啊，和昨天剩下的肉一起大锅炖了。可他还要考虑李牧爱不爱吃，太贤惠了。少女自夸，小胸脯都骄傲的挺了几分。虽说李牧不挑食，什么都吃，但他下意识的就想给李牧吃最好的。少女翻动心中食谱的时候，李牧也从他的房间出来了。给我吃一口。李牧挨到他旁边，一只手绕过他的脖颈，来到了他的另一侧，攀在他的肩膀上。冰箱有，自己拿。我就想吃你吃过的。可以啊，那我煮饭的时候，你等我吃完再吃吧，有的是剩饭给你吃。陆小西咬了咬唇，瞥他一眼，然后一口气把果冻全吞了，整张脸都鼓了起来，像只小仓鼠一样。李牧非但不生气，还趁机揉揉少女的脸，吃这么快，不怕噎着？我嚼得很碎的。少女已经习惯了被某人揉揉脸，现在一点也不反抗了。那也不能吃这么快啊！你没话找话的样子是认真的吗？那我不说话了。李牧笑笑，他的目的就是坐在少女的旁边，揉揉捏捏各个地方，说话只是分散少女的注意力，好让她揉揉捏捏的久一些。现在被少女拆穿了，他也就不管了，专心的把玩起了少女的手。你别动我耳朵啊，一会充血了会变热，很难受的。陆小西抖抖肩，拍开了另一边攀在肩膀上还不老实偷偷摸自己耳垂的大手，没好气道：今晚吃什么？李牧装作没听见，直接转移话题。来了，人生第一大难题，你想吃什么我就煮什么。陆小西巧妙地把难题转移给李牧，随便，你煮什么我就吃什么。他刚甩出去的难题又被甩回来了。要不出去吃？先说好啊，这顿我 A 不起，你得请我，我快没生活费了，你买衣服的钱还没发我呢。那我们出去吃什么？你请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吃什么我就请什么。陆小西小拳头硬了。你去过电玩城吗？是像网吧那样的？少女忽然来了兴致。上次去了动物园，还有电影院、游乐园、博物馆，她还要和李牧去好多好多地方。不是，是有抓娃娃机的那种，还有跳舞机、赛车、打僵尸。去，我们今天就去，现在就去。至于吗？这么兴奋？
李牧一阵好笑，我没玩过哎，我第一次去也没你这么兴奋啊。你第一次去是什么时候？陆小西好看的大眼睛迎上他的视线。高一的时候，高中附近的商城里也有电玩城。你竟然不带我去！陆小西佯装出生气的模样，沉着脸有模有样的戳着李牧的胸口，一板一眼。李牧双手捧着他的脸，抬起他的头笑笑，你当时也没和我和好啊，那你可以早点跟我和好啊。呵呵呵，我现在不是来找你和好了吗？不够早，都19岁了。脸被李牧捧着，因为挤压的缘故，陆小西的嘴肉嘟嘟的，说话也是含糊不清，可爱极了。你怎么不来找我和好，非得我去找你？不是你和我拉开距离的吗？那你就应该在我和你拉开距离的那天找我啊，这样我们初高中就不会那样了。我找过了，你压根不理我好吧，还让我别靠近你呢，就差让我圆润的滚了。李牧用指尖轻敲小只少女的脸。陆小西挣脱李牧的双手，和李牧靠近了些，抿着唇，吐气如兰。忘掉好不好，不然就不理你了。他不想跟李牧说对不起，被你可爱到了，我看看能不能忘掉。李牧遭受到了小青梅的可爱暴击。我们去电玩城玩得开心了就忘掉了。少女脸红到了耳根，眼角也多了丝湿润。她害羞了，但并不是被夸的。